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许七安推开卧室的门，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檀香，屋内漆黑一片，没有点烛。他借着外室透出来的微弱灯光，走到桌边，捻亮了灯芯，然后再把床榻边的2排蜡烛逐一点亮，一簇簇明艳的火苗燃烧，焰星静谧，焰头跳跃，驱散着房间里的黑暗。这时候他才有时间去观察骆玉衡。松软的锦榻上，他穿着道衣侧卧着，衣上下有着成熟女子动人曲线。许七安的目光从下往上移动，首先是一双白皙的玉足探出罗裙，足型优美圆润，足趾纤巧秀气，玲珑精致，宛如世间最顶级的玉器，让人忍不住想要握在手里把玩。而后是腿部曲线，一路上扬到臀侧为巅峰，小腰处骤然收束，好一个浮凸有致，曲线曼妙。许七安内心感慨着，目光掠过雪白修长的玉颈，停留在骆玉衡如花似玉的脸蛋。他似乎有些热，脸颊泛着红晕，出了一层细汗，烛光下晶莹润泽。他的青丝在软枕散开，有种肆意的美。国师。许七安在床边坐下，低声呼唤。骆玉衡动了动琴手，呢喃般的吐出一句话：池子，带我去池子。池子是指温泉池吗？他揣度着骆玉衡的意思，又听他的难道池子能化解我的业火？许七安多少听明白了一些，他平时是靠某个池子化解业火的。好烫，这是烧糊涂了。他伸手按在骆玉衡的额头，一片滚烫，他体内仿佛有烈火在灼身，烧得白嫩的肌肤变成了嫩红色。国师，国师。许七安呼唤了2声，骆玉衡依旧神志不清，对他的呼唤没有反应，这让许七安感到为难。助骆玉衡平息业火其实很简单，只需以地宫中的双修秘法，用气运取代气机，在2人体内以周天运转，便可浇灭他体内的业火。可双修毕竟是2个人的事，单凭一个人很难完成。我在地宫里看到的双修图，虽然大部分是需要2人配合修行，但确实存在一方主导的。想到这里，许七安不再犹豫，单手按在骆玉衡的肩膀，明显察觉到骆玉衡娇躯一僵，余光瞥见他袖拳悄悄握住。装的呀，至少一半是装的。许七安一愣，忽然有些明白，他刻意等到现在，就是为了让自己业火缠身，只剩为数不多的理智残留，这样他就被动完成了双修，而不是主动寻欢。小心思还真多，许七安心里嘀咕，他知道这是骆玉衡身为人宗道手最后的矜持和骄傲。他回头吹熄蜡烛，踢掉靴子，正要上床，一双小手撑在了胸膛，伴随着骆玉衡低低的声音：不要。这声音是如此的复杂，夹杂着胆怯、忐忑、欲拒，还羞不情愿，以及一丝哀求。骆玉衡不知何时睁开了眸子，在黑暗中与他对视，相顾无言了许久。许七安低声道：别怕，有我。骆玉衡凝视着他，默然许久，撑在他胸膛的手变得绵软无力。许七安多少能理解他的想法，胆怯和忐忑，恐怕只有业火灼身时的他才会表现出最柔弱的一面，平日里断然不会这般。不情不愿的欲拒还迎，则是因为骆玉衡对他有好感，认可他，甚至决定往道侣发展。但2人毕竟没有真的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这场双修是迫于形势，半推半就，因此箭在弦上时，他会本能的抗拒。许七安捏住被角，用力一抖，哗啦声里，棉被铺开，遮挡了一切。接着被窝里忽然发生剧烈的挣扎，持续片刻，停了下来，然后一条腰带从里面棉被缝隙里丢了出来。随着腰带被丢出，被窝里不知发生了什么，又开始剧烈挣扎，然后平静，一条绸裤被丢了出来。很快，床边的地面散落着许多衣物，包括女子私密的贴身衣物。半个时辰后，黑暗里传来骆玉衡冷淡的声音：别贴着我，滚开。小姨，你这是在向我诠释什么叫事前锋如魔，事后胜如佛。许七安挑了挑眉，胸膛紧贴着小姨光滑如凝脂般的玉背，他的情骨终于得到了巨大的满足，疯狂攫取情欲的力量，茁壮成长。另外，双修是互补的，骆玉衡借他气运平息业火，许七安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他的丹田气机浑厚了些许。要知道，3品之后，吐纳对气机的增长已经微乎其微。许七安踏入3品后，修为就再没有精进，如今和骆玉衡双修，他看到了修为精进的希望。尽管封魔钉限制了他的修为，可将来有朝一日总是要解开的。许七安搂着骆玉衡的小腰，嗅着发丝间的清香，低声道：继续修炼。骆玉衡端着2品的架子，淡淡道：走开。还说王妃傲娇，你也不比她好到哪里。许七安挑了挑眉，忽觉某处一凉，骆玉衡剑指点在那里：睡觉吧。许七安默默后缩，离他远远的。2人再无交流，呼吸平稳的睡去。大概2炷香时间后，一具滚烫的身体靠了过来。骆玉衡低声道：业火重燃了。人宗的业火深入骨髓，岂是1次2次就能浇灭？
许七安早已做好吃酒沾的准备，但他蔫儿坏，记着骆玉衡刚才高冷姿态，便嘿嘿笑道：“不行了，我体力不支，今儿修不成，明天夜里再说吧。”骆玉衡似乎不屑开口求欢，用光滑细腻的身段蹭了蹭他，笨拙的引诱。许七安心如止水，就是不碰他。双方僵持了1刻钟，骆玉衡皮肤火烧火燎，脸蛋酡红如醉，夜火灼烧的难受，红润小嘴里时而吐出几声甜腻嘶哑的音节。别闹了！国师的声音从枕边传来，沙哑中带着嗔怒，嗔怒中带着软如，唯独没有以前的清冷平淡。强势的女人一定要在7天的双休里征服你。许七安舔了舔嘴唇，低声道：“国师，我与你讲个笑话。”停顿一下，说道：“在很久以前，也是这么冷的夜里，一碗冰镇酸梅汤离开了冰块，出去玩耍。玩着玩着，他发现自己碗里的冰融化了，于是哭着回去找冰块。你猜冰块跟他说了什么？”骆玉衡黑亮的美眸望着他，许七安不卖关子，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说罢，他期待地看着骆玉衡，等待他的反应。骆玉衡冷冰冰地望着他，牙缝里一字一句吐出：“许七安，国师，我说笑而已。”许七安能屈能伸，他随之压了上去，却遭到骆玉衡剧烈反抗。冷艳的美人板着脸，温软如玉的小手紧紧撑在他胸口，每次许七安试图靠近，就被他推开。他生气了，耍小性子了。许七安箍住他的手腕，一番拉扯纠缠后，骆玉衡就不反抗了，赌气似的把头别向一侧。黎明破晓，骆玉衡披着袍子推开窗户，任由寒风灌入房间，吹起他凌乱的秀发，吹起他的领口，雪腻若隐若现。他怔怔地望着东边微微发白的天际，回想着今夜发生的一切，恍然如梦。首次以气运浇灭业火的喜悦，初尝道侣滋味的感慨怅然，以及心头不想承认却又真实存在的情愫。时间往前推1年，如果有人说他将来的道侣是打更人衙门里那个小铜锣，骆玉衡会嗤之以鼻。可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当初在他眼里属于晚辈乃至孩子的一个年轻人，今时今日已经和他滚在一床被子里。第1天的业火平息了，身后传来许七安的声音。骆玉衡刚要说话，腰肢被一双手臂环住，火热的吻在后颈流连。他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皱了皱眉，震开许七安，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道：“昨夜约法3章过，你我之间只是交易，仅限于平息业火。”死要面子，许七安无奈道：“国师，咱们已经是道侣了。”骆玉衡冷笑道：“我的道侣只能有我一个。”他没再纠结这个话题，沉吟一下道：“你知道我为何每次业火着身便不见外人吗？须得闭关7天，怕被元景帝趁虚而入。”许七安猜测。他摇摇头：“当时的业火不至于烧灼理智，我不愿意，谁都强迫不了。真正让我闭关的原因是七情。”七情？许七安反问。喜、怒、哀、惧、爱、欲。骆玉衡缓缓道：“接下来的7天里，我会被七情主导，变得不像自己，甚至频频失态。人宗的业火本质上就是七情6欲。”许七安似懂非懂的点头：“等天亮之后你就知道了。不过在那之前，我还得与你做个约定。”骆玉衡眺望远方，告诫道：“不准透露出去。这7天里，子时之前必须来我房间。”等许七安点头答应后，他关上窗户，卷着棉被，放缓了呼吸。许七安并不困，反而精神抖擞，便披上袍子离开卧室。他穿梭在破晓的晨光中，迎着寒风来到温泉中。蒸汽缭绕，温泉略有些烫，但对他来说温度正好。是不是应该把他也带出来沐浴？要是怀孕了怎么办？泡在温暖舒适的池子里，许七安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国师本来就是条大鲨鱼，要是通过双休怀孕，其他鱼还有容身之处吗？他是没考虑到这个因素，还是暗戳戳在算计了，但表面不说。想到这里，许七安就有些坐立不安了。同时脑海里莫名其妙地闪过一句前世的名台词：“我会用内功把你留在我体内的东西逼出来。”出处已经忘了，但这么骚的台词他记了2辈子。国师要是有这觉悟就好了。天色越来越亮，半轮红彤彤的朝阳从东方挂出。许七安泡得通体舒泰，上岸穿衣，刚披上袍子，眼前一花，出现骆玉衡的身影。他的表情很奇怪，看到许七安的瞬间，1分安心，1分后怕，剩下8分是恼怒。骆玉衡柳眉倒竖，满脸恼怒：“你去哪儿？为何不在我身边？”许七安眼神茫然，不知道他无端的发什么怒，旋即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边随口敷衍，一边暗中观察。昨晚操劳过度，乏了，于是过来泡个澡。国师用过午膳了吗？许七安笑道。听到操劳过度，骆玉衡白皙的脸庞爬上2抹晕红，嗔怒地瞪他一眼：“正要许你用膳。”两人旋即返回，来到温暖如春的卧室里。清杏园的丫鬟搬来了长条案，上面摆满粥、肉包、
糕点、油条、酱菜等早膳。骆玉衡没吃其他，端着一碗白粥，兰花指捏着瓷勺，小口小口地喝着。这应该是七情里的怒，顾名思义，暴躁易怒。我待会儿得小心应对。许七安边沉吟边观察他，国师还是那个国师，清冷美艳，眉心一点朱砂，仿佛是不食烟火的仙子。昨晚的一切似乎都是梦境。不过国师身段有多火辣销魂，皮肤有多细嫩，弹性有多好，许七安已经领会到了。我竟然把大奉国师远景地球而不得的美人给睡了。此时此刻回忆昨晚，许七安仍有些梦幻。看够了。骆玉衡抬起眸子瞪了他一眼，娇嗔薄怒。睡都睡了，看急眼怎么了？许七安心里嘀咕，目光接着落在国师鼓胀胀的胸脯。毒！一根筷子飞速而入，刺入许七安身前的桌案。吃饭吃饭。他收回目光，默默喝粥。吃完早膳期间，两人没有交谈，也没有眼神交流。一旦许七安或偷偷或光明正大欣赏国师的容颜身段，他就会发怒。骆玉衡放下碗筷，神态冷漠的起身，连步款款走向卧室。行走间，道袍下摆轻晃，显得轻盈曼妙。没事，别打扰我修行。他淡淡道。卧室的门敞开，许七安扭头回看，发现昨夜的被套和床单已经更换了。内侧的屏风上挂着一件白色绣荷花肚兜，一条白色柔软的绸裤。砰！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目光，骆玉衡关门的声音格外响亮。感觉怒这个情绪让他更加不近人情了，动不动横眉竖目，仿佛我只是个上床时需要的工具人。感觉真成我小姨了，或者英语老师。他慢条斯理地抓过干净的汗巾，擦了擦手和嘴，抬脚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骆玉衡没搭理，许七安便擅作主张地推开门，目光一扫，突然发现贴身的绸裤和肚兜不见了。骆玉衡盘坐在床榻，嗔怒道：不是让你别打扰我吗？以前的骆玉衡清冷镇定，不会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因此给许七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乃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生气发怒，虽然不是啥好脾气，却有了鲜活的人气儿。业火已经平息，晚些再巩固修行吧。我带你去园子里逛一逛。许七安凑到床边，握住了骆玉衡光滑细腻的柔仪。他是这么想的，双方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洞房再培养感情。幸运的是，骆玉衡并不讨厌他，甚至极有好感，虽说远没有达到滚床单的程度，但现在既然已经知根知底，他就得改变思路，为两人的关系升温而努力。毕竟我不可能指望骆玉衡来追我。许七安心里想着，突然看见骆玉衡眼里怒火一闪，他本能地察觉到不对，一个阴影跳跃，打算逃离，但发现身体无法动弹了。国师，许七安忙说，有话好商量。骆玉衡怒目相视，我昨夜与你如何说的？这只是一场交易，莫要以为双修后你就是我道侣，可以为所欲为，是在向梦望了。许七安认错姿势摆得很好。骆玉衡轻哼一声，这才放过他，闭目打坐。出去吧。愤怒人格的脾气比原版的国师要难惹，暴躁易容，刚才要不是认错的好，可能已经被他一剑戳飞出去了。也更加骄傲矜持。许七安吐出一口气，他走出卧室，呼吸着新鲜空气。路过卧室的窗户时，窗门砰地打开，骆玉衡盘坐在床榻，声音冰冷。去哪儿？去逛窑子。许七安撇嘴，你说什么？骆玉衡竖眉，愠怒道，再说一遍。许七安嗤笑一声，故意刺他，国师管我去不去逛窑子，咱们又没什么关系，只是交易而已。骆玉衡气得胸脯起伏，挥手关闭窗户。那我真去逛窑子了。许七安冲着窗户喊了一声，滚。许七安没有立即离开清信园，让丫鬟准备了吃食、换洗衣裳、洗漱用品等等。寻了一处无人的房间，取出浮屠宝塔，轻轻一抛，浮屠宝塔膨胀变大，塔尖几乎穿破屋脊。许七安意念一动，进了塔内。来到3楼，看见木南枝与塔灵相对而坐，学着和尚双手合十，闭目打坐。这是闹什么？许七安把包裹放在一旁，道：南枝，我给你带了些衣服和吃的。木南枝不为所动，依旧闭目打坐。小白狐嗖地窜过来，一边抽动鼻子嗅着，一边嘟囔道：没有果子吗？我想吃果子。许七安一巴掌拍飞他，怒道：滚犊子！要不是这小东西坏事，我也不会面临修罗场。王妃现在还待在客栈里，傻白甜般的等我回去。小白狐又挨打了，哭唧唧地说：我不要你吃的，你一点都不好，就知道欺负我们。他委屈地走回木南枝身边，用力一跃，两只前爪先勾到岸边，接着后肢乱蹬，爬上桌案。他抽泣了一会儿，直到许七安把糕点放在他面前。小白狐看了眼糕点，很有骨气地扭过头去。你不吃？哼，那我自己吃了。真香，软如清甜，妙啊！还有这肉包，汤汁四溢，面皮劲道。哎呀，只剩最后一块了。小白狐耳朵抖动了一下，
可惜某只小狐狸不吃，那我只要自己吃掉了。吃的吃的。小白虎鼓气没了，扭回头，一头扎到许七安怀里，娇声说道：“要吃的，要吃的。”许七安揉了揉他的脑瓜，喂他吃完早膳。见木南枝依旧冷着脸，叹了口气，放下小白虎离开。对付木南枝，他其实有很多种办法，只是现在双休还没结束，多半是刚哄好又闹矛盾，或者他借此提出和骆玉衡一刀两断，双休后不准往来的要求。此时武林大会已在雍州城如期举行，地点设在西南大角场。武林大会面向全雍州的江湖人士，无衙门案底。第一阶段是海选，但凡报名者都能参加。海选结束后会决出前100强。第二阶段就是100强名单，这胜出的100位强者打排位赛。这套榜单模仿的是中原江湖100强榜。龙神堡的堡主雷震和公孙家主公孙向阳，两人是江湖100强榜上的高手，排名71和80名。许七安重新易容，化作一个平平无奇的男人，混进了大角场。此地原本是城防军的营房，后来弃用，荒废多年，虽显得破败，但面积却宽广。来到演武场，放眼望去，漫漫人海。许七安站在人群外，远远地看一眼新搭建的擂台，此刻正有2位少侠在比剑，招式手段堪称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讲武德，只为干掉对方，赢得胜利。龌龊是龌龊了些，但好歹没有出现煽情剑法和舆论剑法这种野路子。人很多啊，以后每天来这里搜寻一遍，绝对能找到龙气宿主。他把地书碎片握在掌心，神念宛如涟漪，向着四方扩散很快，周遭景物原原本本地反馈到脑海里。南边一个魁梧的汉子，目光紧紧盯着擂台，身体紧贴着一位妇人，并把粗糙的大手按在妇人圆臀，使劲揉捏。而魁梧汉子左侧，一个瘦小的男人手里夹着刀片，正无声无息地割开汉子的钱包。北边的一个少年同样在做偷钱包的事。越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许七安捕捉到了一位龙气宿主。他在人群中观战，双手抱膝，似乎对擂台的战斗极为不屑。是散碎龙气的宿主。许七安没有轻举妄动，因为无法判断此人是野生宿主还是鱼饵。在雍州城里，如果不是9道龙气宿主之一，他宁愿放弃，也绝不冒险。他的神念涟漪穿透观战人群，朝着营房方向扩散。不多时，又一道龙气宿主出现在他的感应范围里。这是一个2进的院子，极为破旧，看起来许多年未曾维护。外厅里坐着一会儿，龙气宿主便在其中。还是散碎的龙气宿主，哪怕武林大会这样的盛事，哪怕雍州不止一位龙气宿主，但同时同刻出现在这里，并不是正常的概率。2名龙气宿主中，必定有一个是诱饵，甚至2个都是。公孙向阳。许七安在这伙人里看见了公孙向阳。外厅，公孙向阳坐在大椅上，身后是公孙家族的子弟。与公孙家主平起平坐的是个眉眼温和、面带微笑、令人如沐春风的年轻男子。这位年轻男子身后，从左往右依次是脸色冷峻的腹腔少年、秀美动人的少女、穿着破旧道袍、不修边幅的老道士、裹着色彩斑斓长袍的闭眼南疆人、脸蛋娇俏、顾盼生辉的妩媚女子、孔武有力、神态极具威严的魁梧男子，以及一个被剑的中年人。这位中年人面无表情，眼里却有认命的情绪，他就是龙气宿主。这些人是谁？许七安的目光在少女身上略作停留。20岁不到的年纪，身段已经初具成熟女子的曼妙，眼睛大而圆，睫毛浓密，有着少女独有的尖翘下巴。和许灵月一样，是极有姿色的少女，不过许灵月是邻家女孩一系，柔柔弱弱，至少表面如此。而这位少女眉眼冷淡严肃，已经初具女强人的雏形。再过几年，应该是和怀庆一个类型的女子。接着他审视起另一位美丽女子，这位女子媚而不妖，艳而不俗，有着独特的气质。我应该是没见过她的，但她的气质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似曾相识。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这时听见公孙向阳客客气气地笑道：“几位大侠如何称呼？”雷震是个不爱管事务的武痴，因此武林大会的主持者是公孙向阳。他今日刚致辞完毕，就被这伙人请到了这里。这群人极其可怕，以公孙向阳五品巅峰的水准，也只能初步摸清腹腔少年和不修边幅的老道士深浅，其他人根本看不透。公孙向阳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群人大部分都是4品高手，只是这个猜测过于惊世骇俗。在江湖上，4品武者可是雄踞一方的大佬，只有在京城这种高手如云的地方才会扎堆出现。大凤13州，单个州人口1000万乃至几千万，才会出那么几个4品。姬玄，唯一坐着的气质温和的年轻男子笑道：“姬大侠。”公孙向阳连连拱手。姬玄，许七安皱了皱眉，姬这个姓氏让他异常敏感。自称姬玄的年轻男子笑道：“我等是青州人士，听闻雍州在举办武林大会，特来看看热闹，
长长见识。顿了顿，他从怀里取出一张画像，摆在桌上，道：公孙家主是雍州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在下想请公孙家主帮个忙。也不管公孙向阳是否同意，自顾自说道：帮在下寻到画像中的人物，必有重谢。公孙向阳自然不会拒绝，双手接过画像，仔细审视一眼，笑道：好说好说，有了消息一定派人通知诸位，只是找人而已，小事一桩，没必要因此得罪这群人。姬玄满意点头，又道：另外还有一桩小事。公孙向阳摆出聆听姿态，劳烦公孙家主帮忙留意一个人，此人没有画像，名字叫徐谦。姬玄喝了口茶，徐谦，公孙向阳心里陡然一凛。徐谦找徐前辈的，公孙向阳心里惊诧，表面却看不出端倪，装出若有所思的姿态，皱眉重复念叨这个名字，然后无奈摇头。徐谦这名字平平无奇，恐怕雍州有不少人叫这个名字，可有什么鲜明特征？姬玄道：此人相貌平平无奇，与他的一般，唯一的特征大概是穿青衣的，当然这未必是特征。公孙家主只要帮忙留意便成，切记不要打草惊蛇。青衣真的是在找徐前辈。公孙向阳露出和气笑容，都是小事，都是小事。对了，几位大侠远道而来，可否赏脸来公孙山庄暂住？他是故意摆出这副热情姿态，一方面是附和人设，作为雍州地头蛇，面对一群四品高手，如果不巴结不热情，反而可疑。另一方面，公孙山庄是他的地盘，先把人骗过去，他再通知徐前辈，看前辈如何定夺。姬玄笑容满面，要是再深，不叨唠公孙家主了。这些人找徐前辈是敌是友？如果是敌人的话，给徐前辈塞牙缝都不够。公孙向阳遗憾的点头，试探道：那不介意的话，在下今后还要多叨唠几位大侠。他把想要结交的心思拿捏得恰到好处，姬玄笑的像个人畜无害的阳光青年，道：欢迎欢迎。闲聊了几句后，公孙向阳起身告辞。姬玄身边带着一个龙气宿主，打听我的动向，很明显这群家伙是500年前那一脉，是许屏风的人。另一边，许七安收回元神波动，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杀了。他们看起来都是高手，以我现在的水平自然不怵，但想快速斩杀这么多强者几乎做不到，而且这些人多半是摆在明面上的诱饵，先观察再做决定。他之所以收回元神探知，就是因为猜到了这群人的身份，这会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敌意，从而被武者敏锐的直觉感应到。炼神境以上的武者对危机的预感非常强烈，任何包含敌意、恶意的注视都会让对方心生感应，这就是武者很难被伏击刺杀的原因。而不含感情的注视则不会引起武者的预感。许七安并不愿意打草惊蛇，因此果断收回元神探知。公孙向阳离开院子，返回演武场的路上，一只麻雀在空中盘旋片刻，停在了他的肩膀。家主。身后的公孙家子弟正要驱赶，被公孙向阳挥手挡开。他不动声色地将麻雀捏在手中，轻轻抚摸鸟头，面带微笑，似乎只是一个兴致勃发的举动而已。那几人是什么来路？果然，公孙向阳耳边听到了徐谦的传音。徐前辈以麻雀为媒介，与他传音交流。他们自称青州人士，但口音不太像。让我找2个人，其中一个正是您。公孙向阳一副把玩宠物的表情，继续抚摸麻雀的脑袋，传音回答：前辈，您认识他们吗？许七安呵了一声，传音道：不认识，但认识他们背后的长辈。算了，一笔糊涂账，不说也罢。徐前辈这句话说的饱含沧桑啊，前辈是个有故事的人。公孙向阳心里感慨道：他们中全是武者。许七安传音问道。公孙向阳略作回忆，分析道：他们中有3人体表无护体神光，其中2人举止气质也不像是武者。公孙向阳给出的分析是姿色极佳的少女，穿着色彩斑斓袍子的南疆人，以及那名负刀的中年人，3者无护体神光，也就是没到铜皮铁骨境。少女和南疆人的气质举止则不像武者。我知道了。许七安说完，操纵麻雀振翅飞起，朝着那座2进的院子飞去。外厅，柳红棉慵懒地坐在椅子上，左腿搭着右腿，罗裙下穿红色绣鞋的脚丫子晃啊晃。话说回来，我们已经完全失去那小子的踪迹。万花楼的企图捻住鬓发，用手指绞着。如果我是他，我肯定逃之夭夭。许元双嗤笑道：是谁告诉你那小子知道我们会来雍州？蕉叶老道抚须微笑：许大小姐说的没错，在那小子眼里，我们与他只是途中偶遇，意气用气的发生了冲突，双方并不存在多大仇恨，没有锲而不舍追杀他的必要。在青州甩掉我们后，他也许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既然如此，值此盛会，怎么可能不留下来参观一番？威严冷漠的魁梧汉子
白虎点了点头，沉声道：“雍州城汇聚了雍州的豪杰，他若聪明，说不准已经在谋划如何驱虎吞狼。”姬玄补充道：“忘记国师说过什么了吗？龙气宿主之间有相互吸引的现象，只要距离不远，总会相遇。我们身边有一位龙气宿主，说不定哪天一出门就和那家伙面对面了。不过少主找徐谦是为了什么？”蕉叶老道突然插话：“昨日我收到天机宫的密报，佛门和天机宫合作，在追捕一个叫徐谦的人。此人在雷州夺走了9道龙气之一，在襄州又一次从佛门手中截胡。”姬玄沉声道：“而现在他也来了雍州城。据天机宫的情报所示，此人手段诡谲，在4品中也是佼佼者。”这话说的让在场众人眉梢一挑，没一个服气。柳红棉笑道：“有曹青阳的水准。”姬玄微微摇头：“不清楚，但至少有金罗的水准。”白虎闻言淡淡道：“金罗的话，我和红棉联手足够应付。建州的武林盟主曹青阳差不多是4品中的天花板，半步3品。”姬玄摇头：“不可掉以轻心，此人与孙玄机同气连枝，3品术士可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好在有佛门和苍龙星宿负责对付他们。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抓住那小子，而后可能要配合天机宫和佛门擒拿徐谦。”他喝了口茶，感慨道：“我没料错，国师是后招的，收集龙气的任务不只是我们在做。”柳红棉笑盈盈道：“收集龙气是国师给你的试炼，当然不会把赌注都压在你身上。希望少主此次江湖游功德圆满，人家将来就依附你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小团队是国师以及那位城主给姬玄挑选的班底。姬玄将来能成为接班人，他们也会随着平步青云；反之，则一辈子只能坐冷板凳。徐谦是何方神圣？天机宫和佛门有查出来吗？许元双忽然道。他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众人默契地看向姬玄。姬玄摇头：“天机宫并未向我透露此人来历。”又说了几句后，许元怀拎着枪往外走，淡淡道：“我出去与那群乌合之众过过招。”姬玄笑道：“记得手下留情，别伤了人命，低调为主。”他又扭头看向许元双道：“元双，你去外面盯着，如果有龙气宿主靠近，记得第一时间通知。”许元双嗯了一声，追上弟弟的脚步，一起离开。这时启欢丹香忽然大步奔出内厅，抬眸望向天空，额顷一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落在他掌心。蕉叶老道心细如发，问道：“怎么了？”启欢丹香凝视着手心里的小麻雀，皱眉道：“这只鸟在院子里飞了2个来回，有些古怪。方才我迅速以心骨之力操纵它，却又没有发现端倪。是我太敏感了。”姬玄笑着颔首：“小心点总是好的，不过我们现在还算低调，不用太担心。”众人便不再关注。好险，他们中竟然还有一个心骨师，单纯以心骨的境界来说，比我要强。营房外，人群中，许七安缓缓吐出一口气。那群人比他想象的还要敏锐、谨慎，方才要不是他机智，及时收回控制，说不准已经被同行发现。龙气宿主以他们寸步不离，我估计没机会了，还得考虑佛门和天机宫的埋伏。其他人都是武者，想偷袭几乎不可能。白来一趟也不甘心，抓个人回去拷问，或许还能以此为人质，也说不定。那个红裙子的女人奶大，是个不错的猎物，可惜走的是武道。他一边思考着，一边望向营房方向，恰好看见一位少女跃上屋脊，凝神俯视着观众人群。同时，小巷里拐出来一个腹腔少年。那少年边走边解开背上的长枪，猛地掷出，长枪化作黑影，钉在擂台上，溅起碎石块。他纵横跃起，横掠过人海，站在斜斜竖起的枪杆上，俯瞰下方众人。谁敢上台与我一战？群雄怒骂不已，嚷嚷着要教训这个狂妄无知的小子。小伙子装逼很有一手啊。许七安移开目光，审视了一眼远处屋脊上的少女，他耐心地等待片刻，没见他的同伴们出来。旺气术是个术士啊，佛门和天机宫的目光都集中在龙气宿主身上，没人会想到我的目标是那个少女。他修行旺气术，多半是许屏风那个狗东西培养的弟子，他或许会知道一些秘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距离还不够，许七安假装看四处的风景，默默靠拢少女所在的建筑物。双方距离不到20丈时，那少女似乎察觉到了他，眉头一皱，低头看来。两人目光交汇，许七安咧了咧嘴，身形被一团阴影包裹，缓缓融化。许元双脸色微变，依旧没想到这个陌生男子的目标是自己，睁大美眸，以望气术搜寻此人的踪迹。突然，脚下的阴影里探出一只手，握住了他的脚踝。许元双慌而不乱，雪白皓腕上的玉镯子亮起，撑起一道青光，试图将那只手弹开。那只手被玉镯的力量撑开了少许，但无法彻底挣脱，而对方暂时也无法穿透青光，一时间陷入僵持。许元双右手从怀里抓出一把刻满阵纹的火铳，
枪口对准脚下的阴影，冷静开火。砰砰，弹丸打进了阴影里，却无法击伤目标。火铳未能奏效，许元双脸色一沉，果然丢弃法器火铳。第二件、第三件法器随之出场，分别是一面铜镜，一块圆形玉佩。身为许屏风的长女，她并不缺半身法器。许元双翻转镜面，对准脚下的阴影，娇斥道：“现形！”铜镜嗡的一颤，射出黄澄澄的光束，照进了阴影里。黑暗一点点驱散，一个男人的轮廓被勾勒出来。浑身被阴影包裹的男人缓缓昂起头，咧嘴道：“法器这么多，身份不简单啊！”掌心骤然发力，砰的一声，许元双手腕上的玉镯子炸得粉碎，铜镜皲裂。这个时候，许元双指尖发力，就要捏碎圆形玉佩。这是一枚传送法器，捏碎此器可任意传送到方圆30丈之内的任何地方。应！许元双娇躯一颤，瞬间绵软无力，圆形玉佩从他手中跌落，琴骨，而他整个人瞬间沉入阴影里，消失不见。下一刻，砰的一声，一杆长枪飞射而来，穿透屋檐，碎瓦四溅。在擂台上玩耍的许元怀察觉到了动静，投掷长枪支援姐姐，但终究是晚了一步。他的身影从天而降，砸落在屋脊上，砸得整个房子剧烈震动，灰尘簌簌掉落。许元怀环手四顾，不见姐姐踪影，气得长啸一声。这座建筑的屋脊再也支撑不住，梁木纷纷折断，屋檐坍塌。雍州城外，黑色的田埂边，许七安把肩膀上扛着的少女狠狠丢在百姓扎起的草垛上。许元双的娇躯在松软的草垛上弹了一下，他双手撑在地上，让自己靠着草垛坐起来，脸蛋火烧火燎，呼吸间喷吐着灼热的气息，荷尔蒙快速分泌，口干舌燥，双腿发软。我中毒了，是情毒，什么时候中的？身为术士的许元双精通药理，对自己身体的状态做了最精确的分析。情毒无药可解，只能靠意志力压制。或，他眼里闪过一丝恐惧和慌乱，但迅速压制住，冷冰冰地望着许七安：“你是谁？你又是谁？”许七安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美貌少女，目光同样冰冷，缓缓道：“不想死的话，老实回答我的问题。”说话间，他弹出几道气息，封住对方的穴位。少女抬起水汪汪的眸子，看了他一眼，既不点头，也不拒绝。那我就当你默认了。许七安在他对面坐下，叼了一根稻草，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许元双沉默一下，脸颊滚烫，曲着腿，低声道：“我们是青州秋草堂的弟子，这次随着大师兄来雍州历练，见见世面。我叫陈元双，你的江湖经验确实是初出茅庐水平。”许七安把手伸向他的纤腰，许元双脸色微变，身体用力往后仰，试图避开对方的侵犯。但他想错了，这个相貌平平的男人并不是要扯他的腰带，而是摘下了他挂在腰间的锦囊。许元双下意识地想夺回，握住对方手腕的刹那，触电般的收了回来，呼吸加重，脸颊的红晕更甚他竭力压制着情毒，可在触及男人肢体的瞬间，意志险些崩溃，无法自控地扑上去，祈求欢愉。许七安打开香囊，往里看了一眼，发财了，里头的法器琳琅满目，攻击的、传送的、防御的，种类繁多。当日如果我有传送法器，也不会被渡南京刚逼得那么狼狈。术士果然是狗大户啊！许七安面不改色地把锦囊收进怀里。许元双张了张嘴，眼神闪过委屈和心疼，但没敢说话。据我所知，只有司天监的术士能批量炼制法器。秋草堂是什么地方？许七安眯着眼，你若不肯说实话，便不要怪我不当人。许元双倔强地抿着嘴，俏丽的脸庞布满愤恨。和我耍小性子。许七安手指轻轻戳在他的侧腰。许元双娇躯一颤，美眸水汪汪的一片迷离，双腿不受控制地摩挲了一下。你若是不配合，我便在这里先爽一回，再把你丢给附近的村民，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你这么水灵的姑娘。许七安恐吓道。你……许元双娇俏的脸庞略微扭曲，眼神里满满都是恐惧。你要是乖乖听话，我便解了你的情毒。许七安道。如何？许元双咬着唇，渲然欲泣。情毒无药可解，是情蛊，不是情毒。许七安纠正道。少女小心是叹道。你先解了情蛊。不见许七安有所动作，嘴唇开合，请。一条细小的蠕虫从许元双脚踝处钻出，许七安伸出手指，他缓慢蠕动到指端，消失不见。这条蠕虫离开后，许元双立刻感觉到身体的燥热消失，摧毁理智的情欲正在减弱。呼，少女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紧盯着许七安。你是古族的人？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什么人？许七安面无表情地问道，对少女转移话题的举动视为不见。阁下究竟是何人？许元双话音方落，胸襟突然裂开，露出嫩绿色的肚兜以及白皙的脖颈。
他尖叫着捂住胸口。许七安冷笑道：“拖延时间，等待佛门和同伴搜寻过来。我的耐心有限，每个问题只给你3息时间回答，再耍小伎俩，你会尝到比死亡更糟糕的待遇。”小心思被戳穿的许元双再不敢拖延时间，他不敢把自己名节寄托在敌人的道德上。我们来自云州乾隆城。乾隆城是什么地方？许元双脸色出现挣扎，停顿几秒，缓缓道：“是一个大势力，500年前大凤皇室那一脉的。”许七安以平静的语气说出了堪比重磅炸药的情报。许元双脸色大变，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他似乎明白了这个男人的身份，一字一句道：“你是徐谦。”还算敏锐，许七安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说道：“姬玄是谁？修为如何？”乾隆城主的庶子，排行老7。许元双不情不愿地回答：“问什么说什么，绝不过多透露。你们这次出来是收集龙器？”许七安问。少女微微点头。大凤龙脉溃散，城主把这个任务安排给姬玄。有收获吗？找到了几位龙器宿主，但都是散碎龙器，价值不大。他们让公孙向阳寻找的那个年轻人，应该也是龙器宿主。许七安沉吟道：“说说你的同伴。”许元双道：“除了姬玄与我之外，方才在擂台上腰战的少年是我胞弟，剩下的4个人，道号蕉叶的道长是云游的散修，后来加入乾隆城，一直是姬玄府上的客卿，对他最忠心。古族新古部的启欢丹香，在云州时因为把一个贪官全家灭门，被官府通缉，流落到乾隆城。妖兽白虎是天机公主早年收服的妖族。万花楼的弟子柳红棉因不满师妹萧月奴而退出万花楼，游历江湖。”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同伴。那个小妖精是万花楼的弟子，难怪感觉气质那么熟悉，有股燕氏媚行的魅力。许七安缓缓道：“乾隆城可有超凡境的高手？”许元双摇头：“超凡境凤毛麟角，除了天机公主是2品术士，乾隆城没有这个境界的高手。但公主可以依靠法器和阵法组成战阵，威力不弱超凡境。以术士的法器和阵法加持，统合多人力量，达到超凡境的战力。虽然战力有超凡境，但不灭之躯这种内核是不可能靠人多达成的，利弊很明显。”对于这个答案，许七安并不惊讶。500年前那一脉确实缺少顶尖高手，所以许屏风过去的谋划目标很明确，铲除镇北王和魏渊。短期内无法培养超凡高手，那就把对手拉到和自己相同的水平。接着许七安又问了几个问题，比如乾隆城打算何时起事，天机宫公主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但没有问题想要的答案。这位少女似乎接触不到这么高层次的核心机密。最后2个问题，许七安吐出嘴里的草根：“你是几品术士？”许元双抿着唇：“6品炼金术师。我记得术士需要依靠朝廷，你们这一脉是怎么晋级的？对于低品术士来说，一个云州和一个乾隆城足矣，但想踏入超凡境，就得有朝廷依附。”知道对方是徐谦后，许元双对这些事更加坦然，因为以徐谦和司天监的关系，或许早就知道这些隐秘，之所以问出口，是在试探他是否诚实。许七安颔首，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身份？”“我是公主的弟子。”许元双不见情绪地说道。“区区一个弟子，有那么多法器？”许七安质疑。“锦囊里的法器，每一件都是精品，尤其之前碎掉的那只手镯，可以轻松抵挡4品武者的攻击。若非许七安有着3品的内核，刚才只能无奈退去。就连楚采薇都没有这样的防身法器。当然，这也和大眼萌妹被好好的养在京城，从不外出游历有关。可也侧面证明，这个叫陈元双的绝非普通弟子。公主很赏识我，说我天赋过人。”在对方笑盈盈的注视下，许元双竭力保持冷静，面不改色，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他不可能暴露自己是许屏风长女的身份，这会招来更大的危机。所幸这个徐谦并非术士，也不会佛门戒律，儒家言出法随，无从得知他是否说谎。之前的回答，对方或许能根据自身对术士的了解，对500年前那一脉的了解，来甄别他是否说谎。但身世这件事，徐谦绝对不可能发现他的端倪。这时他看见徐谦袖子里又钻出了那条赤红的细长蠕虫。“你！”许元双面露惊恐之色，娇躯剧烈痉挛，可是不管如何使劲都无法动弹分毫。他果然没打算放过我。少女心里闪过这个念头，她几乎预见了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在这个荒凉的郊外被男人侵犯，甚至还会有更可怕的后续。他眼睁睁看着蠕虫钻入体内，那股熟悉的火烧火燎的情欲再次涌起。他的眼神开始迷离，脸颊滚烫，双腿不自觉地开始摩挲。就在他意乱情迷、意志力薄弱之际，许元双看见徐谦的双眼一下变得幽深，仿佛化作漩涡，让人意识堕入其中。心骨没有戒律，一样能让你说真话。你的真实身份。耳边响起男人低沉的声音。
许元双脸色略作挣扎，回答道：“许屏风是我父亲，我的真名是许元双。”简单的一句话，让许七安维持不住辛苦的操纵，他的内心掀起惊涛骇浪，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审视着媚眼如丝的少女。她是不当人子的女儿，我的亲妹妹。许元双豁然清醒，想起自己刚才的回答，红晕的脸颊一点点褪去血色，变得苍白。完了，他脑海里只剩这个念头。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身份。现在死是最好的结局了吧？许元双闭上眼睛，睫毛颤抖，凄然道：“你杀了我吧。”半晌没有动静，他睁开眼，小心翼翼地观察徐谦，却发现这个男人的目光无比复杂。许屏风不当人子，他的女儿能好到哪里去？杀了吧？不行，无论如何都是血亲。他没有对我暴露强烈敌意之前，我下不去手。他长得根本不像许屏风，那个使枪的小子也不像许屏风，是随了生母的长相。结果到最后是我长得更像许屏风，这他妈不是造孽吗？劫走吧，把他关在浮屠宝塔里。种种念头在心里掠过，许七安深吸一口气，已然有了决断。冷处理他不想和许屏风的血亲有什么瓜葛，骨肉相残对他来说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许七安想铲除许屏风，主要是自保，逼不得已。如果这个丫头和许屏风一样不当人子，杀她只是有些许心理不适，不至于有太强的负罪感。但许七安顾虑到了那位没见过面的生母。原主许七安能活到现在，其实是当初生母的舐犊之情让他有了一线生机。许元双绝望之际，峰回路转。他见徐谦俯身靠过来，心头一颤，还不等悲哀和恐惧的情绪发酵，就看见徐谦又一次收回了蠕虫。许元双脸上残留恐惧，惊疑不定地看着他。许七安不再搭理，弹出几道气机，解开许元双体内的封印，接着从锦囊里取出一块圆形玉佩，捏碎，一阵青光自下而上腾起，包裹住他。下一秒，他消失不见。走了。许元双茫然起身，谨慎地四下张望，确定那个徐谦真的离开后，他提着裙摆，一边哭泣一边逃走。他在旷野狂奔了半个时辰，终于找到官道，再用了1个时辰，沿着官道回到了雍州城。见到熙熙攘攘的人流，终于如释重负，找回了安全感。寒冬腊月，他硬是跑出一身汗，纤瘦的双腿发麻发胀。一路寻回大脚场，回到落脚的院子，只见柳红棉独自一人坐在厅内喝茶，悠哉自得。哟，回来了。柳红棉诧异地审视着他，笑盈盈道：“许元怀说你的神秘人劫走，可把大伙给急的。”他满脸的幸灾乐祸，撑着椅子扶手起身，凑到许元双身边，嗅了嗅，愈发诧异。整整2个多时辰，竟然没有失身，莫非劫你的人还是个正人君子？许元双冷着脸，淡淡道：“与你何干？”柳红棉啧啧2声：“锦囊没了，但对方应该不只是冲着宝贝来的，是不是还问了你什么？我先去通知他们，有什么事稍后再说。你先去洗个澡，这一身汗臭味。”许元双转身就走，不给他继续奚落的机会。他烧好热水，泡完澡，洗漱干净了。没多时，许元怀、姬玄等人陆续返回，见他安然无恙，都松了口气。许元怀眉宇间洋溢着煞气：“姐，怎么回事？劫你的是谁？”问出这个问题后，许元怀死死地盯着姐姐，目光在她身体上下打量，任谁都能看出他的忧虑，纷纷望着许元双。劫持我的人是徐谦。许元双低声道：“徐谦，他怎么盯上我们了？不应该啊，我们并没有招惹此人。”众人神情陡然一变，既困惑又有警惕。许元怀追问道：“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问完，他就意识到不妥，这种事应该姐弟俩关起门来问，而不是在大庭观众之下问出口，这让姐姐如何作答？他只是问了我一些问题。许元双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说与众人听。听到那徐谦对许元双使用琴蛊时，众人神色登时古怪起来。他忙补充道：“他并没有对我做什么，抢了我的锦囊便走了。”说完，许元双也觉得自己有点欲盖弥彰的嫌疑，张了张嘴，没有多做解释。姬玄咳嗽一声，脸色凝重。如此看来，那徐谦是盯上我们了。他也在搜集龙气，那么必然有观测龙气宿主的手段。许元怀怒道：“那他为何不对佛门的诱饵下手，不对我们身边的龙气宿主下手，专挑我姐姐？”少年满脸愤怒，双拳紧握，咀嚼肌凸起。蕉叶老道声音温和：“元怀少爷，不要被愤怒冲昏理智。徐谦明显在打探我们的情报，智者谋而后动，没有直接抢人，而是先探明敌情，说明他是个谨慎的人，但也说明此人修为如少主所说，撑死了是金罗水平。”新古部的启欢丹香眯了眯眼，语气里带着不解。按照元双小姐所言，此人使用的是暗古部的手段，随后又施展了琴蛊，而与琴蛊配合的影响神智的手段，则是与我同源的新蛊。他表情古怪的看一眼许元双：“这是不可能的。”
许元怀扬眉道：“为什么不可能？”启欢丹香言简意赅地说道：“本命蛊只有一个。”姬玄沉吟道：“蛊族的历史上没有2种蛊双修的。首先，7大蛊族部落同气连枝，但也有门户之见，各部落的秘术是不外传的。其次，本命蛊的植入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危险的环节，常有婴儿因为无法承受本命蛊的改造而死亡。一个本命蛊尚且如此，何况是2个？”顿了顿，启欢丹香话锋一转：“但是无绝对，各部之间互有通婚。蛊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的确出过一些能容纳2个本命蛊的天才，而这样的人几百年都未必有一个。如果我蛊族有这样的天才，我不可能不知道。另外，这个徐谦是3蛊合一。”蕉叶老道抚须道：“也就是说，元霜小姐看到的或许是表象。”启欢丹香摇摇头：“此事绝对没那么简单。他若是新蛊师，操纵琴蛊的子蛊，倒也不难。就像我，虽然是新蛊师，但我能操纵毒虫，因此我也可以伪装成毒蛊师。然此人是暗蛊师，因而不可能再是新蛊师。若想知道真实情况，我恐怕得回一趟蛊族。”姬玄摆摆手：“不必不必，我们有任务在身。”他扭头安慰了许元霜几句，道：“你虽没受伤，不过还是多休息休息。术士的身体到底是羸弱了些。”许元霜默然点头，没说什么，扭头回了屋子。许元怀默默跟在姐姐身后，随她一起进屋，反身关房门。冷峻少年直勾勾地凝视着包姐，目光锐利：“那个徐谦是不是对你？”许元霜低喝道：“你说什么呢？”许元怀沉默一下，寒声道：“你尽管说出来，若是被那畜生占了便宜，我会亲手杀了他。”许元霜被陌生男子掳走长达2个时辰，还被对方中了情蛊，要说没发生什么，他是不信的，甚至怀疑姐姐就是用清白的身子换回了一命，否则非亲非故，徐谦凭什么放人？许元霜怒目相视，俏脸如照寒霜，她本身就是颇为高傲冷淡类型的美人，这下子愈发显得冷厉。许元怀见状，更加认定了心里的猜测，咬牙切齿：“我迟早杀了他。”这时房门被敲响，姐弟俩同时噤声。许元怀面无表情地看向门口，道：“进来。”房门推开，披着斗篷戴着帷帽的天机宫密探站在门槛外，拱手作揖：“见过元怀少爷，元霜小姐。”天机宫是直属许屏风的势力，由他一手创立。天机宫密探只遵许元怀和许元霜，反而对未来城主得力人选的姬玄不冷不淡。密探笑道：“我说了，元霜小姐自会无恙。”姐姐被掳走后，许元怀立刻联络了天机宫密探，发动父亲的势力搜寻姐姐下落。奇怪的是，天机宫密探听闻掳走许元霜的是一位擅长利用阴影手段诡谲的高手后，非但不急，甚至信心满满，说许元霜一定会回来。无恙。许元怀脸色一冷。许元霜压了压手，莫名想到了徐谦诡异的态度转变，审视着密探：“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天机宫密探不答，转而说道：“少爷和小姐，接下来要做的是找出那位龙气宿主，并抓住他，我们才能以此为诱饵，引出徐谦。他那里可是有2道至关重要的龙气。”许元怀眼睛一亮：“好，清信园。”许七安返回落脚点，心情不是太好，脸色还有些郁闷。他没有直奔主卧找骆玉衡，也不会自讨没趣的见木难支，而是去了马厩看他心爱的小母马。小母马正乖巧地吃着金饲料，见到许七安过来，长嘶一声，脑袋探过来表示要亲热。许七安抚摸他的脸颊，抓起一把豆子喂他，空余的右手贴在小母马的脖侧，渡送气机，助他强筋健骨。有了新骨后，许七安已经能感受到小母马的情绪变化，比如他摇许七安袖子的时候是渴望他上来骑自己，他走路特别颠的时候则是不满木南枝一直骑着他。在小母马简单的智慧里，是这个女人影响了主人骑他。许七安一边喂马一边梳理脉络。许屏风会不会是故意让姐弟俩出来历练？他知道我的性格，等闲不会骨肉相残，想以此来钳制我。许七安抓了一块盐巴捏碎，撒在豆子上，摇摇头：“不对，他应该知道我不是迂腐之人。许元霜和那个小老弟，要是敢对我下杀手，我肯定反手拍死他们。”那就是许屏风不知道姐弟俩出来了，他们是被人怂恿，或自己按捺不住想要出来游历的。麻烦这对姐弟到时候看情况处理吧。只要后续的交手里没有被对方触及底线，姐弟俩的少许敌意，许七安还是会容忍的。他旋即又觉得有些惭愧，幸好许元霜还算配合，他性子要是倔一些，我后续可能就不是划破衣襟，而是把他扒光来威胁。她是我亲妹妹，这就会很尴尬。不，现在也很尴尬，小肚都是绿色的。许七安嘴角抽搐一下。喂完小母马，许七安慢悠悠地靠向落脚院落。此时已是黄昏，再过片刻该用晚膳了。许七安本打算和国师打个招呼，结果被横眉冷对的对了出来，
骆玉衡小脾气火爆，这个国师不行，动不动发脾气，训斥我，感觉我不是他的双修道侣，是他儿子。如果是抖 M 喜欢女王款的，就很痴迷怒人格，但我显然不是抖 M， 还是等下一个国师吧。许七安在心里吐槽。用晚膳时，骆玉衡是释然的出来，全程没有说话，也不看许七安，关系划分的泾渭分明。道门用膳讲究细嚼慢咽，骆玉衡挺直腰杆，小块小块的吃饭，小嘴红润，眉目秀美，清清冷冷。我今日已能自己平息业火，你不必来我房间了。突然，骆玉衡说道。啊！许七安瞪大眼睛，不是7天吗？他心里难掩失望。不是说好几天的吗？国师，你的契约精神在哪里？骆玉衡淡淡道。只是今夜不必，经过昨夜的修行，我已经自行平息业火。你是不想和我双修吧？果然，愤怒人格自尊心太强，太强势，太骄傲，所以不想和我双修。这也是骆玉衡心里那点抗拒的放大。许七安叹了口气，好吧，听国师的意思是今夜不双修，但明天继续。许七安心里嘀咕，没敢问，因为这个国师像个炸药包，一点就炸。到了夜里，吹灭蜡烛，睡在外室的床榻上，双手枕在脑后，复盘着今日得到的情报。姬玄的这支队伍实力不弱，白虎、柳红棉、姬玄是4品武者，妖族；启欢丹香是4品新古师，许元双6品术士，许元怀5品武者。道号交业的老道士堪堪6品，势力算是最差的，但这种老江湖不容忽视，能被姬玄带出来，肯定有几把刷子。这支队伍不好对付，但要说对付我，还差血火候。所以，我真正的敌人应该不是他们。许元双说过，术士可以依靠法器和阵法，让之配合默契的团队爆发3品战力。3品战力，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容小觑的战力。黑暗中，他望着天花板，想了很久很久，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骆玉衡在这里，孙玄机也在雍州城待命。想要硬刚佛门的2品罗汉，2位3品金刚，以及许屏风的合击阵法团队，几乎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能再拉来几个帮手呢？比如天宗卧龙雏凤的2位师傅，这样一来，完全有实力硬碰硬，超凡境战力也平衡了。而骆玉衡是2品巅峰，差一步就晋升1品的存在，真实战力应该我方更强。这样的话，我不但可以独享经验，龙气，甚至还能挟持罗汉，逼迫他帮我拔出封魔钉。身为2品罗汉，佛门顶尖人物，不可能解不开封魔钉的。想到这里，许七安眼睛顿时一亮。如此，他便不必再苦恼神书和尚的残躯。妙啊！这是最快恢复实力的办法。监正说过，一切的变数在今年冬季，我要是循规蹈矩的寻找神书残躯，猴年马月才能恢复修为。想到这里，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取出地书碎片，传输给李妙真。妙真，有急事与你商议。李妙真不搭理他，不接受私聊。许七安锲而不舍地发出私聊邀请，他深知的书碎片的私聊设定，没人会一直忍下去。果不其然，几分钟后，李妙真受不了被接二连三的削头皮，气鼓鼓地传输过来。干嘛？认识你吗？你怎么突然骆玉衡起来了？许七安传输道。自然是要是找你商议。你如今身在何处？我和师傅还有玄成师伯到襄州了，又晚了一步。李妙真传输道。你和那个色胚在雍州对不对？我师傅和师伯马上就要寻过来了。许七安传输回复。好事啊！李妙真大怒。好个头！我要是被抓回天宗，肯定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对了，色胚知道这件事了吗？我并没有告诉他，他至今也不知道自己被天宗通缉了。你好坏，哈哈哈！幸灾乐祸后，李妙真传输感慨：这几天遇到了许多看不惯的事，却不能出手，可把我难受的。就你还太上忘情！许七安心里默默吐槽。等你师傅和那个师伯到了雍州城，记得联络我，我有事找他们帮忙。许七安道：操作的好，或许能帮你和李灵素躲过这一劫。你有办法？快告诉我，告诉我！李妙真兴奋传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许七安结束通话，收好的书碎片，正要冥想入睡，然后他就听见了熟悉的娇喘声。不是说今晚不必双修了吗？他愣了一下，凝神细听，发现今晚的娇喘和昨晚是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今晚更有自制力。看来昨晚的双修确实减轻了业火，他自认为能扛一晚。许七安犹豫片刻，决定遵从秦谷的意志以及契约精神，床上靴子，缓步靠近卧室。卧房门微微敞开，许七安闪身从门缝中钻进去。床榻上努力抵抗业火，平息欲念的骆玉衡本来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看见许七安进来，他险些崩溃，颤声道：你滚出去！卧室里，床榻边几盏烛光带来火色的光晕，骆玉衡的脸一半被染成温润的橘色，一半被阴影覆盖，
正如她此刻玉女和仙子交织的形象，在许七安看来有着难掩的魅力。骆玉衡惊怒交集，并伴随慌乱情绪。他知道这个时候许七安的出现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诱惑，同时竭力对抗业火的他没有余力把这小子挂在飞剑上送到108000里之外。倒不是真的做不到，只是那样做的话势必无法再压住业火，到时候身边无人双修，反而死路一条。骆玉衡咬牙切齿道：许七安，你想用强？你这说的什么话？上来就戴高帽，我会被乱拳打死的。许七安关上门，向着床边靠拢，在骆玉衡紧张又警惕的目光中停下来。国师，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夜不双修，你明日势必要再与我双修，不然抵抗不住业火。骆玉衡冷冰冰地看着他，没有回应。明日是七情中的哪一种？许七安问道。七情出现没有定律。骆玉衡看了他一眼，目光不受控制地从许七安俊朗的脸往下移动，掠过胸膛、小腹，他猛地收回目光，强迫自己不去看。许七安点点头，在床边坐下，一副认真探讨的语气。既然如此，你怎么判断下一个人格愿意与我双修呢？如果他不愿意，并死倔的拒绝，该怎么办？骆玉衡闻言，又长又直的秀眉轻轻蹙起，想了片刻，语气冷淡的回应：在生死之间，我会做出正确选择。许七安突然把手按在骆玉衡的大腿上。既然这样，你怎么不肯与我双修？骆玉衡娇躯一颤，两人距离很近，所以许七安能清晰看见他脖颈凸起一层鸡皮疙瘩。我死也不会和你双修的。他柳眉倒数。你看你看。许七安指责道。你怎么肯定其他的人格不会像你一样死都不和我双修？滚出去！骆玉衡无言以对，只能发脾气。许七安相信正常状态的骆玉衡是愿意和他双修的，一来是内心有男女之间的好感，二来是双修势在必行。但业火发作期间，性格会产生巨大变化，甚至可以当成是另一重人格，行事作风便有了巨大的反差。比如这个怒人格，性格刚烈，暴躁易怒，把骆玉衡心里那点小抗拒放大到极限，死活不肯和他双修。许七安在外屋时突然意识到，骆玉衡昨日与他说起七情状态中，他会失态，做出与往日不符的决定。这是不是骆玉衡在委婉地告诉他，不要被七情状态中的人格影响，坚持按照计划行事，7日双修，1天不能差。以国师的性格，肯定不会明着说不管如何咱们都要坚持双修。国师，长夜漫漫，该双修了。许七安假装听不见他的呵斥，自顾自脱起衣服，长袍脱下，随手丢在一边，很快里衣也脱了下来。许七安精壮的充满男性阳刚的上身裸露在骆玉衡眼里，他的呼吸猛地急促几分，愤而起身。你不滚，我走。说罢连鞋都没穿，径直下床，踉踉跄跄地往外走。许七安一把拽住他的手臂，挣扎间两人双双倒在床上。啪！骆玉衡反手一巴掌，清脆响亮。黑暗中两人保持跌倒的姿势，男上女下，两双眸子对视，暧昧的气氛在他们之间发酵。骆玉衡嗅着男性气息，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脸颊火烧火燎，目光渐渐迷离。他无法违背自己的身体，他需要双修来驱散业火。为了对抗身体的欲求，骆玉衡轻轻咬破嘴唇，获得短暂的清醒，然后又挥舞起巴掌。但这一次他没能成功，手腕被许七安握住，被按在了头顶，接着另一只手也被按住。许七安低下头，轻轻吻着骆玉衡的脸颊，皮肤细腻，幽香扑鼻。骆玉衡娇躯僵硬，浑身的鸡皮疙瘩。他怔怔地望着头顶的床幔，眼里有迷茫、羞耻、抗拒以及一丝丝的迷恋。就算是昨夜，他也没经历过如此细致的亲热。这种新奇的感受又羞耻又沉迷，他慢慢遵从了心的意志，不再抗拒。这时耳边传来许七安的声音：国师，放松点，一回生二回熟，明儿我就躺床上不动了，换你来。骆玉衡大怒，伸手去撕他的嘴，两人激烈抗争，床铺随之摇晃，险些打起来。幸好此时的骆玉衡受业火灼身之苦，一身修为无法施展，否则许七安已经被一发流星剑送到800里之外。许七安拽住折叠整齐的棉被，盖住他们，两人在被窝里继续扭打。翌日清晨，床边地上凌乱地丢着罗裙、白色里衣、素色绣莲花的肚兜、腰带。许七安感觉有湿润柔软的东西在脸上不停地扫过，让他无法再安心入眠。迷糊中睁开眼，骆玉衡绝美的容颜近在咫尺，他眼里含着情意，细细地亲吻她的脸颊、脖颈和嘴唇。许七安脑海里闪过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太确定的出声：国师，这是我认识的那个国师？是那个清冷如仙子、高冷刚烈的国师？回顾过去骆玉衡的形象，许七安实在无法把眼前陷入爱欲中的女人和大凤国师化为等号。骆玉衡抿了抿嘴，轻笑道：
你昨晚不是吻得很开心吗？感觉确实不错。许七安木然地躺着，一动不敢动。骆玉衡一双雪白藕臂从被窝里探出手，勾住他的脖子，娇声道：双休才刚开始，上古房中术我还有一些地方没参悟透彻。玉人格。许七安心里一动，隐约有了猜测。或许是别的，七情里面还有一个喜人格，也是非常正面的情绪。他心里嘀咕，对于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求欢，许七安当然不会拒绝，于是认真细致地和他研究起上古秘术。整整2个时辰后，许七安建议道：国师，先用个午膳吧，你我的修为早不必用餐了。不，我还是要恰饭的，我是武夫啊。是不是不行了？骆玉衡生气道：哼，你怕是不知道武夫的厉害。国师，黄昏了呀，修行渐入佳境，岂可半途而废？既然如此，我堂堂3品武夫也不能让你看浅。国师，天黑了，让我恰口饭吧。呵呵，国师，你不累吗？少废话，专心修行。国师，天亮了。某一刻，他从被窝里探出头，看见窗外天光大亮。这一瞬间，许七安喜极而泣。天亮之后，人格转换，玉人格就会离开，他可以从狼窝里爬出来了。从昨夜子时开始，2个晚上1个白天，他竟真的没有下过床。终于结束了，今天谁都留不下我，耶稣来了也没用。我说的。许七安心里发狠地想。骆玉衡眼里的欲求渐渐消散，意味着人格开始转换。他搂着被子坐起身，看着狼藉不堪的床铺，脸蛋微红，眼神带着羞意。国师，我还有事要办，你若是困的话，不妨多休息一会儿。许七安忍着腰子的酸胀，掀开被子下床，正要俯身去捡散落在地上的衣物。等等，骆玉衡突然拉住他的手。许七安表情僵硬地回过头，看见美女国师美眸里包含恐惧，听见他害怕地说道：如今我业火缠身，说不准何时就灼烧而死，你先与我双休一次，不然我怕。许七安心里一沉，艰难地扯了扯嘴角。可我们已经双休1天2夜了，你不会有事的呀。骆玉衡微微摇头，抿着唇，楚楚可怜的姿态，但依旧有业火失控的概率，只要不是有10成的把握，我心里就不踏实。我的国师实在太稳健了。许七安表情呈现轻微的扭曲，帷幔轻轻摇晃起来，经久不息。到了中午，许七安来到一间空房，祭出浮屠宝塔，一口气上3楼。木南之以为这个臭男人是来哄自己的，忙冷着脸，双手合十，做出一副遁入空门的姿态。岂料许七安都不看他，径直走到塔林老和尚身前，盘坐于地，沉声道：大师，我悟了。塔林老和尚一愣，颇为欣喜。你悟了什么？许七安脸上无喜无悲。色即是空。塔林老和尚愈发诧异，微笑颔首。善。木南之瞪大眼睛，难以置信。雍州城6伯赌坊，苗有芳嘴里叼着一串糖葫芦，施施然走入赌坊。他相貌平平，皮肤黝黑，双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瘦精明的感觉，但又没有那种市井之徒的油腔滑调，气质凌厉，神态端正。环顾一圈后，苗有芳迈步走向摇头子的那一桌。他来赌坊有2件事：一，来见赌坊老板柳浪；二，身上的银子快花光了，来这里赚点盘缠。头子手大喊着买定离手，桌边的赌客纷纷下注，炽热的目光追随着头中，兴奋地喊着大或小。苗有芳耳廓微动，听出头中里的头子被人做了手脚。赌坊都这样，开门做生意哪能全靠运气，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手脚。但是没关系，不管赌坊怎么出老千，他都不会输，这是以前许多次总结的经验。大概从1个多月前，苗有芳就发现自己运气突然变好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有不错的机遇。最开始连老家镇子里的富户人家的小姐都莫名其妙地倾慕他，但苗有芳是个有理想的年轻人，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富家千金的示爱，继续踏上他游历江湖的旅程。在游历江湖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结交江湖豪侠，遇敦厚前辈指点，被各路仙子们青睐。在一次和少侠们花天酒地的应酬中，一时不慎被花魁夺了童子之身，苗有芳羞愤欲绝，他的童真是要给未来妻子的，于是发誓再也不喝酒。然后第2天他又和花魁滚了一次床单。好景不长，苗有芳在青州游历时遇到一伙高手，与以往遇到高手准能结交不同，这次遇到的那伙人性情古怪，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幸好当时有他的几位好友经过，出手相助，加上自身有点本事，手段险而又险的逃走。之后各种巧合和幸运之下，他成功躲避那伙人的追杀，来到雍州。在赌坊仅仅待了2炷香时间，他就赢了400两银子，身前堆得满满。当他赢到600两时，赌坊一位看场子的壮汉走了过来，沉声道：兄弟，我们老板要见你。来了。苗有芳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的点头，
收起身前的碎银，银锭把鼓胀的钱包拎在手里，道：“带路。”苗有芳跟着壮汉来到赌厅右侧的楼梯前，顺着台阶上2楼。壮汉在一间雅间门口停下，敲了敲门：“进来。”里面传来中年男子独有的浑厚嗓音。壮汉推开门，原地不动，做出请的手势，示意苗有芳进屋。房间内装饰雅致，东边摆着博古架，上面摆有瓷瓶、玉器、古玩珍品。南边的墙壁挂满名家字画。东边一张软榻，中间摆茶几，一个身材健硕的中年男子坐在茶几边，他穿着青色绣云纹袍子，做儒雅富贵打扮，但他的气质凌厉强大，一副习武之人的身板，撑起衣衫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他正握着紫砂壶，把冒着绵密水汽的茶水注入杯中，端起杯喝了一口，慢悠悠地看向苗有芳：“阁下高姓大名？”苗有芳。中年男人点点头：“你可以叫我二爷，道上的朋友都这么称呼我。”顿了顿，他问道：“雍州哪个地儿的？”苗有芳没有回答，直言了当地问：“二爷找我何事？”中年男人也不生气，淡淡道：“你也赢了不少，见好就收吧，以后别来我这赌坊了。如果你同意，大家就是朋友。在雍州城混，遇到麻烦可以报我名字。这点薄面，我还是有的。”其实是哄他的话，二爷这样的人物，在平民眼里确实了不得，可在真正的帮派家族眼里，就是个大混子罢了。有些钱，手底下养着10几号人，与官府的某些官员利益往来。龙神堡这样的大势力，打个哈欠就能让6博赌坊灰飞烟灭。更何况，如今雍州召开武林大会，各路英雄豪杰齐聚，江湖散人大部分都是18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主，哪里是个赌坊老板能招惹的？苗有芳笑道：“交朋友就算了，想要我走也行，但有个事儿想问问二爷。”中年男人表情淡淡的看着他。苗有芳搓了搓黝黑的脸，问道：“我初到雍州城，昨日路过衙门口，遇到一个妇人在衙门口烧纸钱哭丧，衙门的胥吏驱赶她，殴打她，我看不过去，便问明了情况。那妇人说，她丈夫叫张黑，喜欢赌博。不久前，张黑在赌坊回来的路上被人杀死，身上的钱财不翼而飞。”中年男人脸色冷了下去，目光也逐渐冰冷。“你想说什么？”苗有芳凝视着他。妇人说，打更的更夫看到了凶手的模样，是6博赌坊的人干的。本来更夫打算上堂作证，但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想法。苗有芳身子前倾，看着中年人的眼睛：“我今日为了打探到了一些情报，比如张黑赌术不错，常在6博赌坊赢钱，当日在赌坊赢了200多两银子。又比如更夫改变主意，是因为收了你一笔银子做封口费。”中年人缓缓起身，他比苗有芳还高一个头，居高临下的俯视，不屑道：“小子，你想说什么？想做什么？”替张黑主持公道。去衙门告我。苗有芳摇头：“衙门不会管这件事，因为你都打点好了。”中年人大笑起来，满脸鄙夷嘲讽。既然知道，他瞳孔里映出一道寒光，接着看见了自己脖颈喷出的血雾。中年男人捂着脖颈，踉踉跄跄地往屋外跑，没走几步便摔倒在地，手脚狂乱挣扎几下便没了动静。苗有芳收好匕首，抓起紫砂壶，用滚烫的茶水浇了浇手，再用湿透的手擦去脸上的血迹，淡淡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官府不管，我来管。”清信园，2名丫鬟正在拆解被套、床单，趁着那位美艳绝伦的女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们小声议论起来：“哎呀，比前夜更荒唐呢。是啊是啊，这床单都湿透了。我与你说，他们昨日一整天都待在屋子里，早膳午膳晚膳没吃。那位爷真厉害，不过换成我是男人，我也恨不得死在那位姑娘肚皮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美的人儿。真正厉害的难道不是这位姑奶奶吗？换成是你，路都走不动了，不，床都下不来。”在院子里盘坐的骆玉衡，美艳的脸蛋升起一抹红霞，但很快就被愁容取代。许七安怎么还没回来？他要是此时还不回来，我会被业火烧死的吧？想到这里，骆玉衡一阵恐惧。他是七情中的惧。客栈里，李灵素盘坐在床榻，吐纳食气，温养元神，再以元神反哺肉身。不知过了多久，他睁开眼，结束了今日的打坐。真好啊，腰子渐渐的不那么疼了。他揉了揉侧腰，能感觉到那种轻微的胀痛减缓许多。修为恢复以后，只要控制房事，以我4品的修为，根本不会再肾虚。过去的半年多里，他修为被封印，无法吐纳温养肉身，每晚还要被东方姐妹轮流榨取，神仙也扛不住啊。徐谦这该死的，不但和骆玉衡有一腿，竟连镇北王妃也是他的女人。原来大凤第一美人叫木南枝，她在京城还有哪些红颜知己？都是些什么人？可恶，不能想，越想越不平衡。
徐谦把骆玉衡和木南枝的绝美容颜强行从脑海里驱散。他下床穿好靴子，打算去一趟清信园，把公孙向阳的汇报的情报转告给徐谦。就在这时，他听见脚步声停在门外，随后房门咚咚响了2声。李灵素打开门，来客竟是徐谦。前辈，我真要去找你。李灵素眼神复杂的看他一眼，引着他入屋。许七安跨过门槛，在桌边坐下，接过李灵素倒的茶，抿了一口。咦，这小子居然没下毒。他有些遗憾的想到，我让你查的佛门僧人下落，可有找到？许七安放下茶杯。李灵素遗憾的摇头，我没找到佛门僧人的落脚点，但奇怪的是，公孙家族那边也没找到僧人。我怀疑他们根本没有住在客栈，佛门最不缺容纳活人，像浮屠宝塔这样的法宝。毕竟前辈你说过，这次雍州城来了一个罗汉，不排除这个可能。许七安点头，没觉得太失望，想调出佛门僧人，知道对方的下落肯定是最好，但如果找不到也无所谓，毕竟只要他在大庭观众之下现身，佛门的僧人自然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还有不当人子的下属，让李灵素和公孙家帮忙找佛门僧人，是他想多掌控一些主动罢了，并不是计划核心。不过公孙向阳说那群青州佬要找的家伙有眉目了。李灵素说道，找到那位龙气宿主了。许七安眼睛微亮道，说说看。公孙向阳说，今日午后六伯赌坊出了一起命案，赌坊老板陈二被人杀了，凶手就是青州佬要杀的那个年轻人，有赌客亲眼看见那人被赌坊的人带上楼，1刻钟不到他便下楼离开，随后赌坊老板的尸体被人发现。听到这里，许七安眉头紧锁，差点捏眉心。龙气宿主一个两个的都不是啥好东西啊。倒不是龙气不能寄宿在坏人身上，毕竟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来衡量，但他接触到的龙气宿主不是混混，就是精神病患者，现在又出了一个杀人无忌的江湖游侠。有趣的是，那赌坊老板前段时间刚好沾染命案，不过还不能判断陈二的死和那个命案有关。李灵素看了一眼徐谦，他神色一如往常，沉稳淡然，并没有因为骆玉衡和王妃是他女人这层身份曝光而得意。徐前辈从未炫耀过什么，是我太敏感，嫉妒心太强。不过只要是男人知道他和骆玉衡、大凤第一美人是那种关系，都会嫉妒的。李灵素心情复杂的无声感慨。这时候他才发现徐谦被似乎憔悴了许多，这种憔悴在一个超凡境的武者身上看到很不合理。李灵素没有多想，继续道，不过那家伙非常敏锐，公孙向阳的人没能跟住他，半途给甩了，这说明对方至少是个炼神境。另外公孙向阳托我问你，能否将这个消息告诉那帮青州佬？圣子还不知道姬玄等人的真实身份。许七安沉吟一下，即使不说，青州佬也会在雍州城寻找他，不如卖个人情博取信任，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那人的下落。但是只要确认他在雍州出现在六伯赌坊，那么这个龙气宿主的大致位置就很好判断了。许七安打算亲自去转悠一圈，依靠自身对龙气的感应，找到对方，抢在佛门和天机宫之前得到龙气。两人聊完，许七安告辞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来，回头问道，对了，你身上还有补肾壮阳的药吗？他捶了捶后背，叹息道，不胜妖力。李灵素脸色陡然僵硬，你对骆玉衡做了什么？你对王妃做了什么？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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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灵素面无表情道，前面还有事吗？我马上要领悟太上忘情了，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不刺激这孩子了，不然再过段时间他能和杨千唤桃园结拜。许七安笑了笑，开门离开。李灵素本身就想出门，忙追了上来，打算跟着许七安一起离开客栈。你的模样太招摇了。许七安抬了抬手，做出提醒。我这该死的魅力。李灵素习惯性的在心里嘀咕一声，忽然噎住，看了眼徐谦的背影，有些沮丧。前辈，我还没有收集易容的材料。他刚说完，便见徐谦抛了一件东西过来，探手接过后，发现是一只绣着兰花的锦囊老海王，抽动鼻翼，无比确认这是一个女子的贴身之物，储物法器。李灵素眼睛一亮，面露喜色。身为天宗圣子，他原本是有2件储物法器的，一件来自师门赠送，一件是地书碎片。师门的储物法器被东方姐妹没收，地书碎片交给了喜欢多管闲事的师妹李妙珍。多谢前辈。李灵素喜出望外，要知道行走江湖有一件储物法器是多么重要的事，但储物法器太贵重了，即使是天宗圣子丢失一件储物法器也得吃挂蜡，只有术士能量产这玩意。里面有帷帽。许七安淡淡道。李灵素从锦囊里取出帷帽戴上，顺势瞄一眼徐谦的模样，心里一动。徐谦，
到底哪个才是他的真面目？前辈，这不是您的本来面目吧？李灵素用肯定的语气试探。以前他其实意识到，擅长易容的徐谦，他平平无奇的外表未必是真面目，但他没证据，而且圣子对此并不关心。直到前天看见骆玉衡，看见大凤第一美人的真容，李灵素无法再视而不见。他现在对徐谦的真容无比期待。不要探寻我的身份，这对你没有好处。许七安语气平静。这是在威胁吗？李灵素撇嘴。前辈，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正因为是朋友，所以不想你知道我身份后，尴尬的用脚底板抠出两室一厅。许七安心里嘀咕，回想起圣子一路上以晚辈身份毕恭毕敬，以及他肾虚时顶着黑眼圈的姿态，将来身份曝光，射死的肯定是李灵素。两人在街上随意走着，过程中许七安始终握着地书碎片拢在袖子里，探查着周围，一旦有龙气宿主出现在附近，他就能立刻探查。李灵素背负双手，闲庭信步，明显比以前更有自信。这股自信不是来源于魅力，而是修为的恢复。大角场，元首成军营房，姬玄迎来了一位四品密探，负责主管雍州城的四品密探。阁下可真是人忙事多呀。姬玄端着茶盏，轻轻吹一口，审视着裹着长袍、戴着兜帽的密探。在这之前，与他们接洽的是漳州的四品密探，逼得人家夸地盘做事的原因是雍州的密探有事务缠身，抽不出时间来处理佛门和徐谦的事。这位密探笑了一声，目光扫过另一边的许元双和许元怀，道：我是13位四品密探里的陈。事实上，我进来调查的事与徐谦有些关系。闻言，姐弟俩表情微有变化。许元怀磨了磨牙齿，姬玄眼中金光一闪。在雷州之前，徐谦曾经来过雍州，此事还得从雍州城外的地宫说起。陈密探把当日的地宫风波详细的说给姬玄和许家姐弟听。后来，公孙家和龙神堡封锁了地宫，不让任何人靠近。外界流传是公孙家和龙神堡联手独吞了里面的宝贝，我暗中打探许多，发现公孙家探索地宫当晚，有一个叫徐谦的人出现过。姬玄眯了眯眼，缓缓道：公孙家早就认识徐谦了。许元怀咬牙切齿道：他敢耍我们，七哥，我现在就去公孙家。姬玄抬了抬手，示意稍安勿躁，问道：地宫是怎么回事？陈密探停顿几秒，声音里透着微微的恐惧。我之所以现在才来见你们，便是在探索地宫。那是一座青钢石砌成的古墓，年代久远到难以想象，里面封印着一句古诗。古诗？姬玄皱了皱眉。很危险。陈密探点头。我已经汇报给公主，她的回复是不要多管闲事。另外，公主说这让她解开了一个疑惑。至于是什么疑惑，密探没说，因为她也不知道。冰雪聪明的许元双微微蹙眉。公孙家和龙神堡的行为不太合理，以江湖势力的做派，这种事肯定推给官府去做，而不会自己花费大量的人力去封锁地宫所在的山脉。整个大凤江湖，只有建州的武林盟热衷于维护秩序，做一个江湖执法者。根据我打听出来的消息，是徐谦让他们这么做的。徐谦？许元怀扬眉。密探点点头，没有再解释。他知道徐谦的真实身份，不过并不打算告诉姐弟俩。虽然公主对此事没有表明任何态度，密探们之所以默契的三缄其口，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顾虑：一，如果姐弟俩对那个大哥抱有好感，对父亲虎毒四子的行为有所不满，那么告诉他们只会碍事；二，如果姐弟俩对许七安心怀敌意，以那位许银罗的性格，当斩还是要斩。而一旦姐弟俩遭了意外，密探们罪责难逃。许元怀当即道：我先去一趟公孙家。不必。姬玄摆摆手，制止许元怀冲动的行为，分析道：或许这是徐谦的一个试探，如果我们去了公孙家，他可以根据这件事的反馈判断出不少信息。最重要的是，除非你能让佛门的高僧一同前去，否则就是在送死。不要忘了，他身边是有3品术士的，为了一个公孙家族，不值得冒这个险。正说着，柳红棉扭动小腰走进来，眼波盈盈道：公孙家派人来通知，在六博赌坊发现了那小子。那小子是这个团队用来形容青州那位龙气宿主的。公孙家派来的？姬玄问道。有更详细情报吗？没有。立刻去搜集。陈密探当即道：交给我来做吧，雍州城是我的地盘。公孙山庄的牌坊上，一只麻雀静静地伫立着，望着山道方向一动不动。另一边，闹市边的某座茶馆，许七安和李灵素坐在桌边，前者要了一壶加量的枸杞茶，后者则是正经的毛尖。但看着许七安的枸杞茶，李灵素心里就酸溜溜的。两人漫无目的的走了一个时辰，没有收获，许七安便找了家茶馆歇脚，顺便看看池塘里鱼儿们寄来的信。没有特别挑选，他拿起最外层的第一封信，落款人是林安。狗奴才，太子哥哥继位了，真高兴啊！
他苦熬多年，终于登上龙椅，整个人充满干劲呢。说是要一扫陈珂，让大凤恢复20年前的巅峰。母妃不太开心，因为太子哥哥不同意废太后，理由是魏渊的党羽还在，而太子哥哥还需要他们做事，而且王首府也不赞同废太后，至少近几年是不行的。他寥寥几句说完朝堂局势，然后就叽叽喳喳地说起自己的生活现状。我现在在宫中可以横着走了呢，想出宫就出宫，以前我想偷偷溜出宫见你都难，现在没有限制了，你却已经不在京城。思慕和许二郎订婚了，真羡慕他啊。暗示非常明显。你什么时候回京城？今年冬天很冷，要记得多穿衣服。看到好玩的东西，记得给我买，先收起来，回了京城再送给我。可恶的狗奴才，这么久了，一封信也没寄给我。四皇子颓丧了许多，他再也没有希望了。哼哼，怀庆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过他身上的官职被太子哥哥拿掉了。他以前好像我记不得他是什么官僚，反正是修史的。我现在可以使劲的欺负他，他也不敢还手呢。许七安面带微笑，眉眼温和，脑海里红裙子鹅蛋脸，妩媚多情的美人一闪而逝。他接着拆开第二封信，是怀庆的。皇长女的信要简单许多，开头是礼节性的问候语，然后提了一些朝堂局势。对于太子永兴帝的评价是猴子。永兴帝被大臣们当猴耍，他固然一腔热血，试图扫除官场积弊，让大凤欣欣向荣，奈何段位不足，若没有王首辅帮忙以及为数不多的忠义之士的辅助，大凤可能会变得更糟糕。相比起元景和贞德，这位新君还是太年轻了。除了鄙视永兴帝，怀庆对大凤的前程无比担忧，甚至大不韪地说，2年内大凤会迎来生死存亡的考验。另外，小小抱怨了一下临安的不识时务，总是找他茬，但每次都被他强势镇压，偏偏乐此不疲。所以怀庆和临安到底谁说谎了？许七安嘀咕道，我可怜的夜店小女王。怀庆的政治嗅觉一如既往的敏锐和可怕，他心想。第三封信是楚采薇寄来的，信分2部分，前部分是楚采薇和他叨叨一些废话，以及问一些大凤各地美食，应该是打算提前收集资料，将来如果游历江湖就按照食谱名单来走。再就是吐槽几个奇葩师兄的事，比如宋清隔三差五的发明一些可怕的造物，然后被监正老师镇压；比如杨千焕隔三差五的冒出大胆的想法，然后被监正老师镇压；又比如一直在外云游的孙师兄终于回来了，但大家都不爱和他说话，也不爱听他说话。孙师兄在司天监的日子里，师兄弟们随身携带笔墨纸砚，见到孙师兄二话不说先递纸笔。某次他去找监正老师说话，发现八卦台上也多了一套笔墨纸砚。最后他说自己明年也要教导师弟了，心情很激动很忐忑，但有一件事很不开心，司天监的术士们偷偷给他将来的师弟们取了一个名儿，痴党。后半部分是钟离的内容，言简意赅地表示自己很好，问候他是否平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但五师姐啊，您只要一离开司天监，就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许七安想起那个穿着朴素长袍，走路总低着头的师姐，心里感慨万千。旋即又想到了许元双，他若是也想晋级，恐怕要面临和钟师姐一样的遭遇。第4封信是许灵月寄来的，他说自己已经成了仁宗的外门弟子，但他并不想修行，所以几乎从不去灵宝关。信上都是一些家常话，爹自从成了千户，时不时的就要买一些青桔，我这其中必有隐情，只是娘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当回事。大哥，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妹子，你在试探我吗？二叔只是简单的应酬而已，你不要想太多。对了，你注意一下二郎有没有经常买橘子，如果和二叔一样，我建议你偷偷告诉王思慕。楚采薇前阵子来家里混吃混喝，给娘送了一炉祝颜丹，娘吃了半旬，愈发的年轻貌美，但后来被林英和丽娜偷吃了个精光。娘不打算要女儿了，提着扫帚追着丽娜和林英打。婶婶，他们只是饿了。许七安默默无脸。前天王夫人邀请我和林英到府上做客，王家女眷自视甚高，让我极为忐忑和害怕。大哥你知道的，大户人家里的勾心斗角，我向来不会。对了，林英去了王家私塾念书，没几天听说王家教书的先生便病了。林英说先生从此以后便不搭理他了，但是王家的先生举荐他去宫中做伴读，随皇子皇女们一起聆听太傅教导。那位先生是不是和太傅有仇啊？许七安心里闪过这个念头。皇子皇女指的是怀庆和临安的侄子侄女，元景帝的9位皇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子嗣。公主里3公主已经嫁人生子，其他3位还未出阁。信的末尾，许灵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大哥的思念。最后一封信是许二郎寄来的，信上提及自己在朝中任职的日常，抱怨了官场风气，并对国库空虚感到担忧。许二郎说他上书永兴帝，希望他能搞一搞捐款，
让达官显贵们吐出些银子来赈济百姓，但被永兴帝驳回。捐款有什么用呢？到最后还不是百姓的钱3-7分账，豪绅的钱如数奉还。许七安心说，近来再去王府，发现王家人对我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细思起来，是林月去了王家做客后才有的变化。我想，这是林月以自己的温柔感动了王家众人。大哥，你说是否？二郎，你这话就显得阴阳怪气了。哎，如果没有糟糕的局势，游历江湖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旅程。许七安捏了捏眉心，把信件收到怀里。大凤风雨飘摇，若是坍塌了，他这条命多半也就没了。监正说过，他体内有大凤一半的国运，命运早已和大凤融为一体。国在人在，国亡人亡，为今之计是先恢复修为，哪怕不能尽数拔除封魔钉，多拔几根，我修为就恢复一些，这样才好应对糟糕的局势。另外，虽然昨日千金散尽，但双修的好处实在明显，我都感觉丹田要炸了。这股浑厚的气机，昨夜他和骆玉衡把道门上古房中术尽数修行了一遍，现在他一闭眼便不自觉地浮现国师白花花的玲珑浮凸的身段，腰子在哀嚎，丹田却瞬间成了暴发户。换成其他女子，除了挂逼花神，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效果。二品的人宗到手，双修起来确实精进神速。如果持续不断的双修，最多半年，我就能达到当初镇北王的水准，也就是3品巅峰。许七安心道，只是过了这7天，以骆玉衡矜持骄傲的性格，多半是不愿意再和他双修了。都怪林安他们这些鱼儿不争气，他们要是2品该多好。李灵素非常想看看信件内容，但徐谦有意防备他，每个他机会。对了，有件事忘记与你说。许七安突然道。李灵素见他神色严肃，也跟着严肃起来。前辈请说。近日来，如果遇到天宗的联络暗号，莫要搭理，即使联络人是你师父。他说，天宗的联络暗号，我师父。这句话透出的信息量颇大，李灵素既茫然又震惊。前辈此言何意？此事说来话长。许七安抿了一口甜滋滋的枸杞茶，徐徐道，天宗的兵夷元君玄城道长正下山捉拿你和李妙真，要把你们带回山禁闭。李妙真已经落入他们之手。李灵素脑子里一大片的问号，他定了定神，逐个问出疑惑。兵夷师叔和我师父为什么要捉拿妙真还有我？前辈你又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听您的意思，他们快到雍州了。许七安逐个回答。你们天宗的事我不清楚，我的情报网遍布大凤，而你们天宗也没有刻意低调，他们近日便会到达雍州。许七安相信这样的提醒已经足够。相处这么久，李灵素的性格他有所了解，这个渣男最大的优点就是听得进人话。不管多么难以置信，只要是他所信赖的人说出的话，李灵素便会放在心上，然后去留意，去观察，这是很多年轻一代的高手不具备的优点。前辈别开玩笑，天宗怎么会捉拿我和妙真师妹？李灵素笑容勉强。雍州城南城门口，行人们纷纷扭头看着一行3人，他们分别是冷艳美貌的女道士、长须及胸的中年道士以及英气勃勃的年轻女子。值得一提，冷艳美貌的女道士用一根绳子牵着那位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双手被捆着，亦步亦趋地跟在冷艳女道士身后。好羞耻，要是遇到认识我的人，飞燕女侠的格调荡然无存。李妙真跟在师父身后抱怨道，我不会逃的，我也逃不走。师父，您就送了这副灵锁吧。兵夷元君神色冷漠，并不搭理。给朋友看到，我会颜面尽失的。李妙真嘀咕道。兵夷元君这才开口，语气冷漠，你若能太上忘情，便不会在意丢脸这种小事。李妙真不服气，抬杠道，那你有本事就趴在地上学狗叫。兵夷元君停下脚步，冷冰冰地注视着他，黑润的美眸渐渐透明。下一刻，李妙真愕然发现嘴巴背叛了自己，并发出汪汪的叫声。他连忙闭紧嘴巴，汪汪，但是没用。是师父，我错了，徒儿错了，你不能这么对我，汪汪。兵夷元君转回身，牵着他继续走，汪汪汪汪。李妙真一边走一边学狗叫，在街边路上指指点点的目光中流下了羞耻的眼泪。我一定是和许七安那狗东西待太久，传染了他最贱的毛病。李妙真张开嘴，又学了几声狗叫，汪汪。大脚场营房，姬玄坐在厅内，左右两边是柳红棉、焦叶老道几位核心团队。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诸位对此有什么看法？姬玄环顾众人，许元双沉吟一下，悦耳的声音说道，按理说此人既为武林大会而来，迟早会来大脚场，但如今已有数天，我却没有观测到他的存在。有2种可能，一，他来过了，但恰好与我休息时间错开，这是龙气宿主的好运；二，有什么事让他耽搁了，这同样是龙气宿主的好运在冥冥中影响了他。
在气运方面，身为术士的许元双是专业的。柳红棉蹙眉，之前你不是说，只要我们有龙气素主握在手里，以龙气互相吸引的特性，他迟早会碰到我们吗？许元双嘴角一挑，嘲讽道：你记性很好，我说的是迟早，但谁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许是今日，或许是明日，或许是更长时间。而在这之前，他如果被人抓住，我们从青州追到此处，辛辛苦苦却前功尽弃。启欢丹香裹了裹色彩斑斓的长袍，提醒道：别忘了，那个徐谦也在收集龙气，而他身上有2道龙气，按照龙气之间互相吸引的规律，他先遇见那小子的可能性比我们更高。蕉叶老道抚须道：我倒是有几个点子。姬玄闻言笑了起来：道长，就等你发话呢。论江湖经验阅历，在场无人能及蕉叶老道士，而阅历和经验往往可以转化成应对事件的办法。若是放任自流，恐怕那小子最先遇到的必然是徐谦。因此我们要做的是阻扰徐谦，并加快搜寻力度。如何阻扰徐谦？简单，让佛门高僧在城中巡游便是了。如果高僧们拥有近距离接触便能发现他的秘法，那就更好。至于我们如何搜寻那小子，一方面监视公孙家族的人，另一方面向城中各大客栈的店小二打探情报，花点钱的事儿。监控公孙家可以让启欢丹香去做，他是新古师，既有足够的人手，又能做到隐秘。打探情报让天机宫密探去做。此外，要劳烦元双小姐多外出活动，以旺气数搜寻，最好带着咱们手里的龙气宿主出行。听完蕉叶道长的话，众人微微颔首。这时许元双突然道：苍龙七宿到了。苍龙星宿，厅内众人为之沉默。乾隆城那位国师有3大直属势力，分别是城中的术士组织、28星宿以及天机宫。其中天机宫作为情报网最为神秘，外人难以了解太多，但术士组织和28星宿在乾隆城高层广为人知。28星宿中，朱雀七宿在军队任职，掌控着一支8000人的飞兽军。此外，他们还是最出色的斥候。白虎七宿为首的白虎卫队，则是以侍卫的身份被安排在国师的心腹和一些重要大臣身边作为保镖。玄武七宿是一支5000人规模的重骑兵，而苍龙七宿包括苍龙在内，只有8个人，他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杀团队，也是国师亲手打造的顶级战力。8人依靠合击阵法、法器，能爆发出3品的破坏力，3品超凡，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势力都是顶峰的存在。魁梧壮汉白虎笑道：苍龙一来，雍州城的事便不会有什么意外了。我们要考虑的反而是佛门会不会出尔反尔。姬玄摇头：天机宫早已与佛门做好约定，这不关我们的事，不必担忧。许元怀冷哼道：等抓住徐谦，我要亲手宰了他。他至今还认为徐谦玷污了姐姐。闻言，众人忍不住看一眼许元双。白虎嗡嗡笑道：到时候此人任由元怀少爷处置。启欢丹香淡淡道：我这里有很多折磨人的毒蛊，不过杀人不过头点地，倒也没必要折磨。这位新古师性格偏激，但正常状态下并不嗜好杀戮。柳红棉玩着指甲，没有发表评论。对于美貌出众的他来说，大部分男人都不值得关注。世上能引起他兴趣的男人，要么地位非凡，要么修为高深。年轻一代能让他有兴趣的，在座的只有姬玄。即便是许元怀这样的身份，他也看不上眼。当然，对方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他平时还是很有兴趣口花花调戏的。午后黄昏中，许七安和李灵素在橘色的光辉里朝着客栈方向返回。从茶馆出来后，他们去了一趟六博赌坊，但那里早已关门。考虑到这件事同样被天机宫乃至佛门的人关注着，许七安没有多做打听。事情的经过他已经从公孙家的情报里得知，案发现场没有目击者，但根据公孙家主的推测以及赌坊看场子的人交代，那个叫陈二的赌场老板多半是因为输的银子太多，又因对方是外乡人起了歪心思，因而遭遇反杀。你通知公孙向阳，让他注意一下城中客栈，外乡人过来总归是要住店的。李灵素嗯了一声，目光前视，突然看见一位穿着黄红相间袈裟的魁梧和尚从街面尽头走来。他身高8尺，比普通人高了2-3个头，鹤立鸡群的身高是如此的醒目。肚南金刚。李灵素心头一颤，差点低下头。别慌，不要自乱阵脚。耳边传来徐谦的传音。前辈果然是前辈，如此镇定。李灵素深吸一口气，忌惮的情绪荡然无存，面不改色。卧槽，怎么在这里遇见了夺南？千万不能被发现啊！我腰子疼得很。许七安暗暗龇牙。面对肚南金刚，许七安既紧张警惕，悄悄绷紧脊背，又如释重负，放下了陡然悬起的心。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心思，是因为肚南金刚作为武僧，粗鄙程度不逊色武夫。
因此许七安不用太担心被这位金刚发现。可正因为对方是武夫，拥有可怕的武者直觉，很可能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暴露出些许敌意，就会被他感知到。到时候天蛊移星换斗的特性都未必好使，堪称两个极端。李灵素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正了正帷帽垂下的轻纱，微微低头，神色如常地往前走。双方擦身而过，呼，圣子松了口气，待对方的身影看不见后，他后怕道：三品金刚的压迫力果然惊人啊！哪来的压迫力？只是你自己的心理压力而已。许七安点一下头，道：有急事，迅速联系我。他打算回清信源去，本来还想继续搜寻龙气宿主的，碰到肚南金刚后，他觉得稳一手更好，因为对方明显也在这片区域活动。另外，他始终没能找到佛门僧人的落脚处，没弄清楚他们近期的谋划，这让许七安心里不太安。他有很强的老阴币 PTSD， 但凡不在掌控中的东西，他都会习惯性的苟一下，哪怕会因此错过机会。明白。李灵素点头，然后便听徐谦问道：雍州城有你的相好吗？没有。李灵素摇头。不过我看公孙秀姑娘挺不错的，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和她更进一步的发展。我能感觉出她对我也颇有好奇，而好奇往往是好感的开端。说着，帷幔里的她微微昂起下颌。公孙姑娘的确是个不错的女子。许七安点点头，认同了她的目光。李灵素嘴角笑容泛起，刚要谦虚几句，又听徐谦说道：我先回去了，骆玉衡和木南之两人留在清信园，我怕他们打起来。李灵素嘴角笑容顿时僵住。混蛋，你是在向我炫耀吗？前辈慢走。他强颜欢笑道。告别徐谦，李灵素往客栈方向走，想起他说过的话，有些纳闷的嘀咕：兵役师叔和师傅为什么要捉拿我和李妙真？我们好端端的修行，谨记天宗教义，没犯什么错呀。难道我勾搭灵玉师姑的事被天尊发现了？不，以天尊的性情，根本不会把这种事放在眼里。说什么师傅要捉拿我，开什么玩笑，我是师傅一手养大的娃，他待我如子。徐谦这个糟老头子就是喜欢危言耸听。边走边想，他很快回到客栈，前脚刚踏入客栈大堂，李灵素忽然一愣，有些愕然地退回客栈门口，侧头看向左侧。客栈左边的墙壁上用白色的白灰画了一个9瓣莲花图案，这是天宗用来联络的暗号。不是吧？李灵素脸色复杂，他略作犹豫，从锦囊里取出刚收起来的帷帽，重新戴上。这个锦囊里只有一只帷帽，空空荡荡，挡住俊美的脸后，李灵素跨入客栈的门，她径直收敛气息和元神波动，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她一直有被徐谦施展移星换斗的法术，只要挡住脸，自身不主动暴露天宗法术，即使和师傅擦身而过，也不会被认出来。客官，住店还是打尖？店小二没认出他，殷勤地迎上来。李灵素掏出房门钥匙，示意一下，店小二便知这位是店里的客人，奇怪地打量他几眼，默默退下。圣子扫了一眼大堂，没见到师门长辈的身影。穿过大堂，他顺着楼梯来到2楼，沿着长长的走廊缓慢行走。这家客栈规格中等，2楼和3楼是客房区，外设廊道。沿着廊道缓行，李灵素将听力放大到极致，监听着沿途房间里的动静，排除掉杂音，没有营养的对话，啊呀的声音。即将走到廊道尽头时，李灵素终于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师傅，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这是一位年轻女子羞愤欲绝的声音。李妙真，是那个对师兄的悲惨遭遇无动于衷，冷眼旁观的蛇蝎少女李妙真。李灵素放缓了脚步，深吸一口气，压住骤然加快的心跳。徐谦没有骗他，师门的长辈真的来雍州城了。这时李灵素听见冰衣元君冷漠的开口：我或许应该将你扒光丢在街上，这样你或许能领悟太上忘情。冰衣师叔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用冷漠的语气说出可怕的话。李灵素心里嘀咕，他双手撑着护栏，假装看堂内的食客，实则竖起耳朵偷听。身为圣子，他非常清楚师门的作风，不会在意是否有人偷听谈话。您要扒就扒吧，先把缚灵锁给我解开，我被这东西捆了1旬了。我上个茅厕，您都要在外头牵着我。李妙真大声道。噗！李妙真啊，李妙真，你也有今天。李灵素差点笑出声。我若不用绳子捆着你，你又要多管闲事，徒惹是非。我们没时间处理乱七八糟的事。冰衣元君淡淡道。没错，李妙真这死丫头就喜欢多管闲事。圣子早就觉得师妹李妙真的路子走错了，何为太上忘情，凌驾在感情之上，让自己变得绝对理智，这才是太上忘情。瞧瞧李妙真干的是什么事儿，是一个天宗弟子能干的事，难怪冰衣师叔要惩戒他。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找到李灵素，带回天宗。冰衣元君补充道。找我？李灵素心里一凛，嘴角泛起的
幸灾乐祸的笑容渐渐消失。李妙真哼了一声，那家伙不知道在哪个女人的肚皮上风流快活呢。你在污蔑我！李灵素心里大怒，接着便听自己的师傅玄成道长淡淡道：找回李灵素，我会把他镇压在山底，禁闭3年，直到他领悟太上忘情。真的是来捉拿我和李妙真的呀？李妙真抬杠道：如果他本性不改呢？玄成道长沉默一下，缓缓道：敲了并不影响修行。李灵素收回撑在栏杆上的手，默默转身下楼，默默离开客栈，默默走在街道上。他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突然狂奔起来，背影仓皇，仿佛后面有可怕的猛兽在追赶。徐前辈救我！公孙山庄山脚下，伫立在巨大牌坊上的麻雀未能等来目标人物，便放弃了监控，振翅飞入山庄。此时的公孙向阳正与几位美婢饮酒作乐，享用晚餐。身为家主，他不会频繁在武林大会露面，有龙神堡弟子以及公孙家族子弟负责维护秩序并充当裁判。海选阶段尚未过去，擂台比斗者的水平相对不高，恐怕只有到100强名单争夺战时，才需要龙神堡主或公孙向阳亲自充当裁判。美婢们衣着简单，肚兜蟹裤，外罩轻纱，在温暖如春的室内推杯换盏，娇笑不断。嬉戏打闹时，胸口颤巍巍的，甚是诱人。公孙向阳一直都是个爱美酒美人的老纨绔。独独，窗户传来轻微的响动，美婢们丝毫没有察觉。面色微醺的公孙向阳压了压手，示意美婢安静，先是看了一眼窗户，语气平静地说道：都出去。美婢们相视一眼，默默起身，施了一礼，然后抓起各自的衣裙，不敢穿衣，快速离开。等他们走远，公孙向阳打开窗户，迎接麻雀入内。娇小的麻雀飞进屋子，目的明确地飞到桌边，啄食米饭糕点。太特么冷了，连耐寒性极强的麻雀都受不了这鬼天气。许七安感同身受地吐槽着，一边享受炭火的烘烤，一边进食，很快填饱了肚子。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许七安问道。公孙向阳摇头，那小子自从在六博赌坊露面，就再也没有出现。我的人还在寻找。许七安提议道。去客栈里找，向店小二打听。公孙向阳颔首说道。不过佛门僧人今日倒是有动静了。这个我知道。麻雀安没有说话，等待公孙向阳说下去。晚膳前，刚有情报汇总过来，城中各处都发现了僧人的踪影，他们在找您。找我？麻雀脑袋一动，黑纽扣般的眼睛注视着公孙向阳。和尚们拿着画像，找的就是您。公孙向阳给予肯定，不暗地里设埋伏，而是堂而皇之的寻找我。现在连和尚打拳都不讲章法了。许七安听得眉头直皱。按理说，悄咪咪的潜伏，伺机而动，才是一个合格的捕猎者该干的事。他们不怕打草惊蛇吗？不，也许这正是他们想要的。许七安心里一动，想到一种可能性：佛门想以这样的方法驱赶我，阻碍我寻找龙气宿主的进度，好让他们捷足先登，然后再以龙气宿主为诱饵，逼我上钩。这不是无端的猜测，而是根据肚南金刚之前的钓鱼手段做出的合理推测。想钓我上钩，他们就必须有足够的诱饵。寻常龙气宿主不可能引出我，但如果是9道龙气之一，对我来说有足够的诱惑力了。就算我苟着不上钩，他们也没损失，顺势就收走龙气宿主，同样达到了目的。许七安并不慌，他本身就打算狩猎罗汉，如果佛门提前找到龙气宿主引诱他上钩，那他就将计就计。龙气宿主该找还是要找，能抢先一步得到龙气是最好。如果真的被佛门抢先一步得到，那我第2阶段的反猎杀计划就顺势启动。交代了几句后，许七安振翅离开卧室，继续做监控任务。他得防备姬玄等人找上门来。清信园，天黑了，骆玉衡站在窗边，迎着刺骨的冷风，风撩起他的鬓发，把他的袍子吹得向后飘荡，再搭配上他的绝色容颜，倒是有几分飘逸仙子的韵味。不过，这位熟透了的女子国师眉宇间淡淡的忧惧，破坏了她以往的仙气，但也让她多了些许人味儿，让人意识到她是个凡间的女子。凡间女子要经历的事，她同样也要经历。她怎么还没回来？她是不是不回来了？她是否因为我昨日的索取无度，害怕了，早已逃之夭夭？骆玉衡心里分外担忧。她要是不回来，那接下来的业火灼身，自己该怎么熬过去？深深的恐惧将她吞没。随着夜色的弥漫，她的恐惧和担忧越来越甚，连晚膳也不想吃了。虽然以她的修为，已经不需要用膳。唉，国师轻叹一声，打开房门，连步款款地走向园子深处的温泉。心神不定之际，他喜欢盘坐在灵宝关深处的池上，要么就沐浴。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一路上，清信园的丫鬟仆人用惊艳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倾国倾城的仙子。丫鬟们自惭形秽，仆人们口干舌燥，眼神炽热。她身段高挑，虽穿着颇为宽松的道袍，
身材比例却极好，腿很长，腰带勾勒出纤细的腰肢。别看这位女子是道士打扮，但清杏园的人都知道她是有男人的，且整日与男人在房间里欢好缠绵。这些事负责伺候主卧的2名丫鬟早就说开了。骆玉衡走到池边，抖手甩出几张符箓，把温泉池与外界隔绝。接着他2只白嫩嫩的脚丫从云纹洒鞋里挣脱出来，赤足如雪，踩在池边的石头上。青葱玉指捻住腰带，轻轻一拉，伴随着腰带的脱落，衣襟向2侧滑开，里面是一件嫩青色的肚兜，胸脯把肚兜撑起，道袍顺着圆润的香肩滑落，白嫩如凝脂的肌肤仿佛没有摩擦力。骆玉衡把秀发盘好，穿着白色绸裤和嫩青色肚兜跨入温泉，蒸汽升腾中，他微微昂起线条柔美的脸蛋，闭上眼，长长的睫毛盖下来，享受着温泉。不知过了多久，骆玉衡睁开美眸，看向岸边，那里多了一道身影，正脱着袍子，嘀咕道：“国师，你太过分了，你明知道我空了，还要勾引我。”扑通，许七安快速脱光衣物，跃入温泉池，温暖的池水将他包裹，浸泡4肢，让筋骨肌肉得以舒展。其实腰子已经不再酸胀，以3品体魄的再生能力，几个时辰就能让腰子焕发生机，恢复到巅峰状态。普通人像他那样1天2夜持续不断的双修，早就猝死了。其他体系的高手多半也要元气大伤，需休养多日才能恢复。这时候武夫的优势就体现出来。见到许七安返回，骆玉衡松了口气，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完全在脸上展露出来。过去的骆玉衡绝对不会有这么夸张的表情波动。啊，泡温泉怎么能没有酒？许七安招了招手，散落在岸边的衣物里，地书碎片自行飞出。他探手抓住，从地书空间里拎出一坛黄酒，这是当初游历到富阳县时购买的当地美酒。富阳县的黄酒在当地非常有名，微酸带甜，滋味很不错。国师，饮酒吗？许七安挤眉弄眼，骆玉衡秀眉轻蹙道：“道门祭酒。”声音倒是一如既往的冷冷清清，像是冰块清脆的碰撞。喝了酒，待会儿双修是事半功倍吗？许七安露出不正经的笑容。路人格他怂了，玉人格他还是怂了。现在面对这个巨人格，他决定做一个强势的道侣。骆玉衡思考一下，轻声道：“回了屋再说。”许七安强势道：“我要在池子里双修。”骆玉衡好看的眉毛立刻皱起，身子微微下前，温泉漫过圆润白皙的香肩，只露出脖子和脸蛋，凝脂般的性感红唇微抿，淡淡道：“双修的事何时轮到你做主了？”这一瞬间，许七安险些以为那个正常的骆玉衡回归了，差点缩着脑袋喊一声：“国师，我错了。”而后感觉到不对，这不是巨人格吗？不应该是许大郎一声吼，骆玉衡抖一抖吗？他仔细观察骆玉衡的神色，很快发现端倪，和正常状态不同。现在的他眼神里更多的是抗拒和忐忑，应该不是抗拒和我双修，今早他还主动邀请我来一发再走，忐忑也不至于，我们都双修整整3天了。这是对违背世俗行为的抗拒，或者说恐惧。许七安心里有数了，为验证猜测，他大胆说道：“国师总是在屋子里修行，退屋去了，今夜我们就在池子里，以天为被，池为床，尽情的修行吧。”骆玉衡眼里抗拒之色更浓，蹙眉不悦道：“成何体统？”说罢便不理会他，往池子另一头靠拢，与许七安拉开距离。有点意思。许七安笑了笑，业火灼身状态下的骆玉衡还蛮有趣的。与往日冷冷清清，似乎没有世俗欲望的国师不同，七情状态下的他更加有人情味。愤怒状态像英语老师，像脾气不好的小姨，动不动就发怒，但稍一逗弄就生气的模样，其实很可爱。欲望状态简直是个魔人的小妖精，从仙子变成了魔女，疯狂榨取，祈求欢愉，而且也非常放得开，展露出了热情奔放的魅力。恐惧状态目前给他的感觉是稳健古板，一个对床事古板的骆玉衡本身就很可爱。国师简直是极品啊，娶了他一个相当于有了7个媳妇。温泉池上蒸汽腾腾，隔着朦朦胧胧的水雾，许七安欣赏着骆玉衡脸颊桃红的媚态。他靠着池壁，眸子迷离。隔了一阵，拎着酒坛游了过去，在骆玉衡身边停下，与他一起靠着池壁。风情万种的美人睁开眸子看他一眼：“国师，有件事要与你商量。”许七安灌了一口酒，呼吸间尽是酒精气息。骆玉衡简短的一个鼻音，表示自己在听。现在雍州城内有佛门势力和天机宫势力潜伏，佛门这次来了一位罗汉，2位金刚，天机宫方面也有3品战力。我还没给你介绍天机宫这个组织。他先详细的讲述了天机宫这个组织，然后把佛门和天机宫的合作，以龙气宿主为诱饵的计划尽数告诉他。骆玉衡认真的听着，沉吟着，忽然娇斥道：“爪子拿开！”池水里
一只手顺着他的背部掠过腰窝，探入绸裤，按在了臀儿。又不是没摸过。许七安嘀咕：“再说一遍。”骆玉衡杀气腾腾：“你这一点也不惧。”许七安收回手，轻轻搂住骆玉衡紧致的小腰，道：“国师，我打算将计就计，擒拿罗汉，逼他解开封魔钉，恢复部分修为。”骆玉衡想了许久，摇头道：“我可以帮你，但我终究是业火灼身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妥当。而且，敌我战力相差悬殊，不建议你这么做。”我的话是不是没用了？信不信本座一剑剁了你的爪子？他红唇轻启，飘出甜腻的鼻音，然后大怒起来。许七安默默收回手，道：“天宗有2位三品，近日会到雍州城，若是能联合他们，再加上孙玄机，是否有绝对把握？”骆玉衡脸颊红晕如醉，瞪他一眼，语气稳重：“如此看来，把握倒是挺大，但我毕竟业火灼身，一旦在战斗中遭业火反噬，后果不堪设想。”许七安一凛：“业火反噬的几率有多大？”骆玉衡略作思量，评估道：“我们好好修行的话，业火反噬的几率不到半成，所以稳妥起见，还是等7天后吧。不到半成，9成8，四舍五入等于送死。”许七安一口槽差点吐出来。算了，我不跟今天的你商量这事，今天的你太稳健了，恐惧风险。骆玉衡看了一眼天色，起身道：“我先回去了。”许七安握住他的手腕：“国师。”女子国师睥睨一眼，自顾自地上岸，披了袍子，返回卧室。许七安没有挽留，身子浸泡在温泉里，半飘半坐，闭眼假寐。不知过了多久，忽听耳边传来骆玉衡冷冰冰的，带着几分咬牙切齿的声音：“我若不来找你，你是不是今晚就不回房了？”许七安假惺惺地睁开眼，歉意道：“睡着了。”骆玉衡哼一声道：“回去吧。”许七安不动，一人在岸边俯视，一人在池中装傻，两人僵持了许久，谁都不肯屈服。扑通，水花溅起，骆玉衡被他拽入池中。许七安捧住他的脸，用力吮住两瓣性感红唇，他的脸颊渐渐滚烫，嘴唇却是凉凉的。过了很久，许七安才抬起头看，怔怔地凝视着近在咫尺的美人。她眼型长而圆，眼尾微微上翘，眉毛又长又直，鼻子挺拔又秀气，唇瓣丰润，唇角精致如刻，五官既有中原人的柔和，又有雕塑般的立体和精致。许七安轻叹一声：“真美啊！”骆玉衡别过脸去，咬牙切齿道：“索性一剑砍死你算了。”许七安笑了起来：“这是恐惧人格，与愤怒人格不同。愤怒人格是真的不想和他双修，而这位心里再怎么抗拒，最后还是会乖乖屈服。不同人格有不同弱点。”许七安拖着骆玉衡的腰，额请温泉池面荡漾起一圈圈涟漪。1个时辰后，骆玉衡慵懒地趴在岸边，半身浸在温泉池里，预备皎皎洁白。许七安则在捞飘在各处的衣物。天宗的那小子来了，国师语气懒散地说道：“他来做什么？”许七安一愣，把收集起来的衣服抱在怀里，返回骆玉衡身后，掐着他的小腰贴了上去。骆玉衡一脚把他踢开，一边在水中穿衣，一边语气冷淡地解释：“不清楚，我回房时便在外头遇到他了，外面有我布置的结界，他看不到这里，也听不见任何声音。”说话间穿戴整齐，国师小手一挥，衣袍上的水渍瞬间蒸干。他捻起稻簪，将乌黑的秀发挽起，转身便走了。总感觉你是男人，我才是被睡的女人。你现在进入贤者时间，便把我弃如敝履。许七安腹诽一声。一间温暖的房间里，烛光高照，炭火熊熊。许七安温了2壶酒，与李陵素对坐而饮。清信园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院小院加起来也有10几个，收留一个李陵素自然不在话下，只要他能承受得住打击。怎么突然来我这儿？许七安抿了一口酒，审视着圣子。他似乎有心事，皱着眉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哪怕知道自己和骆玉衡刚泡完温泉，他竟然都不在意了，柠檬都不恰了。听见徐谦发问，李灵素长叹一声，把杯中酒水一饮而尽。前辈，你并没有骗我，师傅他老人家真的来了，而且真的要抓我回去。他把分别后返回客栈，偶然发现天宗联络暗号，以及偷听到兵夷元君李妙真和师傅玄成道长的对话，转述了一遍。前辈，我好歹是他一手带大的，没想到师傅竟如此对我。圣子悲从中来。玄成道长，天宗要说话算话。许七安心里直呼内行，表面却一副深表同情的模样，问道：想过玄成道长为何要如此对你吗？还不是我这该死的魅力。李灵素悲愤道：天宗让我参悟太上忘情，我广结情缘，便是为了参悟情，超脱情。只不过是法子另辟蹊径，他们不懂我，便认为我是错的。先不管对或错，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你招惹了那么多女子，有想过她们将来如何？
许七安难得认真一回，提醒道：“虽说江湖儿女没有那么矫情，相濡以沫者甚多，相忘江湖者更多，但惦记着你、爱着你的女子仍是大多数吧。”他把玩着酒杯，淡淡道：“将来你领悟太上忘情，对他们弃如敝履。做人不要太落欲衡，小伙子，好自为之啊。”李灵素一愣，诧异道：“前辈是否有什么误会？”许七安用一个鼻音表达自己的疑惑。李灵素摆摆手：“前辈可知，我的父母是天宗弟子，天宗虽修太上忘情，但同样也可婚嫁，可以寻找道侣。因为太上忘情并非无情，而是有情却不为情所困，超然俯瞰。因此我们天宗的道侣之间更像是结伴修行，也会行鱼水之欢，但不讲究俗世间男女的如胶似漆。便是天尊也是有道侣的，所以我同样可以有道侣，天宗门规也未曾限制过数量。我将来就算把他们统统接回天宗也无所谓，只是我现在游历江湖，身边跟着一群女子，成何体统？再说我不是还在参悟太上忘情吗？他们若是跟着，势必阻扰我结下新的情缘。你确定天宗道侣之间的状态是你那些红颜知己想要的？他们要的就是俗世间的娇似妻和恩恩爱呀。”许七安觉得槽点太多，不知该如何吐起。天宗弟子可以用道侣，那我将来也能和李妙真结为道侣。许七安脑海里不自觉浮现一幅画面，李妙真冷冰冰地躺在床上，面无表情地对他说：“给你5分钟，我还得修行，快点，速战速决。”天宗的道侣之间真的还有双修的雅兴吗？许七安深表怀疑。罢了，不提这个。许七安说道：“你且在园子里住下，你和李妙真的事交给我，到时候或许需要你做出一定的牺牲。”李灵素忙说：“只要不是阉了我，一切好说。当然，我的计划里你是关键人物。”许七安颔首：“自然不会。”说罢，他把最后一口酒饮尽，推门而出。门外飘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深夜里，雪花飞舞。一行披着黑色斗篷的人来到大脚场，敲开了姬玄等人落脚的院子。这些斗篷人身材显得臃肿，细看的话会发现斗篷底下藏着许多东西。寒风吹来时，斗篷贴近身体，勾勒出的轮廓判断，这些斗篷人穿着奇特的甲胄。威严健壮的白虎打开院门，扫了一眼门外的7位斗篷人，露出笑容：“苍龙，你们终于来了。”院门敞开，白虎领着8名斗篷人进入厅内。厅里烛火通明，坐着姬玄和他的团队，以及天机宫驻雍州城的4品密探。姬玄起身相迎，拱手招呼道：“见过几位前辈。”为首的苍龙嗯了一声，朝许元双和许元怀颔首，自顾自落座。7名斗篷人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后。“有找到那人？”苍龙问道，他的声音嘶哑低沉，像是喉咙受过伤。“你应该知道，即使是公主亲临，也很难找到那人。”天机宫的4品密探淡淡道。苍龙点了点头。斗篷下传来嘶哑低沉的声音：“龙气宿主呢？还在寻找。”天机宫密探回复。沉默一下，苍龙语气冰冷：“我对你们的效率很不满意。佛门、天机宫还有你们几个折腾多日，没找到那人就算了，连一个龙气宿主都没找出来。那人指的是徐谦还是孙玄机？”姬玄等人暗想，雍州城人口数十万，想要准确地找出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4品密探说道：“时间长短无所谓，我们只要在那人之前找到龙气宿主。说说你们的计划。”苍龙不置可否，没有纠结这个话题。天机宫密探缓缓道：“很简单，找到姬玄公子在青州遇到的那位龙气宿主，他是9道龙气之一，足够把那人引出来。为了比对方更快，佛门的僧人日夜都会在雍州城巡逻，他必然投鼠忌器，阻碍搜寻进度。我们则趁机寻找宿主。目前已知徐谦身边有人宗道手落玉衡，司天监孙玄机。”苍龙抬了抬手，打断道：“他可知我方战力？佛门已经打草惊蛇了，他知晓佛门的高手数量。至于你，陈密探看了一眼许元双，道：多半也心里有数。”苍龙顺势看了看许元双，没多问，说道：“既然如此，他放弃这道龙气的几率更大。龙气有9道，放弃一条几乎不可能得到的龙气，离开雍州寻找其余龙气是更好的选择。”天机宫密探笑道：“没有任何一场狩猎是注定满载而归的，所以接下来苍龙七宿停止一切任务，潜伏在江湖，追踪徐谦下落，直到将他捕获。他若知难而退，我们便笑纳龙气，将宿主带回乾隆城，阻碍大凤及其龙气，同样是我们的任务。龙气散落在外的时间越久，大凤越乱。”这时许元怀高声道：“苍龙，狩猎徐谦时，我要你杀了他。”苍龙呵了一声，嘶哑的声音笑道：“他的命可金贵得很，元怀少爷和他有仇，
许元怀咬牙切齿，仇深似海。身边的许元双低着头，手肘撑在椅子扶手上，右手扶额，一副不想说话的模样。他知道，在许元怀心里，认定了他被徐谦玷污，对于他的解释根本不信。这种事找不出一个支撑解释的说法，是没人相信的，只会越描越黑。许元双已经放弃了。苍龙淡淡道：“到时候擒拿徐谦，任凭少爷折磨，留一条命便成。”他语气透着轻松和自信。启欢丹香插了一嘴：“此人手段诡异，精通数种蛊术，很值得探究。”柳红棉咯咯笑道：“佛门2品罗汉，3品金刚，以及苍龙七宿，再有我们从旁协助，形成包围，那徐谦只要上钩，便插翅难逃，谁都救不了他。”对于他的话，众人自是认同。狩猎的主力是超凡境的高手，但姬玄的团队以及天机宫密探这些4品高手的战力其实一样可怕。每一位4品高手在江湖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绝非杂鱼。姬玄突然道：“如何保证佛门不出尔反尔，不与我们争夺龙器？”苍龙七宿的战力可以比肩3品，但与雍州城内的佛门势力相比，还是差得远。陈密探回答道：“不必担忧此事。”他没有解释。姬玄缓缓扫视众人，低下头，嘴角轻轻挑起。大雪纷纷扬扬，很快就在城外的官道积了一层薄雪。2道披着大氅的身影穿梭在风雪中，脚底踩出咯吱的轻响。城门已经关闭了。高大魁梧的恒远抬起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城头。紧闭的城门和漆黑的城头中间刻着2个字：雍州。他们循着天宗2位前辈一路跟来了雍州。经过这段时间的苦修，恒远终于掌控金刚神功，战力跨入4品。但他眉宇间的凝重和悲伤也在日益增加。楚元稹照出飞剑，道：“进城吧。”等等。恒远望向城门方向，低声道：“有人。”他缓步靠拢过去，城门口前缩着2道身影，一大一小，穿着破烂衣衫，是一个满脸褶皱的老人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似乎是一对祖孙。他们在寒冷的风雪中紧紧相拥，生命的余火早已熄灭。阿弥陀佛。恒远试图分开他们，却发现祖孙俩完全冻僵，像是冰冷的没有生命的雕塑。这位明明是武僧，却有着强烈慈悲心肠的和尚，用双手在混杂着冰棱子、僵硬如铁的地面刨了一个坑，将祖孙的尸体埋葬。他坐在坟头前念诵超度经文。楚元稹站在一旁看着，沉默不言。这样的事自入冬以来，他们遭遇了许多次，年年都有冻死骨，只是今年冬天特别难挨。那些家境贫寒的尚还能苟延残喘，流离失所的或流民或乞丐，基本不可能熬过这个冬天。那么今年冬天会死多少人？楚元稹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样的人口缩减将带来非常可怕的负面影响。他更加知道这一切只是前奏而已，冬天才刚开始，而整个冬天依然是前奏。不如归去。楚状元轻声道，这句话分不清是对坟头里的祖孙说，还是对自己说。清信园。许七安定时醒来，感受到怀里温软的娇躯，下意识地便搂住对方的腰肢，把脸埋在美人的脖颈。下一刻，他猛地睁开眼，意识到了不对劲。昨夜的双修，在保守的骆玉衡半推半就中，于温泉中结束，让许七安的阅历又增加了1分。水中双修，肉体的欢愉程度并不比在床榻好，但双修体验、感官刺激以及心理满足程度，嘿嘿嘿。回屋后，闲者时间的骆玉衡没让他进屋，许七安是在外室休息的。那么问题来了，怀里的女人是谁？是骆玉衡。许七安视线里出现国师绝色容颜，今天的她宛如晨雾里的丁香花，结着淡淡的哀愁。醒了。骆玉衡笑了笑，把头枕在他的肩膀，轻声说：“不要动，我想就这样靠着你，这样比较安心。”说着，他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像蒲扇，微微颤动。今天的国师好像有些不一样。许七安观察敌情，脑海里迅速掠过七情、惧、怒、欲已经过去，剩下4种情绪里，哪一种是现在的他？不知过了多久，听着屋外风雪声，骆玉衡双手勾住他的脖颈，柔声道：“上阁楼观雪。”清信园阁楼不少，最高的是一座4层高楼，每一层都有瞭望台，是公孙向阳用来宴请宾客、登高望远的地方。4楼的酒厅里，软席上，骆玉衡依偎在许七安怀里，套着长款道袍，酥胸半露，秀发凌乱。他脸蛋酡红，眉眼妩媚，还沉浸在欢愉的余味中。许七安一手端酒杯，一手揽着国师的肩，进入贤者时间，无喜无悲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大雪依旧。骆玉衡拿过他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悠悠叹息：“举杯独醉，饮罢飞雪，茫然又一年岁。”许七安，你可知我年龄？许七安是叹道：“40。”骆玉衡没说话，眼里的哀愁愈浓。这算什么？
等您度过天劫，便是陆地神仙，寿元绵长，青春永驻。便是400岁，也比18岁的女子要美貌动人。许七安立刻送上甜言蜜语。骆玉衡微微摇头，我的年纪做你娘都绰绰有余，木南之说的没错。他面露哀愁，我深知非你良配，传出去更容易招人笑话。许七安嘴角抽动一下，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国师是个女文青，和女文青说话，一句无心之失，可能就会触动对方内心敏感的地方。换成其他女文青，许七安是不愿理会的。但既然是国师，他心里一动，深情道：爱是不分年龄和种族的，我与国师情投意合，何必在意外人的眼光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国师在我心里高于生命。论及甜言蜜语，许白嫖的段位其实不比圣子差，只不过和他有瓜葛的女人段位都高，甜言蜜语作用不大，只有表表会喜滋滋。许七安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想拉着国师射死，趁他现在是文青状态，怂恿他说一些将来想起来会羞耻的满地打滚的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骆玉衡喃喃念叨几遍，脸蛋涌起一阵奇异的潮红，柔声道：不枉我苦熬20年，没有和袁景帝妥协。等你江湖之行结束，我们便正式结为道侣。许七安谆谆善诱道：快说你爱我。骆玉衡脸蛋涨红，嗔道：讨厌，快叫许郎。许郎。许七安打了个寒战，浑身鸡皮疙瘩，内心却格外亢奋。哈哈，国师，你也有今天。等双修结束，恢复原样，你想起这7天的经历，肯定羞耻的满地打滚，看你以后怎么在我面前端架子。骆玉衡羞涩一下，忽的又被哀愁取代，叹息着说：当日金莲与我说，你身怀气运，是最好的双修对象，能助我浇灭业火，我本是抗拒的。双修便意味着要结为道侣，但彼时的你只是一个小小的银罗。可后来你渐渐崭露头角，楚州屠城案后，我其实心里便认可你了，觉得你若是成长起来，做我的双修道侣也未尝不可。那时候起，我便想着如何与你增进关系。可我的年纪能做你娘了，既是国师，也是到手，实在拉不下脸，为此苦恼了许久。仅是送你福建，我就已经犹豫了许久。后来你去楚州，我仍只是通过楚元稹把护身符送出去，其实是想当面送你的。后来你因为要查远景，不得不求我帮助，我当时心里一阵窃喜。许七安越听越不对劲，听到这里，他突然慌了。国师您闭嘴吧，求您了，我只是想你射死，没想找死啊。骆玉衡把自己的内心经历说出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等他恢复，想起这段话，大概率会一剑劈了他，杀人灭口。你怎么了？心跳如此狂乱。骆玉衡蹙眉道：没什么，就是有些害怕。许七安僵硬地扯了一下嘴角。话说回来，他也因此证实骆玉衡对他确实有好感，并不是单纯的利用。哀人格继承的是对他的好感，但大概率放大了，真实的骆玉衡对他的情谊没这么夸张。不过这是以前，这次双修之后，这份情谊或多或少会有质变。这时骆玉衡眉头微皱，望向外边，有人在冲击结界。他旋即裹好袍子，系好腰带，把裸露的春光遮挡住。而许七安已经起身，信步走到瞭望台，低头俯瞰。白茫茫一片的楼下，李灵素立于小径，操纵飞剑不停地冲击结界。他似乎没有发现瞭望台上的许七安，直到骆玉衡撤了符箓，圣子心有所感，抬头看来，高声道：前辈，公孙家传信，发现你要找的那小子了，找到龙气宿主了。许七安心头狂喜，双手在栏杆上一撑，从4楼轻飘飘跃下。那小子在哪？说话的同时，他朝后招了招手，浅蓝色长袍追着飞了出来，罩在他身上。李灵素本来没什么的，但余光看见骆玉衡也从瞭望台飞下来。国师素面朝天，用一根道簪将秀发盘起，简洁利落。与数日前相比，他气质大变，眉宇间结着淡淡的哀愁，脸蛋红晕未退，眉目妩媚婉约，如花美眷。李灵素内心感慨一声，强迫自己不再看他，正了正脸色，道：在一座叫春意浓的青楼。春意浓？许七安皱着眉头，沉吟道：这不是正经的春楼名字，青楼的尾缀通常是楼、馆、阁等，是规格而定，它本身便不是正经的青楼，准确的说是书舍。李灵素说着公孙家族递来的情报，道：原本是由一位喜好诗文的富家千金创办，专门宴请读书人，举办文会。后来家中遭了变故，一蹶不振，便将书舍改成了青楼，聘请一些同样家道中落但颇有才情的女子卖艺，为书生红袖添香。说完，李灵素困惑地想，徐谦似乎很懂青楼。许七安当即了然，脑海里浮现4个字：主题会所。这类性质的场所在大凤很常见，最出名的就是勾栏。
勾栏的主题是戏曲杂技等等，但同样从事皮肉生意。另外还有一些道观也是这类性质，里面全是肤白貌美的道姑，会装模作样的和香客讲道说经，说着说着就开始滚床单。从香客的角度来说，他们睡的不是风尘女子，而是道姑，格调完全不同。这个春意浓亦是此理。许七安侧头看向骆玉衡，国师，我们一起去，保守起见，带上骆玉衡，有充足的战力来对抗不确定风险。大脚场营房，陈密探探出手，抓住飞入院内的信鸽，抽出捆在爪子上的细竹管。他展开看完，朝着身后的姬玄等人说道：找到龙气宿主了。原本打算用过早膳后外出搜寻的姬玄团队闻言惊喜不已。在哪？星宿之一的白虎追问道。陈密探笑了一声，在一座叫春意浓的青楼。昨夜因为一个女人和嫖客发生冲突，闹得挺大，事情传开，这才暴露了藏身点。蕉叶老道摇头失笑，难怪遍寻客栈都没找到他，原来这小子藏到青楼里了。许元双纠正道，这不是藏，是气运冥冥中在趋吉避凶，让他避开了客栈。柳红棉和许元双不对付，娇笑道，依照你这么说，他便不该和嫖客起冲突，而是在我们找到他之前老老实实的藏着。许元双俏脸清冷，淡淡道，他或许已经离开，又一次提前避开我们，亦或者有气运更盛的人在寻他。不要忘了，徐谦有2道龙气伴身，在他的解读里，那位龙气宿主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徐谦在找他。事不宜迟，速速过去。姬玄看向陈密探，语速极快，以公孙家在雍州的耳目，获取情报的速度恐怕不比我们慢。陈密探点头，我即刻通知佛门僧人，对方有骆玉衡撑腰，单凭我们应付不了。蕉叶老道突然说，最好别现身，埋伏在附近，免得惊退对方。春意浓，陈设雅致古香古色的书房里，披着轻纱，身姿曼妙的女子坐在书桌后看书，桌上的金兽吐着袅袅檀香。这位姑娘容貌秀丽，捧卷读书时有着一股子大家闺秀的知书达理，但她的穿着又暗含色欲，勾引着男人2种气质结合，交织出难言的诱惑力。苗有芳站在窗边，欣赏着窗外的雪景，大雪纷纷扬扬。过了半晌，回头看一眼桌边美人，她挠了挠头。当日一剑斩杀6伯赌坊老板，快意恩仇后，苗有芳本来打算找家客栈入住，途中偶遇一名窃贼抢夺良家女子的荷包，他路见不平出手相助，替姑娘抢回钱包，打走窃贼。没想到那位貌美如花的姑娘是这春意浓的头牌之一，叫紫渊。紫渊姑娘对他极有好感，邀请他留宿春意浓。苗有芳是个气血旺盛的青年，哪受得了诱惑，一边不行不行，一边把裤子脱了。昨夜一位书生打扮的公子哥非要紫渊姑娘陪读，态度强硬，紫渊姑娘不愿，他便霸王硬上弓，被苗有芳教训了一顿，赶出春意浓。苗有芳啊苗有芳，你是要成为一代大侠的人，不能再留恋美色了。苗有芳咳嗽一声道，紫渊姑娘，我今日就要走了。书桌后的姑娘抬眸看来，柔声道，苗公子欲在武林大会上挑战强者，魔力武道，与其住营房，不如留宿小女子处，这是不让他走。苗有芳一时语塞，他的直觉催促着他离开这里。苗有芳认为这是自己2日来沉迷紫渊姑娘的美色，因此有了负罪感。正因为要挑战高手，魔力武道，我才不能分心，需专心修炼。紫渊姑娘抿了抿红唇，眼里闪过失望，温言软语道，公子明日再走可好？苗有芳一阵纠正，面露难色。作为经验浅薄之人，他没法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哄骗女子的话。这时一只麻雀振翅飞来，落在窗台，黑纽扣般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2人。距离春意浓100米外的小巷里，3名戴着帷帽的人静静站立，他们的肩头帽檐积着浅浅的一层雪。前辈怎么样？其中一位男子低声问道。画像上的那个人就在里面。许七安一边共享着麻雀的视野，一边分心回答李灵素。他很谨慎，考虑到事情已经过去1夜，佛门和天机宫那边多半也知道了消息，所以没有贸然闯入，选择操纵麻雀先去探查一番。国师，劳烦你把人带出来，我们去清信园会合。许七安扭头伸出手握住骆玉衡拢在袖中的柔仪，在他掌心捏了捏。恶心！李灵素留意到这个细节，心里愤愤不平地骂了一句，他感觉自己被冒犯到了。骆玉衡轻柔的嗯一声，正要御空而去，忽然一愣，低头看一眼骤然握紧的大手。砰！苗有芳正想着如何拒绝，房门被暴力踹开，一伙人闯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温和俊朗的年轻人，嘴角带着微微的笑意，给人很好说话的感觉。他的身后分别是气质清冷的少女，背着长枪的冷峻少年，千娇百媚的成熟女子，穿陈旧道衣的老者，高大魁梧的壮汉，
以及裹着色彩斑斓长袍的南疆人，正是他在青州时莫名其妙结下的仇家。除了这伙人，还有2名年轻和尚，一位眉眼温和，一位气场强势。他们怎么在这里？他们是冲我来的？为什么？一个个疑问在心里闪过。苗有芳的反应没有因此缓慢，当机立断的跃起，就要跳窗逃走。阿弥陀佛，回头是岸。突然，耳边响起温和醇厚的声音。苗有芳身子一僵，行动阻滞，不受控制地转回身。白虎和静元同时出手，一左一右按住苗有芳的肩膀，并同时朝自己这边拉扯。哼！静元冷哼一声，握拳直击白虎面门。后者狞笑着还击，两拳碰撞，气机轰的一炸。书房里，挂画、香炉、瓷瓶等陈设纷纷炸裂。正惊惧不已的紫渊姑娘胸口如撞，脸色陡然苍白，吐出一口鲜血，软绵绵地趴在桌上，生死不知。紫渊姑娘，苗有芳目眦欲裂。姬玄侧头看着静心，淡淡道：事先说好的，龙气宿主归我们所有。静心双手合十，责怪道：静元。武僧静元皱了皱眉，不悦地松开苗有芳，不再抢夺。苗有芳双目赤红，咬牙切齿道：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要针对我，但既然我已无反抗能力，你们为何还要伤及无辜？没有人搭理他，似乎是这个小人物不值得浪费口舌。带走吧，到外面溜一圈，让那位迟到的朋友看看。姬玄看向表妹许元霜，这位姑娘受了些伤。许元霜不见表情地说道：我的东西被徐谦抢走了。姬玄一拍脑袋，摘下腰间的锦囊递过去。等许元霜给那个继子喂了疗伤药，一行人离开春意浓。不必了。许七安叹了口气，人已经被他们带走。李灵素闻言一阵后怕，如果到手刚才出面，很可能遭遇佛门罗汉和金刚的联手伏击。垂下的轻纱里，骆玉衡眉眼凝着哀愁，轻叹道：我要是早些晋升一品就好了。哀人阁有三宝，叹气哀愁都怪我。前辈，这下子不好办了，看来只能放弃此人，寻找下一个目标。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所以李灵素尽管失望，但也没太过焦急。对我来说，9道龙气是必须要集齐的。许七安沉吟道：我已经预料到这个可能，所以准备了另一套方案。李灵素下意识地问道：什么方案？刚问完，他的帷帽就被许七安摘掉。李灵素对此感到困惑，还没等他发问，只见徐谦这个糟老头子抬起脚，把他狠狠踹出小巷。与此同时，他听见徐谦气韵丹田，声如惊雷：天宗圣子李灵素在此。李灵素万万没想到，一直被自己信赖的徐前辈竟是做出这等丧心病狂的事。更丧心病狂的是，他看见徐谦吼完，冷静地摸出一块圆形玉佩，冷静地捏碎。咔嚓声里，一道青光裹住徐谦和骆玉衡，消失不见。下一刻，金色的巨掌从天而降，笼罩了这片区域。罗汉出手了。李灵素一片绝望。巨掌从天而降，宛如山峰压顶，让李灵素感受到了窒息般的压力，连逃跑、闪避的想法都没有，心里只剩等死的念头。李灵素绝望地看着天空被巨掌遮盖，他的瞳孔里只剩一片金光，他的意识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阿弥陀佛，念诵佛号的声音把圣子从浑噩状态唤醒，他茫然四顾，这是一片祥云笼罩的世界，天空的云层间透出灿灿的金光，耳畔回荡着似有似无的梵唱。这一瞬间，李灵素内心澄澈清明，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忍不住就想双手合十。施主是何人？恢宏浩大的声音传来，前方天空端坐一道巨大的身影，浮空的莲花台有小山那么大，莲台上盘坐的白眉罗汉更是宛如擎天的巨人。李灵素愈发觉得自身渺小，升起遁入空门的冲动。并非李灵素心智不坚定，身在佛境，面对一位罗汉，若是能保守本心毫不动摇，那才奇怪。只有最桀骜的武夫才能抵御重佛心理。贫道李灵素，天宗圣子。他心境平和的坦白身份。普通禅师的戒律尚有迹可循，需要念诵出声音，而罗汉的戒律无形无迹。徐先生在何处？雍州城北郊清信园。李灵素心境平和的卖了队友。身边有何人？杜秦罗汉拈花浅笑，不见张嘴，恢宏威严的声音回荡在佛境中。仁宗道首骆玉衡，以及大凤第一美人镇北王妃木南枝。李灵素道，他自己都没发现，声音变得酸溜溜。今日所欲为何？欲夺龙气宿主，奈何晚了一步，被大师捷足先登。李灵素惋惜道，为何将你暴露出来？罗汉又问，不知。李灵素摇摇头，忽地悲愤道，徐谦此贼不当人子，我一路上任劳任怨，对他恭恭敬敬，紧要关头他竟出卖了我，我应该先早一步把他出卖。他不但和骆玉衡有一腿，连大凤第一美人也是他妻子。大师嫉妒使我面目可憎。他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边回答杜秦罗汉的问题，
一边阐述自己的烦恼。杜秦罗汉缓缓道：“色即是空。”李灵素如遭雷击，内心的嫉妒烟消云散，喃喃道：“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反复念叨不停，似有所悟。客栈里，玄成道长汇总着今日的消息，说道：“我打听到一件事，那徐谦以前来过雍州，似是与本地的公孙家族交涉颇深。明日我便拜访公孙山庄。”说完，他看向冰夷元君，等待对方的情报。冰夷元君淡淡道：“这2日，佛门金刚频频率僧众出没，漫无目的游荡，他们应该歇息在佛境中，我没有找到可乘之机劫掠僧人拷问情报。”李妙真盘坐在一旁，多此一举地做总结。今日2位收效甚微。冰夷元君和玄成道士冷漠地看他一眼。冰夷元君面无表情地说道：“下山游历2年，太上忘情没有领悟，油腔滑调的本事学了不少，看来禁闭清修很有必要。”啊，这都怪许七安。李妙真连忙闭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在云州带兵时还是一个正经的圣女，去了京城，与姓许的厮混半载，渐渐染上她的一些坏毛病。正说着，窗门笃笃2声，天宗3人同时看向窗户。玄成道长挥了挥手，窗门敞开，一只麻雀飞了进来，立在桌边，口吐人言：“在下徐谦。”徐谦、冰夷元君和玄成道长没什么表情的对视一眼。对于缺乏情感波动的天宗门人来说，这个小小的细节足以说明他们内心的惊讶和重视。许七安，李妙真眼睛瞬间明亮，容光焕发，那无法控制的笑意刚一泛起，又心虚的压了下去，小心翼翼看一眼师傅，见他没注意自己，顿时如释重负。新谷，冰夷元君审视麻雀，与玄成道长一齐行道礼：“见过道友。”2位道友好。许七安忍住用翅膀拱手的冲动，保持着高人的格调。在玄成道长和冰夷元君审视着他的时候，他也在观察2位天宗高手。玄成道长蓄着极凶的清虚，有一双极具威严的丹凤眼，这让许七安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关二爷形象。冰夷元君是一位看不出年纪的女人，她有着极为出众的美貌，以及成熟妇人独有丰腴身段。她的气质冷冷冰冰，宛如没有生气的精致木偶，秀美绝伦的脸庞缺乏表情。至于忘情少女李妙真，许七安瞄了一眼，便错开视线。他缓缓说道：“贵派的圣子李灵素正与我结伴游历江湖。”玄成道长面无表情，语气冷淡：“孽徒在何处？”他如此冷淡，并不是在表达不满，而是天宗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格。许七安道：“李灵素被佛门罗汉抓走了。”说完，他并没有在冰夷元君和玄成道长脸上看到愤怒、震惊、担忧等情绪，2位天宗长辈一如既往的扑克脸，这让许七安对自己的计划产生了质疑。李灵素真的能让2位天宗3品下决心和佛门翻脸？玄成道长默然道：“夺回来便是。劳烦道友详细说说事情经过。”呼，你们天宗真是的。许七安松了口气，啄了啄鸟头：“不介意的话，我的真身过来详谈。”冰夷元君语气不含波动道：“恭候道友。”麻雀啄啄头，振翅飞走。冰夷元君澄澈的瞳孔里映出麻雀飞走的影子，收回目光，向玄成道长传音，他使用的是心蛊的手段。元神附身动物和心蛊控制动物是2种概念，前者的招牌人物是橘猫道长，上猫时道长肉身无法动弹，心蛊则更像是将动物转化为分身或操控动物的意念、情绪等。玄成道长颔首补充道：“蛊术手段平平，没有我们预想中的那么强大，此人的真实修为应当是3品。他们之前对徐谦这号人物的判断是3品打底，大概率2品，不可能是1品。如今打了一个照面，虽然只是分身，对他们这个段位的强者来说，足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冰夷元君和玄成道长是通过徐谦以心蛊手段控制麻雀，根据对方的元神波动做出的判断。独独，这时敲门声传来，玄成道长朗声道：“请进。”格子门应声推开，一名蓝袍青年跨过门槛进入客房。玄成道长和冰夷元君的瞳孔齐齐透明化，天宗的天人合一心法发动，对许七安来了一次格物致知。但是在2位天宗3品高手的眼里，徐谦就如同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异常。这就是最大的异常。天宗的天人合一心法是一种感悟天地与自然同化的法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把周围的一切化为己用，它同样是一种极高深的探查手段。可是以他们3品的修为，探查徐谦的底细，竟什么都无法感知到。普通人？徐谦怎么可能是普通人？玄成道长和冰夷元君微微颔首，招呼道：“道友请坐。”李妙真一双亮晶晶的眸子牢牢粘在他身上。飞燕女侠试图在徐谦身上寻找许七安的痕迹，但她失望了。徐谦神色平静温和，富有高人气质，沉稳内敛，而许七安眉目跳脱，
有一股紫风锐张扬的少年气，装的还挺像的。要不是早知道你身份，我也认不出来。难怪李灵素被你骗得团团转。他在心里嘀咕一声。许七安入座后，迎着两位天宗高手的冷漠的目光，开门见山道：“说来惭愧，李灵素被佛门掳走，是因为我的缘故。”当下简单的讲述了他和李灵素偶遇、结伴游历的经过，以及李灵素被罗汉抓走的原因。这里他做了一番改动，称李灵素过于急躁，被对方以龙气宿主为鱼饵，诱骗了出来。当时罗汉亲自在场，我无法搭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失手被擒，险些丧命，甚是凄惨。许七安说着，看一眼玄成道长和冰夷元君，不出意外，两人面无表情，永远也无法从天宗道士脸上看到任何情绪变化。许七安心里吐槽，目光在冰夷元君姣好的脸庞停顿一下，这不就是前世动漫里的三无少女吗？哦不，三无阿姨。玄成道长沉吟许久，道友和佛门似乎在争夺龙气。他在向许七安打探龙气的情报，许七安点头，为了表示诚意，他说道：“龙气是龙脉之灵，大凤皇帝被斩后，他也因种种意外溃散。龙气不能归位的话，大凤王朝有覆灭的危机。”玄成道长恍然的点了点头。关于龙气，他和冰夷元君有过几次讨论，差不多猜出了真相。如今得到徐谦的证实，才确认猜测没有出错。冰夷元君语气平淡的点评：“佛门一直试图染指中原。”许七安顺势道：“在下此来是想请两位出手相助，击退佛门的罗汉和金刚，救回圣子。我们合则两利。”许七安现在口气这么狂了吗？李妙真暗自嘀咕。玄成道长没有立刻答应，默然片刻，道：“按照道友所说，佛门有一位罗汉，2位金刚，更有天机宫的3品战力以及一众4品。单凭我们，如何击退佛门？如何救出圣子？”冰夷元君则说道：“此事里当回禀天尊，由他定夺。天宗之人不会被师徒之情所困，救圣子难度太大，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更稳妥的办法找天尊。想以师徒之情、同门之意让姬他们出手，很难。不急。”许七安抬了抬手：“两位听我说完再做定夺。其实我方也有一位2品巅峰高手，而且你们不会陌生。”他没有卖关子，看向门口喊道：“国师，请进。”冰夷元君、玄成道长和李妙真齐齐扭头看向房门。几秒后，客房的门再一次推开，进来一位戴着帷帽、身穿道袍的高挑女子。她挥了挥手，房门自动关闭，接着摘下帷帽，容貌绝美，眉宇间凝结着淡淡的哀愁。正是人宗道手落玉衡，2品巅峰的超级强者。终于，玄成道长和冰夷元君缺乏表情的脸上有了些许表情变化。见过道手，3位天宗门人默契地行了个道理。骆玉衡点了一下头，在许七安身边坐下，柔声道：“我负责擒拿罗汉，你们要做的是为我扫清障碍，拖住2位金刚，无需死斗，尽量纠缠便是了。”许七安补充道：“到时司天监的孙玄机也会出力。”玄成道长和冰夷元君再无异议，前者微微点头。可有详细周密的计划？许七安笑道：“没有，2位的存在暂时无人得知，冰柜神速便是最好的计划。”李妙真假装不认识徐谦，默默旁听。他看看许七安，又看看骆玉衡，仔细回忆了一下，不记得姓许的和人宗道手有什么深厚交情啊。雍州城外，一行人行走在官道上，道路泥泞，两侧上有染着泥浆的积雪未化。他们分别是姬玄的7人团队，以及佛门静心和静元为首的僧众。苗有芳迫于无奈，裹挟在队伍中，跟着这伙人离开雍州城。为什么要出城？被枪的少年郎许元怀皱眉问道。因为佛门的高僧们慈悲为怀，不愿伤及无辜。柳红棉笑盈盈的回答，语气和表情里夹杂着嘲讽俊秀的静心面带微笑，语气温和的解释道：雍州人口稠密，在城中爆发大战，注定死伤惨重。北境的楚州城便是在一群3品强者的混战中夷为平地。而且徐谦是朝廷的人，他必然不会上钩。许元怀没再说话，似是接受这个说法。苗有芳忍不住了，骂咧咧道：要杀要剐只管来，老子皱一皱眉头，便不是大侠。只是在那之前，你们好歹让我做个明白鬼。他恶狠狠地等着前头的姬玄。你是他们的老大，你来说，老子招你们惹你们了？从青州追到雍州，图什么？老子是睡了你娘，还是你媳妇？蕉叶老道笑着摇头：臭小子口无遮拦，若在乾隆城，就凭你这句话变得诛3族。爸，你既好奇，老道便随你聊聊。小子，你现在是堪到了6品的境界，只差一步就凝成铜皮铁骨。我且问你，从炼神到铜皮铁骨，你用了多久？苗有芳不明白他提这个作甚，没好气道：1个月。蕉叶老道又问：从炼精进到炼气，
你又用了多久？苗有芳不屑地哼哼道：“我9岁开始习武，今年22，你说我用了多久？”他其实是不会算数，故意做出不屑的姿态来掩盖这个事实。蕉叶老道顺势又问：“练气也好，练神也罢，乃至铜皮铁骨，都是极耗时间的。你却只用了1个月，便将丹田储满，开拓了元神。如今体表神光若隐若现，你就不觉得奇怪？没想过其中原因？”苗有芳神色陡然一愣，他很快想到了原因，哼道：“本大爷天赋过人，资质聪颖，嫉妒了。”姬玄回过头来笑了一声：“要说天赋，这里哪个不比你强？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一路晋升并非资质多好，而是奇遇连连吧？”苗有芳愕然道：“你怎么知道？”蕉叶老道摇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明白了吗？”苗有芳沉默了，眉头紧锁，若有所思。突然他发现队伍停了下来，这群强大的家伙默契地刹住脚步，然后盯着前方官道，如临大敌。苗有芳扫过身边蕉叶道长、柳红棉等人，个个神色凝重，而那个背枪的少年则双目赤红，像是见了杀父仇人似的。少年身边的清丽女子神色复杂，很少女姿态地咬了咬唇。苗有芳举目远眺，看见前方官道有一人拦路，穿着猎猎翻飞的青袍，手持一柄窄口长刀。他右手持刀，寒风撩起衣袍，抚动长发，就这么挡在一行人的面前。他神色平静，双眼宛如不见底的深渊。徐谦、静心和静元神色复杂，双手合十，低声念诵佛号。姬玄下意识地眯起眼，仔细地审视着蓝袍男子。柳红棉经过最初的凝重和惊讶后，美艳的脸庞恢复轻松，有罗汉有金刚，有苍龙七宿打头阵，她有轻松的底气，于是开始审视这个传闻中的徐谦，以女人的视角来审视。柳红棉不得不承认，从气质和气度等方面来看，此人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以他这样推崇皮相的人，也得承认刚才一刹那有些被惊艳到。可惜相貌太平庸了。不提姬玄和许元怀这两人皮相极佳的，就算是苗有芳，好歹也是五官周正，有些小小的俊朗。这些人里最兴奋的还是启欢丹香，他对许七安连续施展数种蛊术的行为耿耿于怀，牢记于心，充满了对真相的渴求。阿弥陀佛，许施主，你到底还是来了。静心双手合十，脱离人群，独自上前，平静地看向许七安。许施主皈依佛门，以你的资质以及与佛门的因果，将来未必不能与迦罗树菩萨平起平坐。迦罗树菩萨是佛陀之下第一人。闻言，姬玄等人有些摸不准情况，愕然地看着静心的背影。他在说什么啊？佛门想拉拢徐谦是可以理解的，和尚们常常强行渡人入空门。可静心和尚刚才的一番话，已经不是拉拢可以解释，简直大逆不道。这是怎么回事？柳红棉嘀咕一声，看向了姬玄。姬玄眉头紧锁，继而舒展，面带笑容地问不远处的静元：“静元大师，静心禅师此言何意？”静元神色冷傲，并不回答。姬玄便没再问。小团队之间互相传音：“佛门有事瞒着我们，与迦罗树平起平坐，平起平坐，简直可笑。迦罗树在一品之中，也是近乎无敌的存在。但是没有原因的话，这静心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七人传音交流，柳红棉、启欢丹香、许元怀三人愕然居多。许元双秀气的眉头微蹙，似乎把握到了什么。蕉叶道长同样如此，唯有姬玄和白虎两人眼里闪烁一抹难言的震惊。他们终于意识到了某个真相。身为乾隆城主的子嗣，28星宿之一的白虎，他们知道的情报比柳红棉等人更详细、更多。废话少说，把那小子交给我，便饶你们一命。许七安的目光掠过静心，望向被守护在人群中的苗有芳。他也是冲着我来的。苗有芳脸色陡然一变，静心失望的摇头。既然徐施主执迷不悟，那便只有让你接受佛光洗礼了，恭请罗汉。说到最后4个字时，他神色虔诚，声音响亮。蔚蓝的天空中，一束束澄澈明净的佛光亮起，万千道光束的中心是一位端坐在莲花台的枯瘦老和尚，白眉垂在脸颊两侧，眸子半合，双手拈花。佛子，随本坐回阿兰陀。老和尚眸子骤然睁开，声如雷霆，如寒天威。下方众人脑海轰的一阵，短暂的失聪，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脑子里只剩下皈依佛门的冲动，而佛门众僧下意识的双手合十，虔诚的念诵佛号。这时狂笑声把他们从虔诚的状态，从皈依佛门的状态中惊醒。紧接着是那徐谦的高声回应：“大奉五夫，不入佛门。”他持着刀傲然而立，竟半点不受影响。姬玄、许元怀、白虎以及柳红棉这几个修武道的人心里泛起复杂的情绪。同样身为武夫，他们刚才却控制不住自己皈依佛门的冲动。武夫讲究心性，桀骜不驯，
以力犯境，与人斗，与天斗，与自己斗。信念越纯粹，武道之路越能勇猛精进。这徐谦竟能在二品罗汉的威压中丝毫不动摇。柳红棉抿了抿嘴，深深看一眼蓝袍男子。另一边，杜秦罗汉探出手，巨大的佛掌当空凝聚，从天而降，要将徐谦抓走。当时时，天边掠来一道黄黄剑光，宛如流星划过长空。剑气之下，金色巨掌轰然破碎。众人顺着剑气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身穿雨衣、头戴莲花冠的女子御剑而来。她美若天仙，眉心的朱砂灼灼醒目。骆玉衡，人宗道首，二品巅峰，这是一位真正站在九州大陆金字塔般的人物。纵观各大势力，女子之中，现如今有3位是当之无愧的巅峰强者。他们分别是佛门的琉璃菩萨、万妖国王国公主九尾天狐，以及人宗道首骆玉衡。柳红棉和许元霜都是自负美貌的女子，可当他们看见谪仙般的女子国师，竟涌起自惭形秽的情绪。面对横空出世的骆玉衡，杜秦罗汉毫不意外，甚至是就等他出现一般。罗汉缓缓道：骆玉衡，你距离天劫只有1步之遥，业火缠身的滋味不好受吧？京城时你与黑莲一战，业火已处在失控的边缘，佛门不遇与道门不死不休，你若识趣便退去，不然……底下众人听着杜秦罗汉说着闻所未闻的隐秘，心情各不相同。人宗修行功法业火缠身，黑莲是谁，竟能与骆玉衡激战？骆玉衡的业火已经濒临失控，骆玉衡业火濒临失控。佛门众僧面露喜色，姬玄等人也振奋起来。哪怕对罗汉信心十足，哪怕知道己方有2位金刚和苍龙七宿，可是骆玉衡的威名太盛，一旦罗汉招架不住，这样一位顶级强者足以改变局势，所以他们对骆玉衡一直心存忌惮。在众人的计划里，由罗汉拖住骆玉衡，其余人速战速决。等把徐谦制服，金刚和苍龙七宿腾出手，帮助杜秦罗汉对付骆玉衡，如此才是万无一失。可现在看来，完全不必那么谨慎。骆玉衡的状态真有杜秦罗汉说的那么糟糕的话，单凭罗汉出手便足以压制骆玉衡，不然如何？女子国师挑了挑精致好看的眉毛，仁宗或许要换一位到手。杜秦罗汉淡淡道。骆玉衡冷笑一声，从虚空中抓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朝杜秦罗汉抛去剑光宣喝。众人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眼球滚烫，热泪狂流。铁剑贯穿了杜秦罗汉，在他胸口透出一个大洞，但没有鲜血流出。下一刻，杜秦罗汉胸口的伤势恢复。杜秦罗汉拈花微笑，本座修的是不生果位。骆玉衡哼了一声，操纵飞剑来回贯穿杜秦罗汉，在他身体制造出一个个可怕狰狞的剑伤。然而杜秦罗汉微笑之间，伤势尽去。不生果位，修成此国者，不生不死，永受供奉，执迷不悟。杜秦罗汉摇摇头，无视锲而不舍攻击的铁剑，屈指弹出一道金光。金光普照之下，骆玉衡的身体出现令人啧舌的变化，他迅速苍老，满满胶原蛋白的容颜生出褶皱，乌黑的秀发转变。顷刻间，绝色美人变成了白发3000丈的迟暮之年。在额颈，生机从他体内焕发，身高缩减，褶皱进去，她变成了婴儿，变成了女童，变成了少女，变成了成熟妩媚的女子，然后又一次变得白发苍苍。短短几息内，骆玉衡经历了一次轮回，他似乎陷入了这种轮回中，难以挣脱。这就是佛门的不生果位，仅次于杀贼果位的不生果位。姬玄轻声道。贫道游历江湖数10年，这回算是长见识了。蕉叶道长感慨道。其他人又敬畏又振奋。这时铁剑飞回骆玉衡手中，此时的她是一个粉嫩可爱的女童。握住铁剑的刹那，无尽的轮回破灭，骆玉衡恢复了身段高挑的绝色美人形象。我便破了你的不生果位。他素手高举铁剑，一瓣莲花从他身后浮现，接着是2瓣、3瓣、4瓣，整整9瓣莲花将他簇拥在中央。每一瓣莲花都蕴含着可怕的剑势，9瓣莲花合拢，化作剑气汇于铁剑之中。人宗气剑中最顶级的剑法莲华。围观的众人肝胆欲裂，仅是目睹莲华剑法，便不可遏制地涌起绝望。去！骆玉衡抛出铁剑，铁剑化作流光，逆空而上，瞬息间撞中渡秦罗汉。天空响起焦雷，可怕的剑气如密集的暴雨。下方的姬玄等人，佛门众僧惊恐的逃窜，避之不及。噗噗，3名禅师速度不行，逃得慢了，立刻死于非命，被剑气搅成肉泥。这波爆发没有持续多久，武僧静元仗着金刚神功硬扛了几道零散剑气，迫不及待地抬头查看空中情况。空中剑气余波未了，刺得静元泪水狂流。几秒后，他终于看清了空中的情况。静元瞳孔剧烈收缩，脸色苍白，只见蔚蓝天空之下，莲花台上
盘坐着一具残缺的身体，头颅连带着半个胸口毁于剑下，残缺的胸口处暗金色的鲜血流淌，隐约可见里面的内脏。不生果位是不会受伤的，任何强势都是虚妄。难道杜秦罗汉的不生果位？罗汉死了，杜秦罗汉死了。这时看清空中情况的柳红棉失声惊呼，这句话引发了佛门僧众的惶恐情绪。许元怀脸色一沉，朝静心吼道：不是说骆玉衡业火灼身，体有隐疾吗？这是怎么回事？静心满脸凝重，一言不发。白虎悄然靠向许家姐弟，他本次随行主要任务是保护许家姐弟，一旦有危险便立即画出原形，带着许元怀和许元双逃离。风从虎以他的天赋能力，绝对能带领姐弟俩安全撤退。众人惶恐之际，杜秦罗汉肉身佛光缭绕，血肉蠕动，复原恢复原样。忽，静心禅师悄然松了口气，淡淡道：无妨，杜秦罗汉是不会死的。众人也随之松口气，但心情依旧沉重。显而易见，仁宗道手骆玉衡的状态并不是杜秦罗汉说的那般虚弱，刚才那一剑简直强得惊人，就算杜秦罗汉自己也吃了大亏。杜秦罗汉肉身复原后，脸色沉凝地盯着骆玉衡：你竟以平息业火？骆玉衡红唇翘起：仁宗换不换到手我不知道，但今日阿兰陀会少一个罗汉。好狂！佛门众僧大怒，可当他们把目光投向杜秦罗汉时，愕然发现罗汉竟没有反驳。众人心头一沉，忍不住看向远处的徐谦。徐谦自始至终都神色平静，信心十足，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许元双神色一下子复杂起来。杜秦罗汉祭出一口金钵，金钵倒扣，洒下澄澈金光，几道人影在金光中显形。身高8尺，无须无眉无发，宛如黄铜雕塑的肚南金刚，相貌丑陋，眼神凶恶的修罗金刚杜凡。8名身披斗篷，身材略显臃肿的苍龙七宿，豪华阵容。苗有方瞠目结舌，那拦路男子的出现已经让他摸不着头脑，结果又有更可怕的强者接二连三的涌现，这让他震惊之余涌起强烈的荒诞之感。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为什么会卷入这种层次的交锋？我是谁？我在哪里？脑子里全是问号。骆玉衡眯着眼，仅是看一眼金钵，未曾做出应对，身形便被金光覆盖淹没，然后消失在众人眼前。杜秦罗汉伸出掌心，将金钵托在手中，淡淡的俯瞰许七安，转而看向肚南金刚和杜凡金刚，沉声道：骆玉衡2品巅峰的全盛状态，我非他敌手，只能将他困在佛境，尔等速战速决，不可拖延。说话间，他掌心的金钵剧烈震动，仅凭这件法器无法困住骆玉衡。肚南金刚双手合十，是。杜秦罗汉这才放心的颔首，投身入金钵中。2名2品强者进入金钵，可怕的威压消散一空，半空只留金钵悬停。嗡嗡，金钵剧烈震动，扩散出涟漪状的光晕。所有人都抬头看着天空，包括2名金刚和苍龙七宿。金钵震动维持片刻，慢慢减缓，趋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底下，众人脸色顿时一松，知道杜秦罗汉已经缠住仁宗到手，那位可怕的女子国师暂时无法脱困。骆玉衡真可怕啊！姬玄和静心所代表的4品及以下众人如释重负，他们恢复了沉稳镇定，或戏谑，或敌视，或自信地看着徐谦。没有了骆玉衡，此人的援兵至多就是一位3品术士。裹着斗篷的苍龙抬起头，帽檐下是一双金色的树瞳，他审视许七安片刻，声音嘶哑：2位金刚，按照约定，此人归佛门，他身上一切东西则归我们。修罗金刚杜凡声音低沉，嗡嗡震耳：擒拿佛子后，我们会将他带去乾隆城。苍龙缓缓点头：我们一直相信佛门的信誉。2名金刚和苍龙七宿成3角之势，将许七安包围，过程中冷静交谈，仿佛此人已是瓮中之鳖。苍龙说着，仔细观察许七安，嘶哑的声音从兜帽里传出：孙玄机呢？不妨让他出现，亲自挑一个对手，希望他能挑2位金刚。他从斗篷里抽出一柄暗红色的长刀，嗓音嘶哑地笑道：因为相比起术士，我更希望领教一下你的手段。当日京城，这位可是让主上都铩羽而归的天纵奇才。许七安依旧冷静，嘴角挑起：很遗憾，孙师兄选择的就是你们。他的目光看向了苍龙七宿身后，不知何时，苍龙七宿后方数丈外出现一道白衣飘飘的身影。他五官普通，身高普通，手里拎着一幅字：你们的对手是我。对于孙玄机的出现，乾隆城和佛门双方并不惊讶，因为这是早已预料到的事。姬玄悄然握紧掌心的传送玉符，有些惊讶地看着远处的白衣术士。智者千虑，在他们的判断中，孙玄机很可能会趁他们不备，以传送阵法
强行夺人。徐谦要想抢龙气宿主，必定会妥善地利用己方优势，达到以弱击强、虎口夺食的目的。经过姬玄等人的推演，他能利用的无非是自身神出鬼没的蛊术手段，以及孙玄机这位术士的花哨能力。因此，他们早已准备好应对手段，就等着徐谦可劲儿的操作，然后挫败，打压他的气焰。可让人意外的是，孙玄机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苍龙七宿的后方。哼！冷哼声中，苍龙回身斩出长刀，他身侧的7名斗篷人默契地做出同样的动作，一道雪亮的弧形刀芒破刃而出，刀气蒸的空气出现扭曲。孙玄机纹丝不动，抬脚一踏，他身前升起扭曲的阵纹，组成一道气墙。刀芒斩在阵纹形成的气墙上，如泥牛入海，不知去了哪里。传送阵，精通各种阵法的术士能够秀的操作实在太多，反正是人是鬼都能秀，只有武夫在抗揍。孙玄机抖手甩出一幅画卷，画卷在众人头顶展开，化作滚滚气旋，要将下方的所有人吸入其中，雕虫小技。以苍龙为首的7名斗篷人鼓荡衣袍，一股骨气机彼此相连，凝成一股超凡境的力量。苍龙长刀逆撩，宣鹤刀光斩入气旋，赤画卷破碎，化作青光散落。孙玄机不慌不忙，抬起手猛地一握，这些青光自动扭曲蠕动，形成一个个交织的阵纹。阵纹的中心赫然是苍龙七宿。青光一闪，苍龙七宿和孙玄机同时消失，他们被3品术士强行带走。这下子场上的形势是2名3品金刚围住了许七安，一道道目光落在许七安身上。要说刚才还有些谨慎和忌惮，那么现在就算是最沉稳、经验最丰富的交业老道，也不认为徐谦还能翻起什么浪花。2位金刚，超过5名的4品，以及一众僧人，而徐谦现在只有1人，他应该还有手段。姬玄突然说道。这时静心高声道：“2位师叔，切不可让他祭出浮屠宝塔。”说完，见前龙城众人投来质询的目光，静心解释道：“先前徐谦就是藏进浮屠宝塔，才躲开了杜难师叔的追杀。此塔是我佛门法纪菩萨的法宝。”姬玄等人恍然，他们只知道徐谦曾在杜南金刚的追杀中逃脱，但不知道其中细节。许元怀皱了皱眉，若他藏入浮屠宝塔，2位金刚能否揪出来？静心摇头，菩萨的法宝，金刚破不开。交业老道徐徐道：“难怪他镇定自若。”说话间，果然看见许七安祭出了浮屠宝塔，暗金色的玲珑小塔从他怀里浮出，迅速变大，顷刻间便化作高60米的高塔。修罗金刚杜凡弹只射出一道气机，叮的一声击中浮屠宝塔，打得他斜斜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静元微微摇头，想要2位金刚面前祭出浮屠宝塔，未免太瞧不起人了。这下总没手段了吧？柳红棉嫣然道：“宝贝真是不少，这么有趣的男人遁入空门，委实可惜了。”乾隆城众人冷眼旁观，仿佛已经看到徐谦被2名金刚轻而易举的制服，把他送入佛门也好。乾隆城少了一位心腹大患，姬玄不再紧握传送玉符。杜南金刚缓步走向许七安，每一步踏出便有强大的势形成，宛如一座牢笼，将许七安困在其中。可想而知，当他走到许七安面前时，牢笼会将这个年轻人牢牢束缚，无法动弹分毫。修罗金刚未动，侧头盯着浮屠宝塔，防备他突然暴走。这是场中唯一的变数。这件法宝虽然攻击性不强，却甚是麻烦，神术的断臂还封印在里面，正好趁这个机会回收。修罗金刚心里想着，突然始终盯着浮屠宝塔的他看见塔门敞开，走出来一男一女。女子穿着素白的袍子，青丝用玉簪挽起，胸口绣着黑白太极鱼，男人长须及胸，穿黑色道袍，脚踏黑靴，头戴莲花冠，丹凤眼冷漠。长须道士抬起手，掌心对准杜南金刚，用力一握。杜南金刚遭遇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脚步停滞，他的袈裟背叛了他，猛地收紧，把魁梧的身材勾勒得纤毫毕露。他挂在脖颈的念珠背叛了他，朝后拉拽，试图将他勒死。所幸金刚不需要武器，否则武器也要背刺主人。杜南金刚脸庞涨红，似是窒息，他额头青筋突起，沉沉低吼一声，袈裟炸成碎片，念珠一颗颗的弹射出去。叮叮叮！许七安因为离得近，遭遇波及，冷静地挥到科飞爆射而来的念珠。怎么回事？姬玄、许元双、许元怀、静心、静元守护龙气宿主苗有方的2拨人齐齐扭头看向浮屠宝塔，看向突然出现的天宗2位3品。贫道天宗玄成，天宗兵仪元君。2位道长冷漠无情的自我介绍。修罗金刚眼神凶恶的盯着2人，缓缓吐出2个字：阳神。道门3品，阳神。姬玄等人都是家学渊博之辈，知道阳神意味着什么。
这才是他的底牌。姬玄低声道。柳红棉等人脸色很难看。许元怀一阵恼怒，双拳紧握。为什么天宗也掺和进来？他心里愤怒的情绪几乎到了临界点，几经波折，好不容易要擒拿徐谦给姐姐报仇雪恨，结果又跳出来2名天宗道士，3品的阳神。焦叶道长沉吟片刻，无奈道：我明白了。见众人望来，他苦笑道：今日李灵素失手被擒，是他主导的一出好戏，目的是把天宗2位阳神拉下水。难怪刚才孙玄机竟不偷袭我们，原来他早有谋划，这才是他的底牌。姬玄也跟着苦笑，所以这是他在狩猎我们，而不是我们在狩猎他。众人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徐谦，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徐谦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站姿，改变位置，也没改变表情，持刀而立，目光平静，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柳红棉轻轻抽了口凉气，他得承认，除了相貌一般，这个徐谦的智谋与他的气度一样出类拔萃。静心和静元相视一眼，从彼此眼里看到了些许挫败感以及难言的疲惫。对于乾隆城众人来说，这是他们首次与徐谦交锋。可静心和静元从雷州到襄州，从襄州到雍州，接二连三地被许七安玩弄于股掌，这让他们愤怒的同时还伴随着强烈的疲惫感，不想和他斗了。杜南怒道：先是骆玉衡，再是天宗，你们道门是铁了心要和我佛门作对，4大菩萨亲临，你们天宗扛得住佛门的怒火吗？金刚怒目。杜南也怒了，他也是从雷州开始失利，到了雍州设下埋伏擒拿许七安，结果被骆玉衡打伤。现在好不容易形成瓮中捉鳖的局面，结果又跳出来2个碍事的臭道士，兵夷元君没有起伏的声线回应：交出圣子，饶你不死！本座先超度了你们。杜南金刚大怒，脚下轰的一声，土石溅起，他身先士卒的杀向天宗2名阳神。玄成道长和兵夷元君扬起手，手掌护底，短暂蓄力后，猛地朝杜南金刚推出一道黑白太极鱼。这道太极鱼没有任何气机波动，但远处的众人看到他后，只觉得头晕眼花，元神摇摇欲坠。杜南金刚与太极鱼撞在一起，嗡，空气出现震波，8尺身躯陡然僵住，一个虚幻的不够真实的杜南金刚从肉身里做出后仰的姿态，堂堂3品金刚的元神险些被打出来。杜南金刚的元神及时做出合十手势，然后他的元神得到了稳固，重新归位。杜凡金刚随后杀至，与稳固了元神的杜南携手，试图冲散2位阳神，捉对厮杀。兵夷元君和玄成道长脚踏飞剑，呼啸如风，双方你追我赶，过程中斗法不断，渐渐远离了众人。姬玄等人目光追随着4名超凡境的强者，直至他们消失不见，然后所有人都收回了目光，静默契地看向徐谦。现在的局面是徐谦一人对他们一群。许七安拖着刀睥睨众人，咧嘴笑道：诸位，好戏开场了，你们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个送死？狂妄！这一刹那，许元怀、白虎、柳红棉、龙气宿主苗有方，乃至心思深沉的姬玄，还有武僧静元，这些走武道路线或与武道相近路线的高手，应激升起强大的战意和敌意，想要教训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许七安见状，心里嘀咕一声，这时候杨师兄在场的话，效果会更爆炸。杨师兄的群嘲功夫向来是顶尖的，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一个人挑战我们？许元怀气急反笑，你真当自己是3品了吗？喂喂，你这个人！苗有方终于找到说话的机会，耸耸肩道：虽然不知道你是敌是友，但兄弟你作死的本事着实厉害。这些人里，我估摸着4品不会少于5个，一人一拳头就足够打死你，这还没算其他和尚。就算你也是4品，也只能挨打的份儿，除非你是3品，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他人没有说话，但都像是看疯子一样看徐谦。以他们这边的战力，除非是3品，否则没有任何4品高手能对抗，哪怕双体系的4品也不行，不可大意。这时众人听见静心沉声道：此人虽不是3品，却比任何4品都难缠，为何？许元怀皱眉，代替所有人发出了疑问。静心叹了口气，双手合十：徐谦就是许七安，一旦激起千层浪。许元双和许元怀姐弟俩的表情是最夸张的，眼睛瞪得滚圆，表情瞬间僵住。柳红棉娇媚的表情凝固，但她漂亮的眸子却亮晶晶的，直勾勾地看着许七安。徐谦就是许七安。许元双和许元怀姐弟俩只觉得脑袋嗡的一震，像是被人敲了一闷棍。除了许家姐弟，反应最激烈的是柳红棉，她是除许元双之外在场唯一的女性。女人对优秀男人的兴趣，就如男人对绝色美女的兴趣。柳红棉出身建州万花楼，
这个由女子组成的江湖势力，最初因为实力不强，遭遇过许多不好的事，后来便想出了联姻的法子，将门派中容貌姣好的女子嫁给各路豪杰、帮主、青年俊彦等等，甚至建州官场上，许多官吏也以娶万花楼女子为荣。而今万花楼早已在建州扎稳脚跟，人脉盘根错节，但相应的传统保留了下来。万花楼女子最见不得实力强、相貌俊、声望高的年轻男子，见了会发花痴。柳红棉抿了抿嘴，紧紧盯着远处的徐谦不许七安，目光炽热。相比起反应剧烈的许家姐妹和骤然间兴趣浓厚的柳红棉，蕉叶老道短暂的错愕失神之后，迅速稳住情绪，脸色凝重，沉吟不语。而身为南疆古族人的启欢丹香，则完全不在意大凤银罗许七安这个人物。至于姬玄和白虎，默契的对视一眼，从彼此眼里看到果然如此的表情，两人多少已经猜到徐谦的真实身份，缺的是最后的验证。这不可能！许元怀忽然大叫起来，长枪遥指徐谦，言辞激烈。他怎么可能是许七安？那人明明已经废了，而且徐谦是蛊师，不是武夫。静心缓缓道：正因为废了，所以才转修蛊术。许元怀张了张嘴，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憋红了脸，怒道：你有什么证据？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徐谦就是父母养在京城宗族里的大哥许七安，这和他想的不一样，没有一点点防备。姬玄叹了口气，代替静心说道：佛子，除了那个在京城斗法时提出大乘佛法理念的许七安，还有谁能被佛门如此看重？他看了一眼静心和静元，沈笑道：何况身负大凤一半的气运。许元怀并不傻，相反非常聪明，联想到天机宫密探对徐谦的态度，心里就信了几分。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豁然转头看向姐姐许元霜。难怪徐谦在姐姐说出身世后，非但没痛下杀手，反而放过了他。他一直以为是姐姐牺牲清白，因此换来活命机会。可他不是废了吗？许元怀抓住这个要点，这也是我一直没想通的。姬玄摇头。两人说话间，许元霜怔怔地看着远处的蓝袍男子，美眸里闪过愤怒、茫然、尴尬诸多情绪，最后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脸色倏地红了。他明白许元怀为何反应如此激烈。姐弟俩幻想过很多次与京城那位大哥相遇的场景，或暗中悄悄关注，但不出面相认，或以敌人的姿态面对面，或者因为怀抱复杂情感，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只是单纯的想见一见许元霜。万万没有料到，他和京城的大哥相遇是从琴鼓开始的，是从嫩绿色的肚兜开始的。柳红棉是个有心机、懂得勾引男人的女子，双手做喇叭状，故作天真的喊道：喂，你真是许银罗吗？传闻中许银罗是世间罕见的美男子，可否露出真容让人家瞧瞧？他的表里表气让许元霜秀眉轻蹙，一阵不悦，但见许七安并未搭理，许元霜脸色稍霁。不约，我一滴都没有了。远处的许七安表面高冷，心里展开吐槽。这时蕉叶老道沉声开口：现在不是质疑他身份的时候。如果徐谦真的是许七安，我们要面对的是中原乃至整个天下年轻一代第一人，21岁的三品武夫。蕉叶老道的话让整个团队陷入沉默。关于这个年轻人的传闻，身在云州的他们亦是如雷贯耳。他曾在云州独挡叛军，他曾在玉阳关击退8万敌军，去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他曾怒斩昏君，天下震动。他的传说太多太多，早已被江湖人和市井百姓传成神话般的人物。在场的无疑不是天之骄子，但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底气。许元怀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比如鼓舞士气的话，比如莫欺少年穷之类的话，比如将来我会比他强，话到嘴边却没有底气说出来。这个被养在京城的大哥，是让任何一个天才都黯然失色的人物。他许元怀引以为傲的天资，在这个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不必担心。武僧静元跨前一步，目光锐利，战意高昂。他的修为被封魔定封住，如今至多是4品境界，即使再有蛊术辅助，也不可能赢过我们所有人。各位施主，此时正是降服他的绝佳时机。即使他布局谋划了这一出戏又如何？以我等的战力，足以对付。眼下的局势让静元看到了击败许七安、消除执念的契机。他不信佛子能凭一己之力挡住这么多高手。静心沉吟一下，颔首道：不错，纵使他请来天宗2位阳神强者，顶多是把超凡境的战力持衡，但3品之下，他是一人。众人眼睛一亮，没错，许七安再如何辉煌，也是昔日荣光。如今的他，早已不是在京城斩杀昏君的巅峰状态，有何可怕？蕉叶老道缓缓道：没错，全盛时期的他，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可如今他虎落平阳，能有几分战力？或许比寻常4品强大，但绝对无法战胜我们。姬玄笑了起来，正好，拿他魔力武道，再没有比许银罗更好的魔道士。
倘若我们侥幸胜了他，则中原年代一代魁首，在我等手中折戟沉沙，当服役大白。许元怀听得跃跃欲试，几位武夫战意昂扬，涌起强烈的战斗渴望，甚至要超越对龙气的重视。姬玄的话挠到他们心里的痒处，能和许七安交手厮杀，是武夫难以拒绝的诱惑，而打败许七安，则是一个让任何武夫都热血沸腾的荣耀。有趣，柳红棉咯咯笑道，要是能在这里打败许银罗，这次江湖之行，我一定要回一趟建州万花楼，向那群小贱人们好好炫耀，让他们知道当初不选他当楼主是多么错误的决定。柳红棉身为武者，觉得打败许银罗是一项天大的荣耀，这和他仰慕许银罗并不冲突。许元双秀眉微皱，昂起清冷娇俏的脸望向许七安，你还有几分实力呢？他分不清自己是担忧还是庆幸，心情格外复杂。受母亲影响，他对这个大哥没有太大的敌意，但同时他也受乾隆城姬家和父亲的影响，知道自己的立场和大哥对立。他这次离家游历，其实还想去京城看看，他想跳出母亲和立场的影响，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这个人如今在这里遇到许七安，倒是省了他亲自去京城。许元怀见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冷哼一声，脱枪出阵，一马当先。我去降他。拖着长枪越走越快，继而狂奔，枪尖在地面离出深深的痕迹。临近许七安时，他沉沉低吼一声，腰身带动身体旋转，身体带动长枪，使了一招霸道的横扫天下。周围数丈内的积雪瞬间扬起，雪沫纷纷扬扬，长枪在空中扫出凄厉的尖啸。众人目光紧紧盯着这一幕，希冀能从这场交手里看出许七安的深浅。这时许七安动了，他抬起手，指尖轻轻一弹，由上而下，但在枪杆上。叮！许元怀虎口崩裂，拿捏不住武器，眼睁睁地看着他脱手，飞旋着冲向天空。见到这一幕，姬玄点了点头，不比我差。他指的是许七安，但众人神色反而轻松起来，终究还在四品范畴内。姬玄接着说道，元怀还没尽全力呢，看他能试出许七安几分水平。话音方落，许元怀纵身跃起，接住长枪，他身躯短暂滞空，大喝着抖了抖漆黑的长枪，枪头与枪杆连接处的那颗胶头爆发出次目的黑光，继而活了过来，自动脱离枪身。封印在法器里，蛟龙魂魄苏醒了。这杆枪是品级极高的法器，枪身由4品蛟龙的脊椎骨打造，枪头是蛟龙最锋利最坚硬的龙牙锻造。枪中封印着4品蛟龙的元神，它能与法器的主人短暂融合，将实力短暂提升至4品境。许元怀是5品巅峰境，但全力爆发的状态能堪比4品武者。不够真实的蛟龙虚影当空游走，蓦地一个折转，冲入许元怀体内。许元怀的双眼变作树瞳，脸颊浮现虚幻的黑灵，喉咙里爆发出龙吟。他持握蛟芒枪，骤然俯冲而下，枪尖爆发出刺目的锐光，形成一道半圆形器件。好法器！众人看得一阵艳羡，柳红棉似乎想到了什么，问道：对了，许银罗的兵器是什么？许七安的武器是什么？这个问题显然难到在场诸位，至少乾隆城众人短暂的竟答不上来。不是情报有疏漏，也不是姬玄等人不知，关于许七安的情报里很明确的记载了他使用的是一把形式常见的刀，但这把刀是什么刀，并没有人深入研究。理由很简单，武夫的战力源于自身，品级越高的武夫越不需要武器，肉身便是最强的武器。更多的时候，兵刃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很少有人会关注武夫的武器、法器，除非有特殊作用，需要格外警惕。比如镇国剑这种让3品武夫都忌惮的顶级神兵，比如浮屠宝塔。因此，许七安使的是什么武器，哪怕是姬玄都没有特别研究。许元双目视前方，淡淡道：那是一把暗金色的刀，品质极佳，仅在绝世神兵之下。值得一提，法器的分类是凡器、法器、绝世神兵、法宝。凡器是正常兵器，法器则是拥有特殊能力的武器。除武夫外，各大体系都能温养出法器，但只有术士可以批量炼制法器。绝世神兵则是诞生自我意识的法器。至于法宝，是由绝世神兵获得某些机缘产生蜕变而形成的。比如大凤的镇国剑原本属绝世神兵行列，受国运加持600年蜕变成了法宝，专破武夫肉身。姬玄诧异地看着表妹，你了解的倒是很清楚。许元双觉得他这句话说的阴阳怪气，皱着眉头扭开脸。这时他听见蕉叶老道咦了一声，忙又把脸扭过来投向战场。定睛一看，他立刻明白了蕉叶老道的疑惑。只见许七安抛出了手里的刀，更离谱的是，那把刀自动脱离刀鞘，仿佛是具备生命的，竟主动迎上从天而降的枪尖。暗金色的刀影朝天撩过，与枪尖的那层弧形器械针锋对麦芒般的碰撞。砰砰砰！围观众人的视线里，
清晰地看见俯冲而下的许元怀，他手里的漆黑长枪，首先枪头炸成碎片，接着枪身一节节炸开。这杆据说是由乾隆城那位2品术士亲手炼制，给子嗣防身的法器就这样毁了。而从始至终，许七安都没有动弹过。许元怀喉咙里发出凄厉的龙吟，如遭重击，一道道黑色碎光从他体内射出，四下传射。那是4品蛟龙的元神，他被太平刀给打散了，彻底的灰飞烟灭。而身为宿主的许元怀也因此遭受重创，从半空跌落，嘴角沁出鲜血，经脉火烧火燎。太平刀一边嗡嗡的鸣颤，一边盘旋游曳，似是在庆祝自己出师大捷，又像是在炫耀嘲讽。刀灵的性格基本和主人雷同，不一样的是，主人已经把骚话转为内心戏，不外露，而刀灵还年轻，容易飘。太平刀跨入绝世神兵行列后，受许七安温养，威力突飞猛进，日进千里。相比起灵智出生时，他如今已经是一把成熟的刀，能自己对抗敌人了。绝世神兵，许元双忍不住尖叫出声。作为术士，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绝世神兵的宝贵和罕见。可以很确认地说，即使是监正和父亲许屏风，也只能炼制出绝世神兵的胚胎，让某件法器拥有成为绝世神兵的基础。但能否成为真正的绝世神兵，只能靠机缘或呕心沥血的温养。就如监正的那件法宝天机盘，最初也只是一件寻常法器，监正常用它来推演天机，随身携带，日积月累才成为绝世神兵。再后来蜕变为法宝。浮屠宝塔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绝世神兵，众人微微动容，根本控制不住眼里的贪婪、炽热、渴望和嫉妒。五夫不需要武器，这是因为没把绝世神兵算在里面。同境界的情况下，谁拥有绝世神兵，谁就意味着胜利。见识浅薄的苗有方不识的绝世神兵，但见到一把有自己意识的武器，既新奇又眼馋。许元怀脸色铁青，蛟龙魂的溃散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势，但见到自己蓄力已久的最强一击被对方轻而易举的化解。不，对方根本没有出手，只是派了一把刀出面，就让自己折戟沉沙。对许元怀这样骄傲的少年天才来说，是沉痛的打击，是响亮的耳光。小孩子跑一边玩泥巴去，这不是你能玩耍的地方。许七安召回太平刀，握在手里，然后指向远处的泥浆。许元怀本来铁青的脸瞬间涨得血红，屈辱、愤怒、羞愧，气得脸颊两侧的咀嚼肌都凸起来了。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少年人正处在面子比命重要的阶段，热血冲脑，愤怒的咆哮一声，两手空空的扑向许七安。他奔跑如风，气机撕裂空气，宛如蛮牛一般，势不可挡。许元怀3步并作2步，蓦地高高跃起，握拳打向许七安。啪！拳劲撕裂空气，这一拳打出了巅峰，打出了精彩。许七安微微颔首表示赞赏，然后探出手臂箍住他的脖颈，将他狠狠灌在地上。噗！伴随着地面剧烈震动，许元怀嘴里喷出一大口鲜血，后脑受到撞击，意识呈现短暂的眩晕。不识抬举。许七安握住太平刀，刀口对准许元怀的胸口，只需轻轻一送，这小子就会当场身亡。许七安！尖叫声传来，许元双脸色黄急的急冲出来，停在2批人的中间位置。他也不说话，就是咬着唇，眼眶里泪水打转，倔强的看着他。许七安皱了皱眉，看了他一眼，又低头，鲜血染红半张脸，眼睛里全是愤怒和不服气的许元怀。他手腕一翻，刀背接连敲碎许元怀的膝盖骨、手肘骨头，然后脚尖轻轻一挑，许元怀像纸皮球一般画出一个抛物线，准确地摔在姐姐脚下。秀美的少女抿了抿嘴，深深看一眼许七安，弯腰搀扶起弟弟，淡淡道：“我们不会再参与此事。”说罢，搀着许元怀走向另一侧，与姬玄等人拉开距离，表明心意。边走边看一眼神色黯淡、瞳孔死寂的弟弟，语气里罕见的带着一丝温柔，道：“不必泄气，他是连父亲都感到棘手的人物，不如他才合理。不服气的话，就以他为目标前进吧。有这样一个敌人在你前面站着，你才能于武道中勇猛精进。”许元怀空洞的眸子动了动：“你也觉得他是敌人吗？”许元双娇艳的红唇轻轻抿了一下，没有回答。两人退到远处后，并肩观战。许元双是6品术士，算不上战力；许元怀本身只是5品，同样是锦上添花的人物而已，损失了也不要紧。姐弟俩的退出，并不会对姬玄团队和佛门众僧的战力造成太大的折损。接下来的龙争虎斗才是关键。许元怀的任务已经达到，他初步试探出许七安的战力，在姐弟俩缓慢退去的空隙里，这个在佛门和乾隆城都算得上中流砥柱的势力，初步制定好对敌计划。静元大师，你的金刚神功是在场唯一能抵挡绝世神兵锋芒的，所以接下来得靠你打头阵。静心大师，你带着禅师们在旁略阵，以戒律辅助我们。白虎，
你速度最快，负责骚扰援救；启欢丹香，你则负责袭击，与我和红棉负责缠斗。姬玄有条不紊地下达命令，安排的井井有条。叶老道看在眼里，满脸欣慰。他没有跟错人，姬玄有领袖之能，又懂得隐忍，修行天赋出众。这样的人物，只要有机会，便能一飞冲天。这次收集龙气的历练，就是乾隆城给的一个机会。道长，你在旁看管助苗有方即可。姬玄侧头看他，蕉叶道长笑呵呵道：“贫道修为浅薄，就不掺和了。看管一个修为被封的小子，还是能做到的。”交流完毕，众人缓缓扭头，望向那威名赫赫的年轻人。姬玄察觉到姓许的在观察自己，两人目光交汇。这位韬光养晦了10几年的天皇贵胄，缓缓收敛了温和，眼神里流露出真正的锋芒。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道：“迎战！”话音落下，一众4品高手齐齐扑向许七安，气势如虹。外人目睹这一幕，必然热血沸腾。至少远处的苗有方看了，竟升起莫名的统筹抵抗的共情。即使这些人是他的敌人，弱者众志成城抵抗强者的行为，本身就容易引人共鸣。噔噔噔，净元武僧发足狂奔，造成轻微的地震效果。过程中，灿灿金光从他眉心溢出，迅速浸染全身。净元化作金色流光，不管不顾地冲向许七安，一副悍不畏死、放弃防御的姿态。阿弥陀佛，放下屠刀。后方的静心双手合十，低声念诵：阿弥陀佛，放下屠刀。他身后的20多名禅师同步做出合十动作。众僧的力量交汇，磅礴而无形的力量降临，笼罩了许七安。启欢丹香从侧翼掠出，催动本命心骨，震荡出无形的针对元神的波动。双重影响之下，静元如愿以偿的贴身许七安，咬牙切齿的一记头锤砸向对方。当天下间骤然爆发出一声洪钟大吕，以许七安和静元为核心，气波四散，化作狂风，卷起一层又一层血沫。静心闷哼一声，踉跄后退，只觉得头晕目眩，险些呕吐。许七安巍然不动，金漆覆盖了他的体表，将他化作一尊灿灿金人。第二梯队的姬玄、柳红棉、白虎，以及后方的静心，更后方的蕉叶道长，乃至远处观战的许家姐弟，心里都是一沉。金刚神功，他的修为竟已恢复到能施展金刚神功。姬玄喝道：“磨死他！”趁着静元一个头锤撞出的机会，他和柳红棉快速补位，让攻势紧密衔接，不给许七安回气的机会。姬玄袖中冲出一把宛如冰块打造的长剑，剑身近乎透明，但散发出淡淡的月华。月影剑，这把剑元本是姬谦的佩剑，拥有绝世神兵的根基，是法器中的巅峰之作。许屏风从许七安手里取回此剑后，赠给了姬玄。月影剑的剑尖爆发出刺目的光团，给人一种似轻似重、无物不破的信念。姬玄的4品剑意，剑光所至，无物不破。叮！这股锋芒毕露的剑势刺在许七安胸口，金漆飞速流逝，灿灿金身暗淡了至少5分，变得不再耀眼。姬玄这一剑足以破开同境界4品武夫的肉身防御，但对上许七安的金刚神功，只能磨灭5成防御。刺出一剑后，姬玄的最强爆发耗尽，他没有展开连招，而是收剑后撤，因为他知道，不管后续的攻击多凶猛，都不可能超越这全力的一击爆发。但是没关系，自有柳红棉的全力爆发做衔接。万花楼气图柳红棉从姬玄头顶跃出，裙裾飞扬，秀发舞动，白皙双掌贴在这怪物胸口甲胄上，骤然发力。当撞钟般的巨响声里，气波炸开，许七安抛飞出去，金身再次暗淡。这一幕看得所有人都眼睛一亮。吼！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白虎伏地，脊椎拉长，白色的兽毛破体而出，鼻子变得宽大，眼睛化作琥珀色，脸庞生出一层又一层兽毛。顷刻间画出原形，他化作一阵清风，速度超越了在场高手肉眼能捕捉的极限，鬼魅般的奔至许七安身前，抬起寒光凌厉的爪子抓向他的胸口。他的爪子裹挟着青色的风，将极致的速度转化为极致的速度。这一掌拍下去，他的爪子可能会断，但许七安的金刚神功也有可能被破开，剖出里面的心脏。姬玄等人屏住了呼吸，许元双忍不住朝前急走几步，似乎想看得更清晰。许元怀睁大眼睛，死死盯着这一幕。就在这时，白虎的瞳孔里跃出一抹灿灿金光，原本已经暗淡失色的金身突然焕发生机，于刹那间恢复巅峰。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件事？许七安嘴角微挑，讥笑道：“我虽不复巅峰，但3品就是3品。”当他硬抗了这一招，毫发无损，白虎的爪子应声折断。许七安手腕翻转，反撩太平，欲斩下白虎的招子。静心当即发动戒律：“阿弥陀佛，放下！”吼！回应他的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狮吼，
震得众人气血翻涌，两眼发黑。许七安以佛门狮子吼打断了戒律的节奏。噗！太平刀顺利斩断白虎的前爪，嫣红的鲜血喷射，染红了许七安的金身。此时此刻，白虎嗅到了死亡的危机，求生的本能超越疼痛，他驾驭狂风迅速逃离。许七安急奔几步，用力掷出太平刀。太平刀自动锁敌，任凭白虎如何折转变向，始终追击着他。叮！姬玄挥舞月影剑，磕飞太平刀。柳红棉、静远等人联袂赶来，护住白虎。太平刀见状，不再纠缠，不忿地返回，把自己送到许七安手里。许七安握着刀，咧嘴笑道：“热身结束。”姬玄、柳红棉、启欢丹香、静远、静心、白虎，还有远处的许元怀，心里同时一沉，心里没来由的冒出一股寒意。嘿嘿，感觉不太妙啊。苗有芳幸灾乐祸道。蕉叶老道面沉寺水佛门和乾隆城年轻高手们的第一次合作，铩羽而归，极大的打击了他们的自信和斗志。姬玄眉头紧皱，反倒是作为旁观者且江湖经验丰富的蕉叶老道立刻判断出形势，传音道：“别慌，少主，许七安到底是三品，肉身远比你们强大，但肉身强大不代表战力同样强大。他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斩断白虎的右爪，依仗的是绝世神兵，只需要想办法解决掉那把刀。许七安也不过是拥有三品防御的四品武夫而已，以我们的战力足够纠缠住他。现在蕉叶老道已经不敢夸海口说战胜许七安，他相信姬玄等人的心态也变了。解决掉那把刀，姬玄眉头紧锁，脑海里念头闪烁，飞快的汇总信息，把己方的优势、特长、战力快速过了一遍。他眼睛猛地一亮，低声道：“启欢丹香，我记得新谷能控制一些智慧不高的生物，这里面是否包括初具灵智的麒麟？”在场的都是聪明人，立刻扭头看向启欢丹香。理论上来说，只要是有神智的东西，便能操纵影响，但我没有尝试过影响绝世神兵。启欢丹香缓缓道：“这就够了。”武僧静元低声道：“未必要打赢他，拖延时间，撑到杜秦罗汉或两位金刚解决掉对手，我们便赢了。若他们迟迟没有分出胜负，我们也可以慢慢磨死许七安。”私底下传音商议后，众人又恢复了信心，至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有希望就有斗志。许七安默然地看着他们传音商量，不急不躁。他的目光掠过姬玄等人，看向远处的弟弟妹妹，还算乖巧，没有再来碍事。他在心里评价了一句：“把许元双和许元怀劫走，用来要挟许屏风，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不，许屏风为了晋升一品，已经不当人了。他既然能把一个儿子当作工具和棋子，自然也能把另一个儿子和女儿当作棋子。我和许元怀他们的区别在于，我生得早，而不是许屏风更宠爱他们。如果次子和长女阻碍了他晋升一品，他该舍弃还是舍弃？我和国师双修这么久，气机暴涨，正好拿他们练练手。许七安收回目光，看见静心带领着众禅师盘坐禅结阵，这是要用禅功来对抗我的狮子吼。果然，结阵之后，静心目光深邃地望向他，沉声道：“放下屠刀。”戒律的力量被阵法扩大，这一刹那，许七安不只是心态平和，生不出战斗的念头，甚至连太平刀都想丢弃。同样的，他也从太平刀传达的意念里感受到了他的意思。啊，主人，我不想战斗了。噔噔噔，静元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回他没有用嚣张的头锤硬撼许七安，而是劈手从他手里夺过太平刀，这很轻易就取得了成功。不管是许七安还是太平刀，都没有做出太大的抗拒。得手后，静元想都没想，回身将太平刀掷出。启欢丹香跨步上前，探手一捞，抓住刀柄，这把绝世神兵入手。他立刻施展心骨手段，试图控制它，让它变成己方的兵器。然而控制没有成功，绝世神兵剧烈鸣颤，几次差点脱手。启欢丹香改变策略，以温养的沟通来影响绝世神兵，给他灌输霸占的念头。太平刀抗拒了几下，觉得也没毛病，便不再挣扎，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成功了！姬玄等人大喜。没有太平刀的许七安不过是皮糙肉厚的乌龟，威胁程度断崖式下跌。这个时候，许七安从戒律状态中挣脱出来，不理会近在咫尺的武僧静元，身躯覆盖上一层阴影，融入了静元的影子里。他以静元的影子为跳板，出现在柳红棉的影子里。砰！柳红棉裙摆一荡，绣鞋在地面蹬出深坑。但许七安赶在他出脚前，又一次阴影跳跃，来到姬玄脚底。他在几人影子里不停跳跃，然后从启欢丹香的影子里钻了出来。他的目标很明确，夺回太平刀。静心眉心一跳，沉声道：“不得杀生。”正欲出手的许七安陡然僵住，抓住这个机会，静元回身营救，体表金光让他看起来像是一道金色闪电。当！静元一拳轰在许七安脸上。
戒律对我的影响只有短短数秒，一次戒律需要至少5秒才能重新施展。许七安狞笑一声，以牙还牙，一个头锤撞在静元的额头。砰！静元额头溅起金漆，护体金光瞬间暗淡，炮弹般的倒飞出去。退后！姬玄推开了启欢丹香，主动迎上，月影剑爆发刺目光芒。这次目标是眉心。吼！许七安喉咙里炸起陈雄的狮吼，震得姬玄眼前一黑。紧接着，他听见自己胸口传来当当当的声音，密集的像是在打铁。下一秒，强烈的疼痛传来，他的胸口整个凹陷下去。柳红棉快速掠来，接住倒飞的姬玄，带着他后退。万花楼出身的美人脸色微微发白。4品境的姬玄竟败得如此快速，真如这许七安所说，方才只是热身。少主！启欢丹香大喝，他面目狰狞，似是愤怒，惭愧到了极点，一手握刀，另一只手直接捏碎了腰间的锦囊。砰！一股绿云炸开，传来嗡嗡的振翅声，时聚时散。柳红棉、白虎等人脸色微变，迅速撤退。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毒物，据启欢丹香自己说，他们叫食蛊虫，生长在封印蛊神的极渊里，以蛊神意散出的力量为食。他们浑身都是毒，口气中能吐出腐蚀4品武夫体魄的毒素，从皮到肉，从肉到骨，规模足够大的食蛊虫群，杀死一个4品武夫只需要3息。这是启欢丹香的压箱底手段，平时不用，因为这些食蛊虫一旦吃过人血，就连他都很难再控制。性格偏激的新蛊师厉声道：“姓许的，我不管你是什么天才，今日拼着被食蛊虫反噬，也要让你付出代价。”远处，许元双拖着弟弟果断后退，他显然知道这种毒虫的可怕之处。绿云漫天飞舞，在启欢丹香的操纵下，迅速将许七安笼罩，覆盖他的身体、脸颊，严严实实。见到这一幕，许元怀忽然感觉姐姐停了下来，侧头看去，他的脸色无比复杂，怔怔地看着远处那道绿色的人形。这一下足够让他付出巨大代价。许元怀心情复杂的想，他突然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同样有类似表情的还有许元双、焦叶老道、柳红棉等。在众人眼里，那些本该嗜血如命的毒虫忽然大面积的消融，化作纯粹的绿色的液体。这些液体没有往下滴落，而是从许七安的毛孔中渗透进去，融入他的身体。于是许七安的体表金光掺杂进了绿光，持续几秒后，绿光缓缓消散，彻底消弭于无形。哥，许七安打了个饱嗝，笑道：“多谢款待。”这启欢丹香瞳孔骤然收缩，脸色旋即苍白，神经质般咆哮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就是许银罗，太强了！”柳红棉的斗志浇灭大半。还有机会，控制住那把刀，我来缠住他。武僧静元怒吼道，他额头青筋凸起，俊朗的面庞略有些狰狞。这和他想的不一样，在他看来，这么多4品高手合力，再有静心从旁辅助，打压许七安难道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许七安的强大超出了所有人想象。静元更知道，许七安还有最强大的一招没有施展。与襄州时相比，他似乎又强大了。这并不是错觉，许七安确实强大了很多，封印还在，依旧只是解开2枚钉子，但他的整体水准上升了，这得益于近日来的双修。与一名2品巅峰的女子高手双修，他的气机魂厚度、精纯度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3品的肉身、太平刀的辅助、7绝骨的手段，3品之下能打他的人几乎不存在。不得杀生。静心冷静地配合静元，施加戒律，禁锢目标。当当当，静元贴身急攻，把身体一切部位化作武器，一声又一声脆裂的爆响炸开，一记比一记重，攻击如疾风骤雨。静元渐入佳境，越打越顺畅。突然，武者的危机预感向他预警，没有具体的画面呈现，危机仿佛来自4面8方。毒，在雷州与许七安有过交集的他，立刻辨认出危机的源头。与此同时，他的皮肤感受到了灼痛，毒素宛如枯骨之躯，从毛孔渗入。他的毒素已经能威胁到我。静元心里一沉，下意识地屏住呼吸，连招出现组织。这时，许七安终于抓住机会，朝他喷出一口惨绿气体。刹那间，静元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伴随着双眼剧烈的灼痛，2行血泪从眼眶里流出，他的眼球遭受腐蚀，萎缩成了瞎子。静心脸色大变，因为隔了一段距离，无法对毒素感同身受的他，完全没预料到前一刻还凶猛如虎的静元，下一刻就成了瞎子。许七安拧腰摆臂，做出痛下杀手的姿态。不得杀生。静心急促的念书佛号，施展戒律，挽救师弟。中计了，许七安当即消失，借助阴影跳跃，从启欢丹香的影子里钻了出来。作为一名新蛊师，被武夫偷袭贴身的后果是死路一条。启欢丹香竭尽全力的尝试自救，不再分散心力，影响太平刀，催动心骨，震荡出元神波动。
他没能凭借一己之力影响三品武夫的元神，双眼被拳头填满。就在这时，一阵风刮来，断臂的白虎挡在了他面前，硬生生挨了这一拳。当，四品妖族的肉身同样坚固，白虎闷哼一声，与启欢丹香两人翻滚着飞出去。这个时候，因为刚才中断了心骨控制，太平刀清醒过来，自行从启欢丹香手里挣脱，飞回主人身边。嗡嗡嗡，太平刀传来意念波动，意思大概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这渣男式的开场白不要用在我身上。许七安握住太平刀，朝后急退，拉开距离，远远的做出拔刀的姿态。这个距离已经超出戒律的范围。他想干什么？静心等禅师无法看懂他的操作。如此遥远的距离，即使挥出刀芒，还有几成余力，根本不可能破开这么多禅师以禅功结成的阵势。玉碎，许七安轻轻开口，短暂蓄力后挥出了太平刀。陈雄的狮吼声响起，暗金色的刀光一闪即逝。下一刻，他出现在静心等人的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要锁定，便无视距离。噗噗噗，一位位禅师胸口出现狰狞可怖的刀痕，摧毁了心脏，也摧毁了他们的生机。禅功阵法没能挡住这霸道的刀意。静心是唯一逃过一劫的禅师，他的肉身虽不如武夫，但到达4品后，生命力终究超过凡人。心脏摧毁后，没有立刻死亡。他双手颤巍巍地从僧衣里取出一枚瓷瓶，倒出一抹香灰，抹在胸口。这是渡情罗汉坐下香炉中香灰，常年沾染不生果味的气息，有活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另一边，许七安胸口接二连三地爆出血痕，血肉模糊，撕裂心脏，玉碎的代价。不过对于3品肉身的他来说，这点伤势并不致命，最多就是因为封魔钉的存在，伤口愈合得慢一些。柳红棉娇躯微微发抖，双腿发软，一颗心只剩恐惧。姬玄重伤在身，并未昏迷，目睹了这一切，他的眼神暗淡无光，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而侥幸捡回一命的启欢丹香，终于对这个久负盛名的中原天才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白虎现在只想着逃跑，没有多余的念头。而另一边，许元怀双手紧握，心里苦涩绝望。到了这一步，他再没有半点与许七安争锋的念头。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而这还是他修为被封印的情况，许元双心里恍惚，太强了，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境界。苗有芳喃喃道。他旋即看向一侧，试图得到老道士的认同，却发现这个老家伙早已经退得远远的，与自己拉开了很远的距离。就在这时，天空中悬停不动的金波忽然剧烈震动，荡出一圈圈的金光涟漪。渡情罗汉和骆玉衡的战斗要出结果了。正处于绝望的静心、姬玄等人齐齐屏住呼吸，抓住了这黑暗中最后一抹曙光。成了！许七安心里一喜，边关注着头顶的动静，边掠向在苗有芳。虽然他对骆玉衡有十足的信心，但凡事都要考虑意外。如果国师因为哀人格的缘故不敌佛门罗汉，或罗汉有另外的底牌，以主场优势打赢国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样的话，苗有芳就是他现在的重点，补刀姬玄等人还在其次。很显然，作为许银罗敌人的家伙们也不是榆木脑袋，他们一边注意空中动静，一边趁着许七安掠向苗有芳，迅速集结。白虎化作体长2丈的真身，把许元双和许元怀姐弟俩叼到背上，他断了右前肢，显得格外凄惨。柳红棉搀着重伤在身的姬玄，靠拢过来，把姬玄丢在虎背。虽然各方都在行动，但始终分出一部分精力关注金波。就连重伤在身的姬玄也顾不得纳气疗伤，紧紧盯着天空。其余人亦是将渡情罗汉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咔嚓！突然，金波崩出一道缺口，蛛网般的裂纹旋即扩散，遍布金波。然后，在底下众人逐渐惊恐的目光中，金波轰地炸开，3道人影从中跌落，分别是浑身染血的骆玉衡、瑟瑟发抖的圣子以及渡情罗汉。此时的渡情罗汉头顶百会穴插着一柄血迹斑斑的铁剑，半截没入头颅，半截露在外面。他神色颓废，双手合十，闭着眼睛一动不动。静心目眦欲裂，武僧静远脸颊2行血水，怔怔地看着这边。罗汉败了！柳红棉尖叫道。启欢丹香、姬玄、焦叶老道等人面无血色。白虎二话不说，驾驭狂风遁逃，仓皇之态宛如败家之犬。许七安眉梢一挑，想走。他冲刺2步，奋力甩出太平刀。这一次他受了启欢丹香的启发，以心骨手段驾驭太平刀，就像驾驭麻雀和橘猫那样。如此能保证太平刀脱离他掌控后不被启欢丹香的心骨影响。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人刀合一。咻！凄厉的破空声刺人耳膜，太平刀迅速追上白虎，裂面如割的刀气让众人心里一凛。轻微的咔嚓声里，姬玄捏碎了手里的传送玉符。身为乾隆城主的子嗣，
许屏风看中的后辈，他自然有不少自救保命手段。若是碰上比己方强的对手，就没有任何应对手段的任人宰割，那还如何游历江湖？就在这时，太平刀毫无征兆地喷吐出刀气，这道刀气又细又暗，像是暗地里发射的冷箭。玉符捏碎后，姬玄等人心头一松，紧绷的神经刚刚松懈，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姬玄瞳孔里映出一抹暗金色的刀光，他的表情变得极为惊恐，这道刀气是冲他来的。而此时的他，五肤肉身已破。这时，他瞳孔里映出的刀光被一道阴影挡住，那道阴影旋即炸开，碎肉骨头四溅，残余的刀气洞穿姬玄的肩膀，最后被白虎的铜皮铁骨挡住。关键时刻，蕉叶老道挺身而出，为他挡下了这一剑。青光自下而上腾起，包裹住一行人，带着他们传送离开。自古表哥都可恨，四大恶人云中鹤。许七安啧啧两声，嘀咕道：“算你命大。”他扭头喜滋滋地吹捧道：“国师，擒住渡秦罗汉了。”事实摆在眼前，仍想再确认一遍。骆玉衡微微颔首，眉宇间凝结着哀愁。速走！许七安仔细审视着他，发现国师气息衰弱，美眸暗藏疲惫，华眉羽衣之下鲜血渗出，明显伤势不轻。你伤得很重。骆玉衡点头，目光望向远处，悦耳的声线里透着疲惫。肉身受了重创，但阳神法身无碍。对道门修士而言，元神还在就不会死，大不了冰解。当然，这样做后患无穷。而于骆玉衡来说，想晋升一品陆地神仙，渡劫时肉身要和法身融合，成就不朽之身。若是肉身在此时毁掉，一品无望。骆玉衡接着说道：“金钵毁掉时动静颇大，那2名金刚想来已经察觉到这边的异常，此地不宜久留。”许七安明白他的意思，2位金刚若是不顾一切的抢人逃走，天宗的阳神未必能留下他们。众所周知，五夫出了名的难缠，而金刚的肉身防御比同境界的3品五夫更强。而现在骆玉衡状态糟糕，许七安当即召来远处的浮屠宝塔，把苗有芳和李灵素还有静心和静元收入其中。这破塔不愿意对佛门弟子出手，在旁边看戏了半天，如今大局已定，他倒是不再倔强了。因为罗汉进不了浮屠宝塔，骆玉衡袖子一挥，卷着许七安和渡秦罗汉乘风而去。也就2-3分钟，大地轰鸣声响起，2道金光笔直的贴地急射，这是2位金刚发足狂奔造成的异象。2道金光后方，天宗的兵仪元君玄成道长脚踩飞剑，呼啸如风，紧追不舍。但在看到主战场分出胜利，人去楼空后，2位天宗阳神立刻减缓速度，相视一眼，让飞剑90度折转，直冲云霄，消失在茫茫云海中。渡秦罗汉败了。渡南金刚体魄雄伟，神色冷峻的环顾周遭，感应到了金波残留的气息。这位从500年前甲子荡妖中存活下来的护教金刚满脸盛怒。修罗金刚杜凡捏了捏眉心，平复内心躁意，缓缓道：“应该只是被封印，同境界中无人能杀渡秦罗汉。骆玉衡现在状态未必有多好，我们分头去雍州清信园搜查，日落前在此地会合。”渡南金刚嗯了一声：“我会将此事禀告迦罗树菩萨。”他说着，目光落在横尸一地的僧人尸体上，久久沉默。阿弥陀佛。修罗金刚双手合十，垂手低念佛号，默默地把众僧的尸体收进储物法器。雍州某处荒野，一阵狂风呼啸而来，化作体长2丈的断了一只前肢的白虎。他乘着风降落，抖落背上的众人，然后匍匐在一侧，舔舐着右前肢暗红色的断口。众人狼狈跌落。姬玄一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半托住蕉叶老道的身子，嘶哑着喊道：“给我药，元霜，快给我药！”许元霜默然，不是他见死不救，而是随身的锦囊被许七安夺走，连带着里面的法器和丹药。少主，别浪费丹药了。蕉叶道长摆摆手，低头看了眼自己胸口的大窟窿，摇头失笑。伤得这么重，看来这下是死定了。众人默然。姬玄眼里闪过痛楚之色，低声道：“我不会让你死的。”老道士摇摇头：“少主，你别说话，把时间都留给老道吧。”他咽了口血沫，脸色严肃，沉声道：“这次江湖之行是你的一场试炼，乾隆城很多人在看着。城主并不喜欢你这个庶子，但他是个雄才伟略的君主，不会因个人喜好而冷落你、厌弃你。如果你能收集龙器或晋升3品，你便能成为未来城主。记住了，并非要集齐所有龙器。虽然城主和国师交给你的任务是集齐龙器，但是乾隆城缺乏顶尖战力，你若能踏入3品，这未来继承人的位置，他们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老道本想来看着你登顶之高，可惜等不到那一天了。”他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还能思路清晰，毫不停顿地说完这些话，大概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了。蕉叶老道吸了一口气，略作停顿。今日一战，
我们一败涂地。少主要记住今天这个教训，而后的日子里要避开许七安，收集散落在其他地方的龙气。杜秦罗汉被擒，佛门不会善罢甘休，巫神教尚未出手，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势力。另外，你要想尽办法将苍龙七秀留在身边，不要让国师将他们召回去。这些天，老道时时思考，多少猜到国师的下一步谋划。他没有往下说，目光柔和地看着姬玄，道：少主，还记得我出事时的场景？姬玄鼻音很重地嗯了一声。我始终相信，火焰会从破败的草絮中燃起，烧光一切腐朽蕉叶。老道紧紧握住姬玄的手，会有那么一天的。姬玄低声说。蕉叶老道吐出一口气，脸上泛起笑容，笑容永远的凝固了。柳红棉沉默一下，朝蕉叶老道行了一个道理。听起来这老道士是个有故事的人，但他没有要深究的想法。哪个流落乾隆城的人没有自己的故事呢？雍州城西南边的秀水镇，戴着兜帽披着斗篷的四品密探陈快马加鞭的来到镇子，在一处傍水而建的宅子前停下。他依循着某种节奏叩响宅门，轻盈的脚步声传来，开门的是穿眉色如裙，五官秀美，气质清冷，正是许元霜。他的脸色不太好，见到陈密探，颔首示意。陈密探随着许元霜进入宅子，沉声道：收到小姐传说，我便过来了。穿过天井来到厅里，陈密探见到姬玄等人的刹那，心里吃了一惊，怀疑自己认错了人。首先是原本温和内敛的团队核心姬玄，他胸口缠着厚厚的纱布，脸庞缺乏血色的坐在椅上，原本明亮有神的双眼略显空洞，怔怔地望着地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对于他的到来置若罔闻。他的左侧方是同样沮丧沉默的启欢丹香，这位性格偏激的新古师宛如一条败狗，裹紧了色彩斑斓的长袍。新古师的身边则是魁梧汉子白虎，他的右臂从手肘以下缺失，缠着厚厚的纱布，隐约透出暗红鲜血。唯一还算正常的只有柳红棉，但也沉浸在这股气氛里，没有了往常的风情万种。袁怀少爷呢？陈密探心里一凛，他的臂骨、膝盖骨被敲碎了，在屋子里躺着。许元霜轻声道。陈密探这才松口气，接着问道：苍龙七秀呢？在后院包扎伤口。许元霜说。从他这句话里可以得知，苍龙七秀没有在孙玄机手中讨到好处。很快，苍龙带着7名斗篷人从后院过来，他嘶哑的声音带着几分兴师问罪：天宗的阳神为什么会出现在此？陈密探摇头，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在雍州城。天宗向来不问世事，门人极少在江湖走动，这一带里只有圣子圣女2人。苍龙咄咄逼人，这是你的情报疏漏，你要负责。陈密探皱了皱眉，没有哪个情报组织能准确地把握到超凡境强者的动向，尤其是他们低调行事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天宗的阳神入世游历，道门阳神来无影去无踪，今日在雍州，明日可能就到京城。谁家的情报能这么快？况且天宗的2名阳神行事低调，不声不响地到了雍州城，即使有手底下的探子有在客栈见过他们，可探子一眼看出这是2位阳神。见苍龙不再说话，陈密探吐出一口气，盘算了一下，看向姬玄等人道：看来许七安也找了不少帮手，纵使有天宗阳神相助，超凡境高手顶多持平，而他们这方有佛门的2位4品巅峰，有姬玄、白虎等4品高手，超凡境不出的情况下几乎无敌。眼下却如此狼狈，只能说明许七安有充足的准备，召集了不少4品高手相助。此言一出，柳红棉看了过来，脸色复杂。启欢丹香和白虎都是嘴唇微动。许元霜低声道：没有帮手，只有他一个。只有他一个。陈密探隐藏在帷幔里的双眼一下子睁大，连忙追问：他恢复3品修为了？柳红棉等人的表情更复杂了。不，他还是4品。许元霜苦涩摇头。厅内一时沉寂，半晌无人说话。骆玉衡带着许七安离开雍州，驾着金光朝北极飞，穿过苍茫山脉、平原、河流，下方出现城郭。骆玉衡降下金光，在城外落地。我需要调息养伤，先找一家客栈落脚。他轻声吩咐。之所以不回雍州城，是因为夺南和杜凡2名金刚肯定会大肆搜捕。杜晴罗汉闭着眼，无声无息地盘坐，像是一尊没有生机的雕塑。他悬浮在骆玉衡身边，受他牵引控制。进入小城，沿着主干道，许七安扫过2侧猎猎招展的排帆布幅，轻易地挑了一家客栈。骆玉衡单手掐诀，牵引着杜晴罗汉跟在许七安身后。客官打尖还是住店？踏入客栈大堂，店小二殷勤地迎上来，对骆玉衡和脑袋插着铁剑的杜晴罗汉视而不见。其他食客似乎也看不见骆玉衡，没有投来惊艳的目光。许七安看了他一眼，道：一间客房。
在客栈伙计的带领下，涉级而上，进入2楼的客房。骆玉衡挥了挥手，操纵渡情罗汉落在角落里，而后脱掉绣云纹的小鞋，盘坐在床榻。接着，他从袖中抖出一大堆的瓶瓶罐罐以及小木盒子。哆啦 A 梦的袖子。许七安颇为惊奇地看着，他见过不少储物法宝，有锦囊、镜子、瓷器等，但没见过袖子类的。恍然间明白骆玉衡为何从不换袍子，肚兜、小衣倒是经常换，这点许七安可以作证，但外穿的袍子基本没见他换过。原来袍子是件法器。骆玉衡逐一拔开木塞，悠悠的药香弥漫在室内。差点忘了，她是个富婆，什么灵丹妙药都有。相比起来，橘猫道长穷寒酸，许七安微微松口气，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他一直在担心骆玉衡伤势太重，影响到他平衡业火。现在见他一副氪金姿态，顿时安心许多。许七安旋即在床边盘坐，与骆玉衡并肩打坐。他也得好好调理一下紊乱的经脉。长时间的运转气机会让几处封魔定受到冲击，以至于定口疼痛难耐，相当于旧伤复发。反倒是玉碎反噬的伤口已经开始缓慢愈合。七绝骨好像要进化了，不，进入下一个阶段了。长时间来的辛苦温养，七绝骨终于进入蜕变的关键期。其实和骆玉衡双修后，他总算补完七绝骨的需求，苦苦压制的琴骨得以宣泄，并因为对2品巅峰的女修授之以柄，琴骨得到巨大好处。那时他就感觉琴骨即将初步成熟，直到刚才的战斗里吞噬了喜欢丹香照出的那股古怪毒虫，毒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差一点点，就剩一层膜没有捅破。许七安凝神感应着七绝骨，吐纳中时间飞快流逝，不知过了多久，他被骆玉衡轻轻推醒，睁开眼望向窗外，天已经黑了。渡情罗汉寂静地盘坐在房间角落。国师，你伤势好了？他现在是什么情况？能唤醒吗？许七安说道。他被我暂时封印，陷入不生不死状态，无法感知外界。现在的骆玉衡不够高冷，不够伶俐，像是养在豪门深闺里的多愁善感的夫人。你若想让他帮你解开封魔钉，就得回一趟京城。见他皱眉，骆玉衡解释道，我虽能封印他，却杀不了他，更别提让他解开封魔钉，别到时候反而给了他玉石俱焚的机会，把你给杀了。许七安明白了，沉吟道，所以需要监正来做这个中间人。能打败罗汉，不代表能指挥罗汉做事，尤其是在杀不死对方的情况下，说不定人家反手一个洗脑，把他给渡入空门。回一趟京城也好，向监正打探一下云州的情况，了解一下九州各大势力进来的状况，顺便见一见我池塘里的鱼儿。他刚这么想，就听骆玉衡瞪眼道，不许去见那些女人。许七安2声，我心里只有国师，反正明天你就不是你了。骆玉衡反而有些羞涩了，国师，那把剑是绝世神兵吗？许七安指着一半插在罗汉脑袋里，一半露在外面的铁剑。骆玉衡点点头，又摇摇头，原本是，后来气灵被他主人抹除了。许七安用一个鼻音表达疑惑，他是700多年前一位人宗到手的绝世神兵，那位祖师剑术无双，以杀伐之术称雄九州。渐渐的，气灵变得越来越暴力，嗜血如命。那位祖师在世时尚能压制，等到他死于天劫，气灵便失控了，造成不小的杀孽。后来被下一任人宗道手制服，抹除了意识。此后，这把剑就成为历代人宗道手存储剑器，剑意的载体。骆玉衡柔声解释，许屏风也是2品巅峰，不知道国师能不能打赢他。不，术士和道士是不同的体系，各有擅长，不能单以战力来划分。许七安又道，如何让绝世神兵快速成长？我今日战斗时发现了绝世神兵的一个弊端。他把太平刀这个不聪明的孩子被心骨影响的情况告诉骆玉衡，这应该与绝世神兵的性格有关。你这把刀并非戾气深重的武器，简单的说就是不够桀骜。骆玉衡沉吟一下，补充道，此外他毕竟刚刚诞生一时不久，掐指算来半载都不到，太平还是太年轻。许七安无奈的想，我倒是有个想法。许七安眼睛一亮，国师请说。你如今有2道龙气在身，放着也是放着，不妨用来温养太平刀。骆玉衡见许七安没听懂，提点道，镇国剑。许七安蓦地瞪大眼睛，国师是说把太平刀练成镇国剑那样的法宝，真的可以吗？骆玉衡颔首，镇国剑本身也是绝世神兵，受气运温养600载方才蜕变为法宝，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温养，进度缓慢。而你可以直接调动龙气温养你的刀，虽然不可能短时间内让你的刀达到镇国剑同等水平，不过它或许能成为法宝之下绝世神兵之上的武器，那时候应该能抗衡心骨的影响，完全可行。许七安一下子激动起来，龙气也是气运的一种，他完全可以复刻镇国剑的路子。镇国剑的强大和可怕，
他最清楚不过，简直是巅峰强者的噩梦。如果太平刀能成为第二把镇国剑，只需要拥有些许类似的特性，之前的战斗里，他能一剑破了晋元的金刚神功，将来就算对上3品金刚，也能对其造成威胁。国师果然冰雪聪明，我竟完全没想到可以这样利用龙气。许七安奉上彩虹屁。骆玉衡表面平静，端着架子，眼里却有小小的高兴。真好哄啊，要是一直都是这个人格就好了。许七安心想，他没再耽搁，意识沉进入玉石小径，太平刀和金色的龙印沉睡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银票、金银、玉器、瓷器和古董。感受到主人的意识降临，太平刀苏醒过来，传达出开心和讨好的意念。许七安不理会他的讨好，将他送入容器中。太平刀浸泡在金龙虚影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意念。啊，好舒服，要死了要死了！这二傻子似的性格是随了谁？许七安皱了皱眉，不太高兴地收回意识。果然有效，许七安说道。骆玉衡点点头，而后说道：我仍有内伤在身，道门法身虽号称不朽，但恢复能力远不及武夫，这该如何是好？许七安皱眉。骆玉衡有些矜持地说道：双修也可疗伤。屋内烛光摇曳，屏风隔出小小的空间，骆玉衡泡在浴桶里，半眯着眼。许七安躺在床上，赤着上身，胸口裹着厚厚纱布。杜晴罗汉盘坐在角落里，面壁而坐，这是许七安给摆的。虽然骆玉衡说老和尚陷入不生不死的状态，无法感知外界的一切。许久后，骆玉衡沐浴结束，从屏风后走出来，披着雨衣长袍，胸口微微敞开，露出一片白腻。许七安看一眼挂在屏风上的肚兜和蟹裤，忍不住笑了起来。骆玉衡觉得他笑得甚是下贱，微微蹙眉。他信步走到床边，先把2条大长腿伸入被窝，然后合衣躺下。这个人格放大的是骆玉衡对许七安的好感，甚至说过很多羞耻的话，因此他是心甘情愿与许七安双修。但是他也是最矫情的，眉头微微皱着，手紧紧拢着袍子，护着胸口。怒人格，你的任何触碰都会让我愤怒。玉人格，我还要，永远都不满足。巨人格9乘8等于死路一条，最好今天不下床。哀人格好，想谈恋爱，但又害怕被日。许七安拉开被子盖住2人，压了上去，双手撑在床面，目光灼热地盯着他。骆玉衡与他对视了几秒，脸蛋微红地侧过头，他晶莹的耳朵染上绯红色，煞是好看。他终于低下头，在他脸颊亲吻，顺着脖梗往下，他的脑袋就缩进了棉被里。烛光晃动，映着骆玉衡脸蛋酡红如醉。他既不抗拒也不迎合，但从他脸颊越来越红，呼吸越来越粗重，可以据此判断出许七安的口技已炉火纯青。到手媚眼如丝，迷迷蒙蒙地望着房顶。双修的过程甚是枯燥，到了深夜，许七安伤势痊愈，气息悠长，神清气爽，但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担忧。我这么糟蹋他，等7日一过，会不会被他一剑砍死？许七安这几天睡得并不是正常状态的骆玉衡，是他某种情绪放大的人格。很难想象以往那位高冷的国师恢复过来，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到时候一定要提前溜走，不然死无葬身之地。许七安暗暗下定决心。许郎，你在想什么？骆玉衡依偎在他怀里，秀发凌乱，脸颊酡红，眸子迷离。国师啊，3天后你想起许郎2个字，会恼羞成怒地提着剑追杀我吧？许七安心里腹诽。黎明时分，雍州地界官道，3骑哒哒狂奔，居中的是英气勃勃的美貌少女，左边是额头一抹白发的青山剑客，右边是高大魁梧的中年光头。快跑快跑，趁我师傅没有追上来！李妙真嚷嚷道。阿弥陀佛，李道友，你和许大人这么做真的好吗？恒远沉声道。他和楚元枕进了雍州城后，便潜伏起来，趁着兵夷元军和玄城道长在外面干架，偷偷带走了李妙真。天宗2位阳神白当了一回工具人，圣女还被劫走。恒远觉得许大人和李妙真做的忒不地道。无妨，楚元枕笑道，无非是让2位前辈多在人间走一走。楚状元则认为弟子和师长之间的斗智斗勇，既不会给双方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又很有意思。我师父现在肯定很恼怒，哦不，他不会生气，但下一次见到许七安，大概率会直接拔剑砍人。李妙真嘿嘿道。他们永远想不到，一位看起来很有风范的高手，竟是个厚颜无耻之徒。恒远无奈道，如此戏耍长辈，实在不好。6号，你懂什么？许七安这是明智之举。李妙真哼道，师父和师伯是听不进劝的人，无法说服，武力肯定也不行。骆玉衡或许可以，但他要是插手天宗事务，必定惹来天尊，这会让天人之争提前到来。既然软硬都不成，那就只能智取。快点，天亮之前赶到许七安那里。3位同伴披星赶月时，
许七安拥着骆玉衡滑腻柔软的娇躯，睡在温暖的被窝里。突然，他被一阵心悸感惊醒，知道地叔有了传讯。抬起手，轻轻一招，地叔从散落在地的衣服里飞出，把自己送到许七安手里。许七安，我们到了，你在哪个客栈？看到这句话，许七安一个机灵，困意全消。这么快？他们犯得着连夜赶路吗？他慌不迭地掀开被子爬起来，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再开一个房间，不能让李妙真看到他和骆玉衡同床共枕。骆玉衡睁开眸子，抱住他的腰，娇笑道：许郎要去做甚？许七安明显察觉到他语气和神态有了变化，不复昨日。仔细观察骆玉衡，只见他眉目含情，笑容甜蜜，当即有了猜测。完蛋！许七安向来是个稳健的人，脑子里念头转动，嘴上也不耽误功夫，沉声问道：国师，你爱我吗？骆玉衡掩嘴轻笑，情意绵绵的柔声道：许郎，我们都已双修多日，便是道侣了。我若不爱你，又岂会与你双修？国师的社死又严重了。许七安心头沉重，表面一副深情款款，说道：楚元稹和恒远大师来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出去迎接一下。骆玉衡道：我与你一同去。说罢便掀开被子，胸前春光乍现。不必，你若去了，让他们如何平常心？闻言，骆玉衡便没再勉强，笑盈盈地看他一眼，也不说话。许七安没来由的心里发虚，迅速穿戴整齐，离开房间，来到客栈大堂。此时已过卯时，天空灰蒙蒙的，客栈的大堂亮起烛光，后院飘起袅袅蒸汽，那是厨子在准备早膳。嘟嘟，许七安敲了敲柜台，把趴在桌上打瞌睡的伙计喊醒，道：再开一间客房。伙计诧异道：这是为何？他记性很不错，认得这位蓝袍客人是今日临近黄昏时住店的。一个人为何要开2间客房？嫌银子太多。许七安脸色一冷，废话少说。伙计见状不再多说，收钱登记，把客房钥匙给了许七安。收好钥匙，许七安这才回复李妙真：3，我在同福客栈，进城之后沿着主干道走1里路就能看到。他把地书碎片揣进怀里，坐在正对客栈大门最显眼的位置。等了半刻钟，李妙真、楚元稹和恒远3人出现，跨过门槛进入客栈处兄。恒远大师，好久不见，别来无恙。他笑着打招呼。他最后看向李妙真，脑海里闪过的是李灵素的开场白：多日不见，甚是想念。我的人虽然走了，但我的心一直在你这里。飞燕女侠风采依旧啊，我的小妾苏苏呢？有没有帮我照顾好？话到嘴边，又恢复了附和许七安人设的开场。李妙真听见了熟悉的味道，自然而然地翻了个白眼。行啊，今晚就让纸人陪你睡吧。苏苏虽然有了莲子，但一直没有恢复肉身。许七安大概知道一些原因，还被太阳是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是，美艳女鬼恢复人身后，相应的法术手段都会不复存在，这是重新成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此，女鬼还没下定决心。4人相视一笑，许七安适时起身，引导3人上楼，来到自己新开的房间，掏出钥匙开锁，点燃蜡烛，从地书碎片里取了2坛黄酒，4口大碗。这是我游历途中储备的酒，尝尝。好酒。楚元稹是个好酒之人，浅尝一口，眼睛发亮。得温一温，口感才更好。行家呀！许七安笑道。于是让伙计取来小炉，升起炭火，温酒闲聊。许七安把自己离京游历以来的事迹颇为详细的说给他们听，从雍州到雷州，从雷州又返回雍州，一路走来，大大小小，想起什么说什么。你的经历还是一如既往的丰富多彩。楚元稹端着大碗，喝一口酒，笑盈盈道：所以那王妃现在算是你的红颜知己？李妙真漂亮的眸子一下子眯起。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许七安低头喝酒。楚元稹笑道：说起来我还没见过王妃的真容，但知道就算连国师纯粹以容貌比较，恐怕也要逊色她。京城女子千千万，真正能让人惊艳的，镇北王妃、国师、怀庆殿下3人耳。你能得其一，实乃人生幸事。人的审美标准不同，楚元稹是游侠、读书人、剑客，分别对应美貌、才华、剑，正好是这位女子。啊，不好意思，都是我池塘里的鱼。许七安知道国师在同一个客栈，根本不敢在这个话题上深入。话说得太早了，说不定我们的怀庆殿下也对许银罗芳心暗许了呢。李妙真阴阳怪气的哼哼2声，她没有在怀庆的话题上多扯，因为在圣女看来，怀庆那种金贵冷傲、才华惊艳的女子，不可能看上风流好色的许七安，哪怕有些许好感，也只会止于好感。其他人在何处，如何处置？楚元稹问道。我把他们收在浮屠宝塔里了，昨日匆匆逃到此处，我和国师只顾着疗伤。双修也是疗伤，他在心里补充一句。李灵素也在塔内。
李妙真问。楚元稹和恒远看了过来，他们已经知道7号便是李灵素，那个被仇人追杀失踪1年多的人物。许七安点头，给予肯定答复，斟酌了一下，道：为了隐瞒身份，我在他那里不叫许七安，而是徐谦。人物形象是活了几百年的超凡境高手，与坚正对弈也能轻松胜出的可怕人物，深不可测的前辈高人。他深信不疑，并对我恭顺敬畏，只敢在心里腹诽我。楚元稹、李妙真和恒远3人原本觉得挺正常的，许七安行走江湖本身就隐秘为主，但听着听着，3位地书碎皮的拥有者面面相觑，然后沉默了。许大人老毛病又犯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哈，李灵素要是知道真相，是何种心情？说完，许七安开门见山道：所谓纸包不住火，圣子迟早要知道我身份，关于这一点该如何处理，我暂无头绪，几位有什么建议？李妙真连忙抬起手建议道：为什么要让他知道呢？与其双方尴尬，不如一直瞒着，能瞒多久算多久。楚元稹想起了自己当初在北方的荒野里篝火边用脚掌抠出的2室一厅，一本正经地说道：妙真此言甚是，嫌圣子射死的不够，打算大家一起见证他射死。你们这2个坏种。许七安脸色严肃地摇头：不行，那样对圣子来说太不公平，他会觉得全天下人都在欺负他，欺骗他。楚元稹表情认真：宁燕，这是你片面的想法。首先你是事出有因才隐瞒了身份，其次圣子是个豁达的人，不会因为此事而觉得我们欺负他。你都不认识他。许七安说：不行不行，这样不道德。李妙真说：可以可以，这样就很好。许七安说：我不是这种恶趣味的人。楚元稹说：我们大家都不是啊。最后许七安勉为其难地采纳了2位同伴的建议，道：就这么办，诸位还请配合我，莫要拆穿我的身份。楚元稹和李妙真满意的点头。阿弥陀佛。目睹这一切的恒远大师只觉得自己因为心地善良而和他们格格不入。对了，国师为何会在雍州？李妙真问出了自己内心深处一直在意的疑惑。这许七安心里陡然一沉，他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人宗的修行之法有业火反噬的后遗症，这一点身为天宗圣女的李妙真，人宗记名弟子的楚元稹心里是明白的。元景帝惦记着与骆玉衡双修，是因为气运可以浇灭业火。更致命的是，地书碎片的持有者们现在已经知道他身怀气运。许七安端着大碗喝了一口酒，借着低头时的余光快速扫了一眼楚元稹和李妙真。楚元稹把玩着大碗，轻轻摇晃酒水，一副轻松悠闲做派，但没看错的话，他的腰背刚才悄然挺直了。李妙真则是身子前倾，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他们果然是有些怀疑的。就在许七安思考托辞之际，客房的门被敲响，传来咚咚2声，我去开门。许七安趁势起身走向房门，拉开门栓。不出意外，门口站着一位笑靥如花的绝色美人，正是昨夜与他滚完床单的国师大人。他来做什么？千万别一口一个许郎。许七安有些头皮发麻的让开身，强颜欢笑道：国师请进。骆玉衡轻轻颔首，跨过门槛入屋。国师。李妙真3人连忙起身行道礼。骆玉衡笑容明媚，轻轻颔首，看一眼楚元稹。不错，修为又有长进，4品之后如何晋升，可有想好？楚元稹苦笑摇头。他接着看向李妙真：4品中期了，1年之内可踏入4品巅峰，已经超过你的师兄李灵素。李妙真和楚元稹都觉得今日的国师有些不同，似乎没了以往的高冷。骆玉衡看向许七安，笑盈盈道：我这趟来雍州是为了去雍州城外的地宫一探究竟，听许银罗说，地宫的主人是远古时代的人宗祖师。原来如此，亲身经历过地宫探险的楚元稹恍然大悟，不由得想起其中的凶险，感慨道：其实当初宁燕若是没带钟姑娘下墓，我们也许在外围时可以直接把丽娜带出来。李妙真没有共同下过墓，但对此事并不陌生，点了点头。有什么发现吗？事关道门，他还是很上心的。骆玉衡微笑道：还没来得及去。许七安暗自松了口气，意外于国师的善解人意，心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当一个女人爱上你就会事事为你着想？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关系藏着掖着呢？突然许七安收到了来自骆玉衡的传音，他不动声色地看向国师，后者嘴角带笑，饱含深意地看着他。还不是因为你是条鲨鱼，你若是能和其他姐妹好好相处，我至于这么怂吗？许七安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既然不愿说，我也不为难你，但相应的你也不应该让我为难，对吧？国师此言何意？许郎，我给你1天时间，与木南枝和李妙真撇清关系，明日回京城再与其他女子撇清关系。你若是还和其他女子暧昧不清，我会很苦恼的。我理解许郎的为难。
骆玉衡的传音语气充满温柔和爱意。如果你不方便，那我亲自出面替你撇清关系。木南枝将来就在教坊司养老吧。你他妈是魔鬼吗？这人格是个病娇啊！许七安额头刷得冒出冷汗了。这时骆玉衡说道：我先回去调息，今日午后一起去雍州城地宫。李妙珍等人行道礼。是。等骆玉衡走后，李妙珍道：把浮屠宝塔取出来。许七安，许七安，我在跟你说话呢。许七安猛地回过神来，茫然地啊了一声。李妙珍蹙眉道：发什么愣？我要见李灵素。哦，对，赶紧找渣男问问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许七安动作飞快，甚至有些急迫地取出浮屠宝塔。暗金色的宝塔只有巴掌那么大，悬在半空，塔门忽然敞开，将房内众人吸了进去。塔内第一层，李妙珍等人环守四顾，前方是金灿灿的佛陀金身，高达10余丈。佛陀两侧是9位面相模糊的菩萨，菩萨之后是罗汉。这些雕塑高大威严，相比起来，人类渺小的宛如蝼蚁。李妙珍和楚元稹都是佛门中人，却没来由的心生敬畏。阿弥陀佛。恒远双手合十，神色虔诚。通往佛陀金身的道路上盘坐着4人，分别是禅师静心、双目已瞎的静元、龙气宿主苗有方，还有虔诚合十的李灵素。李妙珍嘿了一声，叫道：李灵素，你神通广大的师妹来救你了。圣子耳廓一动，听见了熟悉的声音，微微动容。他立刻睁开眼，直直地盯着李妙珍，惊喜道：师妹。李妙珍审视着他，调侃道：1年没见，你竟然还这般生龙活虎，我还以为要被女人榨干了。李灵素哼道：1年不见，师妹竟毫无长进，还是那么省布料。许七安忽然就明白为何李妙珍当年选择见死不救，原来里面还夹杂私仇。李灵素旋即看向楚元稹和恒远，笑道：两位道友如何称呼？李妙珍指着青山剑客：4号，又指着恒远：6号。嗨嗨。李灵素用力咳嗽，以眼神示意师妹不要把地书碎片的事泄露出去，同时无比惊讶地审视着楚元稹和恒远，没想到竟能在这里见到另外2位地书碎片持有者。这不对啊，当初地书碎片持有者之间是相互戒备、相互帮助的关系，怎么才1年不到，持有者之间已经成为朋友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说代号的话，徐谦也听不懂。心里嘀咕着，李灵素与楚元稹、恒远拱手问候，然后介绍道：这位是徐谦徐前辈，德高望重，侠义磊落，既有大侠之风，又不失身为前辈的稳重。我能在此与诸位相见，全赖徐前辈的帮助。说完，他发现楚元稹、李妙珍、恒远用看傻子似的目光看他，不，比看傻子还复杂。尤其可恶的师妹李妙珍，她脸色憋得发红，雪白脖梗也跟着红了，并且脖子部位的肌肉微微抽动。你笑什么？李灵素皱眉道：我没有笑。李妙珍淡淡道。楚元稹适时插嘴，诚恳道：实不相瞒，我们与徐前辈是旧相识，他的存在京城只有少数人知道。果然如此啊！徐谦作为一个能与监正对弈的超凡境强者，身份隐秘，但层次高的人必然认识。李灵素点点头，一副如我所料，我早就猜到的模样。几位道长，我虽然与徐前辈相处已久，却始终不知道他的根底。李灵素私底下传音师妹以及2位地书碎片的持有者，你们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吗？楚元稹沉吟一下，传音回复：徐谦此人与皇室有些关系，具体身份我不能告知。与皇室有些关系。李灵素露出恍然之色，传音道：嘿，我猜的果然没错，他与司天监关系极深，又负责收集龙气，且与镇北王妃。李灵素瞳孔一震，传音道：莫非他是镇北王？不对啊，镇北王不是早死在北京了吗？他消息闭塞，但也知道镇北王陨落这件事的。李妙珍脸颊肌肉颤抖，嘴唇紧抿，有些憋不住。你笑什么？李灵素皱眉。我没笑。李妙珍否认。你明明就有，我忍你很久了。他怒道。这边传音嘀咕，另一边许七安已经来到苗有方面前，审视着这位龙气宿主。许七安审视着这位龙气宿主，20多岁，与自己年纪相仿，皮肤略显粗糙黝黑，一看就是常年漂泊的游侠。五官还算不错，但也不算出挑，最出彩的是一双眼睛灿灿生辉。之前在特色会所时，许七安以麻雀的视角见过他一面，对他的观感还算不错。爱去青楼的男人都是上辈子折翼的天使。其实是那位风尘女子受到牵连时，这个苗有方第一时间考虑的不是自身，而是那女子的安危。这在以武犯境的江湖散人群体中算是罕见的品质。对于龙气宿主的处理，许七安不只是抽取龙气，还得摸清对方的品性。若是品性良善之辈，他会选择与对方坦诚不公的说清楚；若是为非作歹之徒，
则杀之而后快。苗有芳也在打量许七安，略有些谨慎，因为他脑海里对昨日的战斗场面记忆深刻。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许七安。姓名、性别、年龄。许七安采用前世的笔录开头3连。苗有芳明显愣了一下，似是不适应这样的开场方式。慑于这个男人昨日的凶威，他如实回答道：苗有芳，男，今年20有3。回答之前要说是阿 Sir。许七安默默玩梗道：哪里人士？青州黑阳郡苗家镇。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许七安问道。因为我是天才。苗有芳傲然道。本大侠游历江湖多年，杀过市井泼皮，杀过为非作歹的一方豪强，也杀过鱼肉百姓的贪官，仇人太多了。作为立志要成为一代大侠，惩奸除恶的人，他路见不平，拔刀砍人的次数不少。不过我想并不是这些原因。苗有芳撇撇嘴，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这些行为在真正强者眼里属于小打小闹，不可能引起昨日那场震撼人心的战斗。前辈，你就给我个准信儿吧，我还能活吗？如果不能活，您就动手利索些。我虽然杀人不少，但从来不折磨人。若是能活呢？许七安反问。苗有芳露出郑重且诚恳的神色。您就是我爹，有点意思，但是不行，你太丑了，不配当我儿子。许七安抓住他的肩膀，能不能活取决于你待会儿的表现。在苗有芳疑惑的表情里，他纵身一跃，两人当即消失在浮屠宝塔第1层，直接传送来到第3层。苗有芳惊奇地四下打量，这是一处面积极大的空间，但没有第1层宽阔。南北边各立一尊金身，西边是一条断壁，东边靠墙摆着一张小榻，榻上盘坐一个老和尚，一个女子。那女子容貌平平，怀里握着一只小小的白狐。见到他们进来，那女子连忙双手合十，摆出虔诚姿态。大师，劳烦以佛法观他。许七安朝老和尚合十，带其颔首。他转头盯着苗有芳，问道：可有滥杀无辜？什么叫滥杀无辜？不曾犯下死罪之人。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可有奸淫掳掠？不屑为之。似乎为了增加说服力，苗有芳昂起下巴，一脸骄傲。青楼里什么漂亮姑娘没有，而且还很懂得伺候人，犯不着奸淫掳掠。而我总能挣到白花花的银子去青楼消费。是个共享单车爱好者。许七安嗯了一声，侧头看向老和尚。后者点头。呼，总算遇到一个品性可以的龙气宿主。这一路走来都特么遇到的什么人啊？许七安道。你想必很好奇，为什么昨日的那些人对你穷追不舍，包括我为什么把你关押塔内。苗有芳好奇依旧，用力点头。其实你的天赋并不好。许七安开口解释，但立刻被苗有芳打断。他骄傲地昂起头。虽然你是前辈，我本着求生欲不该反驳，但说我什么都可以，说我没天赋，这个是不能忍的。前辈，我可是镇子里最能打的，你怎么不说自己是这条该最靓的仔？他似乎对自己的天赋很在意。许七安克制着嘴角的抽动，平静道：你现在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源于一种叫龙气的东西。苗有芳一边不服气，一边竖着耳朵专心听。他是当日大凤银罗许七安斩杀昏君时，因种种意外龙脉溃散形成的一种气运。大凤银罗许七安精彩绝艳，乃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这个不需要我赘述吧。得到龙气者会其欲连连，钱财只是小道，人脉、修行进度等等都将得到裨益。你自己的情况自己最清楚，是不是从1个多月前你的运气突然变好了，走到哪里都能结交到朋友，得到对方各式各样的馈赠，修行方面也日进千里，遇到什么难题总会有人来解决。另外在赌场10赌9赢，日进斗金。苗有芳越听越沉默，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这位前辈说的都对，全部都吻合。之所以用这位前辈，是因为他看出许银罗没有公开身份的想法。1个月前他从外地游历归家，一不小心就得镇上最漂亮姑娘的青睐，传授他拳法的老师傅突然就取出一本秘籍赠与他，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不愿绝学失传。他离开镇子继续游历，奇遇连连，除了被昨日那伙人追杀，几乎没遇到过危机，修为还日进千里。苗有芳试探道。所以许七安回答，龙气一直散落在外的话，王朝坍塌是早晚的事，而若是被外族得到，中原易主也是可以预见的事。因此我要收回龙气。见苗有芳一脸挣扎之色，他嘲弄道：怎么不愿意？你以大侠自居，当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回应他的是沉默，肤色黝黑的年轻人低着头，脸上挣扎之色愈发明显。许久后他问道：我已是前辈的瓮中之鳖，龙气自取便是，何必与我说这么多？许七安淡淡道：你如果是个恶徒，我倒也不必与你浪费口舌。苗有芳盯着许七安几秒，又低下头去。沉默了10几秒，
叹了口气，虽然很不甘心，但我是大侠嘛，大侠就要有大侠的样子。如果龙气真的能救朝廷，如果他真的在我体内，那就拿去吧。许七安当即取出的书碎片，镜面对准他，默念口诀。苗有芳眼里豁然亮起金光，似有龙影闪过，他的头顶冲出一道粗壮的金龙虚影，不情不愿地进入地书碎片。苗有芳怅然若失，他没有看见龙气，但刚才那一瞬间只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离开了。这样一来，我就有3条至关重要的东西，只要集齐最后6条，我就完成任务了。许七安一阵欣喜，短短1个多月，他便收集了3道龙气，而且太平道的温养也将因为这条新的龙气而加快进程。余光瞥见苗有芳颓废木然，许七安心情不错地告诫道：真正的强者内心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一颗勇敢的心，力量再强也只能欺负弱小，面对同阶死路一条。苗有芳挠了挠头，我也该知足了，如果没有龙气，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其实我天赋确实不好，镇上教我练拳的老师傅也说过，师兄弟们都笑话我不自量力，资质平平却想成为一代大侠。16岁的时候，我离开镇子外出游历，到23岁才攒够请练神境高手帮忙开窍的钱。为了攒这笔钱，我2年没换鞋子，一件袍子缝缝补补穿3年。不久前突然时来运转，我终于能成为万人敬仰的一代大侠。嘿，书上怎么说来着？对，镜花水月。但不是我的东西就不是我的。他低着头，灰心丧气，像是一个被打回原形的丑小鸭。我身边正好缺一个跟班。苗有芳猛地抬起头，盯着表情冷淡的许七安。许七安自顾自道：当我的跟班，要任劳任怨，做牛做马，不发月俸，但偶尔会教一招半式。苗有芳脸色严肃，一字一句道：爹。许七安嘴角一抽。雍州城西南边的秀水镇，柳红棉坐在屋脊上，一手抱着膝盖，一手托腮，百无聊赖地望着远处的风景。许七安真强啊，不愧是中原最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姬玄好像被打得失去斗志了，焦业老道的死对他打击竟这么大。明明只是一个修为浅薄的老道士而已。队伍人心散了，我也该另谋出路了。哎，要是能勾搭上许银罗便好了。我扭头回见周万花楼，把萧月奴踢出门派。柳红棉思维发散，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他收回目光，看向院内的姬玄少主坐在井沿。从昨晚到现在，他在院子里枯坐了一夜。不过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经历了这次挫折，熬过来才能走得更高更远。柳红棉啧啧2声，他还指望依仗姬玄反攻万花楼，夺回楼主之位。苗有芳选择留在徐谦身边，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跟班。默默无闻是他给自己强加的定义，实际上这小子是个话痨，而且自来熟。飞燕女侠，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您是唯一让我敬佩的人。飞燕女侠，您说句话啊。李妙珍起先还会礼貌性的回应几句，但发现这家伙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之后，便不搭理了。楚兄，不是我说你，能在朝为官，何必流落江湖呢？读书人在我们镇子上地位可高了。楚元稹也不爱搭理他，原因是这小子总是批评他任性，明明都考上状元名榜提名，竟然辞职不干，如此任性。李兄，以后我负责给徐前辈端茶送水，你负责给徐前辈洗衣做饭。与你说过很多次，我不是徐前辈的跟班。好的，那你负责端茶送水，我负责洗衣做饭。见苗有芳和大家初步熟识，许七安带着他们离开浮屠宝塔，用过午膳后，一行人御剑返回雍州。目的地是城外的地底大墓。骆玉衡很早以前便想来探究一方，当初许七安从地宫出来，返回京城，将此间之事告知骆玉衡。根据壁画中人族的穿着推断出大致年代后，他翻遍人宗编年史，没能追溯到那个久远的年代。换而言之，地宫里的那位人宗祖师爷出现的时代可能要比人宗更久远。骆玉衡之所以对那位人宗祖师上心，并非好奇心作祟，而是因为此人渡劫失败，却没有陨落，反而遁下旧身躯，与以往做了割裂。骆玉衡无法理解此事。天劫之下，一切都会化作飞灰，从古至今，人宗2品到首渡劫，无人能成功，更无人能在天劫下活命。此人非同寻常。来到目的地，骆玉衡立在洞口，回眸说道：你们留在外面，我与他进去。李妙珍和李灵素2个道门弟子是不愿意的，只是骆玉衡轻飘飘的斜来一眼，他们就愿意了。于是地书碎片的4位持有者以及许七安新收的马仔苗有芳便留在了洞外。许七安和骆玉衡跃入洞穴，上头传来苗有芳的声音：飞燕女侠如何能快速成为一代大侠？我这些年铲奸除恶，行侠仗义，可名声？哼，我师妹能出名，一半靠的是天宗的名头，你当她是全靠自己吗？之后的交谈便听不见了。他前头带路，与骆玉衡前往地宫深处。地宫昏暗，越往里走越黑暗，
渐渐地伸手不见五指。许七安点燃准备好的火把，说道：“上次过来时，发现神书的封印有所松动，若是不管不顾，最多1年他便能冲破封印。国师正好可以帮忙加固封印。”火色的光晕照亮骆玉衡精致绝美的容颜，他嗯了一声，穿过坍塌狼藉的地宫，不多时来到一扇巨大的石门前。咦？许七安皱了皱眉。骆玉衡侧头看来，他解释道：“我上次离开时不记得有关门。”许七安边说边走入主墓室，也没太在意，说不准是古师自己把门给关上。喳喳，石门缓缓推开，许七安持握火把进入主墓室。这里乱石堆积，像是刚刚被开采过一般，是当日神书和古师战斗留下的。他一眼扫去，竟没见到古师盘坐的身影，往内走了10几步，看见一具残破的人形倒在地上。古师死了，头颅缺了半边，惨白色的脑浆零星地挂在脸上，干瘪的青黑色身躯残破不堪，依稀能透过断裂的骨骼、残损的血肉看见里面的黑色脏器。墨绿色的眼球圆睁，死寂一片。许七安没有在他体内感应到任何气机波动，这代表着眼前这具是纯粹的尸体，再没有任何神意。古师死了，虽然这么形容有些奇怪，但他确实死了。许七安的瞳孔宛如遭遇强光一般收缩成针孔，他的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墓穴的主人回来了。这个猜测从心里升起的刹那，惊恐的情绪便不可遏制地涌起。骆玉衡眸子荡起幽光，趁着清冷艳丽的脸蛋，有一种妖冶的美感。他缓缓扫过主墓室，额请，轻声道：“没有残留的魂魄，也就是说，古尸彻底烟消云散。他虽是数千年的古尸，但有真实的魂魄，严格来说，属于另一种生命。”许七安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骆玉衡侧头看他一眼，拢在袖子里的玉手抬起，轻轻握住许七安的手，柔声道：“你有什么发现？”许七安吐出一口浊气，定了定神。现场没有战斗的痕迹，古尸死得非常干脆利索。3种情况，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修为比他强很多很多，能轻易杀死被封印的他，要么既是熟人又是超级强者。骆玉衡听完，微微颔首。所以，你怀疑是这座墓穴的主人回来了？国师果然冰雪聪明。许七安脸色凝重。他虽然被神书封印，力量无法施展，可肉身是货真价实的2品道门肉身，即使不如武夫强悍，但能把他毁成这样的，至少是超凡境，寻常的3品都未必能做到。雍州最近确实有不少超凡高手聚集，但他们没有杀古尸的必要，甚至都没杀死他的把握，最多就是进来打探一番，问一问情报。骆玉衡嗯了一声，算是认同他的猜测。许七安继续道：“古尸当初说过，他留在地底古墓，等待主人回归，取回气运。那份气运因缘际会到了我的手里。”说到这里，他心情极为沉重。如果古尸死于墓穴主人之手，那么这位神秘道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愤怒、残暴、不友好。不用担心。骆玉衡笑了笑，一副贤妻良母的语气。债多不愁，惹上一个大人物很麻烦，惹上2个大人物是致命的，可当你惹上3位、4位乃至更多，你就会很安全。至少你会拥有博弈筹码。这不就是前世商业上很多财政赤字严重的大企业的常规操作吗？许七安借着吐槽来缓解心里的压力。国师的话是有道理的，不管地宫的主人是何方神圣，他想对付自己，就得过骆玉衡这一关，得过监正这一关。这期间佛门可能还会来插一脚，然后许屏风也会发表意见。什么？你想动我儿子？不行，我儿子只有我能杀。还有表面是金莲，实际是地宗道手，真面目却是橘猫的地书碎片真正主人。还有一心想要让云麓书院重新崛起的院长赵守等等，还有把7绝骨赠予他，让他背负封印古神因果的古族，这些都是和他因果极深的势力人物。换个思路，地宫主人的存在或许同样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这么一想，许七安稍稍安定许多。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骆玉衡道：“今日返回京城，如果地宫主人会对你不利，监正必定会给出暗示，或者做出一些你现阶段无法领会的布置。”许七安一听就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回京报一报监正大腿了。稍等片刻，他说了一句，然后从4周搬来石块，给古尸做了一个简单的石墓。枯守数千年，也算解脱了。古墓外，苗有芳屁股上垫着刀鞘，嘴里叼着草根，小声地问身边的李灵素：“李兄，你说我没了龙气之后，是不是以后就没有花魁喜欢我了？”花魁？李灵素站在一侧，睥睨着他，嗤笑道：“你就只有这点出息吗？”这是一个海王对败狗的嘲讽。苗有芳仔细审视李灵素，突然说道：“李兄，你肾亏。”李灵素脸色微变，怒道：“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看出来了，我行走江湖多年，又是武夫，
一个人气血旺盛与否，一看就能看出来。你显然是肾气虚弱之象，好在不算严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你若不服气，咱们脱裤子比试，看谁尿得远。李灵素冷哼道。粗俗，他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无聊的举动。圣子是有偶像包袱的，而且赢了还好，输了颜面何存？李妙真、楚元稹和恒远大师默默看着两人说相声。苗有芳有着江湖人特有的粗俗，以及年轻人的跳脱，江湖气很重。但在座的都是老江湖，见惯了类似的人，习以为常。李灵素和苗有芳相互嘲讽了几句后，便不和这个修为低的小子一般见识了，因为他发现对方总能把双方拉到一个水平线，然后通过丰富的经验打败自己。师妹，圣子走到李妙真面前，搓搓手，露出讨好笑容。现在我已经不必担心东方姐妹的追杀，地书碎片该还给我了吧？李妙真眼神一下有些飘忽，敷衍道：哦，过阵子再说吧。李灵素朝师妹投去质疑的目光。为什么要过阵子？烦不烦？过阵子就是过阵子。不行，你现在就把地书碎片还给我。还给你就还给你。李妙真取出的书碎片轻轻一倒，镜面跌出一件同款玉石小镜。李灵素探出手掌接过，从指尖逼出一滴鲜血，让地书重新认主。他还记得自己的承诺，当日向徐千求助从东方姐妹身边逃离，他承诺用地书碎片里的家当作为报酬。作为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不屑毁约的。虽然我的家当不多，但法器、加金银符箓零零散散的也值个几千两银子。李灵素与地书碎片重新建立了联系，意念探入地书碎片空间内，空空如也。李灵素一愣，也许是打开的方式不对，他退出意念，重新进入地书空间，依然空空如也。李灵素扭动僵硬的脖子，一点点地看向李妙真。我的银子呢？我的法器呢？我的符箓呢？卖了。李妙真眼睛左看右看，就是不看李灵素。卖了。李灵素的声音拔高了几分贝，瞪大眼睛。谁让你卖的？你凭什么卖我的东西？你卖了做甚？我当初在云州组建游击剿匪军，需要银子嘛，就把你的东西给卖了。李妙真有些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卖你自己的？李灵素感觉脑门被雷砸了好几下。李妙真撇撇嘴，你什么时候产生我会攒银子的错觉了？小声嘀咕，我的银子都施舍给贫苦人了。李灵素抓狂，俊美的脸庞不停抽搐。你这个天宗的败类！李妙真大怒道，你才是天宗败类！你身为天宗圣女，不好好修太上忘情，你去当大侠。你不是败类，谁是败类？你身为天宗圣子，不一样到处睡女人，处处留情。你不但是天宗败类，还是个薄情寡义的臭男人。我对每一个女子都是真心的。再说，陷于情，超脱于情，是我参悟出的道路。你懂个屁！哼，这话你怎么不和天尊说？要不是你，师父和师伯会下山抓人。他们下山抓人，难道不是因为你败坏了天宗名声吗？飞燕女侠、楚元稹和恒远大师面面相觑。他们知道李妙真的情况，但委实没想到圣子竟也不遑多让。难怪天宗的兵夷元君和玄成道人亲自下山捉拿，不冤枉啊！楚元稹传音道。没想到天宗竟出了两位奇葩的圣子圣女。恒远表情无奈的点头，想了想，补充道：但也比监正要好。想到司天监的情况，两人顿时沉默了。争执之间，骆玉衡带着许七安从洞穴底飞上来。小小的天宗竟出了两位卧龙雏凤。偶然听见只言片语的许七安忍不住吐槽，烦闷的心情稍稍好转。天宗的圣子圣女不但奇葩，还能说相声。怎么样？有没有问到有价值的情报？李妙真劈头盖脸地问。李灵素也好奇，但不敢这样无礼，同时察觉到师妹似乎和徐谦关系不错，因为师妹面对徐谦时竟没有半点拘谨和恭敬，她已经彻底魂飞魄散。许七安尽量让表情不显凝重。魂飞魄散，李妙真一愣，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又茫然又惊讶。李灵素与他的反应差不多，反倒是楚元稹和恒远两位经历过地宫历险的地书碎片持有者，脸色一变，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他们亲身经历过古墓探险，深知古尸的可怕，若非监正留在许七安身上的后手帮助他们消除了那次厄运，天地会恐怕早就因创始人和重要成员夭折而解散。可是那么强大的古尸竟然魂飞魄散了，怎么回事？楚元稹低声问道。换成其他环境，他或许会觉得问这个问题不太妥当，但在场的都是自己人。李灵素虽然半熟不熟，不过既是天宗圣子，又是天地会成员，可信赖。至于苗有芳，楚状元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这类高级别的隐秘层次没到，根本听不懂。许七安沉吟道：我怀疑是墓主回来了。这句话听得众人脊背发寒，有些头皮发麻。会对你有威胁吗？
李妙真的关注点清晰明确。李灵素当即竖起耳朵。许七安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倒走一步看一步。李妙真微微颔首，漂亮英气的瓜子脸沉重了几分。没能听到机密的李灵素则有些失望。许七安环顾众人，道：“我和国师要回一趟京城，你们是随行还是就此别过？”楚元缜笑道：“正好要请监正帮忙炼制地书碎片。”许七安能凭借地书感应收集龙气，是因为监正在地书碎片中刻了阵法。地书是世间唯一可以承载龙气的法宝。皇宫锦绣宫，林安坐在小榻上，陪着母亲陈贵妃说话。她穿着梅色的袄子，蓬松的罗裙，精心梳理的发髻插着小凤冠，银鎏金头钗，花丝点翠镶宝石金凤簪，脖梗挂着纯银璎珞，打扮的花枝招展，奢华富贵。等闲女子哪怕容貌生的美丽，这番打扮也很难驾驭得住炫目奢侈的首饰。但林安独独适合这种打扮，且能很好的驾驭住，为她的美貌增添色彩。素衣淡妆的林安美则美矣，却没有特色。奢靡华贵的打扮则让她跻身绝色行列。陈贵妃端着茶盏，姿态优雅，眼角有着浅浅的鱼尾纹，虽说没了年轻时的娇娇风华，但胜在体态丰腴，别有一番魅力。陈贵妃审视着自己的女儿，忽地感慨道：“而今陛下已是95之尊，母妃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出嫁。林安啊，你该招婿了呀。”林安听到母亲说起这个，心里还是有些小羞涩和喜悦的。他也觉得自己该出阁了，总是待在皇宫和临安府简直无趣，也该换个地方住住，比如徐府就不错。他刚想说些什么，便听陈贵妃道：“定国公的次子到了婚嫁的年纪，前阵子定国公的夫人来宫里做客，与我喝茶时说起此事，他求我替儿子向陛下求亲，把你娶回国公府。”林安翻了个白眼，鼓起腮：“小国公怎么容得下我吗？母妃莫要说笑，回去了便是。”陈贵妃生气地说：“国公府容不下你，什么地方能容你？林安，你年岁不小了，以前先皇沉迷修道，对你们这群皇子皇女的婚事不管不顾。凤栖宫那个怨妇更懒得管你们，现在太子登基，朝堂风气焕然一新，很多该做的事可以做了。母妃知道定国公夫人是存了私心，那爵位是长子的，次子没份儿，这才想着娶一位公主回府，让次子也能有个锦绣前程。自魏渊战死进山城，大奉损兵折将，那定国公当年打过山海关战役，领兵打仗的本事极为出色，陛下非常看重。定国公次子同样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对你又情有独钟。去年你们还曾见过呢，听国公夫人说，自打见了你，小公子便魂不守舍，朝思暮想。我都忘记他长什么样了。林安心里小声嘀咕，板着圆润娇俏的鹅蛋脸，没好气道：“是皇帝哥哥让你来劝的。”这倒不是。陈贵妃笑道：“他一心只想当明君，哪有精力关心你？是母妃自己的意思。”林安就很有底气的抬了抬下巴：“那你跟皇帝哥哥说呗。”他对那个曾经的小铜锣早已芳心暗许，皇帝是知道的。不过朝中知者甚少，比如定国公这样勋贵，要不然也不敢派他夫人进宫试探。陈贵妃脸上笑容渐渐消失，漠然地看着他，沉吟片刻：“你心里还想着他？”林安眼神顿时飘忽一下：“谁啊？”陈贵妃叹息一声，语重心长道：“他非你良配，不会有好下场的。母妃此言何意？”林安皱起修得精致的眉毛。这时宫女们捧着珍馐美味鱼贯而入，在桌上逐一摆开。陈贵妃适时转移话题道：“菜也上齐了，陛下怎么还没来？”林安恰好有些饿了，桃花眸子巴巴地望着菜，娇声道：“皇帝哥哥事务繁忙，许是耽搁了，我差人去问问。”陈贵妃颔首：“快去快回。”安神殿，永兴帝坐在御书房的大椅上，一身黄袍，神色凝重地扫过堂内诸宫。永兴帝继位后，没有住进元景帝的乾清宫，而是搬来了西侧的安神殿。他不喜欢乾清宫，正如他厌恶沉迷修道的先帝，这会让他时刻想起先帝的嘴脸，想起先帝真正的身份。北境雪灾严重，已有大批流民南下，滋扰其余各州。此外，青州、禹州、襄州等地亦有雪灾，百姓哗变，闹事不断。永兴帝沉声道：“诸位爱卿，觉得该如何处理？”本次小朝会商议的主题是雪灾。自入冬以来，气温骤降，原本勒紧腰带勉强能过活的家庭，受到寒潮影响，不得不花更多的银子添置炭火、棉衣等物资。可对于务农的贫苦人家来说，一年的收入就那么点，吃穿用度都要紧巴巴地盘算着。花钱买了炭和添置棉衣，就意味着没银子买米。许多贫苦百姓没能熬过这个冬天，饥寒交迫中人口损失无数。朝廷接二连三收到各地官府的折子，上面用10村不留一户来形容这次灾情的可怕。大理寺丞当即出列，作揖道：“陛下，
可让户部调急钱粮赈灾，百姓缺衣短食，无法挨过冬日，那势必化作流民，为祸各州。遭了流民洗劫的百姓也会变成流民，若不能尽早平息灾情，恐生大患。未等永兴帝说话，户部尚书仓皇出列，高声道：陛下，国库空虚，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粮赈灾，请陛下三思啊。每年的赈灾时刻，对他这个户部尚书而言，都是一场动摇官帽的风波。果然，户部都给侍中连忙站出来补刀。陛下，臣要弹劾户部尚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与其党羽吮吸朝廷骨髓，以致国库空虚。户部尚书跪倒，大声道：臣起骸骨。永兴帝嘴角狠狠抽搐一下，面无表情地俯瞰着众臣党争党争。时至今日，还在党争，正是你们这群只知道窝里斗的读书人，联合先帝，才把大凤祸害得民不聊生。永兴帝握紧拢在袖子里的手，温和笑道：朕昨日便说了，灾情严重，朝堂上下当君臣一心，共商对策，诸位爱卿就消停些吧。户部尚书等人当即偃旗息鼓。永兴帝满意点头，朗声道：各地一仓储备如何？户部尚书道：都已开仓救灾，只是秋收时，朝廷与巫神较打了一场，元气大伤，当日粮草便是从各地征调过来的，因此各地一仓储粮不足。永兴帝想了想，道：那官仓呢？话音落下，堂内诸公面面相觑，右都御史刘宏出列，道：陛下不可，若要稳住各地局面，让虚吏官员正常作为，官仓就不能动。一仓是专为荒年赈灾用的，官仓则是给官员发放俸禄的。动了官仓，朝廷若是发不出俸禄，那才是真正天下大乱。永兴帝脸色一沉，那刘爱卿有何良策？刘宏沉吟道：北方妖蛮还欠朝廷无数皮毛、盐、铁矿，陛下可派使者前往北境讨要。永兴帝眼睛一亮，底下诸公也议论纷纷，却见王首辅走出队形，作揖道：此事不可。诸公立刻反驳：有何不可？本官觉得刘大人此计甚妙。是啊，妖蛮牛羊成群，皮毛无数，正好可以御寒，解决朝廷的燃眉之急。王首辅耐心地等诸公说完，这才继续开口：当日拟定誓书是由翰林院庶吉士许兴年持笔，臣亲自监督，白纸黑字写着，妖蛮给予大凤的皮毛、牛羊等物是在3年后。如今战事平息不过2月，妖蛮亦是百废待兴，物资紧缺，此刻要让他们履行契约。王首辅没有说下去，但诸公们明白了，这是在逼妖蛮和大凤反目。永兴帝有些烦躁，问道：首辅大人有何良策？王首辅心里叹息一声，就算没回头，也能感受到身后一道道灼灼目光的注视。身为首辅，有些事他避不过，于是沉声说道：国库虽空虚，京城内外乃至中原各地却富甲横流，陛下可以号召天下义士捐款。来了。诸公心里一沉。其实早在多日前，京中就有流言说陛下欲号召捐款，填补国库空虚，要从他们身上割肉。永兴帝等的就是这一刻，笑了起来。此法甚妙，首辅大人认为该如何号召？王首辅道：当由诸公带头捐款，臣愿捐出半数家财，赈济灾民。此言一出，堂内诸公哗然。王党和前卫党的几位成员当即响应，表示和王首辅一样，捐出半数家财，填补国库。但更多的大臣采取反对态度。陛下，此事不可，我等两袖清风，勉强度日，何来家财？商贾逐利，让他们捐款，便如割肉，必定引起哗然。国库空虚，不得宣扬，让巫神教得知，恐有兵灾。于内亦让百姓知晓朝廷外强中干，届时流民落草为寇，祸患无穷。一听皇帝要号召捐款，王首辅带头捐出半数家财，诸公反响极大，无比默契地站在同一阵营，哪怕他们平日里势如水火。永兴帝抬了抬手，平息大臣们的喧哗。这里是御书房，不是金銮殿，没有太监挥鞭呵斥。待诸公安静后，他看向大理寺丞，道：司丞大人，你意向如何？在场的诸公都是党派核心人物，搞定他们就能搞定大部分党派。而大理寺丞现在是齐党的党魁，唯一领袖，他要是点头了，齐党就能拿下，至少能拿下大半。陛下，大理寺丞出列，哀声道：臣为官20载，兢兢业业，两袖清风，酷暑无冰，严寒无炭，不过勉强度日罢了。说着抖了抖手，让宽袖滑落，露出一双生满冻疮的手。臣为朝堂院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但臣怜悯妻儿，不愿他们冻死街头。陛下若执意如此，臣起骸骨。老狐狸永兴帝大脑突突的疼，连忙摆手：不至于此，不至于此。真要这样的话，他就成了逼迫官员捐款，导致大臣辞官的贪婪皇帝，
名声就臭了。史书若再记上一笔，得不比先帝好多少。永兴帝相信这般读书人肯定会这么写，因为被逼捐款的是他们。永兴帝又问了其他大臣，遭遇了不同的软钉子，不是哭穷就是起骸骨。年轻的皇帝脸色越来越难看，骑虎难下，最后一拍桌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朝廷养你们何用？3日之内，朕要一个万全之策拿不出来，统统都朕滚蛋！陛下息怒，诸公纷纷下跪。小朝会因永兴帝的失态暴怒提前结束。王首辅正了正官帽，双手拢在袖中，与魏渊的接班人御史台右都御史打更人领袖刘宏并肩走在青石板铺设的宽敞道路上，前方就是午门了。远处有侍卫站岗，禁军巡逻。王首辅的目光百无聊赖地追逐着禁军，片刻后收回目光，缓缓道：“陛下把爱民生的弱点暴露得太明显，如何与这群老狐狸斗？陛下还是太年轻了呀，有强国实干之心，奈何水平差了些。”刘宏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王首辅吸了一口冷气，鼻子冻得发红，淡淡道：“手段稚嫩，心机不够深，这些都可以学。换成4皇子，不比他好到哪里。”刘宏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可惜怀庆殿下是一介女流。”王首辅冷笑道：“二郎上奏折提议朝廷号召捐款的点子，不就是怀庆殿下给出的吗？你当我不知？”刘宏坦然道：“首辅大人慧眼如炬，没有单独让商贾捐款，而是让陛下发动群臣捐款表率，他还算有些远见。”王首辅哼一声，脸色冷了下去：“你告诉怀庆，以后想尝试自己的法子，别拿我未来女婿当枪使，陛下注定会因此事丢尽颜面，到时候少不得迁怒二郎。”刘宏没有说话，两人并肩走了一会儿，王首辅平息了怒火，淡淡道：“朝廷国库空虚，户部难以为继，陛下之所以不动那些钱粮，是为防备云州的叛军。”刘宏沉声道：“但若任由灾情扩张，流民数量日益增多，祸乱各地，这同样是叛军乐意看到的。挪用军资，正中叛军下怀；不挪用，叛军仍是乐见其中。我虽没与那许屏风打过交道，却已知此人手段高明，令人头皮发麻啊！打仗如果发不出军饷，军队是要哗变的。可不管灾情，不遏制流民的增长速度，局面就会越来越乱，后院失火的后果同样可怕。怀庆殿下也是不得已为之。”刘宏叹口气，原以为先帝去了之后，朝廷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谁知是一个烂摊子。王首辅目光远眺，似有触动。隔了一会儿，他沉声道：“此计若是可行，确实能解燃眉之急。”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点，想让这群老狐狸以及各阶层的官员心甘情愿地掏腰包，需要一个镇得住场的人。纵观朝廷，监正算一个，先帝算一个，我和魏渊加起来算一个，许其安算一个。监正不管朝政，先帝和魏渊都已是故人，许其安游历江湖，我前阵子问过二郎，他至今没有消息。刘宏心里一惊，王首辅原来早就看穿吃透了这个计策，在没有人察觉的时候，他就已经暗中打探推敲。锦绣宫，永兴帝乘着大年抵达，在宦官们的簇拥下进入锦绣宫。他在院子里停顿脚步，深吸一口气，捏了捏眉心，让表情不再那么严肃沉重，嘴角带起微微的笑意，然后穿过院子，跨入门槛，看见了等候多时的母妃和胞妹。吩咐宫女热了好几回菜的陈贵妃轻声责备道：“陛下虽春秋鼎盛，但也要注意龙体，不要太过操劳了。母妃你就别担心了，灵宝官有的是养生滋补的灵丹妙药。”林安招招小手，笑靥如花：“皇帝哥哥，快来用膳。”永兴帝露出笑容，一扫朝堂玉气，在宫女的服侍下开始用餐。他吃了几口，便与母妃、胞妹聊起家长里短的闲话。前些天听这儿说，上书房来了一个小姑娘，是王首辅府上来的。长康不小心招惹了对方，结果挨了打。智儿替堂弟报仇，也被打得满头是包。智儿是永兴帝的第3子，今年10岁。长康则是临安六哥的次子。陈贵妃一听孙子挨了打，神色大变，柳眉倒竖：“此事我怎么不知？朕给压下来了。为何？”陈贵妃狐疑道，无法理解儿子的做法。永兴帝苦笑一声：“那是许七安的幼妹，希儿当天就被送出宫去了，书也没读上。”陈贵妃当即沉默。殊不知太傅逃过一劫。吃了一会儿，陈贵妃见永兴帝始终闷闷不乐，柔声道：“陛下，是否朝中有难事？”永兴帝犹豫了一下，无力叹息：“国库没银子了，又刚打完仗，各地的粮仓储备不足，无力赈济灾民，以至于流民四起，化作流寇，朕的江山一片狼藉啊！”他把自己号召捐款遇到的挫折也说了出来。永兴帝捏了捏眉心，坐到这个位置上才知道有多难。朝堂上下人人皆敌，虽说登基不久，
但他已经感受到了重重阻碍，以及政令不由己的无力感。这是以前当太子时无法切身体验到的。桌上气氛一下变得沉凝。永兴帝忙说：“不必想这些糟心事，母妃，儿臣敬你一杯。”喝完酒，永兴帝挑了些轻松的话题，试图逗陈贵妃发笑，让家宴更轻松些。林安默默地看着兄长，有些难过。以前他觉得太子哥哥心心念念继承皇位，很多想法和观念让他不适。可时过境迁，经历了那么多事，他也成熟了许多。太子哥哥对皇位执念这么深，除了自身渴望皇位外，大部分原因出在他们母女身上。母妃被皇后压得抬不起头，他又时常被怀庆欺负。另外，四皇子在朝中有魏渊撑腰，太子哥哥就是想争口气，让母妃能在皇后面前抬头挺胸，让她能在怀庆面前可劲儿的耀武扬威。用过午膳，林安借着散步消食的名义去了德兴院。刚进怀庆的地盘，就看见一个俊美挺拔的年轻官员从里面出来，目若星辰，唇红齿白，脸颊线条硬朗了许多，显得更有男子气概。微臣见过殿下。许新年停下脚步，拱手作揖。许大人怎么在这里？林安多情妩媚的桃花眸子转动，上下打量。许新年道：“臣来找怀庆殿下探讨学问。”顿了顿，他问道：“对了，我大哥近来有寄信给殿下吗？”林安一听就很怨念深重，娇哼一声：“你大哥是谁？本宫不识的，莫要拦路。”群居飞扬，与许新年擦身而过。狗奴才离京1个多月，音信全无，分明就是没把他放在心上。一路直达内院，在宫女的引路下来到内厅，看见坐在案后喝茶的怀庆。我方才在外头遇见许辞旧了，他来此作甚？林安问道。通常来说，能被公主请入府的都是关系非同一般的人，女子尚且不论，男子的话基本都是心腹。但林安知道许新年是王家未来女婿，而王首府是他皇帝哥哥的人。讨论学问，怀庆随口敷衍，转而问道：“你又来作甚？”他是不太欢迎林安的，这个妹妹叽叽喳喳的像只麻雀，你一不留神，他就飞过来啄你一脸。虽然战力还是一如既往的渣，但现在毕竟是永兴帝在位，怀庆多少会有些忌惮。尽管林安战败了不服气，却从未向永兴帝告状。林安来到岸边，提起裙摆坐下，说道：“怀庆，你点子多，请教一个问题。”怀庆清冷的点一点头。林安就把捐款的事说了一遍，秀眉轻皱：“你有什么法子让那群老狐狸自掏腰包？”怀庆淡淡道：“别人要抢你家财，你给还是不给？”林安想了想，道：“这得看谁啦。狗奴才要是问我要银子，本宫是给的。”怀庆抿一口茶，所以非亲近之人不行。你皇帝哥哥伸手要钱，当然要不来。林安觉得有道理，试探道：“威逼？”怀庆摇头：“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愚蠢的办法。愚蠢在于不能是陛下去做，否则朝野上下一片骂声，必定遭遇巨大反弹。但有的人可以做，而群臣无可奈何。”林安眼睛一亮：“谁？”怀庆对这个妹妹的智慧又一次失望，和她打机锋实在无趣。你觉得监正如何？可以吧？若是当年的大凤第一武夫镇北王呢？可以吧？那现在大凤第一武夫是谁？林安终于明白了，恍然大悟，小手一拍桌案：“你说狗奴才啊！”旋即垮下小脸，失望道：“可他不在京城。自从许七安离开京城，怀庆从未主动联络过他。许新年刚才前来拜访，商讨捐款计策的遗漏，便点出了新君威望不够，压不住朝堂诸公的弊端。如果大哥在京城就好了。”许二郎如此感慨。可惜许七安游历江湖以来，便断了与京城的联络，从未有家书寄来。怀庆当然知道，如果许七安在京城，号召力会更强，而且依照他过去独武门、斩国公、杀先帝的作风，他振臂一呼，愿意捐出银子的大臣不在少数，谁都不想惹这家伙。但怀庆没有这么做，不是不方便开口，或交情没到，只是觉得如果大凤真的到了事事需要一个人来处理的地步，那就真的气数已尽了。你的狗奴才有给你寄信吗？怀庆问道。当然有。林安昂起雪白的下颌，骄傲地说：“老多了，在梦里吧？”怀庆毫不留情地拆穿：“你。”林安瞪他一眼。怀庆心情颇佳地端起茶杯，抿了一小口。林安生气地走了，闷闷不乐地回到韶阴宫。殿下是不是又在德兴院受气了？贴身宫女掩嘴轻笑。林安没有说话，有些意兴阑珊。他接过宫女奉上的茶，没有喝，捧在手里暖着。坐了一会儿，林安突然说道：“有时候我会想，其实我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贴身宫女自然而然地听懂了他的意思，柔声道：“殿下为何有这般想法？我没有怀庆聪明，性子也不好，又没有修为。以前他还是银罗的时候，本宫是公主，本宫是很自信的。
自信的天天在他面前掐腰。宫女小声补充一句，可现在公主在他面前也掐不起腰了，我对她根本就没用。林安脸上有着少见的哀愁，这些心里话她只能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宫女倾诉。宫女道，奴婢觉得许璎珞喜欢殿下与殿下是否有用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喜欢一个人的前提是这个人有用，那这样的喜欢有何意义呢？殿下只要做自己便好了。林安忽的有些激动，那他为何不联络我？以前查案时他便只惦记着怀庆，什么事都只和怀庆商量，如今离了京城再无音信，我很早前托司天监送信给他，他也不曾回我。现在皇帝哥哥有了麻烦，我能依靠的便只有他，但我却找不到他。说着说着，他声音低了下去，垂着头，神色落寞。临近黄昏，一抹淡金色流光划过京城上空，降落在司天监八卦台上。金光散去，正是许七安一行7人。监正坐在案后，背对众人，俯瞰着京城。苗有芳紧张的四顾，双腿竟有些发软。这是他第一次来京城，第一次登上传说中的观星楼，更是第一次见到监正。白发白衣，不愧是神仙人物。苗有芳望着监正的背影，油然而生感慨之情。李灵素也是第一次来京城，第一次见到监正，除了有些拘谨外，大体还算镇定。骆玉衡挥舞广袖，抖出闭眼盘坐的镀秦罗汉。你们自行去吧，我和监正有话要谈。许七安扫一眼众人，好想留下来听听，或许能听到高层隐秘，能猜出徐谦真正的身份。李灵素心里好奇心爆表，但既然徐谦被发话了，他只能乖乖离开，目送李妙真等人沿着台阶下楼。许七安吐出一口气，终于不装高人了。监正，我和国师在雍州擒住渡秦罗汉了。许七安朝监正拱手作揖，监正似乎没有听到，背对着他和骆玉衡一动不动。不会是死了吧？许七安心里腹诽一句，听见骆玉衡说道，他元神出窍了。哈！许七安难掩惊讶，倒不是说惊讶监正竟会元神出窍，他也算司天监常客，登上八卦台的次数不在少数，每次只要有人来，监正一准儿等待着。许七安惊讶的是监正遇上了什么事，以至于来了家里来了客人，依然没有及时返回。难得来一趟司天监，我带你俩参观一番。李妙真轻车熟路地带着众人下楼，没走多久，看见一位手持软毫笔和宣纸的白衣术士从众人身边经过。这位师兄，采薇师妹在哪儿？李妙真喊住他。白衣术士答道，采薇师妹在藏书室看书。李妙真吃了一惊，楚采薇在看书，心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采薇师妹明年就可以拜师教徒，如今天天窝在藏书室。白衣术士解释了一句，便匆匆离开。李妙真原还想找楚采薇来当向导，见他这么忙，便作罢了。反正他和楚元稹来司天监好几次了，并不陌生。一行人继续走着，李灵素和苗有芳左顾右盼，好奇地打量着传说中的司天监。这里是术士云集之地，也只能在这里才能见到大规模的术士群体。苗有芳低声问李灵素，为何司天监的术士都随身带着笔墨纸？一路走来，他们发现白衣术士们随身携带纸张和软毫笔，仿佛一言不合就会大写一通。李灵素沉吟一下，术士都比较好学。苗有芳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真是让人惭愧，小爷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说话间，他们来到7楼。李妙真介绍道，这一层是炼金术师聚集的地方，司天监的丹室就在这里，我们赶紧离开。李灵素见师妹颇为忌惮的模样，好奇道，这里是司天监的禁地。他说着露出恍然之色，公义保密。不，楚元稹淡淡道，是因为这一层的炼金术师都是魔怔之人，如果你是对炼金术一窍不通的人，他们会用鼻孔看你，并嘲讽你智慧不够。真是孤傲啊。李灵素问道，若是对炼金术略同1、2，会被奉为上宾。不，恒远大师沉声道，如果你表现出对炼金术感兴趣，他们会向你推荐一些稀奇古怪的食物让你品尝，比如长了眼睛的瓜果，2只脑袋的烧鸡等等。他们甚至会怂恿你尝试人体炼成试验。整个京城能压住他们的只有监正和许大人。许大人？李灵素没反应过来。许七安。恒远说，许七安啊。李灵素恍然大悟，早闻大名，一直无缘的见，这次来京城，我得去拜访一下。3位递书碎片持有者用一种不可言喻的表情看他一眼。人体炼成是什么意思？苗有芳趁机插嘴，比如把你和猪杂交。苗有芳和李灵素同时缩了一下脑袋，加快了步伐。一行人快速离开7楼，在第6楼遇到一群白衣术士。李道长。一名白衣术士热切地拱手招呼，然后转身用后脑勺看了他们一下，便走开了。楚状元。又一名白衣术士认出楚元稹，笑着招呼，突然转头给了他们一个后脑勺。
苗有芳和李灵素愣了愣，茫然地看着李妙珍。对他们这群人来说，用后脑勺看你是代表尊重。李妙珍淡淡道，她似乎不愿多做解释。苗有芳和李灵素颔首，表示明白了，心里则想，司天监的规矩真奇怪。参观过6楼后，他们涉级而下，到了第5层。廊道里走来3名白衣术士，苗有芳和李灵素主动上前招呼：“几位师兄有礼。”3名白衣术士不识得这2人，但认识李妙珍和楚元稹，正要作揖还礼，忽然看见这2个家伙齐齐转身，用后脑勺对准他们。3名白衣术士脸色瞬间涨红，感受到了巨大的羞辱，拂袖道：“瞧不起谁呢？”怒气匆匆地走了。苗有芳和李灵素一脸茫然，双双看向李妙珍。李妙珍眼里含着笑意：“我说了，是对那一群人来说。”李灵素表情僵硬：“有区别。”旁边的楚元稹忽地感慨：“再过几年，司天监的弟子们相互问候时，说不定要互相递瓜果糕点。”可怜的监正、李妙珍、楚元稹和恒远同时心想。李灵素和苗有芳面面相觑，不明白3人的脸色为何如此复杂。李妙珍道：“我和楚元稹还有恒远大师打算去一趟地底，见一位朋友。客房在4楼，你们可以让司天监的师兄弟带你们去。”苗有芳有些意外：“不用接受盘问吗？我和李兄初次来此。”“不用。”李妙珍摆摆手：“他们才懒得盘问，有监正坐镇，还怕有人捣乱。”李灵素道：“观星楼地底，我和苗有芳陪你们去。”李妙珍迟疑了一下，道：“也好。”一行人来到1楼大堂，打开了堂内的铁门，沿着陡峭的台阶进入地底。地底的石壁上嵌着一盏盏的油灯，驱散黑暗。司天监的地底是用来关押犯人的，不过1年到头也没什么值得长期囚禁的犯人，所以这里通常是监正2位弟子的客房，时常居住。李妙珍不忘介绍，监正的弟子为什么要住在这种阴暗潮湿的地方？李灵素心里嘀咕。光晕摇曳的廊道里回荡着众人的脚步声，突然某扇门里响起一个低沉的嗓音：“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众人停在那扇门前，楚元稹回应道：“杨师兄，我们回京来看看你和钟师妹，以后分散江湖，各自游历，很久都不能回京了。”李妙珍道：“杨师兄又做了何事？”只要杨千焕在地底，那就说明他又被监正关进来了。杨千焕有个几秒的沉默，闷声道：“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今年冬天酷寒，京中百姓缺炭缺棉，我欲散尽司天监的银库里的黄白之物，赈济灾民。监正老师不同意，把我关在这里。监正老师总是误我。”苗有芳听了，睁大眼睛：“司天监竟有如此侠义之事，无道不孤。阁下高风亮节。”李灵素赞了一句，透过铁门的小窗口往里看，看见一个背影孤傲地站在室内，高人风范。这时他听见背影高人用一种很纠结的语气问道：“我久居司天监，无法打探外头的事。许七安那狗东西离京1个多月，可有消息传来？”过了许久，许七安听见监正长长吐出一口气，便知他已返回。“我完全没看到元神回归啊！”许七安忍不住好奇地问。监正方才是去了何处？在雷州边境和伽罗树打了一架。监正抓起酒杯抿了一口，他没说输赢，也没说打架的动机，搁下酒杯，侧头看着盘坐的杜晴罗汉。监正在雷州边境和伽罗树打了一架，是因为我，还是别的事？许七安心里思忖之际，监正转过身来审视他一眼，又看了看杜晴罗汉，赞赏道：“懂得另辟蹊径。”许七安知他指的是擒拿佛门顶尖高手拔除封魔钉这件事，顺势说道：“国师虽擒住了杜晴罗汉，却难以命令他做事，因此我们带他回了京城，交由监正您来处置。”监正手指伸入酒杯，沾了一滴酒水，轻轻弹出，啪！这滴酒水弹在杜晴罗汉眉心，许七安仿佛听见了震耳发聩的雷声，可想而知杜晴罗汉是一番怎样的体验。长发垂在脸颊的老和尚浑身一颤，缓缓睁开双眼，如出梦醒。他扫了一眼监正、骆玉衡、许七安，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见过监正。”监正淡淡道：“拔除封魔钉，我将你镇在观星楼底3年，3年之期一过，任你回西域。”杜晴罗汉沉吟片刻：“贫僧还有一个条件。”老和尚看向许七安，放了静心和静元，贫僧替你拔除3根封魔钉。没有威逼利诱，也没有宁死不屈。看到监正的刹那，杜晴罗汉便妥协了，而监正也做出适当的让步，使双方达成协议。3根，许七安强调道。杜晴罗汉合十，垂眸，淡淡道：“每一根封魔钉的解印口诀都不同，封魔钉是佛陀炼制的法器，贫僧掌握了3根解印口诀。佛子想尽数解开，需菩萨亲自出手。”菩萨亲自出手，许七安忍不住想捏眉心。佛门4大菩萨：伽罗树、普贤、
法纪、琉璃，每一位都是巅峰人物，每一位都缠他身子，让他们解开封魔钉，简直痴心妄想。到时候就是许银罗打包把自己送出去，佛门欢呼鼓舞，等着拆快递包装。他无声的吐槽，封魔钉是许屏风收尾的布局之一，目的就是钉死神书，钉死我。他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就算没有收回气运，也要废了我。所以封魔钉难解，倒也在情理之中，随便抓个罗汉就能永绝后患，怎么配得上堂堂二品炼气士的布局？许七安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哪3根？许七安问道。督脉2根，百会1根。杜秦罗汉道。百会穴的封魔钉已经被神书拔出，还好只重叠了1根，这个结果还算符合预期。劳烦大师了，我会信守承诺，释放静心和静元。许七安很有礼貌的双手合十，剑交易达成，落玉衡丹手捏诀，召回铁剑。杜秦罗汉瞳孔里金色佛光一闪，气息节节攀升，威严浩瀚。许七安走到杜秦罗汉身前，背对着他盘腿坐下。杜秦罗汉停顿片刻，似有蓄力。许七安能感受到身后的气息在大幅提升，这与之前神书断臂拔除封魔钉时的情况相同。杜秦罗汉并指如剑，隔空点向许七安后背的2根封魔钉，指尖弹射出金色闪电，链接在督脉的其中1根钉子。许七安后背一疼，像是被人捅了一剑，而这样的疼痛才刚开始。杜秦罗汉枯瘦的右臂肌肉豁然膨胀，手背青筋凸起，随着他的发力拉拽，封魔钉一点点的突出，这导致了许七安的伤口皲裂，导致剩余的7根封魔钉相互共鸣，共同抗拒。许七安闷哼一声，双眼一阵阵的发黑，汗腺疯狂分泌，脸庞已经疼痛而显得狰狞。他的反应比上次要好很多，不是疼痛减缓了，而是元神恢复后对痛苦的忍耐增强。但杜秦罗汉的耗损并不比神书的断臂要低，他枯瘦的身躯已经膨胀成不输一位金刚的程度，一道道金色的微光在体表游走，指尖的金色闪电耀眼刺目，如同功率开到最大的电火花。另外，他后脑的光晕不再柔和，绽放出煊赫明亮的光，灼灼耀目。此时此刻，如果有人恰好看向观星楼方向，会看到楼顶一道宛如骄阳的光团。这个过程持续了5分钟，终于叮的2声脆响里，2枚封魔钉坠地。伴随着封魔钉的坠地，杜秦罗汉的气息急剧衰弱，身躯缩水，恢复干枯瘦弱的形象。他闭上充满疲惫的双眼，默然核实。封印督脉的封魔钉拔除后，丹田里的气机就如同可乐瓶里被疯狂摇晃过的汽水，裹挟着冲垮一起的嚣张姿态，瞬间贯通督脉，喷薄而出。吼！许七安腾声飞起，昂头望天，喉咙里爆发出佛门狮子吼气机，从他喉咙里、眼睛里、百会穴里喷涌而出，直冲云霄。观星楼上空，层层白云瞬间崩散，整座司天监的大楼微微震颤，犹如一场地震。3品武夫的威势恐怖如斯。京城里，一道盗目光望了过来，官府武者、江湖武夫、贵族客卿、人宗高手等等，所有修士都注意到了观星楼的动静。安神殿刚用过晚膳的永兴帝听见一声宛如焦雷的狮吼从远处爆开，声音传到皇宫里，已经有些失真。何来的动静？永兴帝在殿内宦官的簇拥下，匆匆奔出司天监。他在檐下远眺司天监方向，只见夕阳如血，观星楼的上空一片白云都没有，而周围却有涟漪状的云层凝结，像是被某种力量硬生生地从中心冲散，向四周层叠堆积。或许是坚正修行有了顿悟。身边的年轻太监笑道：这类异象发生在其他地方，那是必须戒备和深究的，但发生在司天监便只需看热闹就好，反正不可能有人能在司天监捣乱。永兴帝脸色稍转轻松，微微颔首，正要回殿内休息，忽然皱眉一下，吩咐身边的太监：你去把当值的禁军统领喊来。作为元景帝的子嗣里为数不多熬过炼金境的坚韧皇子，他现在试炼气境的修为，虽因为受限于天赋以及勤于政务荒废了修为，但作为武者的他，自身体系的气机还是能分辨的。气机是武夫独有的能量，虽说其他体系到了高品也能强行炼气，但更多的是增加一种辅助性手段。额请禁军统领带着卫兵匆匆赶来。永兴帝站在檐下，俯瞰台阶下的禁军统领。方才司天监的动静可是气机波动？禁军统领抱拳道：正是气机波动。永兴帝点点头，似有所思地问道：动静不小，想来品级有不会低吧？禁军统领眉头微皱，没有回答。永兴帝盯着他，往前迈了一步，沉声追问：朕在问你话。陛下，臣无法估算，刚才的气机波动庞大浩瀚，非4品武者能及。作为4品武者的禁军统领，有相当的底气和权威做出判断，非4品武者能及。永兴帝眼神仿佛闪过某种犀利的光，他很好的隐藏住了，吩咐道：即刻去司天监询问情况。
是。打发走禁军统领，永兴帝连忙扭头，没有掩藏内心的急迫和兴奋，催促道：“速去韶阴宫，请临安殿下来见朕。”太监愣了一下，提醒道：“陛下是否要移驾御书房？此时已过晚膳时间，按照宫中规矩，公主不该来皇帝的寝宫。”永兴帝颔首道：“让他速来御书房。”德兴院，漆黑的屋脊上，素白长裙的怀庆站在飞翘的眼角，眺望观星楼。他竟然回来了！怀庆低声自语，清亮的眸子里闪过不易察觉的喜色。他旋即从屋顶轻飘飘落下，召来德兴院的侍卫长，吩咐道：“去司礼监通知一声，本宫要出宫。”听起来那许银罗近来不在京城。李灵素听了一嘴，也没特别在意，旁听着师妹和这位高风亮节的白衣术士闲谈，也没做什么事，就是随便走走看看，挺无聊的。李妙真说：“没错。”楚元稹也附和：“何苦呢？何必呢？你要是知道他在雷州大闹佛寺，当着金刚的面抢走浮屠宝塔，你要是知道他在雍州力压一众四品高手，与国师谋划擒拿罗汉，你日子过不过了？”李妙真和楚元稹觉得，为了杨千嬅的身心健康，还是隐瞒不报最好。对了，为何司天监的师兄弟们都随身携带纸笔？李妙真岔开话题，他同样好奇这个现象，以前不是这样的。杨千嬅哼道：“因为孙玄机那个哑巴回来了。”孙玄机，李妙真和楚元稹还有恒远，只听说过孙玄机的大名，知他是监正二弟子，但没想明白带纸笔和这位二弟子有什么关系。反倒是李灵素恍然大悟，轻易就秒懂了杨千嬅的意思，道：“原来如此，那确实是该带纸笔。我也得准备一副。”李妙真三人都用质询的目光看向圣子，他们没见过孙玄机，但看起来李灵素对这位监正二弟子并不陌生。李灵素有些为难道：“背地里说人家的是非，不是君子所为。”孙师兄不太爱说话，有轻微的语言障碍。李妙真恍然大悟，孙师兄有严重的语言障碍，甚至是个哑巴。楚元稹补充：“和孙师兄说话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恒远，阿弥陀佛。李灵素脸色没绷住，错愕又茫然地望着三人：“你们怎么知道？”李妙真和楚元稹、恒远大师面面相觑，都有种果然如此，不愧是司天监的感慨。然后楚元稹又和恒远大师私底下交换眼神。李妙真是50步笑100步，这是一条清晰且直观的鄙视链。突然，众人感觉脚下的地面微微震动，头顶震落灰尘，一股可怕而强大的气息穿透建筑物，降临在众人身上，如同沉眠的远古魔神复苏。超凡境，在场的除了苗有芳，都是有雄厚师门背景和丰富经验的人，对超凡境的气息非常熟悉。不管哪个体系，跨入3品境后，生命层次得到蜕变，不再属于凡人，会有相应的威压诞生。凡人面对超凡境强者，会感受到来自高层次生命体的压迫感，虎躯一震，凡人那头便败。许七安的封印进一步解开了，楚元稹三人面露喜色：“是徐前辈吗？是徐前辈恢复修为了。”李灵素心里一震，也随之露出喜色。突然，他听见石室里的白衣术士怒吼道：“许七安恢复修为了！可恶，为什么这么快？我还没来得及取而代之，他就恢复修为了！不能这么对我！不！”白衣术士张开双臂，仰天长啸。他说的是许七安恢复修为了。闹出这么大动静的不是徐前辈，而是许七安。这句话仿佛具有醍醐灌顶的效果，瞬间让李灵素把种种碎片化的细节结合起来。徐谦来自京城，许七安也是京城人。徐谦是超凡境高手，许七安也是超凡境高手。徐谦在收集龙气，而龙气是大凤皇帝陨落后才溃散的。李妙真对徐谦没有丝毫的敬意，另外2位地书碎片持有者也不在他面前持碗背礼。以及刚才这位白衣术士说恢复修为的人是许七安。李灵素脑海里轰的一声，一道雷劈了进来，劈得他表情一点点僵硬，瞳孔一点点放大。过了一会儿，他缓缓拧动脑袋，看向3位地书碎片持有者。徐谦是许七安。圣子死死地盯着他们。李妙真脸上难掩笑意：“看来你发现了。”李灵素面皮狠狠抽搐一下：“喂，为什么不告诉我？”楚元稹诚恳道：“他隐姓埋名是为了避开仇敌，收集龙气。你跟他游历这么久，应该看出来了，觊觎着他的敌人不在少数，比如佛门。”圣子点点头，他在心里呼出一口气：“还好，不管徐谦是许七安，还是许七安是徐谦，本质上都是超凡境的高手，在一个超凡境强者面前以晚辈自居，不算丢人。尽管这位超凡境强者是同辈人物，许七安庄前辈高人，主要是任务需要，形势所迫。他和许七安以前素未谋面，你不知道我不认识你，也没什么丢人的。如果双方是老朋友，一方被另一方这么戏耍，
那才真正的丢人。圣子心里盘算了一下，觉得也没什么，心里的尴尬稍稍缓解。原来徐谦就是许七安，看来我不用找他喝酒了。李灵素笑了笑，他故意这么说，甚至带点自黑，来表示自己一点都不尴尬。他甚至想到了更好的方法。圣子呵了一声，笑道：你们是不知道，许七安眼高人还挺有一手，他还念了一首诗呢。什么得到年来800秋，不曾飞剑取人头。他把那首诗念了一遍，道：现在想想，我都替他觉得尴尬。没错，更好的办法就是主动让许七安丢脸，把他装模作样的行为暴露出来，这样李妙珍他们就会淡化自己这段时间一副孙子样的喊前辈。臭不要脸！突然一声大喝，李灵素诧异的扭头看去，只见房间里白衣术士像是受了某种刺激，反复念叨着这首诗，又兴奋又嫉妒又不忿的语气说：我之所以无法超越他，就是因为他会写诗啊，好不甘心，明明就是个黄毛小子，如此装模作样。李灵素嘴角一挑，微笑附和是吧？不过这些事诸位听听就够了，莫要传出去。他怕许七安报复他。圣子收回目光，故作轻松地看向李妙珍三人，却发现他们脸色古怪，仿佛在审视傻子。你们……圣子心里一沉。李妙珍悠悠道：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楚元稹叹息一声，许七安也是地书碎片持有者。在李灵素脸色瞬间苍白之际，恒远大师补了一刀，他还知道也是地书碎片持有者。我们都知道7号和李道长关系匪浅，疑似同门。李灵素身子一晃，像是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踉跄后退，背靠着墙壁，缓缓滑倒。他知道我也是天地会成员，而他自己也是，却不明说，看着我前辈长前辈短的对他恭恭敬敬。李灵素回忆起两人结伴游历的点点滴滴，李妙珍语气颇为开心地说：啊，我们还要去见钟离呢，先过去了。终于不是我最尴尬了。楚元稹笑眯眯地点头。好。两人沿着昏暗的廊道走远了。恒远大师见圣子生无可恋，不由泛起恻隐之心，道：阿弥陀佛，李道友。李灵素双目无神地打断：大师，让我觐见。恒远大师无奈摇头，追随着两位同伴的背影离去。圣子自闭了一会儿，忽听室内传来叹息声：阁下看起来深受许七安毒害啊。李灵素的声音无喜无悲：可惜我不是他对手。杨千唤沉声道：阁下说出我心声了。李灵素眼神恢复了几分灵动：道友此言何意？此事说来话长。八卦台，夜幕降临，夕阳彻底沉入地平线。许七安平复狂躁的气机，审视自身，欣喜地发现督脉通畅之后，他的气机调动率达到了80%，和落玉衡双修之前80%的气机相当于最弱的3品武夫。双修之后，他现在的80%气机相当于初入3品的武夫。换句话说，许七安现在的修为已经度过3品初期、中期未到的层次。当然，肉身力量依旧被封印着，如果和3品武夫比拼近身战，他肯定是不如的。现在再对敌渡南金刚，我就算打不赢，也不会那么狼狈。他同样无法擒拿我，杀死我。接下来的江湖之行，我不用再那么藏头露尾。皇宫御书房，林安带着2名贴身宫女来到御书房外，宫女们自觉地站在门外的台阶下，望着殿下射击而上，在御书房外职守宦官的带领下进了屋子。御书房内烛光明亮，陈设奢华，永兴帝坐在铺设黄绸的大案后批阅奏折。皇帝哥哥，你唤我来何事？林安娇声道。永兴帝急忙放下折子，迎了上来，笑道：好妹子，朕要拜托你一件事。林安和永兴帝自幼一起长大，对他的性格了如指掌。见他这副殷勤姿态，且又挑在这个时候，便知是有急事相求。以前他还是太子的时候，有事要求父皇，又不方便自己出面，就会拜托他出面去找父皇。毕竟他这个二公主是皇子皇女里最受宠的。皇帝哥哥，有话直说。林安顾盼了一下，御书房没有座椅，除了皇帝赐座，否则任何人在这里都得站着。永兴帝走到胞妹面前，卖了一个关子：你可知如何才能解决号召捐款的计策？林安有些意外，没想到皇帝哥哥召他前来，是想让他出谋划策。林安顿时有种被赏赐的欣喜，庆幸午后去找了怀庆，当即说道：需要一个有足够声望的人来号召。太子哥哥初登大宝，威望不够，难免压不住群臣。永兴帝反而愣了一下，没想到胞妹的智慧不知不觉中突飞猛进，便顺着话题问道：那林安觉得谁的声望足够？林安转述臭怀庆的话：当朝有威望能让群臣心甘情愿捐款的，只有监正和许七安。监正是真正的有声望之人，而许七安更多的是凶名，没人敢招惹他。对于一个斩国公、杀皇帝的巅峰武夫，读书人骨头再硬，也不会傻到和他死磕。林安何时这般慧眼如炬了？
永兴帝意外地赞赏一句，接着说道：“朕想拜托你当说客，让许七安出面帮忙。哎，你也知道，我刚登基不久，羽翼未丰，如今朝廷内忧外患，偏又遭了天灾，急需银子赈灾。”原来是这事，林安少见地露出苦笑，圆润的鹅蛋脸透着失意。他不在京城，也没从未联络过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些难受，就像被人逼着承认自己在狗奴才心里地位不够。永兴帝没在意他的失落，他就等这个时候忙说道：“不，林安你不知道，他回来了，一定是他回来了。整个大凤除了他，没有超凡境的武夫会出现在司天监。”林安蓦地睁大眼睛，呼吸明显急促一下，随后是泛起巨大的惊喜和激动，抓住永兴帝的胳膊：“真的吗？他真的回来了？”永兴帝颔首：“黄昏时司天监有超凡境的气机波动，多半是他，朕已经派人去询问了。”监正挥了挥手，杜秦罗汉身下亮起传送阵纹，青光自下而上将他吞没，转瞬间消失在八卦台。将杜秦罗汉阵在地底后，监正布满褶皱的老脸露出些许笑意：“修为进展不错。监正你这是话里有话。”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看了眼眉目含情，看似傻白甜，实则是个病娇的骆玉衡。他咳嗽一声，收回目光，道：“您让国师转告我，一切变数皆在今年冬天，这是何意？”监正闻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缓缓道：“大凤江山是否易主，我这把老骨头能否再活500年，以及你这个身负一半国运的幸运儿会不会殉国，就看这个冬天了。”许七安脸色沉重：“您用天命的手段窥探了天机，得出的结论。”监正没好气道：“我用的是脑子。”许七安沉默着思考了10几秒，猜测道：“您是说云州的叛军会在这个冬天起事？”骆玉衡转告这句话后，他便有过类似的推测。监正点了点头，算是满意他的答复，缓缓道：“你不觉得收集龙气的进度有些轻松了吗？虽然许屏风遭气运反噬，且忌惮我设局杀他，不敢亲自对你出手，但以他的手段，想对付你，不一定需要自己出手，断然不会让你这么轻松的。”许七安问道：“那他这段时间在做什么？”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在筹备着造反，在拉拢盟友。监正目光眺望西方，正如当年武宗皇帝拉拢佛门，帮他造反。许七安心里一沉，佛门答应了。监正沈笑道：“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要与伽罗树打一架？”阿兰陀的大小乘之争日渐激烈，矛盾极深。佛陀沉睡不醒，让菩萨和罗汉们保持对峙，但同样也让他们心里缺了忌惮，只等矛盾激化，达到不得不爆发的程度，阿兰陀就会内讧。在这样的背景下，转移矛盾是最好的选择。国内矛盾压不住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外战争。许七安于心底叹息一声，人性是有共通之处的。骆玉衡挑了挑眉，当年佛门已经在这方面吃过亏，不怕许屏风也和你一样出尔反尔。要知道，大凤朝廷是最没信誉的。巫神交点了个赞。许七安苦中作乐地想到，这次不同。监正喝了一口酒，徐徐道：“山海关战役后，佛门如烈火烹油，蒸蒸日上。北方妖蛮和南妖余孽则一蹶不振。大凤因王朝气运流失，国力日渐衰弱。今年巫神险些挣脱封印，扩充地盘，打得妖蛮元气大伤。魏渊挥师打到径山城，三方俱是损失惨重。如今除了潜伏不出的万妖国余孽，以及人口数量稀少的古族，各方都处在一个虚弱状态。这就是佛门一直在等的机会，这是当年武宗造反时所不具备的天下局势。”骆玉衡眯着美眸，因此佛门根本不在乎许屏风会不会信守承诺。顿了顿，他有些困惑地问道：“佛门想一统九州，如果只是传教中原，那势必会重蹈武宗皇帝时期的覆辙。”监正没有回答他。许七安没来由地想到了魏渊留给他的遗书，想到大青衣在上面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中的残酷。”再结合儒圣封印古神和巫神，魏渊哪怕拼掉性命，也要把巫神重新封印。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目光无法触及到的迷雾里，藏着更高层次的隐秘。而这个隐秘，就连骆玉衡这样的人宗到手、巅峰强者，也不知道那魏公又是谁告诉他的呢？许七安脑海里闪过一个身影，心里有了答案：赵守。儒家传承2000多年，从未断绝。身为当今儒家扛把子，赵守知道的隐秘绝对不少，甚至不比监正少。但他平时太低调了，不，整个儒家都太低调了。许七安吸了一口气，压住发散的思绪，道：“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监正您是不是早知道许屏风以及乾隆城那一脉藏在云州？如果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杀了许屏风，灭了500年前那一脉？”监正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淡淡道：“我并非全知全能，超频也做不到全知全能。至于现在，云州已经不属于大凤了。”他说着眺望南方，低笑道：“
你既已到了超品，我便与你说说一些隐秘。当年我扶持武宗皇帝清君侧，从南边武宗的封地开始，宣布自立，以那块封地为根基，一步步开拓，蚕食周边各州，一直打到京城。为什么老师没有提前杀了我呢？许七安听得精神一振，500年前的秘辛是大奉的禁忌，初代被当代屏蔽了天机，武宗皇帝也销毁了当年的史书和相关记载。时至今日，已经不可能凭任何纸质古籍查到任何线索。如果能了解当年武宗皇帝是如何在初代监正的压力下造反成功，或许能以此类推出许屏风的详细谋划。对于2品炼气士来说，扶持一位帝王，做从龙之臣，主要的目的就是炼化气运，占1州之地，炼1州之气运。这个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是炼气士名称的由来。直到蚕食整个中原，建立王朝，便是1品天命师。炼气士在自己的领地里几乎是无敌的存在，难怪监正在大奉版图内堪称无敌。许七安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许屏风在云州堪称无敌？当您意识到他藏在云州时，他已经悄悄炼化了云州，可是您居然没发现。监正淡淡道，他们窃取气运时，我同样没发现。许屏风能窃取气运，依靠的是天蛊移星换斗的能力，也就是说，许屏风身边还有高品级的天蛊师或具备相应能力的顶级法器。许七安恍然，监正继续道，但术士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一旦丢失领地，力量就会衰退，而所谓的无敌是相对而言，哪怕在大奉疆域，我也不可能同时击败，杀死多名1品，初代也不行。因此当年佛门的菩萨相助，牵制初代，我们才能一路打到京城。如今的大奉局势和当年几乎一样啊。许七安恍然，所以许屏风想复刻武宗皇帝和您当初的办法，而且已经成功了。佛门再次扮演了一个工具人的角色。术士真是一个被命运诅咒的体系啊。许七安心里感慨，当初父子摊牌时，他已经从不当人子口中得知术士收徒的原因是为了不让体系断绝，可追求更高层次的风景是生物的天性，这就势必造成徒弟背刺师傅，一代又一代，子子孙孙反复循环。武夫虽然粗鄙，但细想起来，其实武夫最逍遥快活。道门和术士就不说了，佛门体系要入门，首先守3年戒律，条条框框太多。古族则是力量来源于古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系。巫师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缺陷，许屏风身在云州的话便是无敌的。许七安把话题带了回来，监正笑道，只需派遣2名以上的2品应战，牵制住他，再发兵攻打，夺回云州，便能破了他的无敌之境。所以人家要和佛门结盟，许七安颔首。监正的这席话其实是在告诉他打败术士的方法。聊完正事，许七安道，我觉得解印神书的任务太难了，不可能在短短2-3个月内完成。他在委婉的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解开其余封魔钉？监正答非所问，收集龙气是你现在的核心任务，其余的事不必管。许七安点一下头，低声道，还有一事，雍州城外地宫里的那具古尸近来被人灭了。监正嗯了一声，远眺不语。许七安早已习惯和术士相处的方式，没有继续追问，提过就可以了。听说采薇要教徒弟了，他没话找话的问道。监正不答。孙师兄回来了吗？雍州城外一战后，他便没了踪影。监正没好气道，没事就走吧，总是扯一些让人不愉快的话题。监正，我用龙气来温养太平刀，多久能达到镇国剑的程度？许七安还有问题要问，不肯走。短期内不可能，但足以让他初步蜕变成为半成品的法宝。监正回答。许七安又问了几个问题，都得到了监正详细的回答。骆玉衡看了看天色，嫣然一笑，许郎，随我回灵宝关双修吧。许七安哦了一声。这时楚采薇从台阶口冒了出来，穿着黄裙蹦蹦跳跳，大眼萌妹一如既往的活泼可爱。你回来了呀？她笑盈盈地看着许七安说了一句，而后道，林安和怀庆来4天监了，想见你。骆玉衡眯起美眸。许七安看了一眼国师大人，懵了。是。监正轻笑一声，让你走不走，死有余辜。楼底，李灵素难以置信地说道，没想到杨兄竟有如此悲惨的过去，那许七安屡屡夺你机缘，实在不当人子。监正为了扶持他，把自己亲传弟子弃如敝履，可恨。这次天剑不带也罢。杨千唤叹息一声，李兄的遭遇同样让人心酸，以后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了。别说了。李灵素双脚在地面用力的刮擦，两人沉默片刻，涌起了惺惺相惜之情。杨千唤哼哼道，他会有报应的。李灵素用力点头，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过了几秒，他愤愤道，他有镇北王王妃一个红颜知己就算了，居然连国师都要和他双修。
一个大大的问号从杨千嬅脑海里飘过。骆玉衡和许七安双修，你说气不气人？李灵素点头，王妃真美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能与她美貌并称的女子。国师同样是世间少有的绝色美人。杨千嬅一头雾水，她并不知道许七安身怀大凤国运的秘密，不过这件事并不能让杨千嬅感到嫉妒。国师也好，王妃也罢，在杨师兄看来，甚至都没有几名京城百姓高呼许银罗是英雄来的让人嫉妒。对了，我听说许七安在京城还有好些红颜知己，杨兄可知详情？李灵素好奇地问。他认为国师和王妃这样的奇女子天下罕有，但许七安不可能每一位红颜知己都是这般绝色，而李灵素的情缘女子里，每一位都是姿色上佳的美人。如果排除骆玉衡和王妃，自己的红颜知己不会比许七安差。杨千嬅想了想道，这倒不太清楚，我从不关心这方面的琐事。不过许七安确实挺招女子喜欢。李灵素追问道，那些女子姿色如何？杨千嬅嗤笑道，庸脂俗粉罢了，我从未正眼看过她们，因为一直被对着。好不屑的样子，李灵素心里有数了。这时李妙珍等人去而复返，带着一位披散头发穿着麻布长袍的女子走了出来。李灵素猜测这位不修边幅的女子便是师妹口中的钟离。如此邋遢的女子自然是入不了圣子的眼，她平静地收回目光，观察天地会成员的表情。见他们没有嘲讽和戏谑，圣子心里暗暗松口气。李妙珍介绍道，她是钟离，监正的五弟子，五品术士。考虑到厄运缠身是个人隐私，他没有告诉人渣师兄。李灵素嗯了一声，随着一行人离开地底。涉级而上时，李妙珍提醒道，你俩最好贴着墙走。为什么？路滑。李灵素看傻子似的看他一眼，没放在心里，想他堂堂4品元婴，怕路滑。结果刚走几步，圣子忽觉脚底一滑，从石阶咕噜噜滚了下去。他疼得龇牙咧嘴，呐呐道，还真的挺滑的。这一次他非常注意脚下，时不时低头看路。有惊无险地走了30级台阶后，诡异的脚滑又出现了，圣子一路滚到底，摔得连妈都不认识了。都说了让你贴着墙走。李妙珍笑道。恒远张了张嘴，回头看一眼身后的李妙珍，他平时里很正经的，但自与师兄李灵素重逢后，心就黑起来了。李灵素抬头看向同样没有贴墙走的苗有芳，你觉得脚滑吗？苗有芳在楼梯上翻了个跟头，不滑呀。这家伙戏还挺多的。楚元稹看了苗有芳一眼。李灵素想了想道，我不走了，你们先上去。他警惕地四顾周围，怀疑李妙珍在暗算他，但他没有证据。我这师兄风流成性，到处拈花惹草，偶尔也要让他知道一下江湖的险恶。李妙珍传音的方式给出自己的理由。恒远想了想，认同了他的说法。楚元稹则觉得哪里不对，传音道，你不觉得许七安也拈花惹草吗？李妙珍诧异道，有吗？楚元稹目送4人离开，李灵素这才松了口气。钟离是5品术士，叫预言师，这个境界的术士会厄运缠身，牵连身边的人。突然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李灵素回头看去，看见一个背影。原来如此。李灵素一边觉得后脑勺是人的行为有些熟悉，一边恍然大悟。旋即有些不服气地说，那为什么只有我摔下来？他忽然不说了，一脸吃了死老鼠的表情。这一次李灵素没有任何危机地返回地面，推开通往地面大门的刹那，杨千嬅同步传送，出现在他身后，依旧是背对着他。他们去哪了？李灵素发现苗有芳在入口处等待，便问道。苗有芳就说，方才听大唐的术士和李道长说话，似乎是2位公主来了。他耸耸肩，苦笑道，我只是个草民，不敢见那种大人物。打发走除采薇，许七安不顾监正在场，握住国师的柔仪，深情地说，国师，您带着我们返回京城，路途奔波，想来是累了，先回灵宝关等我。他知道这个人格是爱，试图用爱来感化国师。骆玉衡柔声道，那你莫要忘了和那些女人说清楚，本座堂堂人宗到手，可不允许你3心2意。竟然还真有效。许七安用力点头，我心里只有国师一个人，反正过了今天，你就不是你了。骆玉衡驾驭金光，消失在皇城方向。目送国师离开，许七安如释重负，大鲨鱼走了，他的小鱼儿们安全了。告别监正，通过木质台阶，他在楚采薇的引导下，在8楼的一间茶室里见到了久违的林安和怀庆，梦中时时会见到的小白裙和小红裙。小红裙一见到他，妩媚多情的桃花眸子立刻蓄了一层水光，鹅蛋脸镌刻着思念和幽怨。小白裙一如既往的金贵高冷，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不过看到许七安的瞬间，小白裙眉眼是柔和的。除了怀庆和林安，宽敞的茶室里还有楚元稹、恒远、
李妙珍和钟离。见过两位殿下，钟师姐，看到你安然无恙，我就放心了。许七安笑着和他们打招呼。狗奴才！林安习惯性的喊出爱称，撑着桌案起身，走到他面前，桃花眸子欲说还休的看着他。你修为恢复了不少。钟离小声道。许大人在外游历多日，龙气收集了多少？怀庆问道。大家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反而比较克制。许七安走到桌边坐下，开始说起自己游历以来的经过。表表双手托腮，笑盈盈的看着他。怀庆握着茶盏，时而抿一口，仔细的听着。钟离坐姿最乖巧，全程也没有多余的动作。楚采薇也在他旁边坐下来，一边吃着水晶肘子，一边听着。许七安对在座姑娘的性格了如指掌，游历途中的趣闻说给林安听，美食说给楚采薇听，收集龙气的过程说给怀庆听。从雍州到雷州，从雷州到雍州，一直到返回京城，一炷香的时间就讲完了。该忽略的东西当然也会忽略，比如和木南之相处的点点滴滴。真有趣呢，我们以后也去江湖走走。表表娇声道。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恢复修为，就带你游历中原。许七安柔声道。希望不是塞上牛羊空许诺，他心里补充一句。佛门也参与了龙气的收集，意图染指中原的野心昭然若揭了，被提防西域和云州叛军勾结。怀庆的嗅觉一如既往的敏锐。襄州柴家守护的那座古墓在哪里？有地图吗？钟离则对古墓更感兴趣。哎，我对古墓地宫都有应激障碍症了。许七安摇摇头。半张地图在古族，如果将来要探古墓的话，可以让丽娜帮忙借地图。回答完他们的问题后，许七安道。两位殿下此时来司天监，所为何事？如果只是表表来的话，许七安道也能理解。但怀庆显然不会为了见他一面，闯霄进离宫，不符合皇长女的人设。怀庆声音悦耳，犹如冰块碰撞，娓娓道来。龙气事关朝廷兴亡，本宫心里自然在意。此外，朝廷近来有些事端，需要许大人帮忙。本宫担心你来去匆匆，明日甚至连夜就离京，因此特意前来。什么事端？许七安抓住重点。表表抢答道。宁燕各处灾情严重，朝廷国库空虚，皇帝哥哥为了挽回颓势，想让朝中官员捐款，再通过官员号召乡绅，尽可能的筹集银两，赈济灾民。他狗奴才喊习惯了，突然喊宁燕就有些微微的羞涩。可是皇帝哥哥登基不久，羽翼未丰，斗不过那群老狐狸。他抿着唇，抓住许七安的手，小声央求。你能不能帮一帮皇帝哥哥？烛光映入他的桃花眸子，亮晶晶的闪烁着焦虑和哀求。好。当他说出这个字时，焦虑和哀求变成了更亮晶晶的喜悦和甜蜜，以及安心。这计策应该是二郎想出来的，但永兴帝不是没答应吗？看来各地的灾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很多。许七安沉声道。仅靠捐款，杯水车薪啊。当然，他还是会帮助永兴帝完成这件事，因为这是一个能拯救很多贫苦百姓性命的计策，至少能解燃眉之急。怀庆道。我需要怎么做？许七安沉吟着问道。对此，怀庆早有讣告，道：你只需要出面威慑就成，以你的凶名，这便够了，其他的交给许辞就。又聊了片刻，许七安看一眼水漏，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得去灵宝关和国师双修了，想想还是很激动的。国师这样的美人娶回家当媳妇，绝对不会有7年之祥。他苦中作乐的在心里开了个玩笑。两位殿下，还有诸位，我稍后有事要处理，先告辞了。你有什么事呀？表表嘟了一下嘴，道：本宫今晚不回宫了，留宿司天监，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再陪本宫多说说话嘛。这句话说出口，许七安清晰的看见怀庆眉头一皱，李妙珍面露不喜，钟离的脑袋小幅度的朝他侧了侧。赶紧走。许七安不再久留，匆匆出去，刚打开门，他整个人便僵在那里，宛如一尊在岁月中风化的雕塑。门口站着一位风情万种的道衣大美人，眉目含情，嘴角带笑。骆玉衡，你他妈不是走了吗？许七安身体里的小灵魂在咆哮，他是个成熟的鱼塘主，不露痕迹的保持微笑。国师，国师您怎么来了？骆玉衡跨过门槛，迈入屋子，环顾屋内众人，笑道：难得诸位都在，不如就在这里把话说清楚，免得将来哪位姑娘惹我不悦时，旁人说我不教而诛，对吧，许郎？屋内瞬间一片寂静，但在场众人脑海里却响起了晴天霹雳，耳边焦雷炸开，连楚采薇都惊呆了，任由水晶肘子掉在地上不管不顾。当代女子称呼心上人，通常会在姓氏后面加一个郎，这一声许郎喊出来，相当于公布了两人的关系。怀庆的脸色骤然阴沉，冷若冰霜。钟离头低了下去，这姿势只在他情绪低落不开心的时候才会做。你们！李妙珍睁大了眸子，只觉得难以置信，面孔僵硬地盯着他们看了许久，
又惊又怒又气。表表愣了半晌，看向国师，抢笑道：“国师是在说笑？”骆玉衡淡淡道：“本座何时爱说笑了？许郎是我道侣，我们早已双修过了。”说罢，侧头凝视着许七安的侧脸，情意绵绵。“许郎，你说句话。”“说什么话？我他妈的都烦死了！”许七安内心狂风暴雨，表面维持僵硬的微笑。见他不说话，几位女子便知此事为真。表表眼圈瞬间红了，李妙珍脸色发白，面皮颤抖地按在了剑柄，竟涌起将许七安砍成肉末的冲动。这怎么可能？许七安是国师的双修道侣，我堂堂仁宗的道手，竟是许七安的道侣。楚元稹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本能地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哪怕他已亲眼目睹国师对许七安的亲昵举止对他有气运加深，而国师双修需要气运，楚元稹无比复杂地看了一眼许七安。虽然对骆玉衡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但身为剑客的他，心里多少对仁宗道手怀着仰慕之情，因此有些无法接受。而且他是仁宗记名弟子，骆玉衡算是师门长辈，许七安则是他的挚友同伴，现在长辈成了挚友的双修道侣，辈分就乱了。骆玉衡见许七安沉默是金，轻飘飘地横他一眼，而后目光从林安、怀庆、钟离、楚采薇和李妙珍脸上扫过，淡淡道：“我知道你们中有人喜欢许郎，有人对他抱有好感，有人对他芳心暗许，但今夜之后，本座希望你们收起不该有的念头。”尽管骆玉衡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座的几位美人都一阵心虚，感觉他就是在说自己。怀庆眉梢一挑，冷冰冰道：“国师何时与他成的双修道侣？本宫怎么不知道？”李妙珍立刻接力：“国师身为仁宗道手，是我的长辈，先不说我根本看不上姓许的，只看国师刚才的话，是一个长辈该对晚辈说的，让晚辈不要勾引自己男人。”钟离小声道：“你只是利用他的气运平复业火而已，你现在的气数不对，你根本不是真的喜欢他。”五师姐这句话诛心了，撕起来了。而且林安还没反应，撕逼挑衅这种事，他可是行家。许七安心里一沉，传音给楚元稹：“楚兄，拜托你一件事。”楚元稹语气冷漠的传音回复：“我处理不来。”许七安忙传音说：“劳烦楚兄去许府，请我妹妹过来。”楚元稹心里飘过一个问号，他心说：“此情此景，请许灵月过来作甚？”他确认般的传音问道：“许灵月，速去，拜托了，记得把此间之事告诉他。”楚元稹闷闷不乐地离开房间，也没人拦他。入夜后，外头活动的术士数量减少，他快速走过廊道，正要挑一处窗户御剑离开，忽听脚步声传来，扭头看去，赫然是苗有芳、李灵素以及倒着走楼梯的杨千唤。“楚兄，听说大凤的公主来了，贫道闻名已久，想前去拜见。”李灵素笑道：“他们可在此楼？”楚元稹面无表情地说：“在走廊尽头第二间房，不过我劝你们最好别去。”李灵素反问：“为何？”青山剑客叹息一声，原来国师竟是许七安的双修道侣，屋内气氛剑拔弩张。李灵素和杨千唤瞬间红光满面。“报应啊，杨兄！”“是啊，李兄。”两人精神一振，仿佛看见大仇的报，沉冤昭雪。李灵素拱了拱手，匆匆越过楚元稹，朝着房间疾步走去。途中他低声道：“那两位公主姿色平庸，想来是被国师狠狠压制的。我倒要看看姓许的如何处理。杨兄你不知道，先前在雍州时，国师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不过那会儿他的对手是王妃。哎，王妃真乃世间绝顶姿色。”边说边走，他很快来到房间外，整了整衣冠，叩响房门。房门自动敞开，一道道冰冷的目光望了过来，看向赶在这个时候触眉头的不速之客。李灵素也在这个时候看清了屋内的女子们。首先是距离房门最近并肩站着的许七安和骆玉衡，两人对面的圆桌上，从左往右分别是师妹李妙珍、披头散发的预言师钟离。钟离身边是一位穿着玫红色华美长裙、头戴小凤冠的女子，她有着圆润白皙的鹅蛋脸，一双妩媚多情的桃花眸，看人时眼波迷迷蒙蒙，仿佛含着情意。长裙奢华艳丽，除了黄金打造的小凤冠之外，还有各种名贵的头饰，打扮的花枝招展。圣子向来是不喜欢这种过度打扮的女子，认为她们是对自己美貌不自信，因此依靠着装和首饰来弥补，但其实只会凸显出她们的庸俗。然而眼前这位红裙女子，她的美貌，她的气质，完美的驾驭住了华贵繁复的头饰，甚至让人觉得只有如此打扮才能凸显出她的美。这位华贵逼人的女子身边，则是一位穿素色长裙、秀发简单挽起的女子。与前者不同，她的着装打扮雅致简单，但就是这样简单的装束，配合她清冷金贵的气质，仿佛凸显出贵气。眸如秋水寒潭，唇如胭脂点酱，秋水为神，玉为骨。李灵素心里喃喃道：
这位淡雅美人身边还有一位小美人儿，一袭黄裙，眼睛又圆又大，配合她的鹅蛋脸，活泼明媚的气质扑面而来。十几秒后，李灵素转动生锈般的脖颈，看向左侧的杨千焕，颤抖着传音：“他们都是许七安的红颜知己，这里面不包括他的师妹李妙珍。”杨千焕不屑道：“庸脂俗粉，我竟然相信了你！”李灵素踉跄的倒退几步，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这时，骆玉衡冷冰冰的说道：“有事？”李灵素张了张嘴，艰难道：“没事了。”他忽然没有了看戏的兴趣，因为看着这么多美人为许七安争风吃醋，心里只会更难受，更不甘。没事就滚！李妙珍怒道。啪！房门关闭。别走啊！许七安右手无力的虚抓了几下。李灵素扶着墙，缓慢的走在廊道上，悠悠道：“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杨兄，我已经充分体会到了你的绝望。”苗有芳咧了咧嘴：“真他娘的漂亮啊，比我见过的所有花魁都漂亮，而且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李灵素没有心情教导他什么叫气质，什么叫韵味，什么叫锦衣玉食里养出来的玉美人。三人走到楼梯口时，正对着楼梯的窗外传来凄厉的尖笑声，一道剑光掠入窗户，稳稳地停在他们面前。是去而复返的楚元稹，他身后是一位穿青色袄子、同色蓬松长裙的少女，她头发披散，素面朝天，双眼水润明亮，五官有着中原女子少见的立体感，好一朵清丽脱俗的白莲花。圣子暗淡无关的眸子瞬间亮起，恢复了些许灵动。但令他失望的是，白莲花只是扫了一眼，竟毫不留恋地从他俊美无愁的脸庞挪开。小碎步地跟着楚元稹去了廊道深处的屋子。李灵素满脸绝望，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杨兄，我们结盟吧。”结盟？对抗许七安？杨千焕沉默几秒，朝身后探出手，李灵素也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好兄弟。坦白地说，许七安对此时此刻的场景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并不是完全不知所措。首先，坦诚不公的场面迟早会来。大凤的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作为一个从善如流的男人，许七安觉得自己要入乡随俗。可他知道，制度是制度，人是人，制度能解决一切的话，豪门大宅里还哪来的明争暗斗？况且池塘里的鱼儿没一条是善茬。其次，骆玉衡的爱人格和脾气很可能修罗场提前发生。在雍州，在国师要求他和其他女子划清界限时，许七安就有心理准备了，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做过一定的分析。许七安的优势在于：一，每条鱼儿和他的关系都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这会降低修罗场的激烈程度，大家都撕得名不正言不顺。二，他的人设很好。众所周知，许银罗是教坊司常客，教坊司24位花魁和他滚过床单的超过一半，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一直就这样吗？因此在风流好色层面上，大家对他的宽容度就很高。许七安的劣势在于，正因为鱼儿和他的关系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所以他们很可能跳出鱼塘。不过在知道他的人设后，还能对他产生好感，跳出鱼塘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现在要做的是转移骆玉衡的火力，因为只有他才会宣布自己是他男人，其他妖艳贱货滚粗。其他鱼儿不会做这样咄咄逼人的事，因为关系莫道。在许七安的判断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办法，时间才是最好的矛盾调节者。他要做的是在一次次类似的矛盾和冲突里，凭借优秀的操作平息事端。就目前来说，许云罗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召唤许灵月，他很适合充当和稀泥的角色。妹妹不会拉仇恨，而身为风暴中心的自己说什么错什么。在杀机四伏、暗流汹涌的氛围里，房门扣响了。呼，许七安同步松口气，他果断地走到门边，打开房门。门口站着清丽可人的妹妹，而楚元稹没有返回，他很识趣地脱离了这场风暴。灵月，你怎么来了？许七安露出兄长的笑容。许灵月复杂地看他一眼，眼波盈盈地往里扫了一圈。他首先看见的是骆玉衡的背影，身穿雨衣，一根丝带束出纤细腰肢。国师没有回头，冷冷地审视着桌边的女子们，似乎谁敢不服气，他就会立刻出手镇压。许灵月的目光掠过国师，看向其他女子，冷漠如霜的怀庆殿下握着茶盏，目光微垂，一言不发。义薄云天的飞燕女侠目光侧着，看向一边，时而磨一磨牙齿。打扮花枝招展的临安殿下红着眼圈，毫不畏惧地瞪着国师。活泼开朗的楚采薇罕见地皱起眉头，保持沉默。听说大哥回来了，娘左等右等，没等你回家，放心不下，便让我过来看看。许灵月柔声道：“婶婶，就拜托你当一下工具人了。”许七安恍然，清了清嗓子道：“好吧，我离京多日，确实该回去看看。诸位，我先倒退了。”不许走，你不能走。
你敢走一个试试？屋子里的女子们纷纷表明态度。果然，国师逼我和他们划清界限，他们也想要我表态。这种时候，我显然是保持沉默最好，私底下再逐个击破。许七安看了一眼许灵月，后者没有搭理他，保持沉默。骆玉衡目光一冷，嘴角挑起一个危险的弧度，道：许郎，你再推三阻四的，我就要生气了。林安等人的目光瞬间犀利，直勾勾地盯着许七安。哎，国师啊国师，我之所以逃避这件事，主要是不想你彻底社死啊。许七安心里叹息一声，刚想说些什么，许灵月先开口了。许郎，他表现得极为震惊。国师，您和我大哥。骆玉衡终于回过头来，正眼看了一下这位仁宗的记名弟子，淡淡道：许七安是我的双修道侣。许七安离开京城这段时间，许灵月已经是仁宗的记名弟子，这是为了躲避婶婶的催婚。在其他女子看着他的时候，许七安也在看许灵月。眼下的局面是骆玉衡咄咄逼人，其他鱼儿不服气，联手对抗，一边不承认和他有关系，一边又等着他表态。灵月要做的是打消国师咄咄逼人的态度，把这件事不愠不火的带过去，只要国师主动放弃，我就有把握私底下把他们哄好。许七安心里分析着，看向许灵月的目光里带着期待。谁知许灵月抿着嘴，一言不发。他不说话，表表可就忍不了了，冷笑道：到手身为大奉国师，与我父皇同辈人物，竟与许宁燕一个晚辈双修，传出去不怕人耻笑吗？这是变相的在嘲讽骆玉衡老牛吃嫩草，年纪一大把，竟看上一个后生晚辈。林安，你这答题节奏要送命的啊！许七安嘴角猛地抽搐一下，果然，论挑衅还是他最在行。中李小声道：他只是在利用许七安，他不要脸。李妙真，此事与我无关，只不过实在不喜国师咄咄逼人的态度。怀庆淡淡道：本宫与许大人亦是清白关系，倒是有些好奇国师为何非逼的他与我们撇清关系。楚采薇也觉得很冤枉，道：我和许宁燕只是朋友关系，为何要逼着他与我断绝往来？真是的，国师太霸道了。怀庆嘴角一挑，想来是不自信吧。林安虽然蠢，但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许七安一边满脑子卧槽，一边提防骆玉衡翻脸动手。红颜知己们吵架撕逼时，身为男人不好明显的偏帮哪一方，但要在边上顾着，不能让他们打起来。骆玉衡怒极反笑：一群牙尖嘴利的小贱人，你们既然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李妙真等人脸色一变，顿时就怂了一半。林安强撑着说：你想怎么样？并教国师不理会他，侧头看向许七安，柔声道：许郎，你既不愿意舍弃这些贱人，那我只能替你做决定了。钟离是预言师，那就镇在摘星楼底20年，此事我会亲自与监正商量。至于林安，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小皇帝刚上位不久，根基不稳，我便直接找他说明许郎是我道侣，看他愿不愿意得罪我。骆玉衡审视着怀庆，魏渊死后，你在朝中还有靠山。他转而看向李妙真，兵夷援军正在找你，我今儿就绑了你，给天宗送一份礼。钟离缩了缩身子，林安咬牙切齿，怀庆脸色阴沉，李妙真气抖冷。然后他们一起看向许七安，许七安当即表明态度：国师莫要说些吓唬人的话。骆玉衡就觉得很委屈，刚才小贱人们嘲讽他的时候，许七安就冷眼旁观。这时许灵月细声细气道：国师何必大动肝火？我大哥虽然常去教坊司，夜夜棉花素柳，但我知道他是个正人君子，绝对不会辜负国师。谢谢了老妹。许七安心情复杂，感觉他在绵里藏针的讽刺自己，偏偏无法反驳。许灵月继续道：我可以向国师保证，大哥与2位公主是清白的。李道长借住徐府期间，与大哥指呼礼，以好友相称，绝对没有男女之间的情谊。骆玉衡皱了皱眉：你在暗讽我善妒？许灵月忙说：弟子不敢，弟子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身为妹妹，自当维护兄长的清白，也希望兄长和国师之间莫要因为误会伤了感情。他这番话说得很漂亮，既为怀庆等人说话，又默认了骆玉衡和许七安的关系，谁都不得罪的做着和事佬。果然，李妙真等人有了这个台阶，便不说话了。识物者为俊杰，不和骆玉衡一般见识，但并交的骆玉衡不吃这套，不悦道：这里没你说话的份。许灵月脸色一白，眼里有泪光闪烁，竟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这就哭了？林安都觉得自己没那么娇气。许七安吐出一口气，挺着腰杆，沉声道：国师，你怎能如此说我妹子？私底下传音道：够了，我和他们清清白白，莫要再闹。骆玉衡嗤笑一声。许灵月摇摇头，抽泣道：大哥，是我多嘴了。你虽是爹娘一手养大，但他们毕竟不是你生母，你愿与谁结为道侣，是你自己的事。
爹娘尚且没有干预的资格，我便更不该指手画脚。骆玉衡眉毛一扬，这个许灵月搬出许七安的叔婶，看似退让，其实是很高明的以退为进。虽不是亲生父母，但生恩不如养恩。他在借此反驳自己的那句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他和许七安有道侣之实，所以能逼着他和其他女子划清界限，却不能逼着许七安不认妹妹。骆玉衡淡淡道：罢了，许郎，你便在此发个誓，绝不会与这些小贱人有任何苟且，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发过誓，此事便接过了。临安几个花容微变，气得脸都白了。现场火力又集中在许七安身上了。骆玉衡不好糊弄，目标明确。尽管许灵月不停地和稀泥、带节奏、转移目标，都没能动摇他。灵月会怎么应对呢？许七安心里想着，便听许灵月抽泣道：国师，此事不妥。我大哥与2位公主、李道长，还有司天监的2个姐姐是清白的。您非逼着我大哥发誓，岂不是再说他们都与我大哥不清不楚？这世道女子名节最重要，尤其2位公主，您这不是在羞辱他们吗？骆玉衡冷笑道：你在叫我做事？许灵月低下头，怯怯道：弟子不敢。但弟子不仅是仁宗记名弟子，同样是大哥的妹子，李道友的朋友，自然见不得国师如此欺负他们，羞辱他们。纵使您是国师，也不该这般无理取闹。骆玉衡眯着眼审视着许灵月，他的表情说明他动怒了。许灵月脸色发白，愈发的胆怯，畏惧道：国师若是不爱听，那弟子走便是了。只是大哥离京多日，爹娘心里挂念着他，国师总不能拦着不让大哥见吧？骆玉衡面无表情，不许走。他知道自己的状态，耗不起时间，今日不把事情敲定，今后就没机会了。许灵月闻言，侧头看向许七安：大哥，国师既然如此坚持，你就依照他的意思发个誓。他说完，又看向几位女子，歉意道：2位殿下，李道长、钟离师姐、采薇师姐，连累你们名节受损，非我大哥本意，也是不得已为之，请几位莫要放在心上。李妙珍等人没有说话，看不出是默认还是什么意思。许七安差不多看明白许灵月的操作了，咳嗽一声道：既然国师非要一个誓言，那我……骆玉衡猛地扭过头来，怒气冲冲地瞪他一眼，咬牙切齿地说：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他忽地捏了捏眉心，叹了口气：罢了。斜了一眼许灵月，国师化作金光遁走。许七安当即看向鱼儿们，表表赌气地侧过脸，怀庆面无表情。钟离垂着头不理他，楚采薇撇撇嘴。李妙珍怒目相视：看什么看，还不滚！错了就要认，挨打要立正。许七安无声地嘀咕一句，带着许灵月离开。踏出门槛的刹那，许灵月清丽的脸蛋渐渐失去表情，露出一种罕见的冷淡。刚才的柔弱、楚楚可怜、畏惧统统不见。灵月，有劳你了，我送你回去吧。许七安道。许灵月闭了闭眼，缓缓吐出一口气，又恢复了柔弱可人的姿态，细声道：没给大哥添乱吧？没有，你做得很好。许七安带着他走到廊道外的窗户边，抱住许灵月的腰肢，一跃而出，御风飞往许府。有气机裹着，许灵月不觉得冷，依偎在大哥温暖的胸膛，低声道：大哥真是为难我了，方才人家都吓哭了，也幸好国师善解人意，最后让你离开。是的是的，大哥知道你完全不会这些乱七八糟的勾心斗角，最后是国师想通了，自动放弃，而不是被你逼得发誓只剩下形式。许七安一边御风飞行，一边在心里吐槽。说起来，他到最后才看明白许灵月的操作。第一次脱身失败后，他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在观察众人。等到骆玉衡和众鱼儿交锋结束，他又看出鱼儿们露怯，被拿捏到要害，于是主动出击，以担保的方式说了一堆漂亮话，给了李妙珍等人台阶。到这里，鱼儿们就暂时稳住了。接下来只剩骆玉衡。他在后续的交锋中发现骆玉衡软硬不吃，坚持要自己发誓，于是有了策略，故意激怒骆玉衡，偷换概念，把发誓转变为一个被逼无奈的形式。要知道，这个时候鱼儿们已经下了台阶，选择妥协，所以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形式大于实际的誓言伤心欲绝。心生芥蒂是难免的，但不至于无法接受。骆玉衡就是因为看出这一点，才不屑再向他要誓言。许七安召唤大妹妹过来，2个原因：一是他需要一个和稀泥且身份足够安全的人来为他打破僵局；二是许灵月的能力值得信赖。大哥，国师想必恨死我了吧？许灵月忧心忡忡地说：他会因为这件事生我气吗？他若是等你不在京城时为难我，我该怎么办？国师好可怕呀，今日还逼你发誓，让你为难，不像我，只会心疼大哥。妹妹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都是心疼哥哥的好妹妹。至于国师，他会不会为难你，我不知道，但他绝对会因为羞耻心爆棚而追杀我。许七安愁容满面。
国师的这个社死程度，晚期没救了。夜渐渐深了，骆玉衡站在清幽小院里，眺望沉沉夜幕。唉，他怅然地叹口气，恨声道：下个月非逼你做选择不可，把和你暧昧不清的女子和木南枝一起卖到教坊司去。他默默发了一通脾气，忽的嘴角一挑，嘀咕道：至少目的达到了，就我这矫情的性子，不逼到绝路，等7日之期过了，多半会一直矜持着。这时他耳廓一动，侧头看向黑暗处，冷冰冰道：你不在司天监陪你的小情人们，来我这座甚？因为恋上国师的床了。许七安从阴影里钻出来，皮了一句，试图活跃气氛，但得到的是国师的冷眼相加。骆玉衡脸色冰冷：今夜不双休，许大人请回吧。说罢转身回了净室。许七安苦笑一声，穿过院子来到门边，推了推门，手掌被一股力量弹了回来。那我真走了呀。他朝房间喊了一声，转身就走。一炷香后去而复返，推了推门，还是没能进去。真的不双休了。许七安挠了挠头，目光在周围扫了一圈，落在窗户上，心里一动。额请窗户吱的一声开了又关上，许白瓢消失在屋外。卯时未到，永兴帝在宦官的服侍下起床更衣。此时天色漆黑，寝宫里烛火通明。从东宫时便在永兴帝身后伺候的宦官赵玄振，如今跟着主子鸡犬升天，做到了掌印太监的位置。林安昨夜没有回宫，永兴帝张开双臂，让自己变成一个衣架子，好方便宦官们为他穿黄袍。奴婢让人在宫门处盯着，一旦临安殿下回宫，便立刻来报。如今也没个消息，应该还在司天监没回来。赵玄振说完，看见永兴帝眉头轻轻一皱，当即补充道：怀庆殿下也没回来。永兴帝的眉头当即舒展，缓缓点头，看来是歇在司天监了。昨夜寒风凛冽，两位殿下身子娇贵，确实不宜往返，容易染上风寒。主仆相伴10几年，赵玄振刚才很轻易就读出了陛下的顾虑，所以才添了一句怀庆殿下也没回宫来安陛下的心。果然，一听怀庆也没回宫，陛下就放心了，不担心临安殿下被欺负。年纪和永兴帝相仿的赵玄振犹豫一下，道：奴婢知道陛下怜悯百姓严冬无炭，但也想请陛下不要忘了暖一暖娘娘们的心啊。永兴帝斜了掌印太监一眼，嗤笑道：狗东西，收了娘娘们多少银子？赵玄振如实回答：500两，都存进内库里了。其实永兴帝也不是完全没作为，他知道国库空虚，缺银子赈灾，私底下制定了许多敛财的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利用宫中宦官向大臣索要贿赂。可惜他毕竟只是一个练习时长1个月的皇帝练习生，相比起出道40年的前任，敛财手段实在之难。永兴帝满意点头，这才回应赵玄振的话：朕自登基以来，时常处理公务到深夜，伏案而眠，甚是操劳。赵玄振便懂了，陛下这段时间乃至接下来较长时间里都不会临幸后宫里的娘娘们。永兴帝忽地感慨一声，此事不成的话，就得连累首辅大人和他女婿背负骂名了。他准备在今日朝会上提出捐款，这种事当然不会由皇帝冲锋陷阵，也不会由王首辅，而是由翰林院庶吉士许新年担任。作为回报，他答应王首辅会提拔许新年。卯时一到，伴随着鼓声，文武百官有条不紊地穿过午门，过金水桥，参加朝会。新君登基的这1个月里，京官们最直观的感受是，朝会何时是个头？朝会在卯时举行，早上5点，住在皇城里的诸公们只需提前半个时辰出府，但一些住在内城的、离皇宫颇远的京官，寅时出就要起床，凌晨3点，在这寒风迎面如歌的大冬天，实在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朝会的频率主要看皇帝的态度，像元景帝这样的修仙达人，10天半个月都未必会有一次朝会。那会儿，自诩国师的京官们私底下跳脚怒骂元景帝怠政，叫嚣着还我朝会。如今新君上位，连着1个月，天天早朝。京官们每次痛苦地从床上爬起来，迎着寒风出府时，心里就会怀念一下先帝。许七安的生物钟也在卯时，他醒来的第一时间是闭目感应丹田内的气机变化。双修带来的气机增幅慢慢减弱了，趋向于一个比较恒定的量。这也可以理解，效果一直这么夸张，我和国师双修2年，原地飞升了。和骆玉衡双修短短5天，直接让他从3品初期晋升至3品中期，这是寻常3品5夫数年乃至10几年才能走完的道路。由此可见，双修道侣的品质有多重要。骆玉衡本身是道门中人，而且还是2品渡劫期，恐怕世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女子能像她一样，让许七安一边快乐着，一边就让修为突飞猛进。花神转世那个挂逼除外。许七安打了个哈欠，在坍塌的小榻上坐起身，环手四顾，进室里陈设简单。骆玉衡平时的生活里没有睡觉这个概念，所以2人睡的是他平时打坐时的榻子。
现在他阵亡了。骆玉衡盖宽大的袍子，玉体横陈的蜷缩而眠。他每次双休之后，都要以沉睡来平复业火以及转换人格。袍子是许七安的，昨晚他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法袍，就用了许七安的袍子充当棉被。盖得不是很严实，袍子的下摆只遮到他大腿根，一双白花花的大长腿裸露在外。骆玉衡有一双让人欲罢不能的大长腿，身为大奉美人鉴赏师的许七安最能欣赏女子的美妙。国师的这双腿可不是外面那些黄毛丫头的2条竹竿能比，它兼具了少女的纤细，却又不失成熟女子才有的圆润，同时又具备紧致的弹性，10年不腻。许七安拥着骆玉衡默数着时间，某一刻，骆玉衡浓密的睫毛颤抖，旋即睁开眼，两人目光对视，他嫣然一笑。呼，看来是喜人格。许七安如释重负，倘若醒来的是恶人格，许七安就做好让他24小时不能下床的心理准备了。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国师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比如把他鱼塘里可爱的鱼苗吃掉。骆玉横平躺着，张开双臂，舒展腰肢，白皙的胴体从衣袍里舒展出来。许七安低头一看，看见半个挺翘圆润的臀儿，很多年没有这种轻松的感觉了。骆玉衡满足的长叹一声，笑容甜蜜。许郎，有你真好。真好呢，你射死的更深了，真好呢。许七安表面无表情，心里哭丧着脸，疯狂吐槽。两人稀稀疏疏地穿上散落在地的衣服，很有闲情雅致地用了早饭，途中没有多做交流，但气氛和谐，举止默契，就像结伴度过多年时光的伴侣。用过早膳，许七安见骆玉衡对昨晚的事只字不提，好像忘记一般，心里稍安，正打算回家一趟，忽觉后颈发疼发胀，七绝骨要蜕变了，他心里一阵惊喜。国师，我需要一间无人打扰的静室。骆玉衡颔首浅笑，回房便是，没人会来打扰。他指的回房是两人双修的那间静室。这座幽静小院鲜少有客人来访，即便是观内弟子，没有要紧事也不会过来。元景帝在时还好，元景帝死后，这里愈发的安静。等许七安进了房间，骆玉衡贴心地扬起掌心，布置结界。许七安盘坐在蒲团上，合上双眼，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以应对七绝骨的蜕变。七绝骨自炼成起，便处于休眠状态，保持着幼虫的阶段。这1个多月来，寄宿在他身上，与他融为一体，给他气血温养。终于在弥补了 LSP 的缺憾后，他成长了。七绝骨的下一个阶段，应该能为我带来不弱于4品的能力。许七安有些期待。幼虫阶段的七绝骨，便让他在4品面前立于不败之地。虽说打不过，但自保绰绰有余。如今他初步成熟，应该能把总体战力提升到4品。这样的话，就能和他的武者体系形成互补。不知道7大蛊虫的能力会不会有新的变化？他一边期待着，一边感受着后颈的变化。时间飞快过去，1刻钟后，他感觉后颈的血肉被撑了起来，形成一个肿胀的肉包。而眼睛看不见的血肉之下，七绝骨开始生长，身形变得更加修长，节肢更加粗壮，进一步地扎入许七安的血肉里。脊椎里这种宛如寄主和寄生虫之间的关系，让人和骨形成生命共同体。许七安强大的元神目睹了这一幕，还好不算太疼，远没有刚开始寄生时那么痛苦。我还没收到进化的反馈。这个想法冒出来的下一秒，许七安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刺穿了元神。这股力量来自七绝骨。忽然间，他有种元神被撕裂成无数碎片的错觉，意识漂浮在无边无际的虚空里，找不到着陆的点，无法返回现实，无法感应到肉体的存在。这个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他接触到一些破碎的记忆画面，不属于他的记忆。吼！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仿佛响在许七安的心底。他浑身一震，符至心灵般的转身回眸，看见了一个让他瞠目结舌的怪物。这个怪物的身躯遮天蔽日，他的形象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因为结构过于复杂和惊悚。那是一座庞大的肉块，一根根筋腱凸起，一块块肌肉膨胀，如同一座由肌肉组成的山。肌肉组成山体有一排排的气孔，喷涌出墨绿色的烟雾，缭绕在天空，形成墨绿色的云层。肉山的底部流淌着粘稠的阴影，而在阴影之中，无数生物疯狂的交配，忘情的交配，脑子里只有交配和繁衍。肉山的身后跟随着一群行尸走肉般的异兽。许七安之所以能判断出肉山的前和后，是因为他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仿佛能看穿日月山河，能看穿亘古匆匆的岁月。古神，不需要求证，许七安自然而然地知道了他的名字。远古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神魔，当世超品之一，沉睡在极渊无尽岁月的远古巨兽。我为什么会看到传说中的古神？许七安心里闪过疑惑。这时他从古神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里看到了大片大片涌动的阴影。许七安回身看去，吼！又是一声清越嘹亮的咆哮。他看见蔚蓝的天空，看见苍茫的大地，看见真龙横空，扶摇直上，
看见火焰鸟掠过天空，晚霞如烧，看见独眼巨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苍茫大地上，身后是一轮残阳，看见自似沸腾的汪洋中伸出狂乱舞动的触手，遮天蔽日，看见被巨蛇缠绕的黑色玄龟，看见睁眼为昼闭眼天黑的赤色独眼巨蛇，看见有12双手臂的巨人，9条头颅的黑鳞巨蛇，3条尾巴的黄金狮子，浑身长满眼睛遍布触须的圆形肉球，闪烁5色神光的神骏大鸟。画面破碎，无尽的黑暗袭来。许七安蓦地睁开眼睛，视线里是熟悉的境视以及简单的陈设，这给了他巨大的安全感，让他找回了现实。远古神魔，我看到的是远古时代的神魔们，我为什么会看到早该湮灭在时光长河里的他们？许七安回忆起刚才看到的画面，只觉得一阵阵心悸，险些要被恐惧支配。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好可怕，每一尊远古神魔都无比可怕，难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起身来到茶几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表情发愣地抿了几口，好一会儿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摆脱了那种恐惧。冷静下来后，他开始分析那些记忆碎片的来历，得出他们属于古神的结论。我身上唯一和古神有关联的东西只有七绝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七绝骨会有古神的记忆片段？七绝骨作为当世唯一融合7种古术的瑰宝，背后果然还有秘密。许七安眉头紧皱，在这种困惑不解的状态下，不由得想起了当初还是新人的自己。按照我的风格，遇到这种想不通的事，扭头就去找魏公，把伤脑筋的事丢给他。许七安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沉默了。他搓了搓脸，把杂念排除，审视起升级后的七绝骨。首先是天骨，没有任何变化，能预测天气，能感应20节气的变化，以及核心能力移星换斗。至于窥探天机，短暂预见未来的技能，因为级别太高，七绝骨还没有掌控。暗骨的2项能力，阴影跳跃、暗影前行得到了巨大的提升。阴影跳跃范围提升到了方圆300米，且不再有缓冲。以前许七安阴影跳跃时会有1秒不到的缓冲，身躯阴影般融化。暗影前行则更加快速，更加隐秘，可以视作是一种遁术，且可以携带一个人。此外，增加了第3项能力，阴影附身。许七安可以依附在目标人物的阴影里，长达2个时辰。但要警惕的是，之前的2种副作用加深，另外添加第3条副作用，每天都进行1刻钟的阴影附身。倒也还好，我可以藏在女子的裙底下，七绝骨简直鬼畜啊！许七安吐槽道。力骨的提升在于多了一个自愈能力，对现在的许七安来说，自愈能力完全是鸡肋。心骨的提升在2个方面：一、对智慧生物的影响加深；二、控制低智慧兽类的数量增加。第一个可以用来影响敌人，就如启欢丹香对付太平刀；第二个适合用于战争，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型军团。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宿主对动物的喜爱加深，如果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很可能会产生不妨和他留个后代这样的可怕念头。毒蛊的变化在于，只要他愿意，可以把自己的唾液、血液、毛发等等化作剧毒之物，化作品尝过的任何毒药。比如许七安曾经服食某种可以入药的毒药，那么他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或指甲变成那种毒药，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入药救人，又或者他尝过某种让人浑身酥麻的毒药，就可以把自己的唾沫变成那种毒药，然后和国师接吻的时候渡入他体内，这样就可以为所欲为。当然，除非古神亲临，否则世上不存在能让国师中招的毒药。副作用是每天对毒药的渴求加深，且变得挑剔，如果半个月内吃不到种类丰富的毒药，他就会发脾气。情蛊能分化出的子蛊达到了18条之多，分泌出的催情气体效果更强了。如果许七安愿意，可以随时随地让周围的人进行多人运动。此外，情蛊多了2个新能力：一、提高房事的持久度；二、提升个人魅力。第一种对身为武夫的许七安来说，无疑也是鸡肋；第二种则相当于低配版魅惑。副作用是在原本 LSP 的基础上增加了半个月之内必须行房1次的需求。当然，以许七安现在的3品之身，可以压制这个副作用，只是不需要而已。最后是尸骨，子骨从原本的4条增加到8条，从以前的保留生前技能提升为保留部分死者的残魂，让傀儡变得更灵动，战力更强。副作用加深，大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不能看到裸尸，不能看到裸尸，不能看到裸尸。重要的话说3遍。尸骨的副作用和我给尸体解剖的爱好完全相悖啊！我应该庆幸当初福妃案时我还没有继承七绝骨，不然黄小柔和福妃一个都跑不了。尸骨是最变态的，然后是心骨。许七安无声的吐槽，他旋即脸色一变，想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觉得尸骨比心骨变态？难道兽和人比人和尸更容易接受？我会这么想，是不是受到了心骨的影响？许七安嘴角狠狠抽搐一下。
这时，进士的格子门从外面推开，国师大人挽着拂尘跨过门槛，进入屋子。我察觉到你已经清醒，刚才气息有些不对，发生了什么？他充满关切地问道。许七安轻轻抽动鼻翼，闻到了脂粉气，幽香扑鼻。再仔细一看，骆玉衡化了淡妆，打扮得愈发漂亮。她应该是打扮给我看的，这个人格的骆玉衡才是一个真正的正常的女人。许七安刚想夸赞几句，突然一惊，她的瞳孔里映出骆玉衡的倩影，竟是个瘦耳猫娘，成熟御姐型的瘦耳猫娘。许七安闭上眼，重新睁开，猫娘不见了，这回变成了半人马，上半身是羽衣拂尘、清冷绝美的国师，下半身是马身。啪！许七安用力扇了自己一巴掌。骆玉衡微微蹙眉：“你这是作甚？”打回我的择偶观和三观。许七安无声地吐出一口气，道：“无碍无碍，国师莫要担心。”他立刻明白过来，是骆玉衡业火缠身的古怪魅力，让他从他身上看到了除善良小姨等形象外的新形象——人外娘。而这个新形象是受了新骨的影响，他做出一定妥协后，结合前世的经验得出的既能满足新骨对兽类的向往，又能让他一定程度上接受的形象。国师真是 LSP 的照妖镜。许七安强行压下内心的起念，道：“国师，我回府一趟。”骆玉衡犹豫片刻，轻声道：“若无急事的话，便在灵宝关留到黄昏吧。明日是七情中的是最难控制的负面情绪。稳妥起见，明日便不双休了。我会设下封印，让自己在沉睡中度过明日。”所以，许七安明白了，他的意思是现在把明日双休的份补上。一番激烈厮杀斗到酣处，许七安抱着两条圆润紧致的大长腿，道：“国师，你能喵喵叫一下吗？”“国师，汪汪也行的。”“国师，你知道马是怎么叫的吗？”“国师，你拿剑戳我干嘛？”朝会结束不到半个时辰，但凡耳目灵通的京官基本都知道了今日朝会的风波。王首府的未来女婿许家二郎许新年充当捐款政策的冲锋族，在金銮殿怒斥诸公，痛批勋贵，恳求陛下采纳他的计策，号召捐款。据当时站在殿外单臂的京官透露，许二郎舌战诸公，骂得满殿诸子贵无人应战。虽然许二郎在舌技上赢了，但最终还是没能对抗大势。在勋贵和诸公的极力反对之下，朝会以近乎闹剧的方式结束。一时间，许慈就成了风云人物，话题中心。早听说陛下要号召捐款了，国库空虚，自然由赋税填充，岂有让我等散财的道理？哎，陛下年轻气盛，做事不讲规矩啊！你们有所不知，这号召捐款的计策是那许新年想出来的。陛下最初没有答应，耐不住此贼巧舌如簧，把此计描述的天花乱坠，让陛下觉得只要我等捐出银两，各地灾情就能迎刃而解。无耻，简直无耻！这许新年为了前程，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怎地不把家财散尽？我等俸禄有限，面前糊口罢了。哼，官场小人而已。岂止是小人，更是个小白脸。要不是凭着一张娘们似的脸勾引了王首府的千金，他什么都不是。强迫捐款，在任何时代、任何群体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甚至憎恶的。一腔热血为国为民的忠诚之士毕竟少数，加之许新年榜上当朝首辅，前途似锦，本就招惹了不少红眼病。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官场各阶层谩骂唾弃的对象。翰林院，身处风暴中心的许新年对外界的风言风语一概不理，伏案撰写告示辞旧。几名庶吉士步入堂内，义愤填膺道：“外头骂声甚嚣尘上，这群昏聩之徒枉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哼，他们过惯了奢靡的生活，岂会顾及百姓死活？翰林院是清流中的清流，向来眼高于顶，看不起寻常官员。如果把普通官员比作淤泥，那他们就是自诩莲花，平日里的高傲姿态令人讨厌，但他们确实比普通官员更纯粹，念头更通达，还没有被官场这个大染缸污浊心智。”许二郎想了想，抽出一张宣纸，提笔写下：“600年来仰视朝，如何文武尽皆逃。”几位庶吉士眼睛一亮，拍掌赞道：“妙！”这时，刻板严肃的翰林院大学士马修文双手负后，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先生。”许新年和几位庶吉士一起作揖行礼。马修文性格古板，常年没有表情，因而脸庞显得僵硬。他冷淡地嗯了一声，道：“许辞旧，来我堂里。”说罢，他转身离开。几位庶吉士抛给许新年一个你好自为之的表情。许新年苦笑一声，少见的有些头皮发麻。他朝同僚们拱了拱手，快步离开，去了马修文坐堂的地方。马修文坐在案后，手里捧着釉色艳丽的青花茶盏，眼睛透过袅袅浮起的蒸汽，盯着许新年看了几眼。自己倒茶，他淡淡道。许新年摇头，满肚子茶水，吃不下了。马修文没有强迫，沉默了好一会，忽然道：“王首府的主意。”
许新年摇头：“是我自己的主意，首辅大人原先并不知道，直到陛下采纳了我的计策，才告知首辅大人。”马修文恍然：“我就知道，王首辅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犯众怒的事？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抢人钱财，也好不到哪去。”抿了一口热茶，继续道：“陛下想伸手从他们兜里拿钱都难，别说是你，你这还没从翰林院出去呢，就已经坏了名声。当日随百官堵在午门，怒斥怀王的好感，全因此事败光了。许新年不卑不亢，真正忠诚之士，不会因此事怨我恨我。马修文是翰林院大学士，负责教导翰林院年轻官员，许新年也算他的学生。”马大学士摇摇头：“终究是要和光同尘的，不妨与你直说，此计不通。”顿了顿，沉声道：“方才外出走了一圈，骂你者比比皆是，妒你者更想趁机对付你。明日做好被弹劾的准备吧。”许新年作揖道：“多谢先生提醒。”马修文摆摆手：“去吧。”许新年回到办事堂内，几名交好的庶吉士又过来了，道：“辞旧，散职后去教坊司喝酒吧，把这些糟心事给忘了。”官员下班后结伴去教坊司是正常操作，普遍现象。许新年下意识的就要拒绝，但听某位同僚说道：“天寒地冻的，手都握不住笔杆子，需要叫坊司姑娘们的胸脯暖一暖。”好几个月没碰过女人的许慈就想了想，就同意了，说道：“不过今夜家中有事，黄昏前我得回府，夜里便不歇在教坊司了。”黄昏，许七安凭借神鬼莫测的暗谷手段离开灵宝关，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往许府方向走去。不管各地灾情多么严重，京城尤其是内城和皇城永远是歌舞升平，百姓富足安康，这就很容易一叶障目呀。他感慨一声，边走着边在街边张望。很快他找到了目标，一个卖青桔的老翁。老翁坐在街边，面前摆着2箩筐的青桔。青桔味酸，能化痰止咳润肺，橘皮味重，晒干后可焚烧驱蚊。它的药用价值极强，因此销量一直很好。国师抹了不少胭脂，我得去味儿。许七安本能地买了一袋青桔，然后用皮脂驱除身上的脂粉味。然后他忽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要去脂粉味？当初之所以用青桔汁做掩护，是因为许大郎的人设是勾栏都不会去的憨实少年，全家都这么认为。可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教坊司扛把子的名头就压不住了。时至今日，早就不需要遮遮掩掩。哎，爷的青春结束了。许七安依然仔细地用橘皮汁驱胭脂味，然后提着一袋青桔回家，可以给林英吃，就当是大哥回家给他送的礼物。他不紧不慢地踱步到许府门口，耳廓一动，侧头看向身后，只见许二郎骑着骏马回家来。二郎也看见了许七安，脸色难掩喜色，急惶惶地勒住马缰，边下马边喊道：“大哥！”许七安正要点头回应，却见许新年反手从马包里拿出一袋青桔。这时许新年也注意到了大哥手里的牛油纸袋，定睛一看，是青桔。兄弟俩相顾无言了片刻，谁都没有提着茶，互相颔首之际，许二叔也回来了。宁燕，许二叔瞧见久别重逢的侄儿，欣喜不已。尽管昨夜就已经从许灵月那里得知大郎回来的消息，你可算回来了，你婶婶天天为你担心。许二叔翻身下马，边说边从马包里拿出一只鼓胀胀的牛油纸袋。许二叔瞧见侄儿和儿子手里的青桔，脸色陡然僵住。父子、叔侄、兄弟，相顾无言。也轻回。许七安心里喃喃道。面皮薄的许二郎看了一眼大哥，又看一眼父亲，嘴角忍不住抽动好几下。令人头皮发麻的尴尬气氛里，许七安清了清嗓子道：“好香啊，我仿佛闻到林月妹妹的厨艺了。二叔今晚不醉不歇。”尴尬的气氛被打破，3个男人默契地把那袋子青桔藏在身侧，假装视而不见。这个过程中，许七安瞄了一眼二郎，只见许二郎面不改色，早已掩饰住了刚才的尴尬。2年时间里，二郎也成长了许多，想他当初在老宅吟诗上吊，被家人发现后，尬得恨不得当场死去。许七安想起当初，心生感慨，也撒进了府，直奔内厅。内厅烛火明亮，屋檐下挂着几根冰溜子，饭菜的香气从敞开的门里飘出来。内院不少仆人来来往往，添了几名娇俏的丫鬟。他离京1个多月里，徐府买了不少仆人。京城地界的百姓同样不少冻死的，家里正好缺下人，你婶婶就让管家去衙子买了些下人，好歹给了他们一条活路。许二叔说道。许七安颔首，婶婶虽然小心眼、爱面子，还自以为是小仙女，毛病一大堆。不过一个养尊处优、无忧无虑，又不需要勾心斗角争宠的女人，心肠不可能坏。林安也是个例子，也亏了元景帝修道多年，宫中缺乏勾心斗角的土壤。若是长期生活在那样的气氛里，林安未必是现在这样的天真善良。大灾之年也是没办法的事。许七安侧头审视一眼许新年，笑道：“
那婶婶怎么没给二郎买一个通房回来？许二叔哈哈笑道：“二郎再过2月就要和首府千金定亲了，你婶婶可不敢得罪首府的千金。”许慈就皱了皱眉，有些不满大哥和父亲的调侃。说话间，爷仨进了内厅，四角摆着取暖的炭盆，餐桌上食物丰盛，山珍海味皆有，这显然不是徐府晚餐的常态。婶婶和林月坐在茶几边，许灵英和丽娜则凑到桌边，眼巴巴地看着食物。灵叶，你别想着偷吃，等你大哥回来再开饭。婶婶警告道。哦。许灵英跪在凳子上，小手撑在桌沿，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看向厅外，恰好看见野撒返回。大哥！小豆丁中气十足地叫了一声，从凳子跃下，双手别在腰两侧，朝后打开，埋着脑袋，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许平志和许新年同时侧步退让，小豆丁撞进了许七安的怀里，好大的力气，他心里吃了一惊，审视着妹妹，只是1个月未见，基本没什么变化，非要说的话，脸更圆了，像一只圆润的红苹果，这说明小豆丁气血非常旺盛。许七安凭借刚才的冲撞，估算一番，目测他现在的气力有9品炼精境了，这也太恐怖了吧！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扎马步还不停地抖呢。许七安心里震惊了，他摸了摸许灵英的脑袋，扫了一眼厅内的3个女子。许灵月已经见过，丽娜皮肤白皙了一些，变化最大的是婶婶，五官美艳精致，皮肤水灵白皙，仅看这张脸，根本不像是养育3个孩子的女人。是楚采薇送的驻颜丹吧？效果真好，要是再上一世，我就发财了。可惜回不去了，他遗憾地想。婶婶和林月迎了上来，前者在侄儿身上扫过，确认没缺胳膊缺腿，微微昂起下巴，很矜持地说：“回来了。”他忽然抽动一下鼻翼，蹙起精致眉梢，又是青桔味儿，这么重。许二叔忙把手里的青桔拿出来，面不改色地笑道：“青桔能治咳嗽，我买了给林英吃的，路上也吃了一只，所以有味儿。”许灵英一听，小脸瞬间垮了下去。许二叔瞪眼道：“傻愣着做甚？快来拿呀！”许灵英2条浅浅的眉头紧皱，把那袋青桔抱在怀里。他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怀里的青桔，粗短的手指在里面翻了翻，只有4个，感觉自己还是可以的。浅浅的2条眉毛舒展。嗨嗨！许二郎清了清嗓子，把藏在身后的牛油纸袋拿出来，递向许灵英，道：“二哥也怕你咳嗽。”许灵英呆住了，许七安仿佛看到了他头顶的一连串问号，把烫手山芋丢给孩子的许平志和许新年，心情愉悦地坐到桌边。许灵英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许七安见状，有些不忍心，于是说道：“灵英啊，大哥这次回来，给你带了礼物。”小豆丁顿时露出了阳光明媚的笑容，宛如云开雪霁，把不开心的事都忘了，娇声道：“礼物在哪里？礼物在哪里呢，大哥？”许七安当即把藏在身后的青桔拿了出来，放在小豆丁怀里。许灵英收获青桔 X3， 可怜小小的一个孩子，整个人都呆住了，万万没想到父亲大哥二哥会如此对待自己。小豆丁突然嗷的一声哭出来：“我不要吃橘子，我不要吃橘子！”反正已经把锅甩出去的许二郎一脸轻松地说：“不想吃你就扔了吧。”扔了。小豆丁一听，熬得更伤心了，他才舍不得扔。许二郎夹了一筷子冬笋，再难吃也会吃下去的。许二叔呲溜喝酒，二叔和二郎真不是人，呸！许七安给婶婶夹了一筷子菜，说：“记得让他好好刷牙。”酒过3巡，许二叔夹了口猪头肉，细嚼慢咽吃下，然后给儿子倒一杯酒，沉声道：“外头都在说是你向陛下献策，号召捐款。”许新年一声，解释道：“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抄家，但永兴帝刚登基，位置还不牢固，所以只能采取更温和的方式。原本他是不同意号召捐款的，因为他上位期间任何举动都会被放大，被底下官员过度解读。想坐稳龙椅，最好是什么都别做，等羽翼丰满再大刀阔斧的做事。可惜天不遂人愿。”许平志摇摇头，盯着二郎道：“这些东西爹也不懂，但爹今天听到同僚说过一句话。”顿了顿，他沉声道：“谁让老子出钱，老子就砍了他娘的。二郎啊，那人是说给爹听的，这事处理不好，你的前程算是毁了。有王首府做靠山，倒也不至于，但要坐很多年冷板凳。”许新年脸色凝重：“我知道。”婶婶和许灵月平时极少出门，没有打听消息的渠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官场上的事又不好多问，母女俩相视一眼，一边皱着眉头吃饭，一边竖起耳朵聆听。许新年继续道：“这不大哥回来了吗？有大哥在，爹你担心什么？”婶婶和许灵月舒展了眉头，心无旁骛的吃饭。许七安则问道：“如今朝堂什么情况？”许新年措辞片刻，缓缓道：“王党一家独大，魏党如今是掌管打更人衙门的左都御史刘洪当家，其他党派依旧是老样子。
首辅大人为了稳固局势，没有趁着新君登基大规模的排除异己，也幸好他没这么做，不然现在是庙堂乱成一锅粥，民间也乱成一锅粥。而且永兴帝虽然倚重首辅大人，但他不是傻子，首辅大人要是排除异己，永兴帝会坐不住的。许七安笑着调侃道：怎么还不喊岳父？许新年还激道：因为我是正经人，不像大哥。兄弟俩转头看一眼许灵英身前的青菊，默契地终止了这个话题。许七安接着问道：关于这个捐款的事，朝中是什么反应？算是犯众怒了。许新年嗤笑道：赞同者寥寥，观望者不少，口诛笔伐者比比皆是。许二叔补充道：二郎现在成了街头老鼠，人人见了都得骂一声。许新年冷哼一声：若只是骂也就罢了，有人还想落井下石弹劾我。号召捐款的事一旦没有结果，我这个提议者就要被秋后算账，要被责任，到时候可能会被外放出去。婶婶反应极大，立刻叫道：那我宁愿你辞官不做，也不准离京。现在世道多乱，听说到处都是流民和土匪，这就是家天下的弊端啊。朝廷是皇室的，钱是我自己的，今儿我还在这个位置，明儿可能就被皇帝砍头了，指望我散尽家产填充国库，痴心说梦。许七安呼声感慨，他沉思片刻道：可有细则？许新年颔首：自然有，不同品级的官员有最低的捐款标准，会根据俸禄来决定，这样可以杜绝执行过程中办事的官员盲目索要钱财，中饱私囊。此外，我还提议陛下立一块功德碑，置于国子监和各郡县的学堂，供天下学子瞻仰。然后他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许七安摆摆手：你直说，我要怎么做？许新年道：晚些时候我们去书房谈。正事暂且告一段落，许七安打算狂吃海喝的南疆小黑皮，问道：丽娜，你对七绝谷了解多少？丽娜腮帮鼓鼓的，艰难地咽下食物。七绝谷是天谷婆婆的丈夫留下的，就是天谷老人。天谷老人离开古族时，七绝谷还没有祭炼完成，是天谷婆婆替他完成的。后来呢？后来天谷婆婆就把七绝谷给了我，让我来京城寻找有缘人呀。这些我都知道了。许七安想了想，问：除了这些之外，你还知道什么？丽娜又开始吃起来。没有了。许七安皱眉：七绝谷能让人同时拥有7种蛊术，你不觉得奇怪吗？古族以前有这种东西吗？丽娜认真的点头：奇怪啊。许七安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探究？丽娜看着他反问道：为什么要探究？我想不通的事有很多很多，什么都要探究，那不是太累了吗？对吧，灵英？许七安满脑子都是槽点，偏偏无法反驳。小豆丁用力点头：是的，师傅。他趁机把师傅拉下水，帮忙分担压力。师傅，你帮我一起吃橘子吧。丽娜连连摇头：你去司天监找采薇姐姐吧。那你觉得七绝谷和谷神有没有关系？许七安把话题带回来：世上所有的谷都和谷神有关系。丽娜罕见地露出严肃表情：谷神沉睡在极渊中，他的力量改变了南疆，周围的生物吸收了谷神意散出的力量，会出现异变，因此有了谷。许七安点头：我听你说过，这就是7大蛊术的源头。是的，不同的生物吸收不同的力量，产生的异变也不同。偶尔会有双蛊术的生物和蛊师出现，但集7大蛊术于一身的只有蛊神。丽娜说道：只有蛊神？许七安忽然有些头皮发麻。同样的黄昏，夕阳似血，金丝楠木制造的豪华马车于凌凌的车轮声里驶入皇宫。林安脸色郁郁地踏着小板凳下来，裹着狐裘大氅，在宦官的带领下进了御书房。正埋头处理公务的永兴帝没好气道：司天监有什么东西值得林安殿下如此留恋？林安气道：没什么好留恋的，就是不想回宫，我睡了一天了。永兴帝抬起头来，放下奏折道：朕还等你消息呢。他答应了。林安言简意赅的回复：朕就知道，林安你出马，他断然不会拒绝。永兴帝大笑道：林安没有久留，告退离开。永兴帝目光他跨过门槛，沿着台阶走远。他深吸一口气，振奋地握了握拳头大案上厚厚的一叠弹劾许新年的折子。寅时2刻，午门外寒风呼啸，京官们陆陆续续地乘坐马车抵达皇宫，再步行至午门。呼啸的寒风宛如刮骨钢刀，摇曳着城楼上悬挂的灯笼以及路边的石灯，吹得侍卫手中的火把剧烈摇晃。官老爷们裹着厚厚的大氅，戴着防风的帽子，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不管品级高低，权力轻重，大家穿的都很朴素。大氅是羊毛材质，帽子是鼠皮制作，京中稍微殷实些的人家也能穿得起这身装扮。京官们的态度很明显，大家都是穷人，温饱度日，哪来的银子捐款？此时距离朝会还有半个时辰，官员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
低声讨论。监管秩序的御史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天天朝会，陛下是铁了心要折腾咱们。是啊，要不然就捐些银子吧，倒也不算多。杨大人糊涂啊，说是只让我们捐3个月的俸禄，实则是陛下虚晃一枪的计策。我只问你，到时候王首府主动提出捐1年俸禄，诸公是响应还是不响应？真以为这点捐款就够了？不过是先撬开我等的嘴。这朱大人言之有理，杨某明白了，此事绝不能松口，就如我们昨日商议的那般，只要跟紧诸公的步伐，不松口不屈服，陛下最多再磨我们几天。哎，本官两袖清风，现在住的宅子还是租的，京城已经开始缺粮了，我等再捐出俸禄，如何度日？我等与赵大人一样，都是两袖清风的读书人。几位大人，这天寒地冻的，本官身子不适，实在受不住了，不如就按陛下的意思捐吧。这是处在观望状态，内心偏向捐款的官员。身边的官员立刻露出怒容。李大人太糊涂了，各地雪灾不断，缺粮缺炭缺银子，凭我们这点微薄的俸禄，如何填充国库？李大人只看到眼前，却没有想得更深。诸公们之所以咬紧牙关，实在是开了这个先河，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三，等过阵子陛下缺钱了，再来一次捐款，我等喝西北风吗？如此简单的道理，那数即是许新年却看不明白。哪里是看不明白，分明是装聋作哑，为讨好陛下罢了。此子自以为是，仗着他堂哥的威风，目中无人。近来又傍上首辅大人，便有些飘飘然了。嘿，不当人子！一个官员狠狠啐了一口。另一边，晋升为右都御史的张行英缓步靠向刘宏，低声叹息道：殿下的想法很好，若能号召士大夫阶层捐款，再由各地官府号召乡绅捐款，有了钱粮，便可大大缓解灾情，遏制流民。只要熬过这个冬天，百姓看到了春耕的希望，便不会到处作乱。可惜陛下刚刚登基，声望不够，根基不稳，魏公又已故去，不然与王首府联手，必能推动捐款。现在嘛，我们手底下的人也有不满的。怀钦殿下撺掇许二郎上奏，他们这些前卫党起先并不知情，事后几位骨干人员商议，一直认为此计难成，会遭遇极大的阻碍。首先，想从文武百官兜里薅羊毛，本身就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大家都是元景帝时期过来的人，彼此什么德性，能不知道？吃拿卡要，敛财无度，大奉国力衰弱至今，真是先帝一人的锅。先帝上梁不正，底下的人跟着歪，平时敛财都来不及呢，指望从这些老饕餮身上薅一把羊毛，可想而知阻力有多大。其次，这场几乎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寒灾，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头？这才入冬1个月而已，更冷的时候还没来呢。到时候朝廷依旧没钱，陛下怎么办？又来一次号召捐款。最后，这本质上还是一场朝堂博弈。皇帝和官员其实属于2个对立的阵营。新君上位就搞这么一出，让文官集团们嗅到了一丝不妙的味道。不管是出于立场，还是出于爱财，本能的抵触、抵抗。别说永兴帝、元景帝当年上位时这么干，一样会遭遇阻力。刘宏看了一眼各自扎堆的、交头接耳的众官，或许这个时候怀钦殿下正在冷眼旁观，哪些人是赞同捐款的，哪些人是心里赞同却不敢犯众怒的，哪些人是吝啬到不肯吐一文钱的。张行英恍然道：他知道此计不可行。他皱了皱眉，这样的话岂不是害了许辞旧？刘宏笑道：不至于，他有王首辅撑腰，顶多是坐几年冷板凳。张行英点点头，叹息一声：本官还是希望能把此事做成，国库实在没银子了，现在流民到处作乱，已有了江山大乱的苗头，不及早掐灭，迟早大乱。刘宏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这时远处一阵骚动吸引了2人，刘宏和张行英眯着眼眺望过去，只见一个穿青袍的年轻官员气势汹汹地站在同样穿青袍的许新年面前，痛声怒骂，唾沫横飞。刘宏眼睛不太好使，瞧了半天，问道：那是谁？张行英笑道：金科探花钱穆。刘宏也跟着笑起来，就是那些写折子状告吏部侍郎贪污受贿，连带出吏部一众官员的愣头青。看来是冷板凳坐久了，屁股受不住凉，来这里立投名状了。张行英摇摇头，给人当枪使，短时间内确实会有收益，长远来看，惹怒了陛下，他还想有什么好果子吃？刘宏笑道：倒也无妨，立了投名状，进了清党，一样可以好好的当官，往后只要低调些，陛下还能盯着他不放。这边谈笑风生，另一边则剑拔弩张。钱穆指着许新年，咄咄逼人道：岁大寒，朝中清廉者缺米缺炭，不是人人都像许探花一般，家有千金万两，仅一御史3个月的俸禄，你让那些两袖清风的同僚如何度过这个冬天？
不等许新年说话，他冷笑一声，讥讽道：“你为了讨陛下欢心，竟想出此等荒唐之计，小人儿！本官与你同期，亦敢颜面无光。”边上围观的官员纷纷附和。许新年面无表情道：“本官是为黎民百姓，问心无愧。”好一个问心无愧！钱穆大笑3声，高声道：“本官愿散尽家产，填充国库，赈济灾民。”许探花，你既然问心无愧，既然为黎民百姓，那你敢不敢如本官一般，把家产尽数捐出？这话说完，四周一片叫好声。钱大人高风亮节！钱大人大义！一道倒促侠的目光看向许新年。许新年皱了皱眉，钱穆的话实属无赖。许家有一众铺子、良田，以及大哥留下来的基金分红，而对方有什么？虽不至于一贫如洗，但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家里恐怕只有几斗米、几两银子。可他偏无法理论，因为不管是钱穆，还是他背后的人，亦或者周围的官员，都不是和他讲道理，人家就是来找茬的。若是不理吧，说不准朝会之后，他许新年又会多一个伪君子的骂名。就在这时，王守福走了过来，没有说话，只是冷漠地扫了一眼周围的官员。众官当即噤声。钱穆笑了笑，不管许新年应不应声，他要表达的东西已经传达出去。之后再无动静，直到卯时来临，鼓声响起。文武百官保持沉默，穿过午门，过金水桥，从品级高低依次列队。只有那一小撮人能进金銮殿。许新年身为本次风波的核心人物之一，也被准许入殿，但得站在大殿门口位置。随着诸公入殿，几分钟后，永兴帝就到了。他高坐龙椅，俯瞰众臣，高声道：“各地灾情严重，朕身为一国之君，甚是痛心。诸位爱卿可有赈灾良策？”底下的诸公、勋贵们露出了早知如此的表情，不痛不痒地提了几个建议，比如减免赋税、号召乡绅捐款等等。永兴帝就说：“既要捐款，理当由朝廷做出表率，由众爱卿做出表率，如此乡绅才能心甘情愿，也能警告办事官员，避免他们中饱私囊。只号召乡绅捐款，不出意外，那些银子多半会被层层剥削。”几名党派的党魁、勋贵默契地先后出列，高呼不可。这时大理寺卿出场了，沉声道：“陛下，朝中风气腐败，贪污之风盛行，以至于国库空虚，捐款治标却不治本。要想赈灾，必先清扫歪风邪气。”话音落下，好战分子户部给事中出列，高声道：“陛下，臣要弹劾翰林院庶吉士许新年收受贿赂。”殿内无人说话，也没人质疑翰林院的庶吉士能收受什么贿赂，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势力部给事中出列，高声道：“陛下，臣要弹劾翰林院庶吉士许新年打着王首府的旗帜收受贿赂。”接着6部给事中纷纷出列，弹劾许新年。能站在金銮殿里的个个都是老油条，立刻明白这些人在玩什么把戏。这是他们的反击，以许二郎为切入点，反抗永兴帝，反抗王首府。这么做既不会彻底激怒永兴帝和王首府，又能给出自己的态度，告诉永兴帝，我们要干掉你的冲锋族，来一个干掉一个。同时委婉地警告王首府，王党固然是大，但还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况且此事王党里也有不赞同的声音。许新年有收礼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作为王首府未来的女婿，王党成员没少给他送礼，而在官场收了礼物才是自己人。他想以云麓书院学子的身份融入王党，就不能太清高。虽说许新年推掉了许多贵重的礼物，但这不能改变事实，身在官场洁身是好，一事无成，和光同尘又容易在风口浪尖时成为政敌攻坚的把柄。所以核心问题还是势力不够大，解决的问题是拉拢更多的人。许新年心里忽有明悟，殿内诸公有的在观察永兴帝的神色，有的在审视王首府，看他们如何接招。永兴帝若是庇护许新年，他们还有后招；王首府若是出面，也有后招，比如把他拉下水一起弹劾。如今他们才是占据大势的一方。谁都没有注意到刘宏慢条斯理的出列，作揖道：“陛下，臣认为大理寺卿言之有理，国库空虚，赋税难收，皆因有人贪污舞弊，收受贿赂。因此臣请陛下严查百官，整顿风气。”有意思。殿内众臣、勋贵齐齐看向刘宏，这是要趁机浑水摸鱼啊。刘宏在朝中被视为魏渊的继承人，接手了魏渊的班底，在新君上位后，前魏党有不少人被贬被罢，势力消了近50%，空出来的位置被王党和各党派瓜分。在官场，这是适当的退让。如今这刘宏站出来，很明显执掌着御史台和打更人的前魏党想趁机渔翁得利。永兴帝笑了，刘爱卿言之有理，继续说。刘宏朗声道：“自魏公故去，
打更人示威，臣能力不及魏公万一，呕心沥血，精力不济，欲向陛下举荐一人，代替臣执掌打更人衙门，以更好的监察百官。诸公都是一愣，这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台词。刘洪竟在这个节骨眼上撂担子不干，把打更人的职位拱手让人。永兴帝故作诧异，刘爱卿想举荐何人啊？刘洪扫了一眼或疑惑或警惕的诸公勋贵，朗声道：前打更人银罗许七安。许七安这个名字回荡在群臣脑海里，让人忍不住脸色微变，想起了很多不好的回忆。独武门开群巢，独武门杀国公，斩先帝，看着他上蹿下跳，耀武扬威，偏偏无可奈何。以前是有魏渊庇护此人，才让他这般嚣张跋扈。后来魏渊死了，当时朝堂很多人都在等元景帝清算此人，坐等他满门抄斩。曹乱的声浪一下子起来，诸公面面相觑，相互低声询问着什么。有人不停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得到相应消息。许新年站在队伍的末尾，听见最多的就是他不是离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这天杀的狗才回来作甚这类言语。大理寺卿等党魁脸色一沉，张行英愕然地扭头看着刘洪。前卫党的几名成员同样如此。许七安回来了，他们竟没收到半点消息。那家伙回京了，回京就好。这一刻，前卫党成员心里居然是无比的踏实。永兴帝嘴角一挑，用眼神示意太监保持沉默，刻意没打断诸公的喧哗。一群老狐狸，治你们的人来了。永兴帝神清气爽，只觉得这些天的郁气统统一扫而空。等殿内喧哗稍歇，永兴帝这才缓缓开口道：据朕所知，许银罗早已离京，游历江湖去了。怎地又回来了？刘洪高声道。许银罗游历江湖，目睹百姓生计艰难，心中悲悯，每每回忆魏公的教导，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停止了游历江湖，想待魏公执掌打更人，还朝廷一个朗朗乾坤。众勋贵诸公脸色狂变，纷纷高呼：陛下不可！许七安一介武夫，如何能执掌打更人？此子桀骜不驯，当初在衙门任职时便敢闯皇宫，若是他执掌了打更人，朝野上下将不得安宁。当场殿内诸公超过一半表示反对，情绪之激烈比强迫他们捐款要夸张很多倍。勋贵之中几乎全员投出反对票，可见那姓许的武夫有多不得人心。当然诸公中赞同者亦有，比如前卫党成员，比如一部分王党成员，后者的心情要复杂很多。许七安是魏渊心腹，毫无疑问属于魏党，换成以前，王党或出命也要阻拦许七安执掌打更人。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许二郎是王首府的未来女婿，有了这层关系，这个嚣张跋扈的武夫似乎又可以成为盟友。许七安这狗东西回来了，刑部尚书脸色堪称五味杂陈。他对姓许的武夫可以说又爱又恨，爱是因为此人利用价值极高，恨是因为这狗东西写过诗骂他，以前还屡屡坏他好事，老仇家了。但不得不承认，眼下只有这个狗东西能压住满朝文武。啪！太监甩动鞭子，抽打光亮可见的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永兴帝扫视群臣，淡淡道：打更人纠察百官，守护皇宫和皇室，由谁统领打更人，是朕说了算。何时轮到诸位爱卿越俎代庖？他话刚说完，就看见定国公从勋贵队伍里迈步出列，沉声道：陛下三思。定国公年约50旬，头戴八梁冠，身穿赤罗衣，玉带束腰，配云凤四色花锦绶。尽管已是半百年纪，双眼明亮有神，气血旺盛不见老态，一看便是有不俗的修为傍身。定国公声音中气十足：陛下岂可任命一个弑君之人执掌打更人？见有人触及到这个禁忌话题，殿内众臣为之一静。定国公继续道：父为子刚，先帝毕竟是陛下的父亲，陛下任命许七安执掌打更人，100年之后史书记上一笔，对陛下的名声恐怕不好，朝野上下必将生出非议。他这话说得很委婉，意思是你任命一个杀父仇人当大官，这事传出去怎么都不好听，将来史书上也会记下来，让你受后人诟病非议。永兴帝最在乎的就是名声。陛下，定国公言之有理，望三思。此事确实不妥呀，陛下。群臣纷纷附和。就在众人七嘴八舌，群情激昂之际，永兴帝淡淡道：许银罗今早已入宫，来人，请他上殿。抗议声忽然就没了，殿内一片寂静，落针可闻。你把人都请进宫了，为什么不早说？诸公怔怔地看着永兴帝，脸上的表情仿佛写着你玩我们。没人说话了。定国公僵在那里，进退两难。殿门口的许新年伸手捂嘴，才没让自己笑出声。诸公反对的厉害，叫嚣着弑君之人，一听大哥已经入宫，立刻不敢说话了。就好比单方面的隔着墙咒骂，没想到对方搬来梯子翻过墙来，
当场耸半边。让人窒息般的沉默里，殿内诸公听见了脚步声跨过高高的门槛，纷纷侧目，只见一袭华丽青衣跨步而来，气质沉稳，目光温和。恍惚间，众人险些以为昔日的大青衣死而复生。静默之中，脚步声不疾不徐地回荡，走到御座之前，走到定国公身边。大许七安停下脚步，侧头看向定国公，道：“闻诸义贼矣，未闻弑君。定国公觉得呢？”定国公脸皮火烧火燎，又尴尬又丢脸，强撑着哼道：“许七安，你……”话没说完，忽然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许七安嗤笑道：“凡夫俗子，不配与我说话。”他挥了挥手，便将定国公扫飞出去，当场昏厥。堂堂国公竟在殿内遭受此等羞辱，当场就有皇钦宗士气不过，喝道：“许七安，金銮殿内岂容你行凶？”这声怒喝极为响亮，殿外的群臣听得一清二楚，纷纷昂起脑袋朝殿内观望。许七安竟在金銮殿内动手，荒唐！金銮殿乃陛下与诸公议事之地，王朝核心，许银罗太没分寸了。这匹夫越来越胆大包天，以后谁还能治他？殿外的群臣嘀嘀咕咕起来，一些推崇许七安的文官也觉得许银罗太过冲动，有辱斯文。这时，他们听见殿内传来许银罗的狂笑声：“当日我持刀闯金銮殿，诛元景，尔等怎么没有怪罪我殿前行凶？元景勾结巫神教，企图颠覆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徐谋斩之，在尔等眼里竟成了弑君之人。我在玉阳关杀退延康两国联军，在京郊斩杀昏君元景，这才保住大凤江山不受巫神教侵蚀，就是为了让你们这群废物吸食民脂民膏。区区一个国公也敢在殿内妄议我，也不想想他还能站在殿内耀武扬威，是谁的功劳？”殿内鸦雀无声，单壁两侧以及广场上的京官面面相觑。有人嘀咕道：“打个国公算什么？菜市口还斩了2个呢。就是许银罗为社稷贡献巨大，不输当年的魏公，岂容一个国公诋毁非议？如今各地流民作乱，世道不太平了，有一位3品武夫坐镇，社稷才能安稳。陛下和诸公但凡还有理智，就该明白如何选择。”推崇许七安的文官纷纷开口，而不满他的官员则沉默不语。殿内，许七安负手而立，锐利的目光扫过诸公、勋贵、宗室，沈笑道：“我九死一生，保住大凤社稷，可不是为了养你们这群废物。今日尔等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打更人衙门都将由我执掌。冥顽不灵者，休怪我不客气。”殿内群臣脸色铁青，暗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人的名数的瘾，这个匹夫杀过国公，斩过皇帝，发起狂来，六亲不认，指望官场的规矩、大凤的律法约束他，简直痴心妄想。此人若是执掌打更人，整个官场都将任他揉捏。一念及此，殿内不少人已萌生辞官的念头。这样的官场混着没有意义，一个不守规矩的人掌控官场是件很可怕的事。许七安话锋一转，道：“诸位若肯尽心辅佐陛下，勤政为民，许某自然不会为难尔等。反之，曹国公和护国公的昨日，便是尔等的明日。”殿内静悄悄的，无人反驳，无人回应，没有声音，亦是一种态度。勋贵和诸公一脸不甘，但可能是许七安最后的话起到一点作用，他们的情绪暂时还算稳定。一人压服百官，当今大凤除了监政，只能许七安能做到了。永兴帝见状，笑呵呵的打暖场：“有许爱卿坐镇打更人衙门，朕就放心了。以后还劳烦许爱卿多协助朕。退朝吧。”他面带微笑的起身，带着贴身太监离开金銮殿。朝会结束，文武百官沉默地走在广场上，刘宏和王首辅站在金銮殿的单壁上俯瞰，众官一个个垂头丧气，像是吃了败仗似的。许七安从殿内出来，朝两人颔首示意。王首辅也点点头，问道：“龙气收集的如何？”许七安叹了口气：“任重而道远。”王首辅默然片刻，深深作揖，转身离开刘大人，找个地方喝酒。许七安笑着说道：“正好有些事要问刘大人。”刘宏也笑了起来，拒绝了许七安的提议。喝酒就算了，这要是被人弹劾，1个月的俸禄就没了。去打更人衙门吧，我们以茶代酒，聊聊。好气楼7楼茶室，许七安坐在案后，与张行英、刘宏2人举杯示意，调侃道：“恭喜张大人高升，今晚勾栏听曲，你请客。”刘宏打趣道：“以许银罗的身份，喝花酒当然得选在教坊司，怎么是去勾栏？”许七安摇摇头：“福香死之前，我答应过他，不再去教坊司了。”刘宏和张行英对视一眼，各自叹息，并不是叹息福香红颜薄命，他们叹的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张行英感触尤深，当初他以巡抚之尊赴云州查案，彼时许七安只是一个小小的铜锣，练气境巅峰，途中冲击练神境。短短1年时间，魏公死了，元景帝死了，
而当初的小铜锣，如今已超凡入圣，成为真正的大人物。有件事想劳烦刘大人。许七安放下茶杯，语气郑重：你知我在收集龙器，他们散落在中原各地，想短时间内集齐，无异于大海捞针。原本由官府出面是最省力最有效的，但如今各地灾情严重，官府恐怕难以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且容易被敌对势力摘桃子。我需要一个更隐蔽、更有效的情报组织帮忙。刘洪听懂了，你想要打更人的案子？见许七安点头，刘洪脸色凝重地摇了摇头。我没有继承打更人的案子。许七安愣了一下。什么？刘洪解释道，我接手打更人衙门后，曾去过案牍库寻找记载各地案子布局的卷宗，但发现他早已不翼而飞。负责看守案牍库的吏员告诉我，魏公在出征前就已经取走了他。许七安眉头紧锁，魏公把那些案子的卷宗取走了。刘洪颔首，我原以为他会把打更人的案子交托给你，如今看来魏公是另有打算。许七安指头轻扣桌案，缓缓道，两位大人觉得魏公把他托付给谁了？刘洪和张行英对视一眼，俱是摇头。许七安有些失望，皱眉想了许久，转而说道，我明月就会离开京城，打更人衙门的事劳烦刘大人继续费心，也别忘了写折子告诉永兴帝一声，让他不用担心我这个武夫会挟天子以令天下。闻言，张行英和刘洪齐齐摇头，笑了起来。就目前来说，陛下是不可能真的让许七安执掌打更人衙门的。帝王心术中最基础的一条就是平衡，许七安能压制文武百官，但谁能压制许七安？这样一个无人能制衡的存在，永兴帝是绝对不会让他手握实权的，否则连睡觉都不安稳。许七安在这件事上充当的是一个工具人的角色，主要是他目前的重心不在朝堂，不在京城。不出所料的话，午膳之前会有小朝会，到时候捐款的事可以定下来了。这是好事。许七安说，这是好事，所以他愿意当工具人。闲聊几句后，许七安起身告辞，走至茶室门口，停下，回眸看了一眼摆设没有任何改变的茶室，忽然想起去年的冬天，他刚加入打更人不久，刚抱上魏渊的大腿。每每来此处见魏渊，心里就很忐忑。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找春哥还有宋霆锋、朱广孝喝几杯。朝会刚结束，许银罗在金銮殿痛殴定国公，怒斥诸公的消息在京城官场不胫而走。自元景帝被斩，已经过去1个多月。这段时间以来，许银罗低调极了，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关于他的事，经中众说纷纭。市井流传，许银罗因为杀了昏君，被朝廷所不容，被迫流浪江湖。也有人说，他在那惊天动地的一战中重伤垂死，于是闭关养伤。别说市井之中，其实就连官场，很多级别不够的京官也不知道许银罗的动向。而今他再次出现，直接就干了件震惊朝野的事。许银罗终于出来了，本官说过，他是大奉的良心，诸公不捐款，自然有人逼着捐款。各地旱灾严重，百姓民不聊生，许银罗也坐不住了。只要有许银罗在，大奉就还有希望。许银罗终于恢复官职了，老夫甚是激动啊！消息一经传开，支持捐款的忠义之士振奋不已，再也不用顾忌同僚的态度，不用害怕犯众怒，敢堂而皇之地表明立场。果然，午膳之前，内阁便传出消息，陛下决定于3日后号召百官捐款，诸公无人阻扰。锦绣宫临近午膳，陈贵妃坐在温暖的室内，频频望向门口。陛下怎么还没来？风韵动人的贵妃看一眼侧方的女儿，道：也不知道那许七安出面管不管用。林安下意识地说：当然管用，谁都怕他。忽地板起俏脸，故作冷漠。他的事与我何干？我早已与他划清界限。陈贵妃审视他片刻，有些奇怪地挪开目光，继续望向门口。今早朝会的事早已传开，自然瞒不过陈贵妃。得知许七安出面帮忙，陈贵妃又惊又喜。她很清楚，现在能帮到永兴帝的人只有许七安。她之所以愿意帮忙，归根结底多半是为了林安吧。陈贵妃收回目光，转而看向女儿，眼神里透着一丝复杂。永兴帝的身影出现在院子里，大步穿过院子进入屋子。陈贵妃早已站在门口等候，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迫切的询问：如何？永兴帝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笑道：3日后朕会亲自号召百官捐款，并给各州发底报，让官员捐款，同时号召乡绅捐钱捐粮。陈贵妃心里一块大石落下，露出明媚笑容。陛下饿了吧？菜已经备好，母妃现在就让下人送来。握着永兴帝的手到桌边坐下，美夫人脸上笑容不绝。陛下总算能安心一阵子了，母妃心里也高兴。此事多亏了许七安，母妃虽然不喜欢他，但还是得承他情。林安圆润明媚的鹅蛋脸随之露出甜美的笑容。永兴帝心情极好，打趣道：也得承林安的情，要没林安啊，
朕现在肯定举步维艰，这皇帝当的窝囊，与我无关。林安立刻收起笑容，学起怀庆冷冷淡淡的神态。永兴帝又好笑又茫然道：林安殿下，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只是与那许银罗再无瓜葛了，往后皇帝哥哥莫要误会，莫要以为我与他不亲不楚就好。林安保持着冷漠的表情，别说他这般冰冷无情的姿态，立刻让一个妩媚多情的女子转变成高冷性感的小御姐。陈贵妃见女儿情绪不对，忙说：行啦，先用膳。心里暗暗决定，饭后再悄悄问他。德心院，陈设雅致，挂着字画，摆着瓷器玉盘的书房。怀庆坐在案后，听完侍卫长的汇报，微微颔首。他出面捐款之事，便不再有任何问题。侍卫长语气有些激动：陛下把打更人衙门交给许银罗，殿下，你要多与许银罗来往，以您和他的交情，打更人迟早是您的。怀庆闻言，秀眉微蹙，语气冷淡的纠正：我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说完，似乎不愿多讲一句关于他的事，翻开摆在左手边的书籍，抽出一份名单，吩咐道：替本宫给名单上的大人发请柬，做的隐蔽些。这是他通过本次事件观察后选出来的官员。本该是众人焦点的许七安，此时正牵着小母马走在京城外的官道上，马背上坐着姿色平庸的王妃，身子随着坐骑的行走轻轻摇晃。被打入冷宫多日的木南枝终于重见天日，好难受呀！前面有让我不舒服的东西，是浩然正气。他怀里的小白狐娇声道：哦，白姬也重见天日了。南枝啊！木南枝双手合十，语气无喜无悲：许施主，僧不言明，道不言寿。贫僧已经遁入空门，不可再以过去的名字称呼贫僧。许七安纠正道：你应该自称贫尼。要你管。木南枝险些破功，深吸一口气，淡淡道：施主随意就好。从浮屠宝塔出来后，他就这副模样了，动不动双手合十，念一声佛号，表示自己出家了，跟某个偷妻子闺蜜的渣男从此一刀两断。南枝，难得回一趟京城，我们多买一些画本带着，你旅途无聊了便翻翻。这画本啊，还是京城的最好看。许七安提议到，木南枝念诵了一声佛号。平尼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他倒是学得快，改自称了，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白肌妇胡了一句：我这是造了什么孽？鱼塘炸了，每条鱼儿都处在要与我恩断义绝、划清界限的状态。国师啊国师，你也别怪我前几天那么糟蹋你，让你摆了那么多羞耻的姿势，都是一报还一报。对了，我得趁明天来临前溜出京城，不然性命危矣。走了片刻，青云山在望。他这次来云麓书院是要找院长赵守，问一问魏渊不惜一死也要封印巫神的真相，顺便讨要几张记录儒家言出法随法术的纸张。白姬，你要不要进浮屠宝塔？许七安牵着小母马在山脚的牌坊下停步，他把小母马拴在柱子边，然后询问小白狐的意见。不去，娘娘说过，我这次出来是历练的，增长见识的。小白狐稚嫩的童音说着一本正经的话。鬼使神差的，许七安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把他和小豆丁放在一起，不知道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他会被揍得很惨吧？许七安心说。你们娘娘漂亮吗？许七安搀扶着王妃下马。漂亮死了！白姬软柔的嗓音叫道。许七安察觉到木南枝冷冰冰的斜了自己一眼。你也不是真的四大皆空吗？他嘴角一挑。两人一呼把小母马留在山脚，涉级而上。青云山草木葱郁，即使在如此寒冷的冬季，也能看到大片大片的绿色。许七安见他兴致勃勃地欣赏沿途风景，便说道：这里的花草树木常年受浩然正气滋养，与外面的植物不同，发生了些许变异。即使在冬天。木南枝语气冷淡地打断：我需要你来解释。差点忘了，你是花神转世。许七安当即闭嘴。以木南枝的段位，恐怕第一眼就看出端倪了。花神转世的身份，许七安一直没提，假装自己不知道。木南枝也当他不知道。两人有着超高的默契，仿佛是生活在一起很多年的老夫老妻，过着不需要太多交流就能相互意会的生活。不多时，他们沿着山街来到书院。许七安先去拜访了一下三位大儒，他名义上的老师。三位大儒在清幽雅致的阁楼里招待许七安。宁夜啊，许久未见，别来无恙。许新年的授业恩师大儒张慎笑着问候，转而看向木南枝：这位这是我未过门的妻子。许七安这样介绍，三位大儒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就连木南枝也愕然地侧着脸盯着许七安。木南枝连忙双手合十，展开反击：平尼是出家人，许师主修要胡说八道，坏了平尼的清誉。小白狐蹲在茶几上，昂起小脸看他，道：咦，出家人哪来的清誉啊？你应该说修要坏了平尼的修行。木南枝反手一个暴力，恼羞成怒，就你懂得多，要不要给你搭个戏台子，让你表现个3天3夜，
白肌年幼，正好处在半桶水叮当响的状态，很有表现欲。他不是一次两次拆木南枝的台了，尽管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见4个男人都在盯着自己看，木南枝觉得有些丢人，气呼呼的起身走人。咦，等等我！小白狐慌忙跳下桌，摇着毛茸茸的狐尾，像是被主人丢弃的小猫，焦急地追上去。许七安目送一人一狐离开，摇头叹息：我这个婆娘嫁过人，脾气差，年纪和我婶婶差不多，哎，几位老师见谅。还嫁过人，还年纪可以当他妈。3位大儒看许七安眼神里仿佛多了些东西，这次来拜访3位老师，是想讨要几张言出法随的法术。许七安搓了搓手，为自己的白嫖而感到不好意思。之所以要3位大儒的法术，而不是赵守的，是因为4品的言出法随的反噬他能承受，而院长赵守3品巅峰，仅差一步就迈入真正的大儒境，这个层次的法术反噬许七安遭不住。法术啊，这样啊，不算是不算是。3位大儒依次露出和蔼友善的笑容，也搓了搓手道：宁燕最近有没有新作？没有。许七安很遗憾地摇头，然后想解释几句，岂料3位大儒瞬间收起和蔼友善的笑容，露出了大家萍水相逢的表情，道：儒家法术不传外人，许银罗请回吧，不要让我们为难。这就成许银罗了，太真实了吧？你们就是想白嫖我的诗？许七安于心里吐槽，旋即觉得自己好像也没资格腹诽别人。他沉吟一下道，突然就文思泉涌了。在3位大儒眼神骤然明亮，挺直腰杆，做出倾听严肃的姿态。许七安缓缓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七律。3位大儒专心聆听，心里咀嚼着开篇2句。这2句诗突出的是印象深刻的追忆，清晰到了今日。后半句的人面和桃花，则让3位大儒知道他要写的与情有关。作为才高8斗的大儒，他们对诗的赏析能力是超强的，判断出这首诗应该走的是意境和情感的路子，与暗香浮动月黄昏那首不同。甚至3位大儒根据前2句诗的铺垫，或在脑海里主动作诗，或猜测下半首诗的情感走向。许七安转头望着窗外，低声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3位大儒沉默着，咀嚼着，心里没来由的泛起惆怅。以桃花衬托美人，以去年这个时间来铺垫，等后半首出来后，令人油然而生一种物是人非的怅然之感。若是多愁善感之人，听着就要黯然神伤了。好诗，此诗要是流传出去，肯定深受教坊司姑娘的喜爱和推崇。张慎甫须感慨，这种明显写情伤的诗，最能击中风尘女子柔软的内心。宁燕凭借这首诗，又可以在教坊司肆意消费，不花1文钱。李慕白称赞道：宁燕这首诗是为福香写的吧？把它传出去，教坊司的姑娘们都要为你的深情而落泪。陈太叹息道。许七安眼睛一转，这首诗没有名字，就劳烦3位老师帮忙了。话音落下，3位大儒呼吸呼的粗重，他们彼此审视对方，目光饱含警惕，充满了不信任和戒备。见状，许七安起身作揖：我还有事要找院长，告辞。退出了阁楼。他在外面张望片刻，没见到木南枝，在青云山倒也不用太担心，便没去寻找。许七安轻车熟路地穿过学区和宿舍区，往后山走了许久，直到风里送来竹叶婆娑的沙沙之声，眼前出现翠绿中夹杂枯黄的竹林，以及掩映在竹林里的小阁楼。院长赵守早已站在阁楼前的篱笆院里等待多时，方才去拜见了3位先生。许七安作揖，赵守还了一礼。如今的许七安有了与他平起平坐的资格，尊师重道。赵守微笑赞许，他知道3位大儒是许七安名义上的老师。许七安看他一眼，给他们写了诗，没取诗名。赵守脸上的笑容缓缓消失。罢了，有话直说吧，找我什么事？赵守捏了捏眉心，待会儿我还得处理烂摊子。魏公为什么要封印巫神？许七安果然有话直说。赵守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进屋一叙。2人进了屋子，赵守看一眼空荡荡的茶几，不悦道：此处该有茶水。青光一闪，茶几多了2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这也行？许七安简直惊呆了，心说我还是低估了儒家这些挂壁。看出他的疑惑，赵守笑着解释，并非无中生有，只是以法术召来了附近饮茶之人的茶水。他看了一眼茶杯，道：很好，没有被喝过。如果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念叨一句，此处应该有个老婆，是不是能把别人的老婆召唤过来？嘿嘿。许七安一脸诚恳地说道：院长，请给我几张言出法随的法术。赵守抿了一口茶，微笑道：因为儒圣的力量在流逝，巫神即将挣脱封印，为避免中原乃至九州生灵涂炭，魏渊选择牺牲自我，加固儒圣封印。许七安收敛了杂念，深深凝视赵守。你知道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儒圣为什么要封印巫神，又为什么要封印古神？天古老人当年与许平峰谋夺气运，也是为了加固封印。因为南疆极渊底下的儒圣雕塑也同样裂开了。儒家的修为与气运有关，儒圣身负气运，所以天古老人认为夺来一份滔天的气运可以加固封印，因为他与儒圣的力量是同源的。赵守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反驳，点头道：古神是远古神魔，他不会怜悯苍生，本性是嗜杀好斗的，这样的凶物自然的封印。而巫神企图侵占中原，一位超品的敌人，有多可怕无需我多说吧。许七安摇了摇头，苦笑道：院长，我是破案出身，你别在我面前盘逻辑。为了中原不被侵占，所以封印巫神。可巫神存在的岁月远比儒圣要早，如果巫神要侵占中原，那中原早就是巫神教的天下。儒圣封印巫神的原因没有那么简单吧？赵守默然不语。许七安继续道：神魔时代终结，至今为止，总共出现过儒圣、巫神、古神、佛陀、道尊5位超品。儒圣最年轻，出现的最晚，死的最早。为中原安危封印巫神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再说了，佛门也觊觎着中原，按照你的逻辑，儒圣是不是也要封印佛陀？许七安咄咄逼人地盯着赵守。屋内静悄悄的，两人在沉默中对峙了片刻。赵守缓缓道：谁告诉你儒圣没有封印佛陀？刹那间，许七安只觉得后背有电流扫过，头皮发麻。你确定不是开玩笑？许七安很想拎起赵守的胸襟，大声质问。很早以前，许七安就知道儒圣封印巫神和古神，但封印佛陀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即使他现在已经足够强大，接触到很多高层次的修士，就连一宗道手落玉衡都和他双修过了，可在今天之前，依旧没有人向他透露过任何相关情报。也许不是没有人向我透露，而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许七安脑海里灵光乍现，当今知道这个隐秘的，除了佛门，恐怕只有赵守这位儒家的最强者。这与品级无关，而是赵守继承了儒家，当然也就继承了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秘密。许七安借此展开联想，忽然明白了许多以前想不通的事。根据白姬转述万妖国公主给我的情报，500年前，佛门帮助武宗篡位，曾有菩萨死于初代监正之手。当时我竟然没有质疑佛陀为什么不出手阻止。一品的高手在任何势力中都是极为珍贵的，甚至是扛把子的存在。哪怕佛门高手如云，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另外，300年前大奉背信弃义，儒家灭佛，佛陀同样没有出手。原来如此，原来他早就被封印了。许七安瞬间想到了很多，问道：儒家当年灭佛就是因为这层原因？如果儒圣封印了佛陀，那么儒佛两家的关系可想而知。你可以这样认为。赵守喝着微微苦涩的香茗。不对。许七安突然想到了什么，连连摇头。如果佛陀被封印了，那500年前的甲子荡妖是怎么回事？我听说万妖国主九尾天狐是半部武神，战力滔天，连菩萨都不是对手，最后是佛陀亲自出手将他磨灭。倘若佛陀已经被封印，那么是谁杀的万妖国主？是谁灭的万妖国？赵守轻轻摇头，个中详情我不知道，这应该是佛门最大的秘密了。许七安顿时无比失望，沉吟许久，试探道：我此次游历江湖，去过一趟雷州，与佛门产生了不少交集，发现一件很值得探究的事。雷州三花寺有件法宝叫浮屠宝塔，它的主人是法济菩萨。这位菩萨消失了300多年，院长觉得此中有何内幕？法济菩萨消失300多年，佛门的琉璃菩萨外出寻找数次无果，这里头的几个点很有意思。法济菩萨去了哪里？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再返回阿兰陀？或者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无法回佛门，也无法被找到？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存在能困住一品的菩萨？赵守想了想，语气严肃道：宁燕，我是一个读书人。什么？许七安没听懂。算命的事我不会。许七安当即略过这个话题，抛出另一个疑问：道尊是不是也被儒圣封印了？赵守摇头。道尊是超品强者里最神秘的一个，他成道于上古时代，在儒圣还没出生的年代里，道尊就已经消失了。这样的话，道尊的消失另有隐情，这绝对和天宗的天尊神秘消失有关。许七安念头一转，斟酌道：会不会已经陨落？不排除这个可能。赵守一副讨论学术的姿态。目前所知，除我儒家外，超品强者寿元几乎无穷无尽，不可能自然死亡。但道尊消失数千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痕迹。曾经有一位前辈分析，道尊当年遇到了某种无法度过的劫难，为了活下来，他被迫一气化三清。许七安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猜测具备相当大的合理性。一气化三清，只要有一个化身存活，就能不灭。镇北王就是个例子。赵守沉声道：
但他最后还是难逃厄运，天宗的化身诡异消失，地宗的化身遭因果反噬，人宗的化身则因业火缠身，死于天劫。这是哪位前辈的推测？许七安猛吃一惊，道门三宗的副作用也算是极高的体系机密。人宗的业火灼身，知者甚多，但地宗的因果反噬，可是连魏渊当初都不知道的。是后来紫莲道长死于杨艳的枪下，魏渊才渐渐分析出地宗道手出了问题。再经过自己这位25载的潜伏，才知道地宗道手被因果反噬，堕入魔道。而天宗的天尊会诡异消失这件事，比地宗的隐患还要机密。赵守笑道：“那位前辈道号金莲。”许七安嘴角一抽，不，他道号橘猫。他深吸一口气，问出最后一个问题：如圣封印几个超品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赵守既没有回答，也没有第一时间拒绝。他沉默了好半天，无奈道：“如果可以说的话，魏渊留给你的遗书里早就告诉你了。不是我们故弄玄虚，而是说出来的话会影响到某位的谋划，会被当场屏蔽。这句话相当于明示了。监正，监正在这件事上也有相应的谋划。”许七安脸色一点点的凝重，他一直认为监正最大的谋划就是对付许屏风，拯救大凤。如今看来，老银币算计的事情里还有涉及到超品。也对，巫神和佛陀都是要侵吞中原的，而监正和大凤国运是共生关系。换句话说，超品就是监正的敌人。许七安盘完逻辑，认同了赵守的话。行了，我没什么好回答你的了。赵守结束了这次面谈，叹了口气，捏着眉心说道：“外头那3个家伙打得也差不多了。”他挥了挥手，散去笼罩在阁楼外的结界。下一刻，许七安感应到外界澎湃而强大的气息波动，只觉得整座青云山的浩然正气都在沸腾，宛如海啸。走吧。赵守挥舞手臂，卷起一道青光，带着许七安离开。画面闪烁间，两人来到山顶，遥望半空，只见3位大儒，一人握着笔，一人捧着书，一人手里握着镇纸。战况激烈，如火如荼。捧着书的是张慎，他沉声道：“千军万马入室来。”手里的兵书爆发出耀眼光芒，当空凝聚出一道道虚影，他们或骑乘骏马，手握战刀，或身披甲胄，持着长矛，或推动着火炮弓弩。这是神妖路子。许七安吃了一惊。张景言以言出法随的法术召唤出了兵书里的军队，本质上和退去100里一样，都属于辅助类，只是更加精妙。赵守给解释道：“为什么我使用法术时做不到？”许七安羡慕坏了：“你那只是最基础的运用，非儒家人施展不出这般精妙的法术。”赵守说：“虚拟军队在张慎的操纵下，骑兵和步兵杀向李慕白，炮兵则朝着陈泰开炮。另一边，陈泰提着笔在虚空中奋笔疾书，写出来的不是字，而是一个个骑马握刀、身披甲胄的虚影。他白嫖了张慎的法术。这是6品儒生的能力，可以记录别人的法术技能，化为己用。陈泰召唤出的虚影也分成2波，一波和张慎开炮对轰，一波杀向李慕白。轰轰轰，火炮齐鸣，一团团气波在半空炸开，声势骇人，宛如焦雷。比真正的法器火炮威力弱很多，攻城很难，但在沙场上轰杀敌军足够了。而且是由法术凝聚出的虚影，这简直比巫神教的士兵性价比高多了。这应该是无法长久，也不能无限制施展。许七安不得不佩服，儒家几乎没有短板，除了命短。李慕白拎着镇纸，大开大合的挥舞，把杀过来的2波敌军统统打成纯粹的青光溃散。哼，会兵书了不起。李慕白气聚舌尖，鼓动浩然正气，高声道：“此处禁止使用书籍，此处禁止使用笔。”张慎手里的书籍顿时被一股力量封住，无法再造兵。陈泰手里的笔亦是如此，再写不出东西。2人见状，当即鼓荡浩然正气，道：“此处不得使用法器。”直接把法器给剔除出战斗领域。李慕白冷哼道：“行啊，那大伙就用言出法随，好好斗一场，看谁的浩然正气更充沛。浩然正气能抵御言出法随的效果，谁的浩然正气先枯竭，谁就输。我也不是吃素的，今天要打的，你俩心服口服。”2人旋即发表态度：“此地禁止浮空，此地禁止说话。”李慕白学狗叫，张慎是无儿，混账东西，陈泰不能穿衣，如比母之寻亡乎？你们裤腰带断了。眼见战况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院长赵守终于出手，跨前一步，朗声道：“书院重地，不得战斗。”亚圣学宫荡漾起一道青光涟漪，覆盖整个青云山范围。在青云山范围内，赵守可以借用亚圣学宫的力量。以前亚圣学宫的力量被称亚圣的石碑镇着，自从石碑裂开后，亚圣学宫就挣脱了封印。掌控亚圣学宫力量的赵守，在青云山地界战力不输2品。若是再有如圣刻刀和亚圣如关辅助，就算是1品，赵守也能硬刚。
赵守继续道：“你们3人回屋禁闭3天。”想了想，又添加了一道法则：3日内不得作诗题名。而我可以。无耻老贼！3位大儒怒吼声里，被迫化作青光，遁入学院深处。这就结束了啊！许七安没看过瘾，惋惜的作揖道：“在下先告辞了。”不送。赵守点头。他找到了抱着小白狐和书院学子一起站在广场看戏的木南枝，与他一起下山。两人骑着小母马返回京城。进城后，许七安问他：“回家还是去徐府？”木南枝想了想，道：“回家。”许七安在街边买了菜，带着他回到那座小院。院子里栽种的花草早已枯萎，1个多月没人居住，显得有些冷寂和萧条。但木南枝却有种归家的喜悦和踏实。家里柴火还充足，就是煤炭，我待会出去买一些。你晚上自己烧水沐浴吧，我还有事。木南枝脸色一沉，继而冷笑道：“许银罗这是又要去找国师幽会呢？”“不是国师，是其他的鱼。”许七安一本正经的解释：“我刚代替刘洪接管打更人衙门，后续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木南枝不信，沈笑道：“许银罗，国师滋味如何呀？”“啊，这很润。”许七安叹息道：“算了，晚上留下来陪你。”这时候，他忽然对道门的一气化三清充满渴望。夕阳西下，天色渐渐清明，屋子里亮起了烛光，灶房的烟囱上升起黑烟。木南枝随手做了几碟小菜，厨艺的话，从白姬兴致勃勃到满脸失望，一整个心理变化就可以概括。不想吃可以不吃。木南枝冷冷道。白姬一听，高兴坏了，果然不吃。吱哐，房门开了又关上。木南枝黑着脸回到桌边，低头扒饭。门外，小白狐支起小小的身子趴在门上，2只爪子啪啪拍打房门。“咦，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他委屈地叫着。许七安心说：“你这孩子求生欲可真低。”吃完饭，许七安烧了热水给大凤第一美人洗澡，自己则用冰冷的井水简单冲洗一下。洗完澡，天刚好黑了。木南枝坐在桌边，抱着白姬，一声不吭。蜡烛烧了半根后，他开始犯困，眼皮子直打架，就是倔强的不肯睡。许七安把他揽在怀里，低声说：“我在的，一直都在。”他就沉沉睡去。许七安把木南枝打横抱起，走进卧室，一边撩起棉被，一边把他放下。他在灶房做饭时，许七安已经把床给铺好了。当初离开京城时，床单和棉被都好好的收在木柜里，并塞入驱虫的香丸，现在可以直接拿出来使用。睡吧。许七安默默收了毒蛊散发出的麻醉气体，在床沿坐下，抓起木南枝的脚踝，轻轻脱掉绣鞋，然后是白袜。很快，一双白嫩晶莹的脚丫子暴露在他面前。他也就许七安的巴掌那么大，脚背弧线流畅，脚趾圆润，指甲修剪得漂亮干净，白皙的肌肤下隐约可见青筋。他的脚掌是粉红色的，握在手里，宛如世间最细腻、最温软的美玉。许七安大拇指在脚跟处按了按，与自己常年练武因此有着厚厚一层茧的脚跟不同，他的脚跟是柔软的。适可而止，适可而止。他强迫自己放下2只小脚，拉开被子，盖住王妃无限美好的娇躯。接着把小白狐也放在被窝里。想了想，回忆起白姬窒息到双腿乱蹬的过往，又把他从被窝里搬出来，给他裹上衣袍，吹灭蜡烛，关上房门。许七安来到院中，摸了摸小母马的侧脸。小母马，照看他们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刚吃完豆子的小母马心情不错，用脸蹭了蹭他的手背。韶阴宫，宽敞奢华的卧房，临摹着牡丹双鹤图的3叠式屏风后，蒸汽袅袅浮出。红漆浴桶里水声哗啦作响，一双玉腿迈出浴桶，穿着轻薄纱衣伺候在边上的2名宫女，一人立刻展开绸布，细心地替主子擦拭身上的水珠，另一人摘下挂在屏风上的衣裳，为主子更衣。额请秀发高挽的林安从屏风后走出，浅蓝色丝绸里衣搭配宝蓝色长裙，裙摆拖曳在地。他瘸腿盘坐在床榻，问道：“让你们去药房取的丹药都取来了吗？”左边的宫女娇声道：“丹药、银子、衣裳都已经准备妥当。”右边的宫女掩嘴笑道：“殿下准备这些东西作甚？”左边的宫女打了他一下，调侃道：“明知故问，竟敢取笑殿下，小心撕了你的嘴。”俩宫女咯咯地娇笑起来。殿下嘴上说要和那人划清界限，再无关系，其实暗地里偷偷筹备丹药、银子和衣裳，生怕那人受了伤莫药吃，行走江湖缺银子，漂泊在外穿衣不便，衣食住行都考虑进去了。他们伺候殿下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他。临安殿下是什么人？深受先帝宠爱的娇蛮公主，太受宠的人普遍都是没心没肺，什么时候对一个男人这般上心？表表瞪了他们一眼，随口问道：“今儿府上有消息传回来吗？”他指的府上是皇城里的临安府，先帝赐给他的府邸。
表表语气平静，似是不经意的疑问，但他妩媚水润的眸子里有着期待。两名宫女猛地一静，相视一眼，小心翼翼的回复：府上没有消息递进来。桃花眼里的希冀随之暗淡，他强笑着点头，哦了一声。他在宫里等了1日，没等他来向自己解释，自从那晚司天剑分别，他好像就被遗忘了。现在皇城的公主府也没消息递进来，说明许七安也没去那边留话。他木然片刻，轻声道：本宫乏了。两名宫女识趣地退出卧室，去了外室。他们看得出来，殿下情绪不佳，待会儿说不得要藏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宫女们虽然很了解林安，但他们依旧小觑了林安的骨气。他没有躲在被窝里抹眼泪，因为泪水还蓄在眼眶里，没有流下来。他盖着松软的棉被，侧身蜷缩。表表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堂堂国师，连父皇都得不到的女子，竟然瞎了眼会看上他的狗奴才。一想到那晚骆玉衡耀武扬威、咄咄逼人的姿态，心里就很气，恨不得手撕了那个老女人。但也只敢在心里想想，如果情敌是骆玉衡的话，林安没有任何信心。虽然她是公主且自负美貌，但骆玉衡仅是一个人宗到手的身份，就能碾压她。他不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想起许七安陪他聊天下棋的时光，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滚落。表表觉得自己失恋了，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词。泪水越滚越多，他侧身躺着，半张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睡之前不能哭，不然眼睛会发炎症。这时床铺里侧有人递来了手巾，表表哦了一声，接过手巾擦拭眼泪，紧接着娇躯一僵，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发出刺耳的尖叫。尖叫的同时，他看清了床铺里侧的人，穿着青色长袍，头戴玉冠，做富家公子哥打扮，是他的狗奴才。砰砰，敲门声响起，两个宫女在外头拍门，叫道：殿下，殿下。林安凶巴巴地瞪了许七安一眼，拉起被子把他盖住，低声道：别出声。抽了抽鼻子，清了清嗓子，让自己声音显得正常，道：进来吧。刚才那声尖叫过于惊悚，不是他一句我没事便能打发的，因为宫女会想主子在里面是不是受了胁迫。她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宫女，很难糊弄。卧房的门被推开，一位宫女脸色黄急地进来，另一位宫女则留在外头，很谨慎的没有进来，方便随时奔出屋子呼救。进来的那名宫女左顾右盼一阵，继而看向床榻，询问道：殿下怎么了？林安淡淡道：方才做了噩梦，已经无碍。宫女盯着他通红的眼眶看了几眼，顿时恍然，信了几分，接着又审视了一眼大床。庆幸的是，自从国库空虚，永兴帝缩减了宫中妃嫔、皇室宗亲的用度，昂贵的受精炭也在其中。炭火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索取无度，因此林安盖的东西从轻薄的绸和被换成了更厚实的青填充羊毛和鸭绒的被子，厚实蓬松，完美的藏住了许七安。殿下是不是太热了？您的脸烧得厉害。宫女关切道：本宫没事。林安心里越慌，表面越要冷漠。公主喘气得厉害，太闷了吗？是有些，把窗子开一些出来。要不奴婢就守在屋子里吧。宫女说道：不必，本宫心情不佳，想一个静静。闻言，宫女便没有坚持，扫了一圈屋子，退了出去。等她离开，并关上卧房的门，林安一把掀开被子，推搡着枕在自己胸脯上的脑袋，又羞又气，又惊又喜，柳眉倒竖。狗奴！小嘴里刚蹦出2个字，就被许七安捂住。他朝房门方向扬了扬眉，压低声音：人还没走呢。林安扭头看去，果然看到门边贴着一个影子，似在偷听屋里的动静。许七安把被子拉上，盖住两人，声音很低地笑道：没看出来，你的奴婢还挺机警的，以前倒是没发现，都是宫里嬷嬷训出来的，后宫娘娘们身边的大宫女更机警呢。林安复胡了一句，而后羞红着脸，怒道：狗奴才，你好大的胆子，本宫的床你也敢上？你走，去上骆玉衡的床去。伸出小手，用力推搡。许七安握住他的手腕，凑近他，把距离拉近到互相吐息能喷在脸上的地步。殿下，我在游历多日，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你，每天每夜都在懊悔没长翅膀，不然就可以乘着风来见殿下。这段时间和渣男圣子相处，许七安把哄女孩子的手段融会贯通，领悟了一个以前没有想明白的核心道理。哄女孩子首先要站在她的角度，然后揣摩她想听的是什么，她想要的态度是什么，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如果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哄，那就输了。比如站在许七安的角度，国师当初冒着业火灼身的危险帮忙阻拦黑莲，如今他业火复发，不双修就会死于天劫。他但凡有点人性，就应该为道德脱裤子。要这么解释的话，林安现在就炸了。而站在他的角度，他想听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态度？殿下的一颦一笑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魂牵梦萦。
许七安伸出揽住林安的小腰，眼神真挚，语气诚恳。但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今日在家愁肠百结，不敢来面对你。可是我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那颗仰慕着殿下的心。林安听着耳边的情话，心跳加快，脸颊火烧火燎，满肚子的委屈烟消云散，发狠的决心也被糖衣炮弹化解。他哼了一声，强迫自己狠下心来，推开他揽在腰间的手臂，扭过头去。许大人哄其他女子时，是不是也是这般？他企图用自己的冷漠的态度来打压这个男人。许七安盯着他晶莹小巧的耳垂看，强忍住舔一口的冲动，叹了口气：哎，看来我不管说什么，殿下都不会原谅我。我明日就要离京了，别无他求，只求殿下答应我一件事。前半句话让林安心里一沉，涌起焦急情绪，听了后半句话，连忙问道：什么事？旋即感觉自己语气缺乏骨气，哼一声：本宫酌情处理，想请公主陪卑职看一看世间最璀璨的灯火。听到这句话，林安愣了半晌，没明白他的意思。但下一刻，他就看见狗奴才拉起被子盖住了两人的头。随后，林安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不知过了多久，他眼前出现了光，耳边听见了呼啸的风。夜幕沉沉，孤月高悬。他站在天地间，迎着寒风，空旷孤寂，却又自由自在。林安诧异地环手四顾，他站在一座漂浮的炮台上，头顶是洒下清冷辉光的月亮，脚下他蓦地睁大眼睛，水润妩媚的眸子里映出一盏盏的万家灯火。下方是整个京城，外城大部分漆黑，偶尔有零星的灯火。最明亮最璀璨的是皇宫，像是一簇巨大的烟火，烟火的外圈是皇城，皇城同样璀璨明亮，华灯万盏，拱卫着皇宫。而住着富裕殷实人家的内城，则像是火苗的外焰，一簇簇的宛如星辰点缀。林安从未见过京城的夜景，一时间尽吃了。他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许七安的那首满船清梦压星河，而现在这个男人又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不要着凉了。许七安走过来，脱下袍子给他披上，顺手拥美人入怀。林安像是喝醉了酒一般，眼儿媚了，脸蛋红了，飘飘欲醉。对于这样的反馈，许七安并不意外，甚至是意料之中。林安喜欢烂漫，几乎很难抵抗这种攻势。待会儿把炮台还给孙玄机，这一招对怀庆是没用的，以后要对盛子浩一些，毕竟也从他那里学了点东西。许七安思绪发散，耳边响起林安梦一般的声音：狗奴才，你向皇帝哥哥提亲好不好？在林安看来，早在许七安离京时的热吻里，两人的关系就确定了。这个男人不是互生情绪的对象，而是情郎。会的。许七安看着他娇媚的鹅蛋脸。但不是现在，不管是他还是大凤，都将迎来巨大的挑战。赢了，坐临安右怀庆，国师腿上坐，王妃身后藏。输了，就好好的轮回去。夜深了，宫女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进入卧房，来到床边。林安殿下裹着青，睡容踏实，嘴角翘起，似乎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宫女如释重负，正要离开，忽然脸色微变，看见殿下雪白的脖颈处便布着吻痕。这宫女瞬间头皮发麻，惊恐地四处张望。过了一阵，她似乎想明白了什么，脸色忽转柔软。同样的夜色里，某座小城，姬玄站在屋脊上，俯瞰着下方的交手。那是柳红棉在戏耍对手，一个散碎龙气寄宿的江湖客。这些天里，他们依靠天机宫密探的渠道，找到了数位龙气宿主。有四处游历的江湖客，有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甚至有衙门当值的胥吏和待字闺中的女子。姬玄的计划是尽可能的搜集散碎龙气，积少成多，以此来吸引九道龙气的宿主。当然，这也有可能会引来许七安。红棉，不要浪费时间了。姬玄提醒道。柳红棉当即打晕对手。姬玄从怀里掏出巴掌大的青铜小鼎，口中念念有词，鼎口射出青光，将那名龙气宿主收入其中。青铜小鼎叫四方鼎，国师知晓雍州城的事情后，派人送来的馈赠之一。他和寻常储物法器不同，后者只能纳物，而他能收人。姬玄把小鼎收好，望向西北边，喃喃道：许七安。次日，京城灵宝关，静室内沉睡1天2夜的骆玉衡缓缓睁开美眸。骆玉衡怔怔地望着屋顶，瞳孔似乎没有焦距，有一种深度睡眠醒来后念头浑噩，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的感觉。上一次有这样感觉的时候，她还是个少女。骆玉衡呼出一口气，抱元守一，稳固元神，开始内视自身，接纳过去7天的记忆。7种人格代表着业火灼身时的他，可以称为心魔。如今业火平复，7种人格的记忆开始逐一浮现。骆玉衡觉得这几天不管和许七之间发生什么，自己都是能接受的。首先，他对许七安是有好感的，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就不存在厌弃的可能。其次，为了不给自己留后路，
第一次双修时，他是以主人格的身份与许七安缠绵了一夜，不会出现那种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和陌生男人睡了整整7天的状况。最后连身子都给他了，这7天里无非就是反复双修。第一次与他双修时，我心里还是抗拒居多的，等我接受了这7天的记忆，或许就能接受他，不会再有尴尬和窘迫的情绪。骆玉衡心里想着，脑海里走马灯似的开始出现记忆片段。他首先回忆起的是怒人格的记忆，一幅幅画面走马灯似的闪过。记忆里，他对许七安横眉冷对，动辄发怒，刁蛮姿态让他都为之皱眉。还是老样子，性格暴躁。他代表的是我最后的倔强，不愿为业火屈服于一个情感不够的男子，竟然选择独立压制怒火，拒绝双修，很不理智。他的态度还算不错，没有因为我的暴躁易怒而产生太大的不满。骆玉衡暗暗点头，一边觉得怒人格太情绪化，不够理智，一边暗暗满意许七安良好的态度。这时一幅画面闪过，那是夜深里许七安强行闯入卧房，勾引怒人格，两人在床榻上扭打，然后他的衣裳被一件件的剥离，雪白丰满的胴体暴露无遗。骆玉衡挑了挑眉，有些愠怒。不过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怒人格不肯双修，其他人格弱也是如此，我就死定了。他不清楚其他人格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也是为我着想。骆玉衡强行说服自己。好了，怒人格的一天就这样过去，虽然略有些波折，总体来说骆玉衡还是能接受的。接下来是什么人格？他心里不太自信地嘀咕一声。7种人格的出现是随机的，无迹可寻，没有规律。很快一段画面闪过，骆玉衡知道了第2个出现的是什么人格。画面里他早早的苏醒，主动把大腿搭在许七安腰上，引诱着他与自己修行。整整1天1夜就这么鬼混过去，太不知羞耻了，太不知羞耻了。骆玉衡的脸色涨红，血冲涌面皮，生出钻地缝的冲动。尴尬的他脚趾用力弯曲，浑身绷紧。他知道玉人格可能会一点一点放荡，但没想到竟如此的恬不知耻。骆玉衡绝不承认这是他自己。玉人格之后是恐惧人格，恐惧人格方甫出现，就缠着劳累1天1夜的许七安修行。骆玉衡清晰地看见许七安结束双修溜出屋子里，脸色是发白的。看到这样许七安，国师心情复杂之余，竟冒出委屈他了的念头。但很快这个念头就被接踵而来的记忆画面击破。他看见了许七安欺负恐惧人格，接着哀人格上线了。我的年纪做你娘都绰绰有余，不枉我苦熬20年，没有和袁景帝妥协。等你江湖之行结束，我们便正式结为道侣。快说你爱我。讨厌，快叫许郎。许郎。骆玉衡身子一晃，目瞪口呆，他的身躯微微发抖，嘴皮子也跟着颤抖。我都做了什么啊？我以后在他面前怎么抬起头来？这还没完，哀人格自怜自艾，对他倾诉衷肠，说着自己的心理路程，说什么一早就想接近他了，但又拉不下脸来，心里纠结的难受。后来因为他主动联系自己，喜极而泣。你这是污蔑！骆玉衡怒极了。冥冥之中，他感觉自己过去的形象彻底坍塌，一去不复返。更羞耻的还在后面，哀人格对姓许的已是情意绵绵，爱人格对他竟是死心塌地。骆玉衡看到小客栈里他被摆弄出各种姿势，这些都不是上古房中树里的修行之法，纯粹是姓许的在糟蹋他。欺人太甚，欺人太甚！骆玉衡眼前一阵阵发黑。呼，他缓缓做了一个深呼吸，平复情绪，目光有些空洞地望着房间某处，喃喃自语。既然决定了与他双修，便已是他为未来道侣。喊一声许郎就不过分。道侣之间，鱼水之欢乃人之常情，不必介意，不必介意。至少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旁人并不知道这些。突然一段记忆呈现，只见某个房间里，桌边坐着林安、怀庆、李妙珍以及监正的2个女弟子。我知道你们中有人喜欢许郎，有人对他抱有好感，有人对他芳心暗许，但今夜之后，本座希望你们收起不该有的念头。许郎，你说句话啊！骆玉衡宛如一尊石塑，在风中寸寸风化。他无喜无悲地静坐许久，某一刻探出右手，没有情绪起伏的声音说道：剑来！锈迹斑斑的铁剑从池水里飞出，把自己送入骆玉衡手里。国师驾驭着金光冲出灵宝关，他去的果决，去的壮烈，仿佛是奔赴战场的女将军，带着玉石俱焚的勇气。徐府，婶婶边打哈欠边教训精力过剩，一大早起来吵闹，把他闹醒的小豆丁。你能不能省点心？天没亮你就闹腾了，老娘供你吃供你穿，就是让你一大早搅人清梦的。婶婶掐着腰，舌灿莲花。小豆丁站在他面前，低着头，虚心认错。你知道错没有？知错了。下次还敢不敢？不敢了。说，你错哪里了？
娘，我哪里错了？小豆听不懂就问。婶婶一口气差点没喘过来，无力的坐倒，一手抚额，心力交瘁道：出去出去，老娘不想看到你。好的。许灵英蹦蹦跳跳的往外跑。娘，有神仙。她停在厅门口，大叫道：好漂亮的神仙。婶婶茫然的走过去，只见厅外的小院里站着一位身穿雨衣，手提生锈铁剑，美貌绝伦的女子。婶婶自己就是小仙女，一看到这位女子就涌起了同类的共鸣。许七安呢？女子一字一句道。她面无表情，但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有些咬牙切齿的感觉。婶婶不认识这个女子，尽管她对国师的名头如雷贯耳。宁艳天没亮就走了。姑娘是哪位？寻她何事？婶婶谨慎回答。可有说去何处？骆玉衡脸色沉的可怕。没有。婶婶刚回答完，瞳孔里映出金光，那女子驾着金光飞走了。距离京城遥远的西北方，官道，木南枝骑乘在小母马背上，他双手撑在马鞍，披着狐裘大氅，眯眼远眺。身边还有两骑，分别是苗有芳和李灵素，前者是许七安的跟班，因此追随着他；后者圣子的本次江湖游历，最终目的就是定在京城。京城有人宗道守骆玉衡，有大凤第一美人镇北王妃，有叫方思的一众花魁等等。可惜世事难料，京城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伤心的。既然如此，只好重新踏上游历江湖、太上忘情的旅途。可是天宗如今要捉拿他回山禁闭，甚至会有更不好的事情发生。李灵素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想要度过来自师门的劫难，唯有太上忘情。而在太上忘情之前，明显跟着许七安更安全，能解决来自红颜知己和师门双方面的压力。至于师妹李妙珍，她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偷偷仰慕许七安，决定远离渣男。但李灵素嗅到了一丝不妙的气息，以师妹的性格，如果真的和许七安清清白白，她反而会结伴游历。可恶的许七安！杨兄，我会负责盯着他，把他做过的事巨细无遗地转述给你。晨光里，李灵素扭头眺望京城方向。他跟着许七安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受结拜兄弟杨千焕之托，暗中监视许七安。苗有芳见两人都在眺望京城方向，纳闷道：徐前辈为何不与我们同行？在外面保险起见，得称呼他徐谦。木南枝回复道：他说去见个人。什么人？一个对他恩重如山的人。哦。李灵素趁机插入话题道：徐夫人，那只小狐妖呢？他依旧倾慕着大凤第一美人，只不过他既然名花有主，圣子也只能把仰慕之情埋藏在心底。当然，他能有这么大的觉悟，与木南枝现在平庸的外表有关。倘若王妃以真面目示人，没有男人能抗拒她的魅力，就算她男人是许七安，也会有数之不尽的好汉汉不畏死的挥舞锄头。木南枝嘴角一挑：我托他去给几个小贱人传递消息，某人夜火灼身期间会被七情折磨，变得不像自己。木南枝答应过他，替他保密，不透露给任何人。反正白姬不是人，而白姬大嘴巴乱说出去的话，和他木南枝有什么关系？骆玉衡在京城地界巡视一圈，没有发现许贼的踪迹。凝神感应那枚护身符，发现与他失去了联系，也就是说，他再也找不到许七安了。下个月再找你算账。骆玉衡磨了磨牙，他驾着金光返回灵宝关，前脚刚回来，后脚就有弟子前来，站在小院外，高声道：到手，临安殿下、怀庆殿下，还有天宗的李妙珍，派人给您送了3封信。信。骆玉衡微微蹙眉道：拿过来。道一弟子迈步进院，从怀里取出3封信，恭进地上，然后退出院子。骆玉衡指尖一弹，3封信同时从信封里飞出，于半空中展开。从左到右，信上依次写着：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早生贵子。骆玉衡呼吸一滞，只觉得自己被公开处刑了，被嘲笑了，被内涵了，巨大的羞耻感将他吞没。这3封信来的是如此的巧，像是专程为了补刀。司天监密室的门被推开，许七安拎着酒壶，轻手轻脚的进来，回身关上门。晨光从格子窗里照进来，这间密室很宽敞，陈设简单，一张4方桌，一张简易的木板床，因此显得有些空旷。许七安缓步走到床边，默默地看着床上沉眠的男人。穿着做工考究的青袍，五官清俊，两鬓斑白，眼角细密的鱼尾纹昭示着他不再年轻。真像啊，简直一模一样，可惜没有契机，是个普通的肉身。许七安咧嘴笑道：魏公，我来看你了，给你带了酒，我马上要离京，继续收集龙气，走之前陪你说会儿话。许七安仰头喝了一口酒，想了想道：魏公，卑职先汇报一下工作。元景帝死后，龙气溃散，大凤岌岌可危，巫神教、佛门还有500年前的那一脉都在觊觎龙气。经过1个月的游历，
我收集了3条至关重要的龙气，1道散碎龙气。监正说，散碎龙气可以不用理会，只要把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集齐，那些散碎龙气会自行聚集。不过我估摸着，其实不一定要集齐9道龙气，因为难度太大，只要其中1道龙气被敌人找到并带回大本营，我就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应该是尽可能的收集龙气来稳住大厦将倾的大缝，比如超过1半的龙气收集到手就够了。又或者监正在其中另有谋划，他实在太深不可测。如果魏公你还活着，我就不用那么苦恼了。许七安又喝了口酒，伴随着轻轻的叹息声。您的捐躯并没有给大凤带来好的变化，虽然监正和赵守说你为中原争取了时间，这一路走来天寒地冻，看到的尽是些不忍目睹的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承不起我呀！我会试着豁出命去改变这个局面，把大凤从灭亡的边缘拯救回来。这同样关乎着我自己的性命。大凤一旦灭亡，身怀半数国运的我也会随之殉国。有时候会觉得迷茫，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如果您还活着就好了。啊，对了，我终于和国师双修了，他已经是我的道侣，但现在他应该恨不得一剑戳死我。真是个母老虎啊！我以前纯粹是常国师的身子，他实在太漂亮太迷人，这段时间的双修让我对他有了一些不同的感情。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先上车后补票吧。唯一苦恼的是，他对我的其他女人不太友好，偏偏我压不住他，等他平息业火渡劫之后，便是一品陆地神仙。想想就感到绝望，或许林安他们更绝望。好吧，风流好色是我的错。魏公您这样的大情圣，能理解我吗？等我恢复修为，达到3品巅峰，便能与木南之双修。凭我出众的魅力，他断然不会拒绝，但我并不想攫取他的灵玉。或许上古道门的房中术能解决这个烦恼，让我们互惠互利。还有啊，怀庆性子也很强势，而且霸道。我昨日去见他，硬是被他以身子不便为由，挡在屋外半个时辰。您猜我后来怎么见着他的？我说，林安那边我还没去呢。他这才见我，要是让他知道我先去找了林安。许七安盘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榻，喝酒的同时回头看了一眼魏渊，无奈道，抱歉，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搜集招魂中的材料，形势让我不得不把收集龙气放在第一位。换成以前，我会选择先复活你，现在我选择先救国，这是我必须要扛起的责任。你当初习武是为了踏入3品，为了带皇后离开京城，可后来你真的拥有了俯视苍生的修为和权位，你却选择留在朝廷，甘心当远景的棋子，当一个帝国的奉补将。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苍生不负卿。许七安收回目光，继续喋喋不休。我新收了一个徒弟，叫苗有方，资质一般，但很有侠义心肠，梦想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我当时突然觉得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因为当初正是你给了我机会，给了我这样一个无亲无故的人机会，才有现在的许银罗。你为朝廷培养人才，我亦是如此。魏公，这是你给我的传承。话说完，一壶酒也见底了。许七安撑起身子，在床前作揖，行完一礼，离开密室。他一边维持着移星换斗的能力，不让自己的气息外泄半分，一边借助法罗联系上孙玄机。单方面联系，他言简意赅地说了一句：楼底见。不给孙师兄回复的机会，切断了通信。孙玄机来到地底1层时，正好看见许七安揉着武师妹乱糟糟的头发。你在4天间好好等我回来，不是不想带你一起，而是那样太危险。你也不想年纪轻轻的没嫁人就英年早逝吧？许七安感受着指尖发丝的顺滑，钟离看起来不修边幅，头发凌乱，常常给人一种不注重个人卫生的印象。但头发顺滑，身上也没异味，其实很爱干净。钟离没抗拒许七安的摸头，小声辩解：你的气运可以抵消厄运，我未必会出事。钟师姐，你身为女子，却没有一点逼数。许七安沉声道：难道你忘了雍州城外恒远大师滚烫的肉汤了？忘了地宫里的遭遇了？忘了你在我家的种种倒霉遭遇？钟离说：但你现在有龙气半身，加上原本的气运。许七安瞪他一眼：你还不服气？钟离低着头，受气包的委屈模样，不敢说话了。许七安这才看向孙玄机，道：孙师兄，劳烦你带出京。他怕国师还在京城地界巡视，一旦遇到，国师的小拳拳会捶他胸口，捶到死那种。换位思考，如果谁让自己社死到这个地步，许七安也会抓狂。孙玄机嗯了一声，看了一眼钟离，说道：他。话音方落，许七安已经递过来纸笔。孙玄机顿时失去了表达欲，抬脚重重一踏，传送阵法亮起，带着许七安消失。师妹，你是想早些晋升4品，好帮他抵御将来的危机？钟离闻声侧头，看见门口探出杨千唤的后脑勺，他老实的一声，真是多事之秋啊。杨千唤叹息一声道：等我处理完京城的事，也得走一趟江湖，
监正老师给我安排了任务。许七安这狗贼虽然讨厌，毕竟相交一场，能帮还是得帮。钟离好奇地问：杨师兄在京城还有何事？杨千唤低声道：这是秘密，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些，和捐款有关。钟离恍然大悟，杨师兄又想捐出司天剑的所有财产。这你怎么猜到的？不，我没这么想，你别冤枉我。杨千唤语无伦次了半天，颓然道：钟师妹，你记得给我保密，我准备打监正老师一个措手不及。云州乾隆城山顶观星阁，嗨，嘶哑的咳嗽声回荡在茶室里，穿着白衣的中年男子坐在岸边煮茶，时不时捂嘴咳嗽。茶室外的瞭望台站着一个铁塔般的金色身影，他身高8尺，身材比例堪称完美，穿着胸裸露的袈裟，暴露在外的肌肉犹如黄金浇铸。他的五官有着明显的西域人特色，站在那里时有着竹节般的挺拔和苍劲。他的目光深邃中带着威严，与他对视的人会产生如临深渊的错觉。以你现在的状态，10招之内就会被监正斩杀。金色身影开口说话，声音明明不大，却有一种雷霆震耳的威势。气运对术士的反噬远比你想象中的可怕。许屏风耐心煮着茶，轻叹道：以自残的手段对我发动咒杀术，我那个长子的战斗天赋极其可怕，再给他5年10年，造反就只剩一句笑话了。金色身影俯瞰着整个乾隆城，缓缓道：法纪菩萨一直没找到，不然他的药师法像可以治疗你的伤势。你现在既然无法起事，就得把精力放在收集龙气上。当前局势不妙，杜秦罗汉被俘虏，佛子身上的封魔钉至少去了一半，他就算没有恢复不死之躯，向来也能堪堪够到3品战力。白衣术士煮好茶，品了一口，笑道：不是还有2位金刚和我的苍龙七宿吗？昨夜观星象，发现西方有多一颗灿灿星辰，这是新诞生了一尊罗汉，还是轮回的罗汉觉醒了？修罗王幼子归位了。金色身影说道。许屏风点了点头。修罗族是天生的战士，佛武双修，那位幼子归位，佛门等于同时多了1位金刚，1位罗汉。收集龙气的倒是不急，我另有谋划。既然监正老师把我们堵在云州，那正好可以闲下心来商讨一下起事后的细则。说完，白衣术士和金色身影同时抬起头仰望天空。蔚蓝天空中，云层翻涌变幻，凝成一张巨大的脸，冷漠无情地俯瞰着大地。监正。这天，许七安一行人来到江州地界，路过一个叫圣义县的地方。城墙低矮，县城门口站着4名守城的卒子，抱着长矛，站姿耸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见鬼的天气，太阳就像摆设一样。苗有芳骂骂咧咧，他距离铜皮铁骨只有1步之遥，早已不畏寒暑，但他的心态还是咱们老百姓的心态，本能地把自己带入到平头老百姓的角度，看着行人佝偻着身躯的模样，便感觉自己也被寒流迫害了。一行人进了城，主干道的青石板遍布裂缝，房屋低矮，虽说不算太破旧，但着实有些平平无奇，这代表着圣义县的经济状态不好。街上行人来去匆匆，各自忙碌奔波，脸庞被寒风冻得发红，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大部分人的手都有冻疮。一行人找了临街的酒楼坐下来吃饭。几位客官要吃些什么？店小二迎上来，并指了指挂在墙上的木牌，每一个木牌上写着一道菜。许七安随意点了几碟，并要了3壶酒，笑着问道：小二，你们这里近来有没有怪事？怪事？店小二左顾右盼，小声道：巧了，还真有几件怪事。每路过一个地方，便向当地消息灵通之人询问奇闻异事，这是许七安认为除了龙气探测手段之外比较有效的方法。龙气宿主个个都是妖艳贱货，人前显圣狂魔，他们会在各自的场合里搅风搅雨，出尽风头，但根据龙气的浓郁程度，闹出的动静又不尽相同，有的龙气能轰动一座城池，有的龙气宿主只能成为一条街最靓的仔。而且时值乱世，各地都不太平，乱七八糟的事肯定一大堆。李灵素笑道：说说有什么趣事儿？苗有芳叼着筷子吊儿郎当地补充一句：江湖规矩，妖魔鬼怪作乱称为怪事，江湖恶人打家劫舍称为祸事，乡绅豪强官吏奸淫良家欺压百姓叫不干人事。前辈，您这问的是第一个呀？许七安诧异道：还有这种讲究？他旋即看一眼李灵素，圣子也是满脸诧异，表示自己第一次听说。见状，苗有芳顿时支棱起来，找到了优越感，摇头晃脑道：两位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对于江湖底层的谚语规矩自然是不太清楚。他说完，看见木南之缩了缩身子，紧贴着许七安，表情有些畏惧。许七安刚才问的是有没有怪事，店小二回复：有。这说明小县城最近发生了几起妖魔鬼怪作乱的事件，木南之最怕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哪怕身边有一个超凡境的武夫，
也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在客人们无声的注视下，店小二先是瞅一眼店门，见没有新客人进店，于是在苗有芳身边坐下，说道：“这事还得从1个月前说起。县里有一个叫李贵的人，婆娘死了。这死人本是常事，也没啥稀奇。但谁知道头七的那天，李贵夜里听见有人敲门，李贵睡得迷迷糊糊，就问是谁。门外的人说是他妻子，要回家睡觉，还质问他为什么关门。李贵当时头脑不清，便起身去开门。走到门边时，忽然想到妻子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回来？他吓坏了，逃回床上，躲在铺盖里，不敢冒头。李贵的妻子在外面不停地敲门，质问他为什么不开门，反反复复的就这么一句话，一直到天亮，公鸡打鸣，外头的敲门声才停止。木南枝缓缓打了个寒战，脑补了一下自己夜里独守空闺，然后一个男人来敲门，自称是死了7天的许七安。他脸色顿时白了一下。许七安并不知道自己在木南枝的脑补里成了亡夫，问道：“后来呢？”店小二说道：“第2天，李贵就去报官了。官府认为李贵在骗人，打了一顿板子，把他轰走了。第2天晚上，李贵的妻子又回来敲门了。这一次，他婆娘敲了会儿门，见李贵没有开门，他就趴在窗外往屋子里看，趴了整整1晚上。木南枝吓得都呆住了，怀里的小白狐被他抱得差点窒息，双腿乱蹬。苗有芳听得津津有味，并质疑道：“你怎么知道趴在窗外看了整整1夜？为什么你知道的那么详细？”店小二嘿嘿一笑，道：“这事儿还没完呢。公鸡打鸣后，李贵的婆娘就走了。李贵被连下2天，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是，苗有芳插嘴道：于是他又去报官了。”店小二一下子语塞，舔了舔嘴唇，露出尴尬且不失礼貌的笑容。客官真爱说笑，报官乃需要恶向胆边生。停顿一下，店小二脸色严肃，语气低沉：“他呼朋唤友的挖坟去了。”木南枝压低声音：“尸体是不是不见了？”店小二摇头：“那倒不是，李贵带着亲朋好友挖开妻子的坟，发现妻子好好的躺在棺材里，尸体已经微微腐烂。大伙儿都松了口气，责怪李贵胡言乱语，挨官府的打不冤。毕竟尸体还在棺材里，难不成他自己夜里掀开棺材板出来吓人，天亮后又把自己埋回去？”木南枝听说不是鬼怪作祟，便不怕了，冲拳出击道：“这李贵不当人子，拿死去的妻子做谈资。”店小二脸色凝重，摇了摇头，道：“这位娘子稍安勿躁，且听我说完。”面对大伙的质疑和眼前所见的景象，李贵也不禁怀疑这2天的遭遇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确信自己不会看错听错，于是仔细地观察妻子尸体。你猜他发现了什么？这店小二还挺有说书天赋，懂得卖关子、抛悬疑，配合眉飞色舞的模样和手势。许七安觉得要不是自己白嫖惯了，这会儿就说不准赏钱就丢出去了。发现了什么？小白狐稚嫩的童音从木南枝的胸脯里传出来。店小二茫然四顾，谁在说话？他的目光即将投向王妃丰满鼓胀的胸脯时，被许七安用手掌按住脸，拧了回来，淡淡道：“继续说你的。”木南枝则趁机掐了一下小白狐的屁股蛋，警告小家伙不要乱插嘴，不然小县城今儿又要多一桩怪事。店小二谄媚地应了一声，继续说道：“李贵发现婆娘穿的鞋沾了很多泥浆。你们想啊，尸体躺在棺材里，怎么会沾泥浆呢？除非……”他阴恻恻地说：“尸体自己会走。”木南枝低头喝茶，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我要是今晚和你讲一讲山村老师，你岂不是要吓得今儿就跟我圆房？许七安心里嘀咕。听到这里，李林素、苗有芳2人已经断定店小二说的故事里有夸大的成分，半真半假都不是，9假1真才对。店小二见客人们一脸不信，他信心十足的嘿了一声：“几位客官是不是不信？”很多外来的客人都不信，但到后来他们都信了。江湖经验丰富的苗有芳眉头一挑：“哦，还有后续？”店小二指头在桌面一敲，就像说书先生拍扶尺道：“李贵指出自己的疑惑后，亲朋好友们也害怕了，草草的将坟头埋上，便逃回了家去。不久后，事儿便在县城传来。这时，一个自称神婆的老妇人找上门来，对李贵说，他婆娘死也不得安生，是因为他得罪了庙神。神婆说，李贵的婆娘生前对庙神不敬，这才遭了横祸，死后依旧要受罪，永世不得超生，并且会祸及家人。李贵听完恍然大悟，才想起妻子生前的一桩事。在妻子还活着的时候，有一次回娘家省亲，回城时遇到大雨，便躲进了城隍庙避雨。那城隍庙早已荒废，李贵的婆娘淋了雨，就把城隍庙里一具木鬼当柴火烧了取暖。从那以后，李贵的婆娘身子就越来越差，卧病在床后，夜夜噩梦惊醒，说看到有小鬼来拘自己的魂。李贵只当他神志昏沉，做了噩梦。
店小二侃侃而谈。李贵这才知道，原来是妻子得罪了庙神，害怕的问神婆该怎么办。神婆告诉他，要为那小鬼重塑雕像，并烧香供奉3天，厄运可解。李贵便掏空积蓄重塑了雕像，还把城隍庙也翻新了。从那以后，他的妻子再也没来找他。现在城隍庙也可热闹了，天天有人去上香，据说很灵验，求什么得什么，而对庙神不尊敬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李灵素笑道：有多灵呢？店小二左顾右盼，压低声音道：巧了，我就知道一桩事儿。广华街开胭脂铺的郑老板是个虔诚的，因为对面也开了一间胭脂铺，抢了他的生意，他就去城隍庙上供烧香，诅咒那对家铺子的老板不得好死。结果当天晚上，那家铺子的老板就在家里上吊死了。苗有芳浓浓的眉毛顿时扬起，李灵素则面不改色的笑道：你怎么知道的？难不成那郑老板亲口告诉你的？还真是。店小二的声音愈发低沉，郑老板前几日在这里喝醉了，酒后失言才说出来的。李灵素眉头一皱，收敛笑容。那你怎么不报官？店小二奇怪道：我为何要报官？且不说官府爱不爱管，这事儿与我何干？得罪了庙神，我这条小命就不保了。这时许七安敲了敲桌子，淡淡道：行了，去上菜吧。好嘞。店小二过足了瘾，心满意足的离开。等他身影消失在堂内，许七安沉吟道：这听起来不像是龙气宿主能干的事，过于离奇怪诞。李灵素问道：那我们要管吗？不等许七安发表意见，苗有芳抢答道：自然要管，杀人就得偿命。吃完饭我们就去城隍庙看看，而且本大爷也想看看所谓的庙神是何方神圣。许七安点头，看向圣子：那李贵的遭遇你有什么看法？李灵素知他在问什么，不可能是冤魂作祟，凡人的魂魄羸弱，头七之前浑浑噩噩，头七后烟消云散，除非有精通道法的人炼魂。但方才小二说了，是尸体在作祟，我觉得是控尸手段，要不我们去挖坟验尸。说完，李灵素忽然意识到许七安为何能在京城扬名立万，因为他爱管闲事，正如李妙真能成为飞燕女侠。相比起来，杨兄弟在这方面就不够执着。许七安笑道：目的呢？费了这么大的劲，就是为了重建城隍庙。李灵素若有所思。吃完饭，向店小二问明城隍庙地点，许七安一行人离开了小县城。城隍庙在县城外东边6里外。许七安一行人骑马赶路，一盏茶的功夫便抵达目的地。一座黑瓦白墙的小庙坐落在离官道不远的地方，小庙被白色的围墙围着，一条羊肠小道把庙和官道连接。城隍庙人气颇为旺盛，不停的有穿着朴素的百姓，衣着鲜亮的妇人往返那条羊肠小道进出庙宇，还有几架马车停在庙外。许七安在庙门前勒住马缰，翻身下马，再搀扶木南枝下来，与李灵素苗有芳两人把马匹拴在路边的木桩上。他闭上眼感应片刻，顿时失望，四周没有龙气的气息。庙门口站着2名5大3粗的汉子，伸手拦住他们，昂着头到进庙烧香，先给20文钱。这年代也有门票，虽然庙神这事儿与龙气无关，但既然遇上了，就进去看看。许七安看了一眼李灵素，后者撇撇嘴，摸出20文钱递过去。左边的汉子接过，审视一眼许七安身上的锦袍，嘿了一声道：每人20文。木南枝皱了皱眉，这家伙明显是看许七安穿的一身好衣裳，伺机索要钱财。他们怎么不用？他指着一对进庙的年轻夫妇，他们是常客，自然不用。看门的汉子自有一套说辞，他似乎一点也不怕有人闹事，不耐烦道：要烧香就赶紧给钱，没银子就滚蛋。许七安抬头安抚木南枝，说道：给他。交了钱之后，4人跨过大门，许七安目光一扫，院子被通往庙内的青石板路分为2半，左边是一座黄泥浇筑的功德塔，烧着黄纸，右边是2排半人高的烛台，一根根红蜡烛燃烧着，蜡泪滚滚，两边都聚集了不少香客，或烧黄纸，或点蜡烛。4人穿过院子，进入城隍庙，庙内供奉的东西立刻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那是一个模样丑陋，不穿上衣，有着大肚腩的小鬼，他双手高高举起，托着一面石镜，这镜子似有破损，只剩半边，并非雕像破损，而是镜子本身是破损的。雕塑前10几名香客正虔诚的膜拜，前头香案的右侧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脸颊瘦削，额头高阔，看起来有几分属相，又精明又市侩，没有气机波动，没有冤魂，没有妖气。许七安运转元神，扫了一圈，确认这只是一个普通寻常的城隍庙。是不是城隍庙还有待商榷，正常的城隍庙显然不会供奉一只小鬼。李灵素同样以道门的8品开关的手段审视完这座小庙，他朝许七安微微摇头，表示没有发现异常。是店小二夸大其词。
许七安有些失望，与其说是背后的东西手段高超，让他察觉不出端倪，明显是店小二在骗人的真相要更靠谱。小小的县城总不可能和天宗一样出现2位卧龙雏凤，把堂堂许银罗给蒙骗。许七安沉吟一下，走到神婆面前道：我们是外乡人，听说这里的城隍庙很灵验，便进庙来烧香。您就是神婆吧？请问庙里供的是什么神仙？老妇人看了他一眼，见到许七安穿着料子上家的衣袍，眼睛一亮，咳嗽一声，沉声道：年轻人，你算是来对地方了。庙里供的是浑天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手里托的宝镜叫浑天神镜，浑天神通过这面神镜能看天下事。老身看你印堂发黑，近来恐遭厄运，你能来到这里烧香，是冥冥中浑天神在庇佑你，他看到了你的厄运。许七安配合地露出惊恐表情，道：此话何解啊？我这一路来事事顺利。老妇人淡淡道：时候未到罢了，如果想消弭厄运，老身可以给你指条明路。等许七安点头，他审视着许七安的衣着，道：庙神爱财，献上200两银子，供奉7日，便可消弭厄运。200两，好大的胃口。许七安记下了浑天神和浑天神镜的名头，打算回头在地书碎片里问问天地会的成员们。虽然他基本笃定这老神婆是个招摇撞骗的神棍。这时一个穿着淡薄的中年人走了过来，他里面是一件汗衫，外头一件破旧的棉袄，破洞里可以看见稻草，棉袄里塞的是稻草。中年男人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常年的劳作让他看起来有些木讷，闷闷地说道：神婆，我家婆娘要死了，她怎么还没好？你说过供奉庙神7天，她的病就能好，可她今天已经吃不下饭了。神婆皱了皱眉，那说明你还不够虔诚，你需要继续上供3天。中年男人闻言，饱经风霜的脸庞露出苦涩表情。我已经没银子了，所有的积蓄都供给庙里了。神婆不悦道：那是你的事，没有银子，你可以卖田，可以找人借。庙神是公正，不会因为你家里穷苦就偏袒你。其他香客难道就没有供奉？难道家里就不贫苦？一套逻辑下来，中年男人无言以对，嘴皮子轻轻颤抖。可是我婆娘吃不下东西了，吃不下东西了呀。在百姓朴素的观念里，走不动路，吃不下饭，就是要命的事儿了。神婆哼了一声，暗含威胁地说道：庙神会庇佑我们，若是有人冒犯，也会惩罚。中年男人似是想到了什么，露出极其惊恐的神色，弯着脊梁，不敢再说话。不远处的苗有方旁听全过程，2条眉毛倒竖。另一边，李灵素机智地向香客打探情报，他的目标是一个年轻人，兄台年纪轻轻，来庙里求什么呀？李灵素俊美无愁，风度翩翩，很难让人忽视，年轻人却言辞闪烁。没什么。李灵素笑道：大家都是来烧香的，不妨说说。暗中以元神之力施加影响，他的声音里夹杂着让人服从亲近的魅力。年轻男子不自觉地敞开心扉，苦笑道：我是来求子的。李灵素哦了一声道：也是7天。年轻男子点头：花了不少银子吧？李灵素说话的时候看了一眼那个中年男人，银子倒还好。年轻人露出异样神色，欲说还休。这时通往内堂的布帘掀开，一个清秀的女子疾步走出来，她脸色有些潮红，头发也有些乱，见众人看来，立刻低头，疾步走回丈夫身边，额请。布帘再次掀开，出来一个浑身粗壮的汉子，他瞄了一眼清秀女子的身段，满脸意犹未尽。娘，我已经带庙神送子，你该收钱了。小娘子非常满意。汉子笑嘻嘻地说。老妇人看向那对年轻夫妇，笑呵呵道：张家小娘子，张相公，你们是否满意？清秀女子脸色红晕褪去，渐转苍白，姓张的年轻人眼里闪过屈辱和愤怒，抢笑道：满意，满意。说着强颜欢笑地摘下钱囊递了上去。汉子伸手接过，掂量一下，目光在清秀女子身上打转，咧嘴道：还有4天，记得要准时来，不然庙神会生气。这对年轻夫妇眼里同时浮现畏惧，连连点头。为什么不报官呢？张姓年轻人耳边响起叹息声，他侧头看去，是那个仪表堂堂的俊美男子。他再次被声音感染，心里莫名的鼓起勇气，带着些许畏惧的语气道：报官的人都死了，对庙神不敬的人也死了，只要我们好好供奉庙神，庙神就会庇佑我们。李灵素直戳本质的问道：你既知道对庙神不敬的人都死了，为何还要来此地烧香？这对年轻夫妇身为本地人，总该知道沾染上庙神的麻烦，完全可以选择不来。张姓年轻人咬牙切齿道：不是我们想来，是他看上了我娘子，找上门来让我们去城隍庙求子，不然庙神会降下惩罚。李灵素明白了，这和权贵子弟欺男霸女一样，区别在于
一个依仗的是权势，一个依仗的是妙神。他忍不住看向许七安，见他脸色阴沉，沉默不语，似是在思考什么。娘，这是哪来的憨包？汉子老神在在的听着，丝毫不惧，甚至有些不屑。神婆脸色阴沉，指着许七安、苗有芳说道：“这几个是一起的外乡人。”接着他呵呵冷笑地看着年轻夫妇：“张相公、张娘子，你们对妙神不敬，妙神都是看在眼里的。”那小娘子脸色刷得白了，带着哭腔说：“妙神恕罪，神婆恕罪。”敲打了年轻夫妇后，神婆冷哼一声，看向许七安等人，宣布道：“你们对妙神不敬，触怒了妙神，已经死到临头。若想平息妙神怒火，就奉上300两银子，不然老身也救不了你们。”他的儿子配合地拍了拍掌，庙外的3名汉子当即走了进来，把许七安等人围住。周围的香客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这些外乡人胆子真大。是啊，赶紧奉上银子吧，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张相公这时候已经回过神来，不再受李灵素影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话，吓得腿都软了，颤声道：“妙神恕罪，妙神恕罪。”神婆的儿子不理他，瞪着虎目，威胁许七安等人速速奉上银子。边上的香客连忙劝说：“外乡人，快向妙神认错吧，何必找死呢？”“是啊，快些奉上银子，莫要连累了张相公。”那中年汉子张了张嘴，似是也想跟着劝，但眼里闪过愤懑，默默握紧拳头。“银子，你大爷的，找阎王爷要去吧！”苗有芳骂了一声，急走2步，握拳，右臂后仰，砰！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时，他一拳打在神婆儿子的脑袋上，头颅就像西瓜一样炸开，血肉和骨块四溅，溅射在地上、墙上以及后面的庙神雕塑上。庙内寂静了几秒，尖叫声骤然炸开，香客们惊慌失措地往外逃窜。3名看护城隍庙的汉子跟着香客一起逃到院子里。儿啊！神婆凄厉尖叫，扑倒在无头尸体前，哀声痛哭。苗有芳从许七安赐予的储物法器里取出长刀，一通乱砸，踢翻香案，踹到香炉，最后一刀把庙神雕塑砍成2半。“你们！”神婆怨毒地瞪着4人，厉声道：“庙神不会放过你们，所有人都要死！”“杀了！”许七安淡淡道。他对这个庙神还有疑惑与不解，但是没关系，稍后让李灵素招灵，他要亲自审问神婆的魂魄。苗有芳当即挥刀斩落神婆的脑袋，然后一脚把他头颅踢爆。“有小弟就是不一样，不需要我亲自出手了。”许七安满意点头，目光愣在原地的张家夫妇以及中年汉子，心里叹息一声。神婆死了。年轻夫妇呆若木鸡，一颗心剧烈颤抖，分不清自己此时的心情是快意还是恐惧。中年汉子也傻了，同样傻眼的还有院子里的香客。许七安知道这些人需要安抚，他抬脚走出庙，望着院子里张望的香客道：“本官是京城来的捕头，这几位是我的同僚。有人上京告状，说圣义县有人淫词淫妓，祸害百姓。本官特意暗中调查几日，已经查明真相。那神婆学了几手妖术，暗中害人，并假托庙神，以此来恐吓百姓。如今他已伏诛，诸位无需再来此上供。”一听这个年轻人是官府的人，众香客心里安定了许多。天大地大，朝廷最大，正因如此，有朝廷出面，更能让他们有安全感。可是庙神确实灵验啊！有香客说道：“若只是恐吓，还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烧香上供。广华街胭脂铺的老板是被神婆害死的，这件事本官已经查清了。”许七安道。香客们这才释然。许七安转身进庙，从怀里掏出一锭官银，递给中年男子，道：“有病还得找大夫。”问明中年汉子的地址后，又转头吩咐李灵素：“稍后你去一趟，看看情况。”他是担忧中年汉子的婆娘病入膏肓，寻常大夫无力回天。李灵素点头，中年汉子颤巍巍地跪倒：“多谢大人，多谢大人。”这时苗有芳捡起神婆儿子身边的钱囊，抛给张相公，道：“把这里的事忘了，莫要因此看清你媳妇儿。”姓张的年轻人看了一眼神婆母子的尸体，狠狠吐了一口唾沫，默默地给3人磕了个头，拥着妻子离开。苗有芳扭头朝尸体吐口水，他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本大爷行走江湖多年，这样的恶屠杀的数都数不过来，这并不是好事。许七安说：“这说明朝廷对各地的管辖统治已经非常薄弱，当秩序渐渐被动摇，乱象就会频发，自会有人站出来建立新的秩序，届时要么改朝换代，要么王朝经历巨大创伤，苟延残喘。”许七安朝外头扫了一眼，确认香客都已被驱赶出去，当即关上庙门，吩咐道：“李灵素，招灵。”话音方落，苗有芳忽然捂着胸口，脸色铁青，缓缓萎顿在地。他脸色呈现窒息般的猪肝色，双眼翻白，
生命气息迅速流逝。一个炼神境巅峰的武夫竟莫名其妙的濒临死亡，没有任何征兆，苗有芳被强行剥夺了生机，气息迅速下滑，几息之间便已濒临死亡。怎么回事？绕世见多识广的李灵素也被眼前一幕所震惊，急走过来，蹲下身查看。许七安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咒杀术3个字。根据他的经验，印象中能无声无息杀人的手段不多，其中巫神教的梦巫之术和咒杀术，以及道门的勾魂术能做到这一点。但梦巫和勾魂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目标必须在沉睡状态。苗有芳不符合这个条件，那么就只有咒杀术了。问题是，咒杀术要以发肤血肉为媒介，最次也要贴身物品。苗有芳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并没有损失类似的物品。许七安眉头紧锁，他的五脏六腑在衰竭，元神缺了一部分。李灵素脸色微变地给出情况，同时从储物香囊里取出丹药喂给苗有芳。元神缺了一部分。许七安确认般的追问。李灵素点头，明白他的意思，沉声道：不是咒杀术，咒杀术不会出现元神缺一部分这样的情况。如果苗有芳是中了咒杀术，那么他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元神和肉身一起衰竭，直到死亡。李灵素补充道：他的天魂不见了，似乎是被强行抽离。奇怪的是，我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能在一位4品元婴面前抽走元神且不被发现，这比咒杀术更诡异啊。许七安收回思绪，一边把木南枝拉到身边，一边俯身检查苗有芳的情况。已是风中残烛，随时会一命呜呼。什么手段能强行剥离部分元神，并让肉身濒临死亡？许七安语速极快地问。强行剥离部分元神的手段倒是很常见，我也可以，但能瞒过我的感知，对方要么是超凡境，要么有特殊的方法。至于让肉身濒临死亡，理论上来说，缺了天魂，人就会昏迷不醒；缺了地魂，就会变成傻子；缺了人魂，直接死亡。李灵素也语速极快地回复，接着脸色沉重地说：糟糕，丹药不见效，最多一盏茶的时间，他就会死。缺了天魂变植物人，缺了地魂变傻子，缺了人魂直接投胎。许七安斟酌道：也就是说，苗有芳的肉身情况与缺失天魂没有关系。李灵素想了想，以天宗圣子的专业角度给出结论：应该说没有直接关系。许七安思绪转得非常快，以天魂为媒介嘛，类似于咒杀术的手段，只不过前者是依据发肤血肉，后者依据天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在李灵素若有所思的目光里，许七安伸出手掌，于苗有芳脑袋上轻轻一拍，没有任何异象产生，但苗有芳五脏六腑的衰竭瞬间停止，服用下去的丹药开始发挥效力，滋养脏腑。移星换斗，许七安利用天蛊的这个高阶能力，将苗有芳葬了起来，切断天魂与本体之间的联系。果然有效，许七安呼出一口气。好了，李灵素大喜，幕后之人再无法通过天魂迫害苗有芳。他们三言两语间便破解了一个让大部分修士都束手无策的问题。这既是两人的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也是因为许七安拥有足够丰富的手段。七绝蛊的作用实在太强，他虽然没有成长到3品超凡境，但相比起只能展现破坏力的武夫体系，七绝蛊在某些时候更加有用。不过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李灵素皱着眉头：是谁在对付我们？许七安反问道：你不是已经有猜测了吗？目前与我们有明显冲突的近在眼前。两人一起望向坍塌的妙神雕塑，许七安说：刚才就是苗有芳砍倒了他的雕塑。李灵素嘶了一声：这不应该啊，一个小小的县城，小小的淫祠，能有这么可怕的东西？说起来，这妙神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至今都没察觉到灵魂波动。许七安耸耸肩：我只知道咱们中间出了一个飞球，在一座小县城都能遭到这么棘手的玩意，就好比孩童在溪里摸鱼，结果摸出一条蛟龙。除了皮肤太黑，实在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没有了徐前辈的人设，许七安说话随意了许多。先出去问灵，看看这妙神是什么东西。我在鸣笛在案，想要解决妙神，得先弄清楚它是个什么东西。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搞明白妙神的底细。李灵素当即背起苗有芳，正打算出庙，可在他转身的瞬间忽然僵住，下一刻他完美的重蹈了苗有芳的覆辙。砰！两人同时跌倒在地另一边，木南枝和小白狐也同步陷入昏迷。李灵素和小白狐生命气息快速下滑，只有木南枝安然无恙，但无法苏醒。许七安抢在他摔倒前，把花神转世抱在怀里，他神色凝重地望着雕塑坍塌的地方。那半面被小鬼捧着的石镜不知何时漂浮起来，咔嚓声里，表面的石壳裂开。这是半块青铜镜，外沿包裹着藤蔓状的花纹，光滑的镜面映出一只没有睫毛的眼睛，冷漠不含感情地盯着庙内的众人。他从中间被剖开，切口平滑，像是被利刃斩断。被这只眼睛审视的刹那，
许七安的武者直觉立刻预警，释放危险的信号。同时，许七安终于明白所谓的妙神是什么东西，一件法宝，残缺的法宝。它无疑是具备自我意识的，可视作另类生灵。一件法宝在这里受人膜拜，吸收香火。许七安心里一动，隐约猜到了一些内幕。镜中那只眼睛冷漠地俯瞰着许七安，骤然射出一道幽绿色的光芒。这道幽光避无可避，直接作用在灵魂。刹那间，许七安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拉扯元神，要将灵魂撕扯出体内。哼！他的元神是最先拔出封魔钉的，货真价实的3品元神，超凡境强者的元神，即使是武夫，也不是法宝能轻易摄取的。许七安一边稳固元神，对抗拉扯，一边掏出地书碎片，抖出浮屠宝塔。他要以完整的法宝对抗残缺的法宝。浮屠宝塔府一出现，浩瀚威严的气息降临，充斥着每一处空间。浮屠宝塔第2层镇压，专门用来镇压顶级强者，比如当初的2品羽狮纳兰天禄。童静缓缓抬眼，注意力转移到了浮屠宝塔上。去！许七安遥指童静，浮屠宝塔朝着这件残缺法宝镇压而去。童静翻转过来，镜面对准上空的浮屠宝塔，那只没有睫毛的眼睛激射出自目的幽绿光芒。嗤嗤！幽绿光束击撞在浮屠宝塔基座，爆起刺目的绿光，宛如焊工制造出的火花。浮屠宝塔坚定不移地压下来，幽绿光束不断被压缩，直到哐当一声，浮屠宝塔落地，铜镜被镇压在底下。许七安顾不得查看浮屠宝塔，连忙朝着白姬和李灵素靠拢，用移星换斗的能力把他们藏起来，避免肉身衰竭而亡。做好这一切，他放心地进入浮屠宝塔，直接登上第3层。塔林老和上盘坐蒲团，手里把玩着半面铜镜，微笑地注视着他的到来。大师，许七安双手合十，行了一礼，旋即问道：大师可知此为何物？塔林老和尚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反问道：你从何处得来的？许七安便将今日的遭遇简单的说了一遍。塔林老和尚恍然道：原来他早已失落在民间，许施主不愧是有大气运的人，竟能寻得此物。所以这到底什么玩意？许七安正欲追问，塔林老和尚抖了抖镜面，抖出4道魂魄，3人一狐苗有方、木南枝还有小白狐浑浑噩噩地飘在空中，唯有李灵素活灵活现，充分展示了道门在元神领域的特殊。他诧异地四下张望，我怎么跑塔里来了？你被这镜子拘了天魂？许七安指着铜镜，是这镜子，刚才在庙里偷袭我们的是这镜子。李灵素啧啧称奇，这是什么玩意？法器？是法宝，不过好像残缺了。许七安边说着边看向老和尚，塔林老和尚露出几分感慨神色。这是一件法宝，叫浑天神镜，它是万妖国主九尾天狐的梳妆镜，它能照彻九州，让那位妖族国主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凡是被他照到的人，元神会被摄入镜中，肉身不得自由，生死行为尽受其操纵。据说只有九尾天狐可以免疫，不受影响。当年甲子荡妖时，他被广贤菩萨斩成2半，后不知所踪。没想到今日会出现在此地，或许是许施主与妖族有因果的缘故吧。肉身不得自由，就是这东西控制了那个李贵妻子的尸体。许七安当即提出疑问，他应该是1个月前出现的，为何要以妙神之名逼迫百姓香火供奉？塔林老和尚解释道，法宝能吸收香火愿力，这能助他稳定状态。贫僧在三花寺修行数百年，亦是日日受香火熏陶，甚是滋润。只不过贫僧状态完好，香火可有可无，而它是残缺的，因此需香火进补。香火能温养法宝，所以镇国剑一直被供奉在桑坡的永镇山河庙里，所以如圣刻刀和亚圣如冠被供奉在亚圣殿。许七安恍然，感觉没什么用的小知识增加了。这破法宝过去500年一直在干冒充野神的勾当。许七安问出疑惑，塔林老和尚低头看着铜镜，似是在与他沟通，几秒后抬头说道，他说记不得以前的事，醒来后就被一个老妇人捡到，然后问老妇人要香火。贼秃驴。老和尚表情一顿，摇头失笑，因为残缺的缘故，他的神智混乱不清，精神状态不太对劲的残缺法宝。许七安点点头道，劳烦前辈暂时看管此物。说完，他带着3人1狐的魂魄离开浮屠宝塔。魂魄归位后，他们相继醒来。许七安简单告知了事情经过，听得苗有方目瞪口呆，妙神是山精妖怪、邪修狂徒等等，他都有过假设，唯独没想到竟然是一面镜子。李灵素，招灵。许七安吩咐道。李灵素口中念念有词，额请。庙内阴风大作，气温骤降。因为刚死没多久，不需要辅助材料布阵，2道魂魄凝结而成，分别是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身材粗壮的汉子，俱是目光呆滞，
神情木讷。神婆母子，许七安问道：“你是怎么得到镜子的？”神婆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声音空洞家中老宅枯井。新王的鬼魂没有思维，问什么答什么，不会多讲半个字。许七安断断续续问了一大堆，才知道事情大概。大概1个月前，因收成不好，灾情频发，神婆的儿子不愿赡养母亲，便把他推入了枯井。神婆在井中捡到了铜镜，他从此被铜镜驱使，为他修缮了这座皇城庙。他也此过上富裕生活，再不必饿肚子。不过他认为庙神是个神经病，一会儿要香火供奉，一会儿要去杀秃驴，一会儿又喊着国主不朽。好在驱使他的庙神其实很听话，基本会按照他的提议做事，让杀谁就杀谁。值得一提，李贵的婆娘是被神婆害死的。神婆与李贵的婆娘相识，偶然间得知他把城隍庙里的木鬼当柴烧后，便心生一计，于是就有了李贵的遭遇。他因而从李贵身上获得了第1桶金，并借此打出名头，凭借着浑天神镜的力量，让县里百姓畏惧。这1个月来，他儿子也借着庙神的威风，打着求子的名义，威逼奸淫了数名貌美的良家女子，死有余辜。苗有芳冷哼道：“早知道就不让这对畜生母子死得那么干脆利索。”苗有芳，回头你去找人打听一下，那几个护院的汉子一并杀了吧。许七安有条不紊的安排，他的养气功夫比以前深厚了许多，心里能藏得住喜怒。那几名助纣为虐的汉子早已在他必杀名单，却不会像以前一样火急火燎，有一种不疾不徐，但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愈发的有几分魏渊的老道。现在唯一不清楚的就是铜镜为何会流落中原，当然也这不重要就是了，就像没必要搞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许七安挥挥袖子，把神婆母子的魂魄打得烟消云散。他转而思考起如何处理浑天神镜。正常来讲，把这件残缺的法宝留在身边驱使，让他将功赎罪是最好的选择。多一件法宝，就多一个手段，手段越多，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大。但既然这件法宝是当年九尾天狐的梳妆镜，许七安觉得或许可以让利益更大化。那位高贵的公主殿下会不会对母亲的遗物感兴趣呢？说不定我能把它卖出一个更高的价钱。许七安看向白姬，笑容和蔼可亲：“小可爱，你能联系你家的公主吗？”啊！小狐狸歪着脑袋，黑纽扣般的眸子茫然地看着许七安。几秒后，他欣喜道：“你怎么知道我乳名叫小可爱？姐姐们都这么叫我呢。”这不是重点。许七安在心里严厉地批评一句，笑容和蔼：“所以有办法联系他吗？”小白狐点点头，又摇摇头，乌溜溜的眼睛里流露出警惕，道：“娘娘的行踪是保密的，不经允许，我不能主动联络她。”娘娘，公主，他们说的是谁啊？旁听的李陵素愣了一下，虽然他知道浑天神镜是万妖国主的遗物，但他不知道白姬是九尾天狐的族人，更不知道许七安的打算。许七安侧头看向李陵素和苗有芳，皱了皱眉：“傻愣着做什么？安排你们的任务都当耳边风吗？快点去干活，我这里可不养废物。”苗有芳提着刀屁颠颠地走了。神婆母子死有余辜，而那些助纣为虐的下属同样干着欺压百姓的事。如果他们认为逃离城隍庙就能把过去干的坏事一笔勾销，那也想得太美好了。李灵素的任务时去给那位中年男人的婆娘看病，避免因为病入膏肓而死。许七安这家伙自从坦白身份后就不装了，偶尔我还是会怀念那个徐前辈的，至少他不会像许七安一样骂骂咧咧，一点素养都没有，真是个粗鄙武夫。徐谦就比较有前辈风范。李灵素一边腹诽许七安，一边怀念徐谦。许七安关上庙门，把小白狐从木南之怀里抱过来，举高高，露出温和阳光的笑容：“帮忙联络九尾天狐，我给你买好吃的，很多很多好吃的。”白姬对白嫖的诱惑不为所动，用软如稚嫩的童声说着严肃的话：“不行，规矩就是规矩。要是许灵英的话，这会儿全家都给卖了。”果然，人类幼崽和狐狸幼崽不可相提并论。许七安又道：“你知道浑天神镜吗？”小白狐老实回答：“不知道。他是狐族里新生代的幼崽，500年前的事对他来说过于遥远，只从口口相传中了解大致经过，无法精确到某件消失几百年的法宝。”许七安把浑天神镜的事说了一遍：“所以你必须要联络他，这非常重要。”许七安拿出大人的架势，摆出这是一件正经事的姿态。通常来说，孩子看到这种架势多半会犹豫，六神无主，因为他们还没有做主的习惯和意识。当然，这一招对许灵英肯定是没用的，他会一本正经的听你说完，然后不鸟你。但白姬性格娇弱，爱哭，脾气软，金贵就像是大户人家里的小姑娘，像个小大人，明事理。好吧。他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软软的应答。因为许银罗说的那么郑重其事，又是当年国主的遗物，白姬看来确实是大事，说不准娘娘很需要，自己不能坏事。他旋即踢蹬后肢，
示意许七安把自己放下来。许白嫖照做，白姬翘着毛绒狐尾跑到青岛的雕塑边，看了一眼高高的基座，回头看来：“你帮我放上去吗？你自己不会跳吗？”许七安反问。小白狐漂亮的眼睛似乎水润了几分，委屈道：“我跳不上去，娘娘降临要有排面，我得上那里去。”许七安就把她拎起来，放在原本妙神雕塑站立的基座上。小白狐蜷缩起来，收拢狐尾，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许七安和木南之耐心等待着。大概半刻钟后，一股浩渺如烟、磅礴如海的意志降临，不，准确的说是从白姬体内苏醒。他的身后长出第2条尾巴，第3条、第4条，直到9条尾巴出现，宛如开屏的孔雀。他睁开眼睛，乌溜溜的眸子被一片仿佛要溢出眼眶的青光取代。银铃般的娇笑声回荡在庙内，有着蛊惑众生的魅力。来了，万妖国公主，九尾天狐，世间巅峰强者之一。许七安与他也算有过一面之缘，但依旧不敢小觑，身躯微微绷紧，抱拳道：“见过娘娘。”白姬摇着9条狐尾走来，一步步的脚踏虚空，在许七安面前停下来，平视着他，笑道：“你这小银罗，找我何事？”一副大姐姐的姿态，许七安心里嘀咕，没有直接说事儿，审视着小白狐道：“白姬是你血脉？”这9尾天狐出场的方式有些古怪，并非意志降临，而是以苏醒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白姬本身可以视作沉睡中的9尾天狐，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直接占据这具身体。许七安现在也算见多识广，清楚此类操作除了需特定秘法，承载意识的载体也很重要，通常是嫡亲血脉才可以。9尾天狐轻笑道：“不妨猜猜看。”许七安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9尾天狐侧着头看了一眼木南之，后者立刻瞪眼：“看什么看？”他轻描淡写的挪开目光，继而看向浮屠宝塔：“你既已找到神树的另一条手臂，为何不把它释放出来？”9尾天狐声音柔媚：“这是在质问我吗？”许七安平静道：“释放他的前提是能驾驭他，而且塔灵并不愿意释放神书。愚蠢！他就算是骂人，也给人一种情人间娇嗔的感觉。许七安觉得这大概是魅惑的最高境界。塔灵不愿意，就强行毁了他，不听话的法宝要他何用？神书的断臂充满恶意，但换个角度，它是制敌的最好手段。合理利用的话，它能助你越阶杀敌。你和他相处过，应该清楚，他可以沟通、商议，而不是纯粹的依照本能做事的邪物。”小白狐一边走一边说，当他停下脚步时，与许七安几乎脸贴脸。明明是一只狐狸幼崽，却展露出极强的御姐功。许七安皱了皱眉，后退一步。9尾天狐一愣，审视他片刻，忽然大笑起来，揶揄道：“兽骨，兽骨就是心骨。”9尾天狐笑盈盈道：“狐族最不缺的就是美人，妖冶放浪，纯情可人，妩媚热情，冷艳如冰。本宫可以赏许银罗一批狐族美人，供你修行心骨。”娘娘，咱们狐族要一诺千金。许七安沉声道：“多谢好意，但本银罗不是好色之徒。”木南之全程板着小脸，心里老气了。身为女人，她本能的抵触风情万种的9尾天狐，更让她警惕的是，向来在万花丛中游刃有余的许七安，在她面前似乎讨不到好处，甚至隐隐被压制。这不是修为方面的压制，而是主客位的压制。许七安深吸一口气，这次请娘娘过来是有要事。9尾天狐含笑不语，等着他说下去。我找到了浑天神镜的残片。许七安不卖关子，开门见山。小白狐轻轻抚动的9条尾巴顿时一滞，隔了几秒，9尾天狐柔媚的嗓音响起，透着些许的渴求和惊喜：“你确定是浑天神镜？”许七安没有废话，招手唤来浮屠宝塔，沟通塔灵。浮屠宝塔第1层的大门打开，金光裹着浑天神镜飞出，落在许七安掌心。浑天神镜似乎陷入了沉睡，那只没有睫毛的眼睛不再凸显于镜面。9尾天狐的目光追随着他，他眼里的青光缓缓收敛，露出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同样是这双眼睛，可在许七安看来，他的神韵却和小白狐截然不同。白姬的眼睛水润纯真，是最干净的孩子眼睛。现在这双眼睛有着太多复杂的神采，缅怀、悲伤、喜悦、怅然。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所承载的情绪是如此的复杂。浑天神镜是昔年万妖国主的梳妆镜。许七安把玩着铜镜，问道：“任何一件法宝都有其独特的能力，不过在平日里，母亲确实把它摆在桌上，充当梳妆镜。”9尾天狐眼里复杂的情感收敛，青光再次溢出，填满眼眶。许七安笑盈盈道：“那么，娘娘打算用什么来交易呢？”主客位颠倒，许七安掌控了主动。9尾天狐叹息一声，嗔道：“你这薄情寡义的男人，我把白姬送给你当童养媳，还不够吗？竟如此贪得无厌。罢了，叶姬反正也是你旧情人，我便把白姬和叶姬一起送给你。”木南之眉头一跳：“
你想白嫖我？许七安呵了一声，娘娘不要开这种玩笑。法宝举世罕见，浑天神镜虽然残破，但我可以用龙气温养它，留在身边御敌。你若没有诚意，那便告辞了。九尾天狐笑道：娘说的没错，来人狠心起来，当真是半点不讲情面。也罢，既然许银罗看不上白姬和夜姬姐妹，那本宫只能再想想别的法子。他似乎早有副稿，毫不停顿地说道：2根封魔钉。许七安眼睛一亮，道：4根。九尾天狐嗔道：你索性让我帮你解除所有封印算了。我虽有法子，但最多只能拔除2根，再多便无能为力。你应该已经知道，封魔钉是佛陀炼制的法器，除它之外，只有菩萨能尽数拔除。另外，我如今身在海外，无法返回九州大陆，拔除封魔钉要等一段时间。用残缺法宝换2根封魔钉，对我来说肯定是大赚特赚。现在的局势，没什么比解开封印更划算。许七安皱了皱眉，多久？3个月。他说：不行，我只给你1个月时间，过期交易作废。许七安相当强势，3个月太迟了。可以。九尾天狐应承下来。达成交易后，许七安道：娘娘去海外作甚？九尾天狐笑道：寻找可能存在的族人。许七安没怎么听懂，或者没意识到这句话蕴含的信息重要性。九尾天狐解释道：神魔时代终结后，人妖2族崛起，神魔的后裔中有一部分远走海外，再也没有回来过。远走海外，许七安忽然想到了云州传说中的白帝神兽，那是一只疑似麒麟后代的异兽，曾经从海外而来，在沿海地区的云州逗留许久。此兽呼气成风，吸气成雷，出现时伴随着风雨雷电，恰好解决当时云州的旱灾。九尾天狐是神魔后裔，拥有独特的灵运，但族人数量一直稀少。如今整个九州就剩我一个。九尾天狐叹口气，自怨自艾道：本宫一个活了几百年的黄花大闺女，也想着嫁人的嘛，所以出海找未来的夫君咯。许七安一时间分不清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说实话，九尾天狐的性格让他有些招架不来，搁在以前的武侠小说里就是古灵精怪、喜怒无常的妖女。她本来就是妖女，为什么一定要找同族呢？找异族不好吗？许七安道：我觉得新谷适合您。九尾天狐噎了一下，悠悠地盯着他。你的挑衅非常到位。许七安干笑一声，岔开话题：浑天神镜为何流落中原？昔年妖族大败，残部四散溃逃，潜藏在九州各地。我崛起之后，收服了大部分万妖国的残部，但仍有小部分妖族被佛门吓破了胆，选择融入人族，安稳过日子，或隐居山林，不再参与两族之事。而他们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万妖国的遗产，遗失在外，不曾寻到的宝贝可不只有浑天神镜。九尾天狐道：娘娘先别急着走，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他一边把浑天神镜收入浮屠宝塔，一边问道：当年佛门灭万妖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史书上说，那是因为妖族作乱，残害百姓，佛门灭妖是为人族着想。但经历了这么多事，他要还相信书上写的东西，那就太傻了。九尾天狐沉默半晌，成熟柔媚的女性嗓音带着几分冷冽，反问道：佛门为何要觊觎中原领地？你若能知道这件事背后隐藏的真相，自然也就明白佛门为何要灭万妖国。我要是知道还问你。许七安道：请娘娘明示。九尾天狐撇撇嘴，娇哼道：这个情报的价值，就算把你卖了都不够。想得真美，臭男人。语气娇软，宛如撒娇你这是寡妇夜里闹腾。没能得到答案的许七安生气的腹诽一句，转而问道：娘娘对中原局势如何看待？据我所知，许屏风已经和佛门联手，侵吞中原。万妖国和佛门是死敌，许屏风和佛门联手，那么自然也是万妖国的敌人。我会给予一定的帮助。九尾天狐直言不讳地表明态度。还有什么要问的？你们狐族几岁成年啊？许七安摇头：没有了。白姬飞回基座，过程中尾巴次第减少，眼里青光收敛。4条小短腿落在基座的时候，九尾天狐恰好离开。娘娘走了呀。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走到基座边缘，往下看了看，目测了高度后，谨慎地跳了下去，摔了一跤。白姬麻溜地打了一个滚，迈着欢快的小短腿跑到木南之脚边，昂着头巴巴地望着他。木南之俯身把他抱在怀里，白姬侧头看许七安，娇声道：娘娘走了，你们的交易达成了吗？他很满意这个交易，并重点表扬了你的机智。许七安道。白姬顿时眉飞色舞，就像幼稚园里被授予小红花的小朋友，又得意又骄傲，但又强忍着。许七安循循善诱，所以以后有什么事都得听我的，明白吗？我能有什么坏心眼呢？都是为你们狐族着想。白姬嗯一声，
感觉和许七安的关系亲近了。娘娘还说了什么吗？他乌溜溜的眼睛看着许七安，试图得到娘娘关心自己的回复。木南枝撇撇嘴，哼了一声，说道：“你家娘娘要把你赏给她当童养媳。童养媳是什么？”白姬没听懂。就是你还小的时候，她负责养你，等你以后长大了，就给她做牛做马，还要侍寝。就是陪她睡觉，然后给她生狐狸崽子。木南枝详细的介绍童养媳的意思。这么通俗易懂的解释，白姬顿时理解了。她在许七安身上来回打量，表情似乎有些不太高兴。草，被嫌弃了。许七安假装没注意狐狸幼崽的表情。幼崽果然是无法领会本银罗魅力的。说话间，李灵素率先返回，踩着飞剑降落在院里。情况如何？许七安问道。确实病入膏肓了，原本只是感染风寒，早些吃药的话，病情很快就能痊愈。但那老汉选择了拜妙神。李灵素摇摇头，他妻子连着喝了好些天的符水，病情愈发严重，最多也就2天可活。好在身体虽然衰弱，但五脏六腑没有枯竭，我给他服了1粒驱寒丸，1粒补气丸，算是压制病情了。之后再好好调养，进补，不出1旬就能康复。而许七安之前给了一定官银，因此不需要担心那对夫妇生活难以为继。李灵素接着道：“刚才在县城转了一圈，我打听到一件事，圣义县的县太爷以施粥为名，诱骗贫苦之人，而后杀之，用他们的人头冒充流民，向朝廷邀功，并以流民肆虐为由，讨要赈灾钱粮。所以圣义县城里很少看到乞丐，城外村子里活不下去的百姓也不敢进城。流民就是黑户，或因犯罪逃避赋税，背井离乡，四处流浪。这些人因为没有田地耕种，通常选择捞偏门做坏事，比如偷盗、贩卖人口等，也有选择做苦工的。太平年代里，流民是少部分，不足为虑。一旦到了大饥荒，百姓因为活不下去，就会成为流民。如今大凤的流民肆虐极为严重，富裕之地还好，贫苦地带流民作乱就很恐怖。这也是永兴帝被逼得推动捐款的原因，实在是局势太糟糕了。好不容易父慈子孝，结果遇到了100年一遇的寒灾，再加上先皇留下的烂摊子。许七安脸色沉了几分，知道了。他看了圣子一眼，淡淡道：“你是在委婉的嘲讽我，就一人杯水车薪，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李灵素当然不承认，嘿嘿道：“是提醒，提醒。”顿了顿，圣子叹息一声：“大凤局势已经非常糟糕，且会日益加重。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改善，放任灾情继续，到时候各地起义是早晚的事。在历史学里，这种现象叫农民起义。许七安想得更深，如果灾情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到时候许屏风振臂一呼，恐怕很多江湖势力都会响应，会认为推翻腐朽朝廷是大家唯一的出路。正如当年大周末期群雄并起，这时苗有芳从院外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竹篾箩筐，嗅觉敏锐的3人1壶，已经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哐！苗有芳穿过院子，把箩筐放在众人面前，叉着腰笑道：“幸不辱命。”许七安探头一看，箩筐里全是人头，一个个双眼圆瞪，惊惧的表情凝固在脸上。7颗。他皱了皱眉，当时在院子里的打手只有4人。苗有芳哦了一声，说道：“我把县太爷和县丞，还有县尉也杀了。”庙内一静，李灵素张大嘴巴：“你杀县太爷和县丞作甚？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苗有芳一副我是老江湖的表情，双手抱胸，喝道：“这对母子敢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奸淫良家，官府却不管，这说明背后肯定有靠山。”审问了这几名狗腿子后，果然他们和县令、县丞沆瀣一气。我再一打听，好家伙，县尉也是个黑了心的，坏事做尽，于是就闯入县衙，把他们一锅端了。效率好快。李灵素和许七安对视一眼，说不出话来。后者捏了捏眉心，道：“行了，把人头摆在这里，然后不用再管，就当是个县衙的虚立一个警告。”说完，他取出地书碎片，向怀庆简单说明情况。本宫知道了。许七安这才放心。苗有芳把县衙里的高层一网打尽，必定造成人心惶惶，尽早把事情上报给怀庆，让他通知朝廷，朝廷就能及时安排新的县令过来稳住大局。一行人回到圣义县，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房间里，许七安照出浮屠宝塔，让塔灵解开神境封印。这东西能照彻九州，好功能啊，简直是情报站的王牌法宝。许七安反复打量手里的浑天神镜，夸赞道：“木南枝趴在水缸边，搅着水缸里的水花，回头看来，九色莲藕快成熟了。”许七安握着半面浑天神镜，走到水缸边，定睛一看，浅浅的淤泥里，九色莲藕从最初的小半截成长到成年人手臂那么长。这不是已经熟了吗？许七安说：“还没有，再有个1旬就够了。”花神转世信誓旦旦地说。他有些骄傲地抬起下巴，道：“这种极品灵宝，天地间只有一，
没有二，若非有我的灵韵催生，哼哼。他明眸盯着许七安，似乎在等着他的夸奖和奉承。真棒！许七安捏着下颌，把他的脸抬了抬。啪！木南枝拍开他的手，羞怒地啐道：“不要动手动脚。”以他的傲娇性格，是不能容忍被这样调戏的。一巡后成熟，该去武林盟了。许七安走到床边，眺望东南方向。建州在江州的东南方。当初武林盟老祖宗在闭关期间，分出力量帮他对付许屏风，是冒了巨大风险的。许七安只知道他在冲击2品境界中遇到了麻烦，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里，出手对付一个2品强者，很可能会让老匹夫努力维持的平衡打破。不，很可能那种平衡已经被打破，他现在正往深渊里下滑。但既然武林盟没有向京城传信，让我兑现承诺，说明情况还不至于太严重。武林盟这样的大势力，老盟主这样的3品巅峰武夫，一定要拉入阵营。对了，建州有万花楼，万花楼里全是姿色出众的美人，以圣子的 LSP 本性，肯定有相好，哈哈，到时候有好戏看了。我还可以煽风点火，说李灵素喜新厌旧，以武林盟各大帮派和万花楼的关系。许七安突然有点迫不及待，他持着镜子走到书桌边，元神化作触手，探向浑天神镜内。青铜镜面再次凸显出没有睫毛的独眼，冷漠地盯着许七安。怎么称呼？许七安传达出友好的意念。万妖国主万岁。神镜的气灵也传达出意念。大家认识一下，我是风流倜傥、人见人爱的大凤银罗许七安。许七安试图沟通。佛门该死，秃驴千刀万剐。神镜气灵说：“这完全没法沟通啊。”许七安挠了挠头，感觉到了棘手。他想了想，道：“我是你爹。”青铜镜猛地一震，那只没有睫毛的眼睛幽深了几分，也更灵动有神，像是在审视着许七安。同时，充满威严的意念传入许七安脑海：“卑微的人类小子，你是在亵渎本神吗？”清醒了。许七安又惊又喜，以意念回复：“我是万妖国的盟友。”巧舌如簧。神镜气灵冷哼一声：“万妖国早已湮灭，昔年国主留下了一个女儿，她现在是万妖国残余势力的领袖。”许七安耐心地讲述了自己和万妖国的因果纠葛。卑微的人类小子，休想欺骗我！你这个佛门的走狗，不得好死！气灵不吃这一套。九尾天狐降临时，他被塔灵封印，没有察觉到老主人的闺女出现。浮屠宝塔是25载。许七安沉吟一下，道：“不管怎么样，你都落入我的手里了，咱们不妨合作。你为我所用，我温养你，很诱人的条件，但是我拒绝。”神镜气灵显得很有骨气，冷笑道：“本神与佛门势不两立，本神就算灰飞烟灭，从这里被丢出去，被遗弃，被封印，也不会吃你一口香火。强硬的过分，我记你是条好汉。”许七安选择和精神并气妥协，也不好再让白姬召唤万妖国公主，这样也太不尊重大佬了。罢了，我也不强人所难，1个月后我会把你交给万妖国公主，这段时间你先在龙气里温养。许七安说：“什么狗屁龙气，本神不接受你的恩惠。”气灵硬气道：“懒得搭理你。”许七安摸出地书碎片，把它丢了进来。浑天神镜触及到地书碎片时，玉石小镜的镜面荡漾涟漪，将它吞入。许七安用元神搬运浑天神镜，将它投入栩栩如生的金龙里。本神不接受你的恩惠，佛门走狗！神镜在怒骂中投入容器，下一刻，他的叫声戛然而止。一股温暖的、磅礴的力量将他包裹，滋润着他的意识，让他仿佛仰躺在万妖国主的怀抱里。啊！神镜身不由己地发出呻吟，爽死了，爽死了！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如此爽？这种滋养是香火的无数倍，甚至抚平了他意识残缺带来的混乱和痛苦。假以时日，我未必不能修补残缺的意识，恢复当年的状态。神镜心里油然而生这个念头，他旋即激动起来。太平刀一见有法宝进来和自己抢龙气，顿时传达出委屈的意念，希望主人能把他赶走。放心，你是亲儿子，他是捡的。许七安如此安慰。看来你很喜欢龙气，那么现在能合作了吗？许七安笑道。神镜装死，不予回应。他既不想屈服，又想沐浴在龙气里。许七安喝了一声，以元神将他搬运出来。快让我回去，快让我回去！神镜一下子急了。许七安面无表情的与镜面凸显的眼睛对视。好吧。僵持了10几秒，神镜终于屈服。我可以为你所用。真香定律简直是世上最硬的法则，诺贝尔欠王某人一个奖。许七安露出笑容。合作愉快。他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现在我想看看你的能力。照彻九州。浑天神镜说道。我的能力你已经见识过了，能无声无息地摄取目标元神，通过元神操纵肉身，把目标人物化作傀儡。伟大的国主当年依靠我，
收服了许多大妖，但现在我只能摄走天魂，让肉身缓慢死亡。如果目标人物是普通生灵或修为极其浅薄，我一样能操纵对方，并非一定要面对面才能摄走天魂，你甚至能在万里之外强行操纵。万里之外强行控制，这简直和万里之外取人贞操一样变态。许七安难掩诧异，觉得有些不合理。浑天神境补充道，距离越远，控制力越弱，万里之外通常只能控制没什么灵智的生灵。如今我已残缺，这个能力已经无法施展。缺点是被我控制的傀儡状态无法掩盖，会被修为高的或精通元神领域的高手一眼认出。距离太远，基本连普通人都控制不了。许七安恍然，我的第二个能力是能照彻九州，无视距离，但一些特殊地方无法窥探，比如佛门圣山阿兰陀。浑天神境唏嘘道，已经我是残破之身，无法照彻九州，但方圆2000里想来是没问题的。怎么使用你？滴血认主。许七安问。浑天神境嗤笑道，不要拿我和那种低级法器相提并论，只要我认可你，愿意配合你，你便能使用我。我若不愿意，即使你滴血认主也无济于事。地书碎片被内涵到了，许七安哦了一声，忽然想到同为残缺法宝，为什么的书碎片没有自我意识？只有方圆2000里，那云州的情况就看不到了。我先试一试。许七安当即道，大凤京城能照到吗？浑天神境迟疑道，大凤京城有一位一品武夫，一位一品术士，我照不到。没事，那武夫已经死了几百年了，一品术士的话应该不会搭理你。许七安拍了拍镜面，示意他赶紧行动。他似乎不知道的气运者无法长生这个隐秘。许七安心里想着的时候，青铜镜面出现变化，青铜材质消失，变得剔透如玻璃镜。玻璃镜里映照出一座恢宏的雄城。俯瞰过京城数次的许七安一眼就认出下方是京城。我感觉有人在窥探我。浑天神境传来意念，是监正吧？许七安点点头，不用理会，他只是个糟老头子，希望监正听不到。他在心里默默补充一句。浑天神境没再理会，得意地说，现在知道我的强大了吧？京城离此地还没超过2000里，定位京城，往北移70丈，再移10丈。好了，能穿透屋子吗？沟通之下，镜子显示出韶阴宫临安卧室内的场景。他不在韶阴宫，不知去了何处。能做到定位吗？就是下次可以直接看到这里，不用再给你指路。你仿佛在怀疑我的能力。浑天神境传达出不悦的情绪，接着说道，需要帮你定位玉筒吗？我知道雄性都喜欢看雌性出浴，我等晚上再来看。许七安沉声道，胡说八道，我与你所认识的雄性不同。浑天神境诧异道，你喜欢看雄性出浴？你他妈是捧哏吗？许七安又让浑天神境定位徐府，这一次他善解人意的直接锁定了玉筒。这不是二叔和婶婶的房间吗？许七安险些呆掉，怒道，不，这里不需要定位玉筒，你真的是一面正经的法宝吗？你果然喜欢雄性。浑天神境恍然大悟。许七安懒得和一个精神病患者解释，他把位置定在徐府内厅。咦，林英这是要出门啊？上学吗？画面里他看见许林英背着小布袋制作的书包，扎着童子发髻，不情不愿地被许二郎牵着出门。婶婶在边上耳提面命说着什么。浑天神境没有语音功能，只能看到画面。婶婶还是没有放弃林英的学业，真是伟大的母爱啊！即使经历无数次的绝望，无数次的打脸，婶婶也没有放弃望女成龙的心愿。许七安调侃了一句，定位徐府后，他接着又让镜子定位灵宝观。画面一转，出现气派的道观，旋即定位到幽静小院。院子里，水池上，一位穿着雨衣、头戴莲花冠的绝美女子盘坐在水池上空，闭目打坐。突然，她睁开眸子，朝许七安看来。下一刻，画面破碎，浑天神境惨叫道：“我瞎了！我瞎了！那个女人是陆地神仙，她遭了反噬。国师距离渡劫又近了一步啊！浑天神境都把她当做一品陆地神仙了。”许七安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修为更进一步，陆地神仙在望；忧的是这条鲨鱼根本驾驭不住，即使他恢复修为3品武夫，怎么驾驭1品？池塘里的鱼儿永无出头之日。京城，许二郎今天特意回府用膳，因为要回来接许灵英进宫读书。事情是这样的，敲定了捐款事宜，永兴帝把许二郎传召道御书房，赞赏有加，表达了要给他升官的想法，鼓励许二郎多多努力，不要辜负朝廷期望。谈话末尾，永兴帝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说：“听说许爱卿幼妹恰好在启蒙年纪，她与宫里的几位皇子公主年岁相仿，不如就让小姐儿进宫读书吧，由太傅亲自教导。”许二郎立刻听出永兴帝是在表达善意，在拉拢臣子的子女能进宫做侍读是莫大的荣耀，
通常只有宗室的郡主、世子以及一些勋贵和重臣的孩子有这个资格，但许二郎并不想要这样的恩赐，连忙拒绝。永兴帝就有些不开心，不理会许二郎的拒绝，强行下了命令。皇帝拉拢施恩，岂容臣子拒绝？再说，他表面拉拢许二郎，实际上拉拢谁，明眼人都知道，所以根本不在乎许二郎的意见。皇命难违，许二郎只能应下来。回家和母亲一说，婶婶高兴坏了，心说我家蠢闺女终于时来运转了。这太傅可是教导皇子皇女的人物，他来教林英读书识字，总是没问题了吧？上回因为林英打了世子，被逐出皇宫，婶婶遗憾至今。马车里，许二郎瞅了眼在长条凳上乖乖坐的妹妹，道：进了宫，不管太傅先生问你什么，你都说自己没念过书，什么都不懂，明白吗？许林英用力点头，我会好好念书，和二哥一样金榜题名。不，我只求你饶太傅一条狗命。许二郎心里嘀咕道。想了想，他摸着许林英的脑袋，道：谁要是欺负你，你就揍他，出了事有大哥替你担着。顿了顿，忙补充道：要注意分寸，别全力打人，要出人命的。哦。小豆丁略显憨憨的点头。许二郎顿时放心，正常情况下林英还是很听话的，脾气也很好，轻易不动怒，除非吃的被抢。很快马车进了皇城，在宫门外被拦下来。许二郎说明情况后，羽林卫进宫通知额请一名宦官出来，朝许二郎作揖行礼，带着许林英进宫。皇子皇女还有郡主世子们上课的地方叫上书房。许林英惊奇的左顾右盼，尽管来过皇宫一次，对孩子来说一次显然无法满足他们旺盛的好奇心。走着走着，他忽然看见一袭素雅长裙从远处走来。姐姐，姐姐！小豆丁惊喜起来，毫无规矩的大声喧哗，朝那袭素雅长裙挥手。怀庆闻声望来，见到圆滚滚的女娃子，微微一愣，他面带浅浅笑意的迎来。你还记得我？我大哥死的时候，你来过家里。许林英大声说。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对劲，怀庆笑着颔首。你来宫里作甚？许林英憨憨的脸上露出几分茫然。什么是作甚呀？你来这里干什么？怀庆换了个说法。来读书呀，娘让我来读书的。小豆丁有问必答，一脸纯真。怀庆看了一眼宦官，后者说道：陛下特许许家小姐儿入宫读书。怀庆便说：我带她去上书房吧。宦官不敢拒绝，躬身退去。走吧。怀庆眉眼温和地看着小豆丁，他和许家小姐儿交集不多，只在许七安的葬礼上见过一面，后续没怎么关注。毕竟就算和许七安关系再好，再怎么赏识许二郎，也不可能对家里一个6、7岁的稚童保持关注他，甚至不知道丽娜收了许林英当徒弟，更不知道小豆丁的厉害之处。1号向来高冷，不太合群，天地会成员没人会跟他聊这些日常小事。姐姐，你真漂亮。小豆丁跟着怀庆身边走，抬头说了一句。怀庆笑了笑，姐姐，你真漂亮。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怀庆低着头，看见女娃子大眼睛里闪烁着讨好的神色。你想说什么？怀庆眯着眼，轻易地看出了他的小心思。我能去你家吃糕点吗？小豆丁图穷匕现。怀庆笑了起来。可以。他向来很欣赏聪明的人，聪明的小孩也在其中。另外，这个孩子不但机灵，胆子还大。不多时，小豆丁跟着怀庆来到上书房。宽敞的大堂里摆着12张桌案，12个孩子乖巧地坐在案后，目光专注，倾听着堂前老太傅的讲课。太傅接近80的高龄，是3朝元老，贞德年间的榜眼，教过元景帝，教过怀庆、临安，现在又要教导皇室新生代。当初元景帝修道代政，太傅冲进皇宫，在御书房外怒骂昏君，而后心灰意冷，在京城隐居。元景死后，他是为数不多知晓其中秘密的人，因此解开心结，重新拿起了热爱的工作，发挥余热。太傅，怀庆带着小豆丁跨入门槛，行了一礼，见过长公主。太傅躬身回礼，见过长公主。10几位皇子皇女、郡主世子起身行礼。怀庆微微颔首，看向许林英，这孩子麻烦太傅了，她是许七安的幼美，尔等不准欺她。他带许林英过来，主要是警告一下皇室的晚辈，免得这个憨憨的孩子在这里被欺负。太傅笑道：长公主不必担忧，这孩子厉害得很。把许林英上次的壮举说了一遍。怀庆诧异地看一眼圆润可爱的女娃子，笑道：本宫多虑了。太傅颇有深意地说道：殿下对宫中之事过于疏远了。怀庆笑了笑，没再多说，告辞离去。太傅招了招手，让许林英走到面前，问道：上次还没来得及考你，你就出宫去了？来这里之前在何处启蒙？启蒙之师是谁？小豆丁歪着脑袋想了想，老实回答：忘记了。太傅一愣，
启蒙恩师都忘了，或者这孩子还没启蒙。他沉吟一下，道：“会背三字经吗？”“会的，会的。”许灵英兴奋地点头。太傅脸色缓和，笑着颔首：“背给老夫听听。”怀庆离宫后去了一趟翰林院，把许七安交代的事转告给许二郎。永兴帝对他以及他的胞兄四皇子极为忌惮，因此这件事得由许二郎去说。若是让永兴帝知道许七安私底下与他联系紧密，少不得又是一番猜忌。新君上位，最是敏感的时候，怀庆不愿招惹麻烦，冰封3尺非1日之寒。许新年感慨万千，治国如烹小鲜，讲究一个徐徐图之。但若是国家病入膏肓，又该如何治理呢？陛下也好，王首辅也罢，以及朝堂诸公都没有类似的经验。怀庆淡淡道：“许大人，还记得我们当日守坛时做的赌约吗？”许新年露出郑重之色，迟疑几秒：“自然记得。”怀庆颔首：“我们拭目以待。”停顿一下，他转移话题：“再有3日便是祭天大典，陛下会在那时号召捐款，许大人打算捐多少银子？”许新年知道他在提醒自己，说道：“殿下放心，此事我早已和大哥商量妥当，我会捐出3个月的俸禄，大哥则捐出5000两白银。这样，我既不会因为多捐而招人弹劾，又不会有人指责我推动捐款，自己却吝啬钱财。区区一个庶吉士捐出5000两白银，这是要出事的，但不捐又会招来狂风暴雨般的骂名。如此便好。”怀庆顿时放心，转而说道：“来时在宫中见到了许大人的妹妹。”闻言，许二郎满脸担忧，叹息一声：“殿下今日若是无事，可否在上书房看顾着？”怀庆笑盈盈道：“许大人害怕他受欺负，我是为太傅安危着想。”许二郎又叹了一口，把小豆丁的光辉事迹逐一禀明，无奈道：“我已婉拒了陛下，奈何陛下一意孤行。”哎，怀庆听的人都呆了，气得青云山众先生见到他就躲，气得李妙珍咬牙切齿，楚元稹脸色铁青，还把素有才名的王思慕气得大哭。令妹是装傻充愣，不爱念书吧？怀庆说道：“他若是装傻充愣，书院的先生李道长、楚兄还有思慕就不会如此沮丧气馁，甚至因挫败感痛哭。”许新年苦笑道：“就是因为真的学不会，才让他们觉得自己失败，不配为人师表，从而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林英若是装傻充愣，他们也就一笑置之了，根本不会上头。”怀庆半信半疑，移驾回宫，前脚刚踏入皇宫，后脚就得到消息，太傅突发疾病，卧床不起。怀庆猛吃一惊，心说刚才太傅还好端端的，怎么就突发疾病？他想起许二郎刚才的一席话，心里陡然一沉，当即赶去探望。怀庆提着裙摆飞奔去了上书房，看见太傅躺在小榻上，几名御医正在问诊。长公主殿下。御医纷纷行礼。怀庆摆摆手，清冷绝厉的脸庞布满严肃。太傅身体如何？一位御医说道：“长公主莫要着急，太傅没事，只是忽有头疼眩晕症状，卧床休养数日便可。”另一位御医补充道：“但这段时间不能再受刺激了，得静养。”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解释：“太傅没事，太傅只是血压飙升。”怀庆走到床边，看着气息衰弱的太傅，柔声试探道：“太傅这是怎么了？遇到何事？”太傅虚弱道：“扶老夫起来，老夫还可以。老夫不信世上竟有如此蠢材，老夫今日一定要教会他背三字经，否则便是白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怀庆微微动容，握住太傅枯槁的手：“太傅，这太为难你了。”太傅激动道：“不，老夫就算死，也要教会他背三字经。老夫教过先帝，教过殿下们，老夫不能晚节不保。不至于不至于，那样您死的就太没价值了。”怀庆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抚他。这时太傅眼皮一翻，昏了。襄州东方婉容乘坐大辇招摇过市，数十名东海龙宫门徒簇拥跟随，他身边坐着容貌一致但气质清冷的东方婉清。“师尊，我们已经收集了8位龙气宿主，是否该将他们送回径山城？”东方婉容问道。“不必。”纳兰天禄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响起，温和道：“龙气之间有互相吸引的特性，我们收集的散碎龙气越多，越能吸引来其他龙气宿主。把他们送回径山城的话，咱们就缺了一块大海捞针的刺史。”东方婉容点了点头，又问道：“您干脆就占据一位龙气宿主的肉身得了，他们都是幸运儿，福缘深厚。”纳兰天禄笑道：“他们算什么福缘深厚，在超凡境界的强者看来，不过是侥幸得了些许好处罢了。要让为师夺舍的人，怎么也得是超凡境，实在不行，4品巅峰也可以，就如你这般的。”东方婉容咯咯笑道：“弟子愿为师尊牺牲。”纳兰天禄摇摇头，油嘴滑舌：“4品巅峰虽然罕见，但也不难找，没必要夺舍弟子。
再说，这弟子是女娃子，纳兰天禄并不愿意以女儿身复活。东方婉容想了想，好奇道：若是能夺舍许七安呢？那才算是福缘深厚吧。纳兰天禄摇头失笑，此子浑身都是因果，为师宁愿以孤魂野鬼的状态存在，也不夺舍他。顿了顿，继续道：九州之中，为师知晓的只有万妖国的九尾天狐能以自身灵韵塑造完美肉身，若能与他交易，为师便不必夺舍了。夺舍的后遗症极大，肉身和元神会相斥，数百年都无法磨合。也就是说，数百年里他的修为再难寸进。东方婉容沉吟道：我们在收集龙气宿主，佛门也在收集龙气宿主，还有那个许七安。师尊，您说我们各方会不会在某时某刻与某个地点风云际会？纳兰天禄给出了肯定答案。会的，那一定很精彩。到时候为师会助你一臂之力。魏渊攻陷径山城，杀了我儿子，我便杀他倚重的晚辈，了却这段因果。御书房，永兴帝看着内阁奉上来的折子，上面写着捐款的各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如何推动捐款、制定标准、对自称两袖清风的官员进行财产清算等等，洋洋洒洒写了1000余字。批阅折子并不比看书轻松，因为很多大臣递交的折子里藏着陷阱，如果不想被文官当猴耍，皇帝就要敏锐地察觉出折子里的陷阱。在这方面没人能帮忙，因为坐上这个皇位后，满朝文武都是敌人。永兴帝推动捐款是为了赈灾，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处纰漏，所以看得格外认真。陛下。这时掌印太监赵玄振匆匆进入御书房，低声道：太傅病了。永兴帝目光从折子挪开，捏了捏眉心，继而问道：病了？哎，太傅年事已高，是不该如何劳累了。去御药房取一些补气活血的丹药给太傅送去。赵玄振应诺，但没有离开，接着说道：太傅说要辞去官位，不叫小主子们了，请陛下另谋高就。他要去徐府当先生，教导翰林院庶吉士许新年的幼美。啊！永兴帝大吃一惊，摸不着头脑。掌印太监赵玄振道：太傅的意思是，他必须全心全意地教育那孩子，不能有任何分心，希望陛下能理解。永兴帝露出郑重神色，身子微微前倾，诧异地追问：那孩子天赋异禀，才智出众，让太傅起了爱才之心。有意思，就算是当年的怀庆，太傅也不曾这般对待。啧，你说这许家真是满门英杰啊，前有许七安，后有许辞旧，没想到一个小小女童竟也不是池中之物。说完，他见赵玄振一脸僵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模样。永兴帝用一个鼻音表达疑惑：陛下有所不知，太傅是被气的。赵玄振小声把上书房发生的事转述给永兴帝。永兴帝长时间没说话，陷入深深自责。好一会儿，他说道：把那女娃子送回徐府，朕写折子安抚太傅，这段时间不要让太傅离宫，好好看护着。赵玄振应答：聂如道，留得了一时，留不了一世。永兴帝沉默许久，缓缓道：朕会给徐府下旨，禁止他们让太傅登门。打发走赵玄振，永兴帝喝了一口参茶，回忆起刚才掌印太监说的事，啧啧连声：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朕不信世上有如此蠢材，得空亲自试探。车轮铃铃停靠在徐府，小豆丁背着小布包从马车上跳下来，小布包鼓胀胀的，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这是他从怀庆那里讨来的糕点。许新年随后跃下马车，面无表情地往府里走。小豆丁双手别在后腰两侧，低着头冲进了府，在门口位置被绊了一下，啪叽摔在地上。二哥，我摔倒了。他昂起脸看着许新年，许二郎俊美的脸庞抽搐一下，然后他拍拍屁股站起来，护着小布包里的糕点，谨慎地看着许二郎。许二郎皱眉看着他。小豆丁小心翼翼地看一眼二哥，突然害怕地逃走了。许二郎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一路上他没给林英好脸色看，愚蠢的妹妹以为他在觊觎糕点。证据就是他摔倒后自己没去扶。一路进到内院，看见母女俩大眼瞪小眼。婶婶气道：他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又被赶出皇宫？许二郎点点头。你……婶婶气的胸脯剧烈起伏，咬牙切齿。怎么回事？许二郎无奈道：林英把太傅气病了，等明儿他的大名会传遍整个官场，如林所有读书人都会知道，学富五车，如林威望数一数二的太傅竟被一个志同气的卧床不起。婶婶身子一晃，瞬间想到很多，脸色发白地说：林英将来还怎么嫁人啊？许二郎也气笑了，埋怨道：还不都怪娘，林英又不是读书的料子，明天不甘心，一门心思要让她读书识字当才女。婶婶悲从中来，甩锅给二叔：你瞅瞅他这憨包样，都是随了你爹的，他要是随了我，
小小年纪已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要好好念书的呀。林英一边吃着宫里的美味糕点，一边委屈地说。徐二郎捏了捏眉心，他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此事传开后，林英可能会成为某些想扬名立万之人眼里的香饽饽。太傅以国子监读书人的身份温养出浩然正气，在文坛是魁首般的地位，连太傅都启蒙不了的孩子，如果被哪位成功启蒙，岂不是一举成名天下之？在没真正见过林英之前，没人会觉得自己连一个稚童都搞不定，那时必定蜂拥而至，登门拜访者不计其数，蠢也能蠢到闻名京城，这都是些什么事儿？许二郎头疼地捏了捏眉心。次日清晨，李灵素前来敲门，木栓划开的声音里，房门打开，他往里看去，许七安站在窗边喝着茶，木南枝坐在桌边控制着小白狐，正拿一根猪鬃牙刷给他刷牙。小白狐发出痛苦的声音，四肢时不时乱蹬一下。别动，要好好刷牙，不然嘴巴臭。木南枝说。我不臭。小白狐习惯性的抗争一句，似乎习惯了这样的事，反抗力度不大。这是当女儿养了呀，李灵素心里感慨一句，说道。徐前辈，伙计在楼下准备好早膳了。他这声徐前辈叫的没有以前那么有诚意。小白狐趁机摆脱木南枝，叫道。饿了饿了。边说着边吐出泡沫。一行人下楼，看见苗有芳已经坐在桌边，吃着属于自己的早膳，人均1碗白粥，3个肉包，2个馒头，1碟咸菜。圣义县并不富裕，物资匮乏，百姓处在填饱肚子的状态。周边又没有码头，贸易往来不发达，因此就算有钱，客栈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众人入座，低头安静吃饭。苗有芳问道。前辈，我们接下来去啊？等把江州的龙气宿主找到，就去建州。许七安说。建州。李灵素脸色变换了一下，忙低头喝粥。客官，住店还是打尖？店小二热情的声音吸引了他们注意力。苗有芳侧头看去，眼睛微微发亮。店小二招呼的是一位姿色颇为不错，穿着素色短打，脚踩牛皮靴，身段极为窈窕的年轻女子。她五官清秀，目光坚毅，透着生人勿近的冷漠。住店，那位女子说道。目送店小二带着她上楼，李灵素打趣道。你不是说自己是睡过好多花魁的人吗？就这出息。苗有芳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反驳道。花魁和江湖女侠能是一回事吗？说起来，我最风光的那一个月里，也是有好几位女侠勾搭过我的，只是我残忍地拒绝了她们。最风光的一个月，指的是龙气附身的时候。李灵素诧异道。为什么？苗有芳叹息一声，无奈道。你不懂，在江湖，女人永远是麻烦，越漂亮的女人越麻烦。这不是说她们性格有什么问题，而是漂亮女侠总是会招惹是非。有时候遇到好女色的高手，人家想睡你，你根本没能力拒绝。不能指望每一个武夫都像本大爷一样有着侠肝义胆。那么身为同伴的你该怎么做？替他出头有可能被杀，不替他出头又过于屈辱，所以索性就独来独往。李灵素和许七安一脸受教了的表情，不管是天宗海王还是京城海王，都没有遇到过这类事。苗有芳忽然露出猥琐的表情，道。李兄，你自称阅女无数，其中不乏高频武者吧？有没有6品以上的？李灵素颔首。自然。苗有芳嘿嘿道。小弟就很好奇，6品武者铜皮铁骨，你的绣花针能破了人家的肉身，这个角度很清奇啊。没有睡过6品以上武者的许七安也扭头看向李灵素。粗鄙。李灵素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许七安和苗有芳嘿嘿笑了起来。苗有芳笑道。其实我也想明白了，鱼鳞甲同样刀枪难伤，但是绣花针就能从缝隙里刺进去。说完，他忽然一头趴在桌上，不省人事。李灵素掌心拖着一道魂魄，眯着眼笑道。苗兄，你很有想法吗？这时一只黄毛土狗趁着店小二不在跑了进来。李灵素弹指把魂魄推入土狗身体里。哪来的土狗，滚滚滚。店小二下楼来，挥舞着棍子把黄毛土狗赶走，还打了他几棍。李灵素脸上笑容愈发深刻，丢出一只肉包。可怜的家伙，来，大爷赏你的。汪汪汪。黄毛土狗不要肉包，在客栈外有节奏的狂吠，他在骂你。许七安说。骂我什么？李灵素笑眯眯道。他骂你生儿子没屁外，老娘是花魁，睡过的女人全都有了新欢，还给你生了一堆孩子，就等你回家喊你爹。许七安道。李灵素目瞪口呆，脸庞僵硬。你怎么知道？我肯定能听懂兽类的语言。许七安含笑道，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哦，他刚还说你屁股真棒。李灵素大怒，撸起袖子起身，老子今天就剥了他的皮，吃狗肉。他忽然感觉后背给人点了一下，接着元神和法力尽数封印，
圣子脸色发白的扭头看着许七安：“你干什么呀？”许七安笑眯眯道：“要公平吗？去吧，打一架。”不久后，路边的行人和客栈里的住客或驻足围观，或探出脑袋，围观一人一狗在互咬，厮杀激烈。众人大声叫好，时而给人打气，时而给狗鼓掌。许七安和木南枝在愉快的空气里吃完早膳。禹州的某处小城，清晨的薄雾里，青楼。姬玄在一众嫖客和姑娘们惊恐的目光里，取出青铜小鼎，把一名浑身是血、昏迷不醒的男子收入鼎内。他扫了一眼被撞碎的楼梯以及踏裂的地面，丢下一锭银子，转身离开。青楼外的街道，小摊边，独臂的白虎、许元双姐弟，妩媚的柳红棉，披着彩袍的启欢丹香，正在低头吃着早膳。姬玄自顾自地坐下，让摊主端来一碗滚烫豆浆，他吨喝了半碗，满足地吐出一口气。第13位龙气宿主。柳红棉撇撇嘴，可惜都是散碎龙气。姬玄笑道：“积少成多嘛，散碎龙气汇聚到一定程度，对其他龙气的吸引力会增强。还得感谢元双妹子帮忙，没有忘气术的辅助，哪能这么快？”许元双淡淡道：“你该感谢的是天机宫的密探，没有他们全力搜集情报，你不可能这么快集齐龙气。”姬玄正要说话，看见许元双从腰间的小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道：“最新情报，禹州发现一位龙气宿主，是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之一。禹州的密探没敢轻举妄动，因为龙气有趋吉避凶的能力，害怕打草惊蛇。”姬玄眼睛发亮：“禹州啊，离此地不远。”姬玄沉吟片刻，摇了摇头：“我们继续收集散碎龙气，那位大宿主就让苍龙七宿去降服。”“呵，我们现在无法判断许七安的行踪，如果在禹州碰到他就不妙了。正如我们没有料到会在雍州遭遇他，而如果苍龙七宿的话，货真价实的3品战力，肯定比我们要更轻松应对。哪怕不是许七安的对手，脱身总是没问题的。”众人闻言，沉默着的点点头。柳红棉和启欢丹香吐出一口气，紧绷的神色松弛了许多。吃过早膳，姬玄一行人返回临时住所，是贫民区里一座废弃的院子。像这样空置的院子，小县城里还有很多。他们的主人可能因为贫困和饥荒投奔了亲戚，也可能在死在了某次贼匪入室抢劫里，全家没能幸免于难。这一路走来，姬玄等人见惯了萧条和贫困，见惯了风雪里的尸骨。简陋的房间里，姬玄坐在桌边，专注地看着手里的盒子。紫檀木盒子打开，铭刻在其上的阵法散去，里面是一个闪烁着猩红微光的珠子，鸽子蛋那么大。它浓缩了一位超凡武夫的气血精华。姬玄凝视几秒，目光有些涣散，思绪跟着飘到远处。咚咚，这时房门敲响，姬玄瞳孔收缩，从涣散状态恢复灵光，啪，关上盒子，收入怀里，脸上浮现微笑。“进来吧。”许元双推开门，扫了一眼简陋的房间以及几乎不存在的陈设。“七哥。”他身后跟着启欢丹香、白虎、柳红棉，还有许元怀。姬玄扫了他们一眼，笑道：“是有什么事想和我说？”许元双点点头，的确想和七哥商议。雍州一战后，焦业道长身死，柳红棉他们都被许七安吓破了胆，就连最不服气的元怀也没了底气。柳红棉哎呀一下，娇声道：“人家不过一介女流，那许七安又凶又霸道，害怕也是理所应当的吗？”骄傲的许元怀撇撇嘴，却无法反驳姐姐的话。对于那个大哥，他除了无力还是无力。姬玄默然片刻道：“然后。”断臂的白虎嘿了一声：“这段时间我思来想去，其实收集龙气不是必须，我们能不能得到龙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阻挠许七安收获龙气。龙气一日不归位，大凤就会越乱，城主和国师起事才能成功。”姬玄缓缓点头，于他们而言，只要对手情况够糟糕，目的就达到了。龙气能增加他们的筹码，却也不是非龙气不可。许元双接着说：“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单打独斗？佛门在收集龙气，杜秦罗汉虽被俘虏，但还有2位金刚在中原负责收集龙气，这是2位3品。巫神教那一方想必同样在收集龙气，我们3方联手，统一战线。许七安就算再强，也不可能同时打败我们，如此就能卡住他收集龙气的进程，为爹和舅舅争取时间。”姬玄笑道：“很好的办法。”启欢丹香适时插嘴：“我可以回南疆一趟，说服古族出手相助，一起反奉。你们不要小看古族的实力，堪比超凡境战力的强者有数位，他们若是愿意出手，大凤必亡。”柳红棉笑道：“古族与大凤有仇，若真到了起事阶段，或许能成为盟友，但现在嘛，指望他们派出高手对付许七安。”妖娆美人喝了一声：“你莫要忘了，他的蛊术是怎么回事？若说与你们古族没有关系，姑奶奶可不信。”启欢丹香皱着眉头，
无法反驳。姬玄道：此事可行，至于古族，暂且不必联络了。两位金刚的联络方式我们知道，但巫神交。许元怀道：就交给天机宫负责。姬玄点头，结束了这次会议，边打发走众人，边说道：元双，你留一下。许元双关上门，坐回桌边，默默看着他。你对许七安此人怎么看？姬玄笑道：很强，强得让人可怕。许元双给出中肯的回复：是啊，很强。姬玄叹息一声，雍州遭遇战之前，我包括乾隆城里的那些兄弟姐妹都认为许七安能有今时今日的成就，全依赖于气运。这或许也没错，但不是全对。雍州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他的可怕。同样是四品，他的意让我感到战栗，而这是与气运无关的。许元双不由想起当日雍州城外，他一刀斩灭禅师阵的景象，那一刀强悍犀利中透着绝境之人退不可退的疯狂。我知道你受姑姑影响，对他抱着怜惜之情，认为是国师无情无义，残害骨肉，而袁怀更多的是受了国师的影响，一心想要超越许七安，证明给国师看他不比京城的那个大哥差。但要说袁怀对许七安有多大的仇恨，倒也不至于。许元双冷冷地打断：你是想告诉我不要手下留情？姬玄摇摇头，笑道：七哥想要你的一个承诺。你说。现在不是时候，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姬玄笑道。许元双深深看他一眼，没说什么，沉默地离开房间。京城皇城南大祀殿，大凤一年有2祭，年初春祭和年尾祭祖。祭祖在供奉祖宗牌位的桑帛，祭天在皇城南边的大祀殿。遇到特别情况时，会有第2祭、第3祭，甚至更多。比如永兴帝登基时，同时举行祭祖和祭天；比如开启国战时，皇帝要率领文500官祭天、祭祖。入冬之后，寒灾席卷大凤，永兴帝一直便有祭天祈福的想法，如今正好趁着号召捐款举行祭天大典。祭天结束，朝廷拨款赈灾，百姓情况好转，岂不就是他这位皇帝的祈福取得卓而有效的成果？正午，许二郎骑着马来到皇城南的大祀殿外，此时距离祭天大典上有一段时间，百官陆续前来。许大人。许二郎把马匹交给吏员，便见一群文官走了过来。本该对许二郎横眉冷对的他们，今日却格外的热情。许新年面不改色的作揖行礼：许大人，本官有一位好友近来打算收徒授业，听闻许大人幼妹天资聪颖，便起了收徒之心，托本官代为问询，许大人可否看在本官的面子上？许大人。另一位文官打断道：本官好为人师，也想收徒，令妹是100年难得一见的读书种子，本官愿为她启蒙。许大人。许大人。过来搭讪的都是职位平平的官员，真正的大佬自是矜持的，不过一个个似乎颇为关注，都在朝这边观望。许新年连连作揖，搪塞了过去，挤出了包围圈。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司天监。杨千焕盘坐在房间里，安静的一动不动，他的内心却处在焦急之中。终于，脚步声从寂静的廊道里响起。不多时，黄裙子的大眼萌妹出现在门外，透过小小的透气窗看进来，嗓音如银铃般清脆：杨师兄，我去八卦台看过了，监正老师元神出窍了。杨千焕呼吸陡然急促，但很好的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追问道：喊他了吗？喊了，监正老师没搭理我，不知道神游到何处了。楚采薇道：好，很好。杨千焕大笑起来。楚采薇伸手入怀里，摸出一张纸条，从门窗里丢进去。那交易达成了，你必须在3天内帮我拿到上面的东西。纸条是一份菜单，楚采薇通过许七安的回信，把上面提及的美食、美酒罗列了出来。他当作秘籍一样收藏着，本打算将来晋升4品时，按照单子上的美食游历一遍江湖，直到杨千焕找到他，让他暗中监视老师。机智的楚采薇当即提出交易，报酬是杨千焕要在3日内为他集齐美食、美酒。双赢。楚采薇心里喜滋滋的，鹅蛋脸露出明媚笑容，继而有些担忧，说道：杨师兄，你又要闹什么幺蛾子？就不能让监正老师省点心吗？杨千焕反击道：你一个为了口吃的，监视自己老师的家伙，有什么资格说我？说完，师兄妹识趣的相互退让，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做争执。杨千焕当然不会告诉楚采薇，他打算在祭天大典上大闹一场，并不是破坏大典，而是要借此一举成名天下知。他要捐出司天监所有钱财，百姓贫苦，饥寒交迫，我们又怎么能过着朱门酒肉臭的生活呢？我这么做绝对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受苦受难的百姓做些事。杨千焕义正言辞的在心里告诉自己，身下青光亮起，将他吞没。楚采薇蹦蹦跳的离开。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钟离悄悄取出一只传音法螺，小声道：
宋师兄、杨师兄果然贼心不死，要像上次那样把司天监的钱财捐赠出去。他还让采薇师妹帮忙监视监正老师。法罗里传来宋清的声音：监正老师所料不错，我知道了，这就取出天机盘镇压他。这个蠢货，他把司天监的钱财捐出去，我拿什么做炼金实验？采薇师妹也助纣为虐啊，那看来我也只能镇压他了。监正老师答应过，只要帮他盯着杨千焕，他就允许我做一次人体炼金实验。现在多了一个采薇师妹，我得争取让他再允诺我一个实验。停顿一下，宋清笑道：钟师妹，监正老师答应了你什么？钟离人畜无害的小声说道：没答应什么，我只是觉得最近有些无聊，想找人来陪陪我。江州城，许七安手持着半面青铜小镜，一边感应着周围，一边吩咐道：我要鸟瞰江州。浑天神镜的镜面凸显出一幅画面，某个客栈的房间里，苗有方赤条条的浸泡在药浴中，表情痛苦，浑身皮肤如同煮熟的虾。许七安表情呆了一下：你给我看这个作甚？浑天神镜的气灵回复：难道这不正是你想要看的吗？许七安嘴角抽搐：我说过很多遍，我并不想看男人沐浴。浑天神镜，明白，这就换一个。画面一变，镜子里出现一个陌生男人沐浴的情景，模样比苗有方英俊许多。你的阅读理解是不是有问题？许七安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明白，你想看雌性和雄性一边交配一边沐浴。浑天神镜见他不说话，又擅作主张的变换画面。这一次，画面里出现的是一双年轻男女，他们泡在宽大的浴桶里，与热气腾腾中赤裸紧贴，水花溅起，运动激烈。呼，许七安吐出一口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画面破碎，浑天神镜的独眼凸显出来，审视着许七安。可以，不用这么严肃和郑重，你可以继续刚才的画面。我是觉得这样聊起来会更轻松。等浑天神镜恢复直播，许七安缓缓道：我忍你很久了，你为什么每次都擅作主张？难道你不想窥探别人的私密吗？浑天神镜一副理所应当的语气：我最大的能力就是能让你肆无忌惮地窥视别人最私密的事情，你会因此获得神明般自信和优越感。当年九尾天狐就用你来干这事儿的。他是不是还喜欢看两个男人洗澡？许七安好像明白了。浑天神镜继续说：你并没有用我窥探雌性出浴，所以你喜欢看雄性出浴，我是如此的贴心，你应该庆幸才是。不，怀庆和林安的出浴图只有我能看，就算你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器灵也不行。许七安再次吐出一口气：懒得与你多说，我的要求很简单，以后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再擅作主张，不然你休想再得龙气滋养。好吧，浑天神镜妥协了，我要鸟瞰江州城，别耽误我收集龙气。许七安最近开发了浑天神镜的新用法，他可以通过浑天神镜为媒介，观测一座城市的情况，再通过地书碎片与龙气之间的感应，找出潜藏在茫茫人海里的龙气宿主。限制是，他需要在浑天神镜里清晰无误地看见龙气宿主，才能感应到他，无法通过鸟瞰江州城直接定位龙气宿主。许七安用浑天神镜观测城北，一条街一条街地看过去，自己则在城南感应附近可能存在的龙气宿主。这个方法效果很好，他仅用了一个早上就找到一名龙气宿主。那家伙是个卖烧饼的摊贩，自从得到龙气后，生日红红火火，成为附近摊主羡慕的对象。许七安在他那里买了2张烧饼，顺手收走龙气。禹州，许元双外出返回，对着院内的姬玄等人说道：苍龙七宿抓住那位龙气宿主了。另外，襄州那边的密探传来消息，东海龙宫的2位公主在寻找龙气宿主。客栈里，苗有方发出满足的痛苦的叹息。自从跟随许七安以来，这位名义上的东家，实际的师傅就在帮他搜集锤炼肉身的药草，并叫他独特的运气法门辅助晋升。每日浸泡药浴，承受火灼酸蚀般的痛苦，默默运气，他终于迈过门槛，晋升了6品铜皮铁骨。他从浴桶里站起身，环顾自身，古铜色的皮肤表面闪烁着淡淡的神光。力量、五感有了不小的进步，气机也旺盛许多。但最让武者惊喜的是这身刀枪不入的体魄。江湖上有句话：6品的县令，5品的知府，4品的侯。用官职来比喻武夫品级，6品可以在一县之地称王称霸，官府也不敢招惹；5品则能在一府之地耀武扬威；4品指的是能像诸侯一样称雄一方。当然，这个说法仅限于江湖中称雄一方，不涉及朝廷。苗有方低头一看，好一杆绝世神枪，他惊喜道：好家伙，果然如我所料，今后长枪纵横，姑娘们还不得哭爹喊娘呀。喂，李兄，羡慕吧？你一定很羡慕吧？只有武者才能对付武者。李灵素瞥了他一眼，淡淡道：绣花针再坚硬，不也是绣花针？哦，
你是觉得刺人会疼一点？苗有芳大怒，挺着腰，比比。李灵素翘着二郎腿，嗤笑道：“我的玩意只给美人看，不和绣花针一般见识。”这时，许七安推开房门，扫了他们一眼，面无表情道：“收拾一下，离开江州城。”两个活宝，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转身离开。他心情不是太好，没想到江州城作为一州主城，竟然只有散碎的龙气宿主。豫州、湘、金、豫三州紧邻燕国，本着就近原则，纳兰天禄首先搜刮三州的龙气宿主。他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他们在襄州收集到8位龙气宿主，在豫州收集到2位龙气宿主。城中最高酒楼天字号雅间，东方婉容穿着桃红色的低胸长裙，裸露出胸口的白腻，侧身坐在软榻，喝着茶。房门推开，与姐姐容貌一致，但气质清冷的东方婉清跨过门槛，一边伸手接过姐姐递来的茶，一边说道：“抓住一个探子，准确的说，是他主动找上我。”东方婉容精致的眉梢一挑，诧异道：“大凤朝廷的探子？”东方婉清摇头，他自称是天机宫的人。天机宫，东方婉容轻轻皱眉，对这个名字充满陌生。这时，他脑海里传来苍老温和的声音：“让他进来。”东方婉容一边传达老师的命令，一边在脑海里问道：“老师，您知道天机宫？”隔了几秒，纳兰天禄才回答道：“一个2品术士建立的情报组织，他们遍布于中原各地乃至9州。当年山海关战役中，这个组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魏渊当年可是吃了大苦头。”东方婉容愈发不解，2品术士却站在了大凤的对立面。在他的印象里，术士也可以是司天监的代名词，而司天监隶属大凤朝廷。纳兰天禄叹息一声，当年山海关战役本质是9州大陆各方势力矛盾日益加剧的一个爆发，但若非2个人从中游说推波助澜，山海关战役可能要延后10几年才爆发。而那2个人里，一位是天蛊部的首领天蛊老人，一位就是这个2品术士。2品术士和天蛊部的人联手推动山海关战役。东方婉容第一次听说战争内幕，又惊奇又茫然。那位2品术士为何如此？纳兰天禄缓缓道：“当然是为了取代监正，晋升1品。”取代监正？东方婉容恍然道：“难怪你要见探子，那2品术士是可以拉拢的盟友。”纳兰天禄哼道：“暂时的盟友罢了，他是个极可怕的角色。我被镇在浮屠宝塔20年，再次出事，他已经把大凤搞得如此乌烟瘴气。山海关战役最大的获益者，除了佛门，就是他和天蛊老人。大凤虽然赢了，却被窃走1半国运，若仅是如此，还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但那人谋划20年，先后除掉镇北王和魏渊，镇北王也就罢了，魏渊一死，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纳兰天禄忽然沉默，东方婉容随之望向房门。知房门再次打开，东方婉清领着一位披斗篷、戴兜帽的神秘人进来。见过2位公主，在夏天机宫密探风，负责豫州地界。兜帽里传来刻意嘶哑的男性声音：“请允许我做个介绍，天机宫是。”东方婉容冷漠打断：“直接说是。”风密探沉默2秒，笑道：“看来大公主已经知道我们的背景。”他伸手入怀，摸出一封信，双手奉上。东方婉容招了招，信封自动落入手中，展开阅读。10几秒后，他把信纸放在桌上，笑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风密探作揖道：“大公主英明。少主还说遇到许七安，能避则避，等待机会。”呵，龙气之间有互相吸引的特性，随着我们收集的龙气越来越多，各方迟早碰头届时再共谋大事。顿了顿，他说道：“接下来有个情报要与2位公主分享。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许七安已得3道，分别在雷州、漳州的襄州以及青州游侠苗有芳。雍州并无9道龙气之一的宿主，如今已知禹州有1道，云州没有。大凤13州便只剩下江州、东北襄、金、豫3州、建州、楚州以及京城地界，剩下的5道龙气就分布在这6州之中。在大凤官方行政划分里，京城也是一个州，襄州没有。”东方婉容摇头。风密探道：“那么金、豫2州必有1道，甚至2道。如果没有被司天监的孙玄机提前截获的话。”我明白了。东方婉容道。风密探点头，接着说道：“等2位公主走完东北3州，剩下的就是江州、建州和楚州。我们和许七安应该会在这3州之一发生冲突。巫神教的灵会师可有在附近？”他委婉的提示，没有超凡境的实力，无法掺和到这个层次的战斗中。东方婉容笑盈盈道：“无需操心。”禹州。许元双展开手臂，让信鸽落在自己小臂。他从信鸽爪子上捆绑的细竹管里抽出小纸条，展开认真看完，清秀的脸庞露出几分笑意，
回身说道：“苍龙七宿擒住宇宙的那位龙气宿主了，虽说历经波折，几次险些让他逃脱，但有心算无心，且用天机宫密探辅助，加之苍龙七宿的强大，算是有惊无险，就是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之一。”柳红棉等人如释重负，击旋笑道：“接下来该联络2位金刚了。”临近云州的青州，静心和静元徒步走了数千里，终于在青州边界的某个郡县与杜难、杜凡2位金刚在一座荒废的破庙会合。金刚们穿着斗篷，戴着兜帽，以此掩盖暗金色的肤质。“师尊，师叔，2位师叔。”静心和静元和实行礼。静心把被掳走之后的事详细的告知2位金刚。许七安按照承诺释放了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禅师的他，也再无法称那人为佛子，心里嗔念缭绕。3年，杜凡金刚叹息一声，幸而修罗王之子已经归位，就算是佛门，也损失不起一位2品罗汉。静心静元大喜过望，后者问道：“师尊，师叔，你们在此地作甚？”杜南金刚缓缓道：“迦罗树菩萨的一尊化身在云州乾隆城，近期或许会有命令，我2人在此等候信使。”静心疑惑道：“为何不进去？”杜凡金刚瓮声道：“监正在盯着云州。”静心和静元骇然相视。一旬后，江州城兜兜转转，许七安足迹踏遍江州，又回到了这座主城。他已经把江州的所有龙气宿主一网打尽，但依旧没有找到9道龙气之一的宿主。如果江州的龙气宿主是游侠，那么现在已经游历到别处去了，就跟苗有芳一样。许七安牵着小母马与苗有芳、李灵素走向搭建在城外的粥棚，那里排起了长龙，一名名穿着简陋的平民刘明拿着破碗、竹筒等待施粥。城防军粗暴地维持秩序，对拥挤的平民动辄训斥，拳打脚踢，方式虽然粗暴，但确实稳住了局面。而那些饥寒交迫的贫苦之人，虽然脸上还残留着麻木和痛苦，但他们看着周鹏的眼神里有着亮光。说实话，永兴帝的这次赈灾举措让许七安对他大有改观。大奉走到如今，各地官府多是阴奉阳违之辈，王朝腐朽到一定程度，不是皇帝一个人能改变的，甚至不是京城的主公能改变的。政令难行，一直是各朝各代最头疼的事。据怀庆说，永兴帝采纳了许二郎的建议，把京城的御史尽数派遣下去，负责监督各州，给予巡抚先斩后奏之权。每位巡抚身边又配一名白衣术士负责监督。众所周知，白衣术士是出了名的骄傲有钱，这大大避免了联合贪污的行为。但因为低品术士是弱鸡的原因，为防止巡抚经受不住诱惑贪污，杀人灭口，朝廷又补了一条铁律：术士身死，巡抚问斩。而对于各地官府，朝廷鼓励相邻郡县之间互相监督，互相举报。一旦查实，举报者官升一级，被举报者是情节轻重，革职或问斩。防止官员贪污赈灾粮草的政策还有很多，比如周桶里筷子扶起人头落地等等。至于如何对付那些假扮难民冒领救济粮的，老辣的王首府给出的办法是7成米2成糠1成沙。这些仍然不能完全杜绝贪污，但起到了极大的遏制效果。李灵素望着周鹏笑道，虽说与中原各地的灾情相比，朝廷做的这些事效果有限，但好歹是让百姓看到希望了。苗有芳罕见的没有抬杠，目光柔和地看着这一幕。一行人进了城，打算歇息一晚，下一站是建州。夜里，许七安把圆桌边的蜡烛挪到书桌，铺开客栈里自备的宣纸，提笔写下湘、金、豫、建、楚。木南枝抱着小白狐走过来，探头一看，这些地方都在哪儿？你不是天天翻大奉地理志吗？许七安反问。我看完就忘了，谁还记得呀？木南枝撇嘴。女学渣，许七安心里腹诽。这女人要是活在他那个时代，大概就2条出路：一，凭借超凡脱俗的美貌嫁给土豪大佬，当个阔太太；二，进娱乐圈，当一个怎么都红不了的烂片女王。为什么红不了？因为花神转世显不是那种吃苦耐劳的人。许七安对他倒也没什么要求，除了过分傲娇，他本质是善良的，关键时刻也明事理，不会拖后腿。一个女人愿意陪你浪迹江湖，在许七安看来已经是最难得品质了。剩下的那6道龙气基本就在这几个地方。许七安摸着下巴给他分析，但我们不能判断巫神教、佛门还有乾隆城这些势力有没有提前摘桃子。木南枝一本正经的点点头，脸色严肃，像是认真听课的好学生。如果他们得了9道龙气之一，便立刻返回大本营，这是最麻烦的情况。他紧张问道，那该怎么办？这是无解的。许七安摇头，我的底线是损失2条至关重要的龙气，用散碎龙气积少成多来弥补。木南枝顿时眉头紧皱，那怎么抢得过他们？
许七安笑道：“不急，我身负半个国运，我遇到龙气的概率比他们更大，我都没遇到，他们当然也遇不到，最多也就遇到1、2条。我有预感，建州会有9道龙气之一的宿主。”就在这时，他心有感应，取出了传音法罗。在那边刚响起孙玄机的声音，许七安立刻抢答：“在江州城来福客栈3楼靠东第3个房间。”那边陷入长时间的沉寂。许七安耐心等待了1个时辰，终于床边青光自下而上升起，交织成一个身穿白衣、身高普通、五官普通的年轻男子。“孙师兄，有什么事？”他边说着边恭敬地递上纸笔，“能动手就绝不让孙师兄避避。”孙玄机认命般地握住笔，写下：“龙气情报汇总。”停顿一下，又写道：“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奇怪的事？”许七安愕然反问。见孙玄机嘴唇一动，他忙推一下纸笔：“孙师兄，不劳您金口玉言。”孙玄机想了想，试探道：“如果我？”5分钟过去了，许七安打了个哈欠，指一指纸笔。孙玄机叹息一声，再次认命，提笔写道：“我收集了20道散碎龙气，李妙真楚元枕和恒远共收集6道龙气，你收集了多少？”14道。许七安当即道：“他这几天就像得了零花钱的孩子，每天都数，1个铜板都不放过，正好30道。”孙玄机点头，奋笔疾书：“那么没有地书碎片的佛门、巫神教以及乾隆城，不可能比我们收集的更多，对吧？”“这是自然。”许七安点头给予肯定答复。“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的找不到龙气宿主了。这几天我不眠不休，驾驭炮台在各地不停搜寻，可却很难再找到龙气宿主。”孙玄机写完，默默地看着许七安，似乎是希望他能给出看法。“龙气宿主快收集完了。”许七安给出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孙玄机摇头，附身继续书写：“9为吉数，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99道散碎龙气。”这样啊，许七安顿时明白了，他们这边收集了30道散碎龙气，佛门、巫神教和乾隆城不可能比他们更多，因为这是冥冥中的气运决定的，3方势力不可能比他这个身负气运者收集的更多。那么剩下的龙气去哪里了？许七安心里一动，目光随之锐利。有我们不知道的势力在暗中收集龙气，看来你也这么认为。孙玄机颔首。许七安凝眉不语，脑海里闪过九州大陆的势力，西域的佛门，中原的大凤朝廷，东北的巫神教，以及乾隆城的那一脉皇族。这些是已经下场的势力。没有下场的势力有北境的妖蛮，南疆的古族，万妖国余孽。其中北境的妖蛮率先排除，他们经历了上半年的战乱，百废待兴，首要任务肯定是重建家园，休养生息。就算让他们得到龙气，也没兵力入主中原。古族倒是有可能的，当年天古老人窃取气运，为的就是用气运来修补如圣封印，龙气也是气运的一种。万妖国的终极目标肯定是复国，夺回家园，但佛门是迈不过的剑。我要是九尾狐，我就合纵连横拉盟友，先把佛门干掉。这个节骨眼抢龙气没有意义，反而会助长乾隆城叛军，而叛军是佛门的盟友。许七安心里一通分析，说道：“古族。”孙玄机点点头，低头书写：“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我觉得不应该把目光瞄准整个势力，也要注意那些有能力掌控龙气、寻找龙气的小势力或个人。”许七安道：“监正有什么看法？”孙玄机摇头，沉默了一下，他继续写道：“现在说一说敌人的情报。根据可靠消息，禹州可能出现了一位9道龙气之一的宿主，但在不久前被一群神秘人劫走。根据旁观者描述，我判断是苍龙七宿。他们是在闹市中行动的，非常猖狂。9道龙气之一。”许七安猛地往座椅靠背一躺，捏了捏眉心。虽然他和木南之说底线是2条龙气，但事到临头，还是没来由的一阵烦躁。还有吗？无声地吐出一口气，许七安问道：“东海龙宫的2个姐妹在帮巫神教收集龙气，按理说金香玉3州会有9龙之一的宿主，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孙玄机在纸上写着，这句话还没写完，许七安迫切追问道：“你为什么不宰了他们？”孙玄机摇头：“不敢。”许七安用简短的鼻音发出疑问。双胞胎之一，体内寄宿着纳兰天禄的元神，巫师和道门一样，元神为根基，即使没有肉身，战力也不会削弱太多。我和他们在不远不近的距离遭遇过，双胞胎没发现我，但纳兰天禄锁定了我，幸好我跑得快，传送阵真好用。许七安抬头看见孙师兄脸上露出了后怕和庆幸，纳兰天禄是被魏公杀死的，我是魏公的传人。许七安又捏了捏眉心。我知道了。他缓缓吐出一口气，抢笑道：“孙师兄，咱们说一些有趣的事吗？”孙玄机想了想，提笔蘸墨，写道：“杨师弟离京了，
监正老师有任务交代给他，这算什么有趣的事？许七安心说，我还以为他又双弱被监正镇压了呢。事情是这样的，杨师弟试图趁老师神游时，在祭天大典上宣布捐出司天监所有钱财。笔触轻轻游走纸面，许七安看着这行字，心里一连串的好家伙，一旦给他成功，文武百官和皇帝亲眼见证，就算是监正也很难厚着脸皮反悔。换成其他白衣术士这么干，满朝文武不会信，还会通知司天监把这个神经病弟子带回去。但杨千焕是监正的三弟子，堂堂四品高手，他是能一定程度上代表司天监的。许七安老神在，因为他知道以老银币的手段，帝王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为了掩人耳目不被察觉，杨师兄以美食诱惑采薇师妹，帮他监视监正老师。但监正老师早有所料，把天机盘交给了宋师弟，一旦杨师弟离开观星楼，便立刻镇压。在这件事情上，宋师弟绝对比任何人都积极。五师妹也在其中立了大功，她向来是很乖的，老师的话她都会听。许七安都听得愣住了，心说这是什么司天监版的无间道？监正有经验了呀，知道用徒弟制衡徒弟。监正给杨师兄的任务是什么？不知，我只知道杨师兄是带着采薇师妹一起走的，他也被发配出去了。除采薇这蠢货，脑子不行就别掺和这种掉脑袋的事嘛。我的情报给完了。孙玄机道。许七安想了想，把浑天神境的事以及自己与九尾天狐的交易说了一遍。孙师兄，你怎么看？孙玄机沉吟许久，写道：他应该掌控了部分神书的残躯。他的意思是，封魔定只有佛门秘法能解，九尾天狐敢做出这样的承诺，说明他掌控了神书的部分残躯。我也觉得是这样。许七安点头。我没事了。孙玄机颔首，脚下青光升腾，裹着他离开。见状，矜持地坐在床边，拿捏着王妃仪态的木南枝吐出一口气，不悦地瞪了眼男人。总是三更半夜的来，烦不烦？男女有别的道理，你不懂吗？他记得上次许七安在被窝里压着他，孙玄机也来了。孙师兄来之前都会通知的，上次是我们不了解他，没做好准备。再说，身在江湖就别那么多规矩了，客房只是临时歇脚的地方。许七安随口安慰一句，咀嚼着孙玄机带来的情报，他心里沉甸甸的。犬戎山，方圆百里，犬戎山是武林盟召集之山，以庭院森森的盟主府为核心，峰峦对峙，如龙虎相争，山丹水绿，云雾升腾，美不胜收。独臂老周是武林盟的百夫长，按理说，哪怕是在高手如云的武林盟，百夫长也可以说是中流砥柱了。可惜独臂老周是个没有实权的。据说武林盟一直沿用老盟主留下来的军队编制，600年来从未改变。他百夫长的官职是用右臂换来的。老周原本是一名侍卫，大概1个月前，随队伍护送曹清扬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回娘家省亲，遭了仇人劫杀。老周的右臂就是当时没的，为曹清扬的儿女挡了一刀。打那以后，老周就从一个小小侍卫提拔为百夫长，受百夫长待遇，只不过没有实权。作为一个练精进的武者，缺了右臂之后，战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断臂老周拎着一壶酒，迎着寒风敲开了某间院子的门。院门打开，一个穿着厚棉衣的中年汉子笑容满面。老哥，你可算来了，狗肉正香着呢，快里边请。中年汉子高高瘦瘦，双臂格外的长，他叫王游，是站岗的弓箭手。两人入屋，坐在桌边享用烈酒和狗肉，喝着滚烫的汤汁，在寒冷的冬季浑身舒畅。老哥你可真厉害，一条手臂换来百夫长的待遇，一辈子衣食无忧啊！不像我，那点钱全花在女人肚皮上了。王游满脸感慨，喋喋不休地抱怨。老周喝着酒，哈哈大笑。人这辈子活着，不就是为了睡在女人柔软的肚皮上吗？两人边喝边吃，什么都聊。酒过3巡，王游一副闲聊的语气道：老哥，你上次说曹盟主的那双女儿挨了敌人一掌都没死，真的假的？老周打了个酒嗝，大声说：骗你作甚？我当时离他们最近，为保护2娃子才被砍的手。可我亲眼看到那2小娃娃被拍了一掌，当时是没气儿了，要不然仇人能走。可你猜怎么着？半刻钟不到，他们又醒了。王游笑道：肯定是你看错了。老周不满地拍桌子，怒道：你不信还问我2遍。王游立刻拱手道歉。很快，狗肉火锅吃完，老周心满意足地离开。王游眼里的醉意荡然无存，他走到床边，从床底拉开一个箱子，取出里面的笔墨纸砚，铺在桌上书写：武林盟曹清扬子女，疑似龙气宿主。王游把打探来的情报写在密信里，末尾添了一句自己的总结：曹清扬的子女年纪尚幼，养在深宅大院之中，鲜少与外人接触，亦无表现出异于常人之处。质子启蒙不久，心智尚未成熟，即便龙气附身，恐也神异不显。卑职无法窥探到龙气，望大人早早想办法确认。
武林盟的老祖宗避世不出，后山是禁地，除曹清扬外，任何人闯入都会被犬戎一手击杀。但卑职暗中打探后，发现后山外围多了一批暗桩警戒，因此判断武林盟老盟主的状况或许愈发下滑。写完，他吹干墨迹，然后吹了口哨。额请，后院的林子里飞来一只黑色的野鸟，落在敞开的窗边，黑色的眼睛悠悠地看着他。王游不紧不慢地取出竹管，绑在野鸟脚上，摸了摸它的头。野鸟振翅飞远。王游目送野鸟远去，呼出一口气。这种鸟是很寻常的野鸟，它没有传信白鸽那么显眼，在武林盟用飞鸽传书，那是在侮辱武林盟的智商以及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用一种随处可见的野鸟，就能很好地规避大部分风险。毕竟犬戎山纵横百里，林莽苍苍，最不缺的就是野鸟。当然，依旧有被人无意中射落的风险，因此不是重要信息不会飞鸟传书。值得一提，这种鸟是受古族新古士训练过的，因此才能充当信使。王游关上窗户，在火炉里添了一把炭火，裹着厚厚的羊皮球，借着酒劲侧卧在床上睡去。不知过了多久，沉睡中的他耳廓一动，豁然惊醒，伸手摸向枕头下的短刃。砰！在他握住短刃的同时，脑袋被钝器狠狠砸中，万念俱消。迷迷糊糊中，不知过了多久，刺骨的凉意浇在脸上，王游呻吟着苏醒过来。他的眼神从茫然到锐利，仅用了不到1秒，压住内心的慌乱，冷静地环顾四周，同时感应一下身体现状。他被五花大绑着，浑身酥软，似是中了某种迷药。这是一间密闭的房间，石墙上挂着锁链、狼牙棒、镣铐等刑具，角落里摆着老虎凳、剁足刀、剥皮台等大型刑具。此外，王游还看到一些专对付女犯人的，比如木驴、千人骑等等。密室里烧着炭盆，炭盆左侧的大椅上端坐着一个黑衣男人，他左脸颊又一道狰狞丑陋的刀疤，马脸、绿豆眼睛，五官也和刀疤一样丑陋。王游认识他，是武林盟掌管刑罚的大司狱。你真名叫什么？大司狱笑眯眯道。王游露出惊恐和迷茫之色，诚惶诚恐。小人王游是南风港的弓箭手，不知犯了什么错，请大司狱明示。没。大司狱连连摆手，真诚地解释道：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犯错，你犯的是区区死罪。王游脸色大变，高声叫道：小人忠心耿耿，为武林盟效力多年，何来死罪啊？大司狱莫要冤枉人。大司狱笑道：你觉得少主和小姐年纪尚幼，因挨仇人一掌不死，这么离奇的事，曹盟主会不放在心上，会不调查？你不妨再想想，当日护卫队人数不少，别人都守口如瓶，怎么就老周没有收到封口的命令？王游瞳孔收缩了一下，他没有再说话，口腔里的舌头隐晦的搅动。你的那颗假牙我给你取出来了，里面藏着毒药，我找了条狗实验，顷刻间毙命。啧，这毒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大司狱依旧是笑眯眯的模样。你的真名是什么？王游低着头辩解道：小人只是好奇才问的老周，司狱大人误会了。大司狱微笑道：我从不问第3遍，虽然我不喜欢折磨人，但也从不抗拒用一些残酷的手段来达成目的。相比起寻常的刑罚，我更喜欢另辟蹊径，求变求新，这样才够意思。比如说千人骑这种刑具，同样也可以用来对付男人吗？扒掉他的裤子。2名下属上前，把浑身酥软的王游提起，让他趴在刑具上，再用绳索将他牢牢捆绑。值得一提，千人骑的模样类似于火炮的炮管。王游咬着牙，一声不吭，他已经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怎样的屈辱。但接下来，大司狱的举动却让包括2名下属在内的3人脸色一变。大司狱拿起炭盆里炙烤的铁钳，轻轻吹了一口，通红的烙铁映照他的脸，嘴角的笑容愈发深刻。王游脸色陡然惨白。2名下属猛地夹紧臀部肌肉。夜色沉沉，寒风凛冽。大司狱披着黑色大氅，带着2名随从于夜色中进入盟主府。堂内得到通报的曹清扬早已等待着，他仅穿着轻薄的蓝袍，魁梧的身躯宛如高山般厚重、沉稳、内敛。方正的国字脸面无表情中透着严肃。盟主。大司狱抱拳行礼。曹清扬抬手示意他入座，让下人奉上热茶。大司狱喝了口热茶暖胃，缓缓道：查清楚了，王游是一个隶属于天机宫组织的嫡子，7年前被安插在盟中。根据他的交代，是因为上一任嫡子死于意外，他才被补充进来。但上一任嫡子是谁，死于何时，他并不知道。曹清扬浓眉微皱，半沉吟半思考。天机宫名字听起来似是与司天监有关。身为建州武林盟的一把手，3品术士叫天机师，这个他是知道的。天机宫不可能会对付我，你们抓错人了。曹清扬皱眉。月余前，妻子回娘家省亲遭了埋伏，显然是盟中有嫡子泄露了情报。
曹青阳一直在暗中调查，试图揪出碟子。大司狱脸色有些怪异，道：“属下审出了另一件事。”大司狱措辞片刻，据网友交代，他在寻找一种叫龙气的东西，此物会附身在人身上，得到它会变得福元深厚，展现出种种异常，比如某个资质平平的人突然开窍，变得天资聪颖；某个底层的江湖武夫忽然修为大涨，奇遇连连。说到这里，大司狱看一眼曹青阳的脸色，见他默然不语，便继续道：“他认为少主和小姐死而复生，可能是龙气的缘故，但无法确认。今日以飞鸟传信给上级，希望他能想办法确认。”网友的级别太低，对于天机宫的内幕背景了解不多。曹青阳沉默许久，似在消化情报。隔了阵，他问道：“龙气？”大司狱道：“属下也困惑，但网友也不知道龙气究竟是什么。天机宫应该是采用了广撒网的方式来寻找这个龙气，只透露龙气会造成的现象，但没有讲述它的本质。”曹青阳指头敲击茶几，语气缓慢地说道：“这么说来，那个天机宫有观测龙气的手段，可我并未发现船儿和雪儿身上有所谓的龙气。望气术是术士的手段，天机宫果然和司天剑有关。此事倒也解开了我的疑惑。可惜老祖宗经历京城之战后，状态极其糟糕，不得不陷入沉睡，不然两个孩子出事当日，说不定他就能从老祖宗那里寻到答案。”曹青阳喝了一口茶，问道：“网友还活着？”大司狱笑道：“自然活着，每一个碟子都是很有价值的。”曹青阳嗯了一声，道：“如果是司天监的人，就暂且留一命吧，派人去一趟京城，向司天监寻求答案。”他想了想，又抬手说道：“不，暂时不要声张，听我安排，先向老祖宗求证一下，了解龙气，并听听老祖宗的意见。此事关乎儿女，他必然要慎重。”大司狱点头，起身拱手道：“属下告退。”曹青阳出了大堂，转入内院，分别去看了看儿子和女儿。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今年7岁，恰好到了不同席的年纪。曹青阳早年沉迷武道，成为盟主后又操劳于盟中事务，到了而立之年才娶妻生子。虽算不得老来得子，但也是高龄了，因此对双胞胎极为疼爱。内院温暖的大厅里，曹纯腰间挎着木剑，在炭火熊熊的厅内玩耍。乳娘在身后追着，不断提醒他注意炭盆。曹雪则安静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和他一起看画着图画的小人书。见曹青阳进来，曹纯立刻不闹腾，曹雪也从母亲怀里坐直，挺起小小的身板。兄妹俩比较畏惧不苟言笑的父亲。曹青阳脱下袍子，递给迎上来的乳娘，招了招手：“纯儿，过来。”曹纯在他面前站得笔直，叫道：“爹。”曹青阳微微颔首，露出一丝笑容：“许久没有考教你的剑术了，看一眼他腰间的木剑，给爹耍耍。”曹纯眼睛明亮的点头，小脸有些兴奋，当即抽出木剑，有模有样的耍了一套剑法，竟有几分凌厉。妻子笑道：“纯儿不知怎么的，突然开窍了。相公，这是不是和你很像？”曹青阳年轻时曾被人嘲笑资质愚钝，连带着上一任盟主也被人暗中耻笑识人不明。他心无旁骛，埋头苦练，每日挥拳8000。很多年后的某一天，他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武林盟青壮派里的第一高手，遂成佳话。曹青阳却没有半分笑意，一言不发地披上袍子离开内院。他出了府，目标明确地往后山行去，一肚子的疑惑想要问老祖宗：龙气是什么东西？为何会在两个孩子身上？司天监对所谓龙气的态度等等。他很快来到崖壁前，来到禁闭的石门前。老祖宗，青阳有事询问。他躬身道，连喊3遍，石门内毫无回应。老祖宗还在沉睡，何时能醒？当日京城一战，让他的状态愈发糟糕了，而许七安承诺的9色莲藕却迟迟未至。曹青阳心里沉重，正要再次呼喊，崖壁上忽然亮起2盏血红灯笼，冷冰冰的望来。曹青阳便知是守护老祖宗的犬戎在让他离开，不要打搅。他无奈地行了一礼，原路返回。江州边界的小城，苗有芳咬着一串冰糖葫芦道：“我发现边界的难民比其他地方少很多。”李灵素也咬着冰糖葫芦道：“这是因为此地临近建州，难民都逃到建州去了。”苗有芳满脸疑惑道：“建州很富裕吗？”风调雨顺之地自然是富裕的，建州有武林盟，号称建州真正的主人，就算是建州三司也要忌惮几分。李灵素侃侃而谈：“建州江湖极有秩序，匹夫为非作歹会被武林盟以雷霆手段除去，与凶徒聚集的云州恰好相反。同时官府和武林盟相互制衡，谁都不敢太肆无忌惮。我只听说建州是武道圣地。”苗有芳不太相信，反驳道：“按你这么说，难道朝廷不管吗？任由一个江湖势力如此壮大，
我听说建州武林盟有一位超凡境的老祖宗，不知是真是假。李灵素笑道：那你说个屁嘞！苗有芳撇嘴，两人展开争执，话题渐渐与偏离，与难民、富裕没啥关系了。你要不信，大可问问徐谦。李灵素哼道：许七安的身份和地位，肯定会这些隐秘有所了解。苗有芳立刻看来，吃着糖葫芦的木南枝和舔着糖葫芦的白姬，也兴致勃勃地看向牵马而行的许七安。确实有一位老家伙，而且是与国同龄的老家伙。许七安斟酌道：不过朝廷能容忍武林盟的存在，倒也不全是忌惮一位超凡武夫。要知道，大凤鼎盛时期，别说一位超凡，2位超凡都不够看。那是为什么？苗有芳愈发不解，兴趣十足。李灵素侧耳倾听，他知道许七安有一肚子的秘闻趣事，身份还没暴露时，自己就经常从他那里听来一些古代秘闻。正因如此，自己才对徐谦的身份深信不疑，忽略了一些细节和破绽，没有看穿他身份。许七安道：当年大周末期，群雄并起，一位江湖匹夫在建州拉起一队人马，展开了逐鹿中原的征途。后来各路人马被消灭统合，只剩2支，一支是大凤开国皇帝的军队，一支就是这位建州武夫的军队。彼时大周已灭，中原百废待兴，他不愿再造杀孽，便与大凤开国皇帝约战，胜者入主中原，败者隐退。后来的结果你们都知道，大凤因此而生。当初我听说此事，只感慨高祖皇帝的强大，如今才回过味来，建州这老匹夫其实并没有称帝的念头，他造反纯粹是因为当时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内心里追求的应该是武道，而高祖皇帝对武道和长生兴趣不大，他热衷于王图霸业，两人追求不同，便注定了结果。建州老匹夫隐退时，高祖皇帝和他约法3章，允许他在建州保留嫡系军队，算是对自己以及后代的一个警示吧。到了如今，当皇帝对建州的态度怎样已经不重要，坚正的态度才是关键。建州能延续到现在，是坚正默许的。说到这里，许七安叹息一声，现在想来，武林盟也是坚正的棋子之一。这老银币不知道他的棋盘里还有多少棋子。天命师是天生的棋手，许七安于心里感慨。云州乾隆城，披着简易袈裟，露出半个健硕胸膛的和尚盘坐在茶几边。你既已谋划了这么多年，应该不会没料到今日。伽罗树菩萨看一眼对坐的白衣术士，他指的是云州此时的困局。监正就堵在云州之外，谁敢出去，谁就第一个死。当然，对伽罗树菩萨来说，硬刚就是了。就算中原是监正的地盘，他也可以横躺。身为掌控金刚法相、不动明王法相的他，一品中能杀他的人不存在。许屏风一旦起事，他会负责缠住监正，许屏风则负责攻城夺地。但伽罗树菩萨觉得，如今许屏风解决不了眼前的危机，那这个盟友未免太过不济。许屏风笑道：莫急，镇北王和魏渊是监正老师摆在明面上的棋子，他还有很多案子，待我一一拔除。案子？伽罗树菩萨分身以一种可知可不知道的轻松语气反问道：监正老师是天命师，最擅长的便是布局。很早以前，我认为只要解决掉真德帝的3具分身和魏渊，便能成事。好在我从未小觑过他，无数次闭关推演，逐渐发现了一些隐藏极好的案子。许屏风停顿一下，举杯饮茶，笑道：武林盟便是监正老师的案子，他便如一支养在江湖的军队，部属于朝廷，却拥有极其不俗的战力。大部分时候，他只是一个江湖势力。可当有朝一日朝廷腐朽，军队不堪，这支休养生息的秘密军队就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专用来评判。伽罗树点点头，武林盟早已暗中投靠了监正。他对这个中原江湖的势力了解不多，武林盟并没有资格入一品菩萨的法眼。许屏风摇头：不，那老匹夫不会投靠任何人。可惜啊，可惜。伽罗树菩萨把玩着釉色艳丽的茶盏，等着白衣术士解释。此人当年与高祖皇帝有过约定，假如哪一天朝廷腐朽，重蹈大周覆辙，他便揭竿而起，推翻大凤。乍一听似乎是可以拉拢的盟友，其实不是。如今的大凤与当年的大周不同，大周气数已尽，腐朽入骨，早已不可挽回。而大凤在元景被斩后，新君登基，立志革新，在很多有识之士眼中，这是王朝焕发生机的表现。寒灾是天灾，天灾总会过去，况且朝廷也在努力赈灾，说明朝廷并非腐朽到毫无作为。况且在那老匹夫看来，这是大凤龙气流失造成，帮助朝廷找回龙气，肯定比展开一场席卷中原的战争要更好。许屏风提起茶壶，往茶盏里添加热茶，感慨道：我可惜的是，那老匹夫是个立志武道登顶的武夫，追求不同，便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盟友。若是个野心勃勃的，遇到这种大好时机，就绝不会放过。
那才是盟友。伽罗树面无表情的旁听。许屏风挥了挥手，桌上的茶盘、瓷器等物迅速扭曲变化，被生生练成一副棋盘，两盒棋子。他一手挽袖，一手捏出瓷棋子，啪地落在棋盘上。大凤阵营的超凡高手、监正老师、仁宗道手、儒家赵守许七安，每报一个名字便落一子。赵守立的命是为儒家肃脊梁，重返辉煌。于他来说，这皇位由谁做区别不大，甚至更愿意看到有人取代如今的皇室，这样儒家读书人才有出头之日。再者，儒家衰弱至今，只有他一位三品参与龙气之争，或许会有陨落风险。他或许不怕死，但儒家却不容他死。此人无需顾虑。许屏风把代表赵守的棋子放回棋盒。骆玉衡渡劫在即，虽然当了我的儿媳妇，初步平息业火，但这也意味着他距离天劫又进一步。如今需要平衡日渐壮大的法力和业火，一旦失衡，天劫转瞬即至。把代表骆玉衡的棋子也放了回去。许七安修为尚未恢复，如今至多是三品初期，甚至不如，不足为虑。把代表许七安的棋子轻飘飘地丢回棋盒。武林盟老匹夫本身状态不对，京城一战后，我料他愈发糟糕了，如今怕是处在河道失败的边缘，面临肉身崩溃的危机。那么想保住武林盟，监正就必须亲自出手。云州的困局自然解了。伽罗树菩萨合十，淡淡道：想来你早已准备好了毁灭武林盟的刀。许屏风笑道：此前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我等来那个时机了。青州边界城郊破庙，在此地打坐清修数日的静心睁开眼，缓缓起身走出了破庙。他站在院中无声的眺望，许久后静元化斋返回。金刚无需进食，但身为四品的他们依旧是血肉之躯，还是得恰饭。师兄弟对视一眼，静心叹息道：我无法入定了。静元心里了然，但仍问道：何故？静心轻声道：心魔入侵。这段时日以来，我脑海里反反复复闪过雍州城外的争斗，闪过师兄弟们被他一刀斩杀的场景，恐惧和愤怒时时灼烧我的心灵，让我无法平静入定。静元默然片刻，脸庞冷峻：你许的宏愿是什么？静心不做隐瞒：我选的是杀贼果位。杀贼果位有两个能力：斩断世间一切烦恼，斩杀世间一切敌。前者可斩自身烦恼，也可斩他人烦恼，后者则是纯粹的暴力加成，从根底上抹除对方存在，通俗的话就是杀人。静元淡淡道：师兄，这便是你的机缘啊！你的烦恼因他而起，若是能因他而终，你便能成就杀贼果位，迈入罗汉之位。静心眼神茫然，要杀他谈何容易。许宏愿是修成果位的必经之路，而杀贼果位相关的宏愿有两种模式：一，杀佛门大敌，或杀己身宿敌。杀佛门大敌的宏愿很难达成，因为能成为佛门大敌的就不是四品苦行僧能对付。杀己身宿敌同样艰难，既是宿敌，那必是随时会有陨落危险。二，斩自身心魔。这条路子乍一看简单，但其实更加虚无缥缈，很可能一生都无法达成，甚至有些苦行僧至死都没能触摸到自己的心魔。静心想修成果位，成就罗汉，杀许七安是成功率最大的办法，也是死亡率最高的。静元默然，罗汉果位本就只有大造化大机缘之人才能修成。就在这时，一位裹着黑袍戴着兜帽的天机宫密探沿着山道来到破庙外。静心和静元同时停止交谈，侧目看去。我要见两位金刚。密探说道：师叔和师傅说的命令来了。静心双手合十：里边请。密探颔首，大步进庙。小庙不大，倾倒的山神泥塑前盘坐着两位肤色暗金、后脑火环燃烧的金刚。公主有密信要给两位金刚。密探自怀中取出信封，恭敬的双手奉上。肚南金刚摊开掌心，让信封自动飞来落在手掌。他拆开看完，瓮声道：可还有其他？密探旋即又摸出一只金属盒子，躬身道：这是公主让我转交给两位的。肚南接过，未曾打开，颔首道：我等已经知晓。闻言，密探躬身合十，退出了小庙。院外的静心和静元目送密探离开，并肩进入小庙。肚南金刚扫了两人一眼：伽罗树菩萨有令，让我等即刻动身，前往建州灭武林盟。武林盟。身为西域佛门弟子，静心和静元对这个大凤江湖组织实在陌生。肚南金刚没有回答，转而打开了金属小盒。一抹璀璨的金光映入静心和静元眼中，刺得他们下意识闭上眼睛。同时，一股磅礴浩瀚、让人心灵战栗的力量充斥小庙空间，四周空气变得灼热，仿佛直面了火山喷发，肺部火烧火燎。啪！肚南金刚适时合上金属盒子，铭刻在表面的阵法应激生效，
屏蔽了这道可怕的力量。这是伽罗树菩萨的一滴精血，可让我或渡南师弟短时间内施展出金刚法相。丑陋的修罗金刚杜凡给出解释。伽罗树菩萨的精血，静心和静元相视一眼，屏住了呼吸。杜南则说道：那位公主让我们北上禹州，与姬玄等人会合。原来建州还有这段历史，我竟然从未听说。李灵素恍然咬了一口糖葫芦，不得不承认对许七安是有些佩服情绪的。此人左国师右王妃，京城还有一众貌美如花的红颜知己，是个人渣，但不管是修为还是见识，都远超同龄人。李灵素作为天宗圣子，骄傲是必然的，也有这个资格。踏入江湖前，他自诩九州年轻一代的佼佼者，是最巅峰的那一小撮人，事实也是如此。然而这一代的年轻人里出了一个许七安，压得所有青年俊彦黯然失色。即使是成名已久的老一辈强者，也得感慨一声后生可畏。这样啊，苗有芳听得津津有味道，以前竟然没有听说书讲过这么有趣的历史。他虽然认字，但读书不多，顶多是启蒙而已。大部分文化知识是从说书先生那里得来，就如当年的山海关战役，至今还有一些酒楼茶馆在老调重弹。苗有芳从说书先生那里听来许多野史，正史就认为说书先生嘴里有着所有历史。你知道刚才徐谦说的东西有多隐秘、多重要、多有价值吗？李灵素嗤笑一声，习惯性的斗嘴抬杠。你又知道了。苗有芳也习惯性的斗嘴，然后道：说说看。李灵素哼道：这些隐秘未必有用，但绝对是层次极高、不具备一定地位的人无法接触的内幕。这有助于你看清世界的本质以及自我沉淀。哼，现在的你满嘴的他奶奶、本大爷、睡女人等粗鄙之语，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许七安内心做出总结。苗有芳不以为意：武夫不就是粗鄙吗？李灵素一时哑然，竟无言以对，默然片刻，才说道：但你现在不同，能给徐谦当随从是你人生的转折点，若是继续粗鄙下去，终究难登大雅之堂。苗有芳看一眼许七安，不抬杠了，沉吟道：那我该怎么改变？许七安笑道：首先要注重涵养，不要满嘴粗鄙之语，比如把你是人渣改成你是李灵素吗？人渣竟嘲讽我是人渣。李灵素呵呵道：徐前辈可真谦虚。许七安指了指圣子，看着苗有芳，看，这又是一个例子，学学人家。小白狐旁听了3个人族雄性的相声，昂起脸看着木南枝，娇声道：咦，我也要学吗？木南枝撇嘴：你会学废的，别搭理他们。许七安笑盈盈的回眸看一眼花神转世，后者用明亮水润的眸子反瞪他：你对建州这么了解，以前游历过建州？许七安问出了一直以来在意的问题。李灵素点点头：建州离天宗不算太远，我和师妹下山后第2站就是建州。天宗离建州不远啊。许七安默默记下，继续问道：那有没有想好呢？李灵素避而不答，这反而让许七安有些好奇。李灵素从不认为自己是渣男，因此在乱搞男女关系上没有太大的避讳，鲜少有这般讳莫如深的态度。正常的情缘肯定不止于这样，看来是一场不太好说出口的爱情。那么问题多半是出在女人身上了，有夫之妇。想到这里，许七安本能的回头看向木南枝：你看我做甚？木南枝柳眉倒竖，怒不可遏。提到相好这个话题，许七安就扭头看他，这摆明了是把他摆在相好这个位置。骄傲高贵的花神转世是不会承认自己是相好的。苗有芳嘿了一声：听说建州的万花楼美女如云，个个国色天香，李兄，你要真是个风流的多情种，肯定不会放过。许七安缓缓点头：这倒也是，建州万花楼确实美女如云，风华正茂的少女，妩媚艳丽的美人，还有风韵犹存的淑妇，尤其那万花楼主萧月奴，国色天香啊！那身段，那容貌，那气质，那韵味。突然瞥见木南枝脸色阴沉，忙话锋一转，都不及南枝一根汗毛。倒也不算拍马屁，就算是国师这样的角色，在花神转世面前仍是差了一些。不是五官和气质上的差距，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许七安把这种感觉理解成花神独有的魅惑，但不可否认，萧月奴的综合评分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万花楼的美女如云，苗有芳一脸向往。李灵素沉默不语，骑着马哒哒哒跑远。苗有芳连忙追上去，谄媚讨好：李兄，你是不是真有相好的在万花楼？兄弟我还没讨媳妇呢，给引荐引荐啊！以后你就是我亲哥，不亲爹。许七安看着一对活宝追逐着跑远，耳边传来木南枝阴阳怪气的声音：某人的心呀，是不是飞到那个萧月奴身边去了？是啊是啊，我已经千里之外一枪取他贞操。因为这句话，许七安的脑袋被碎石子砸了一路。禹州，
姬玄等人外出搜寻龙气宿主返回，便见临时落脚的住处多了9位不请自来的客人，他们俱是一身黑袍，区别在于其中8位身躯略显臃肿，黑袍之下似还藏着甲胄，而另一人则是正常体型。苍龙七秀以及一位天机宫密探踏入院子前，就已经感应到堂内有人的姬玄毫不意外地打招呼：“诸位久等了。”他拎着柳红棉、许元霜等人在另一侧入座，沉声道：“发生了什么？”没有突发情况，苍龙七秀和宇宙的密探不会联袂而至。宇宙密探拿起手边的密信，抖手甩了出去。姬玄伸手接过，面带疑惑地展开阅读。看完后，他脸色肃然：“七哥。”许元怀问了一句。姬玄把信给了对方。许元怀看完，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爹要我们灭了武灵盟？武灵盟内有9龙宿主，